孩只是去医院拉个痔疮，就被鬼差勾错了魂，再次回到现实已过去3年，尸体早已被闺蜜火化。孟婆为了补偿她，将她投胎到慈少熊多的收拾，还赠送一个种植空间和交易系统。本以为能过上左拥右抱的生活，却不想重生15年还不能化形。眼看着青梅竹马为了自己就要遭受刑罚，江婉婉感动之下，将自己10几年攒的家底拿出换取竹马自由。原来在受试雌性只要化形就会举办结亲会，被看中的雄性如果拒绝雌性的请求，就会遭受酷刑和驱逐部落。而江婉婉这一举动让无数兽人都争抢着做她的受妇，上有霸道的黑龙，下有心机腹黑的灰狼，后有架着双枪的巨蟒。今天是白虎部落举办的结亲会，当白虎部落长老念完每个部落参加的人数后，台下就有一位雌性在6位受妇的搀扶下来到了候选队伍前，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傲慢与挑剔，手指在各个男性兽人的胸肌前轻轻划过，那模样就像是在挑选一件件精美的商品。眼看就要快到北初的身边，这让江婉婉瞬间紧张了起来，脑海里疯狂回荡着一句话：别选他，千万别选他。自己的阿父察觉到他的异样，唇角微扬，故意压低声音凑近他耳边：怎么舍不得北初？我们家宝贝要不要上去抢亲？江婉婉耳尖一烫，立刻梗着脖子反驳：我才没有。可发现红果停在了北初面前，心中顿时一紧，这是狐狸部落的，长得真可爱啊，穿的这是什么呀？说着就要去摸北初的衣服，这是我的小雌性送我的衣服，你别给碰脏了，你有雌主了。可走近一闻，却没有被标记契约的气味，他还没到成熟期，但我认定了，这辈子只做他的受妇，你还是另选他人吧。有意思，一个还没化形的小雌性，竟能把你迷成这副模样，我倒要瞧瞧你到底有多爱他。红果冷笑一声，猛地举起手，高声宣布：这个小狐狸我要了，我拒绝。北初猛地后退一步，声音冷峻而坚决，全场顿时一片哗然，议论声四起。这是什么情况？从来没有雄性兽人敢拒绝雌性的选择，他是不怕死吗？这也太勇了吧！闻言，江婉婉站在旋风的肩上，眼中满是担忧。胡闹！北初，你昨日才刚化形，或许还不清楚规矩，拒绝雌性的选择是要受50棍刑罚，并被逐出部落，成为流浪兽人的。你可知道后果？我知道，我自愿接受惩罚。我喜欢婉婉，等她结亲会时，我一定会回来。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北初的话震惊了，纷纷猜测这个婉婉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让一个雄性兽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拒绝雌性的选择。要知道，50棍的刑罚加上被逐出部落，几乎等同于宣判死刑。长空长老见北初态度坚决，知道再劝也无用，只得公事公办，沉声道：来人，把他架起来。话音刚落，几名强壮的雄性兽人立刻上前，将北初牢牢架住，准备执行刑罚。慢着！江婉婉从旋风的肩头一跃而下，小小的身影挡在北初面前，目光坚定地看向长空长老：请放了北初，作为交换，我愿意给出相应的补偿。补偿？你们狐狸部落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是那些不值钱的萝卜土豆，还是那几只屈指可数瘦弱的鸡？真是大言不惭！你说，只要你说得出口，我就给得起。好大的口气！100头猪，少1头，这只小狐狸我可就带走了。好，100头就100头，请长空长老见证，我江婉婉以100头猪换北初自由，绝不反悔。婉婉，你可知道撒谎和食言对你意味着什么？100头猪可不是小数，我知道北初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会拿他的性命开玩笑。婉婉，不要，我不值得你这么做，你给我闭嘴！老娘好不容易攒的钱都没了，你可得好好给我活着还债。闻言，北初耳根微红的点点头，还一辈子的债他也乐意。红果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没想到江婉婉真的会拿出上百头的猪换一个雄性兽人，不甘心的说道：长空长老，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雄性公然拒绝雌性的选择，这是对各大部落规矩的挑衅，100头猪就能抵消他的过错吗？规矩是规矩，但是你开出条件，江婉婉也愿意用100头猪作为补偿，这份诚意足以弥补北初的过错。红果，你作为白虎部落的长老的女儿，应该明白100头猪的价值，这件事就此了结吧。红果还想再说什么，但看到长空长老严肃的神情，只得悻悻地闭上了嘴。来人，放了北初，明天这个时候你们白虎部落的人来这里领100头猪回去就行，我们走。就在江婉婉走后没多久，飞龙一族的候选人才姗姗到来，看着还在议论纷纷的众人，疑惑地问道：这么热闹，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旁边的吃瓜群众立刻凑上前，兴奋地解释了起来。听完后，木川轻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玩味，有意思。七彩灵狐，100头猪。原本打算离开的红果，看见这么好看的兽人，不由一愣，快步上前镇定道：你是飞龙族的木川。木川点头，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压迫感。你以后就是我的受妇了。木川闻言，不紧不慢地俯身，缓缓凑近红果耳畔，刚才的教训还不够，温热的气息喷薄在红果耳侧，惊得他浑身一颤，以至于让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什么？木川直起身子，脸上挂着一抹戏谑的笑意，一字一顿道：我不同意。你们飞龙族难道也要违反规则吗？木川神色一凛，周身散发出一股不容侵犯的威严，冷声道：在这兽事，与我飞龙族所言即为规则，我可不像那只愚蠢的狐狸，还会陪你们什么猪？识相的就赶紧让开。话音刚落，幻化成一条威风凛凛的墨黑色飞龙，向着天际呼啸而去，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次日，江婉婉用意念打开空间，看着屏幕上显示的68000余额，心都在滴血。好不容易攒点钱，又要全赔出去了，强忍着心疼，在显示屏上飞速输入购买100头猪，下一秒就显示金额不足，价格竟然高达30万元，这让江婉婉急得团团转。可要是不给，北初非得被他们活活打死不可。就在他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的时候，脑中灵光一闪，对方又没说非要成品猪，一咬牙又向系统借了点款，买了100只小猪仔。可时间1分1秒的过去，空间内始终没见半只猪的影子。江婉婉眉头越皱越紧，忍不住质问道：猪呢？尊敬的主人，本空间禁止对农作物没有帮助的生物进入，您兑换的100头猪已自动投放到空间外。于是江婉婉黑着脸出了空间，看着洞外撒欢的小猪，赶紧上前仔细地端详了起来。这时远处一道熟悉的呼唤响起：婉婉，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我怕你弄不动100头猪，我来帮忙的，别摆出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这钱你要还的，快走，咱俩一起把他们撵到白虎部落去。于是像往常一样跳进北初的怀里，北初稳稳接住他，脸颊微微泛红，低声应道：好，我会用一辈子还的。这时北初才注意到地上的猪，这些猪是白色的，不仅好看，肉也特别香，我们快给他们撵到白虎部落，省着夜长梦多。北初点头应和，两人迅速驱赶着小香猪，不一会儿便抵达了白虎部落。早已等候的红果看着江婉婉送来的猪，质问道：当初说好的100头猪，怎么全是猪仔？这可是稀有品种的猪，不仅长得好看，肉质鲜美，还易于饲养。你们平时吃的那些猪，肉质粗糙难以下咽，而这些猪仔的肉却是入口即化，再好也不行。当初讲好的是成年猪，你敢骗我，就别怪我不客气。红果拍了拍手，一群5大3粗的白虎部落男子瞬间围了上来。北初反应极快，一个箭步冲上前，将江婉婉牢牢护在身后，质问道：你们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拿不出成年猪，就拿你给你的小雌性抵债了。带头的壮汉说完，那些人不由分说，伸出粗壮的胳膊就要架走北初。你们白虎部落是找不出好看的雄性兽人了吗？居然跑来我这儿抢人，要点脸吧？谁说我们白虎部落没有好看的人了？瞧瞧你们，一个个5大3粗，活脱脱的丑八怪。说完还不忘跳到壮汉身上，伸出利爪就是一顿乱抓。就在壮汉准备将江婉婉甩下去的时候，突然一道低沉的有力的声音响起：住手！江婉婉循声望去，看着走来的帅哥就是一阵花痴。你算老几？敢来插手我红果的事儿？我是灰狼部落首领墨川，你说我算老几？红果，你都已经有6位受缚了，还要强不愿意跟你的雄性兽人，这事儿传出去，白虎部落的脸还要不要了？这让红果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把这100只小白猪仔撵到猪圈，咱们走。咋又改主意要了呢？听说灰狼部落有普通黑猪吧？别得意太早，这猪要是不好，我饶不了你。撂下一句狠话，转身带着族人气呼呼的走了。我要走了，快放开我！我说不让你走了吗？丑八怪！说完轻盈的从壮汉身上跳下来，壮汉喉咙里挤出一声不甘的闷哼，眼眶里瞬间蓄满了泪水。他别过头，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撒开腿朝着红果离去的方向狂奔而去，脚步慌乱又急促。他还委屈上了。江婉婉眼神朝壮汉跑走的方向瞥了一眼，撇撇嘴，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不知何时墨川已经来到江婉婉身旁，他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抬起宽厚的手掌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这一下可把江婉婉给弄懵了，她的心猛地漏跳一拍，脸上瞬间泛起红晕。天啊，眼前这个190的黑皮体育生纯纯的我的菜啊，他竟然摸了我的头。一想到自己刚才张牙舞爪泼辣凶悍的模样，就懊悔的不行，心里直打鼓，我刚才是不是太凶了？怎么办？这下在他心里的形象全毁了。慌乱之下只能娇羞的低下头，试图掩盖自己此刻的窘迫与慌乱。那个谢谢你啊！刚鼓起勇气想向墨川道谢，话还没说完，一道如闪电般迅猛的飞龙残影裹挟着强大的气流，瞬间将他席卷而去。不知过了多久，江婉婉悠悠转醒，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昏暗幽深的山洞之中，紧接着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汹涌袭来，难受的吐了起来。这阵也顾不得是谁抓了自己，强撑着身体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趴了下来。就在这时，一道阴郁的男声从洞口传来：你怎么了？是生病了吗？你到底是谁？帮我做什么？做我的雌性？我还没到成熟期，连化形都没有，你连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这么随便帮我？不需要。听阿父说，一旦结气，命运就被紧紧捆绑，生死相依，不得分开，除非雄性兽人人死气消，哪怕雌性先一步离世，雄性也得恪守承诺，终生不得再寻新欢。怎么到你这就这么随便？在这个兽世，雌性的地位尊崇，一个雌性可以拥有众多受缚，因而他们往往不会太过在意某一个雄性的生死。若是有雄性不幸离世，再收纳一个便是，一切都显得随意又冷漠。而木川的阿父就是保护自己的阿母不幸离世，当他听说有一个雌性竟然愿意为了一个雄性付出100头猪的代价，甚至明知道不能兑换承诺，自己也会面临被部落驱逐的风险，却依然义无反顾地这么做时，木川的心从那一刻开始就被江婉婉牢牢俘获。本想告诉他为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轻轻地将江婉婉抱在怀里，飞向高空中。一阵疲惫袭来，江婉婉就这样在木川怀里睡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没人，于是蹑手蹑脚地朝洞口走去，心中盘算着能否找到机会逃出去。不料刚走出洞口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忍不住抱怨道：谁会把家安在悬崖呀？这让我怎么回家啊？就在这时，木川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你想走？你不想我做你的受夫吗？江婉婉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猛地跳了起来，心脏狂跳不止，看着木川一步一步走近，强装镇定的道：我不知道还有多久才会化形，你抓我现在咱俩也结不了气啊，你放我走吧。没事，我等你，饿不饿？说着摊开宽大的手掌，上面放着2块红彤彤还带着丝丝血水的生肉，吃吧，这是上等的孔雀肉，在别的地方吃不到。江婉婉心里一阵无语，这是打算把我当童养媳养着，这和地球上拐卖到深山的人贩子有什么区别？越想越气，一爪子把肉踢飞，愤愤地说道：在兽世雌性是至高无上的，你怎么可以强迫雌性？你不怕受罚吗？木川也不恼，神色傲然：我飞龙族没有什么怕的，快吃吧。说罢身后展开黑色翅膀，飞向了天空。江婉婉气得直跺脚，我才不吃你这血乎乎的肉呢！可肚子却不争气的咕咕叫了起来，无奈的叹了口气，意念一动，整个人瞬间消失在洞穴，进入了空间。看着还没成熟的植物，还有道歉系统的债，现在根本没钱换取食物，想到这就是一阵绝望。回到洞穴内，软绵绵的趴在兽皮上，不经意间瞥了一眼自己踢到一边的生肉，内心好一阵挣扎，忍着恶心，嫌弃的用嘴叼起生肉，意念转动，来到交易系统面前，将肉放到蓝色区域，点了交换键。您好主人，这是兽世稀有的蓝孔雀肉2块，价值3000元整。江婉婉不由得睁大了眼睛，这么值钱呢？
赶紧打开购物页面，选了2盒巧克力半熟芝士蛋糕和一些生活用品。结算完毕后，就拿着巧克力半熟芝士蛋糕出了空间吃了起来。就在江婉婉香甜的一口一口吃着蛋糕，忽然木川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够吃吗？”吓得江婉婉猛地回头，只听咔嚓一声，脖子扭到了，疼得她丝丝直抽泣。而木川看着江婉婉嘴边的巧克力酱，露出不可置信的目光：“你在吃屎？”即使心里气得要死，也只能尴尬地笑了笑。万一暴露了自己有空间的秘密，就不能在这个一心要将他当做童养媳的黑龙手心逃走。而他不知道的是，每顿都要吃10头牛的黑龙，为了让自己未来妻主不再吃屎，从此都是以野果充饥。江婉婉听到木川的话，心里有着骂娘的冲动，可她不能说自己吃的是巧克力蛋糕，万一给对方解释，知道自己有空间的秘密不放自己走咋办？所以这个屎她是吃定了。咬了咬牙，木然的点了点头，脸上挤出一丝讨好的笑：“那个肉还有吗？不够和我说，以后不要吃屎了。”说完又拿出了几块孔雀肉放在了江婉婉的面前：“你看着我吃不下。”木川抬起手擦了擦江婉婉嘴角的屎，不放心的说道：“我再去给你拿些肉，不许再吃屎了，知道吗？”江婉婉使劲的点了点头，木川这才转身离开，临走前还不忘回头看了他一眼，仿佛生怕他再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飞出洞口，木川看着手上的屎，陷入了沉思，皱着眉头凑近闻了一下，一股奇怪的香味，不臭。难道他的小雌性和别人不一样，连排泄物都是香的？等他走远后，江婉婉长舒了一口气，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孔雀肉，叼起再次进入空间。转眼间过去了大半年，而木川每日无微不至的照顾着他，偶尔想要拥他入眠，却总被他那锋利的爪子挠得不得不退让。于是就能看到傲娇的飞龙少主只能委屈巴巴的蜷缩在一旁。而这段时间，江婉婉用孔雀肉换的钱也积攒了不少。进入空间，点开购物页面，仔细盘算着所需物品，最后花了15万购买了一个降落伞，还有10片安眠药，开始实施起了自己逃跑的计划。正在他全神贯注的碾碎安眠药，心里琢磨着这个剂量一定能将大黑龙撂翻，这样自己就有充足的时间逃跑。想着想着，嘴角还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就在这时，木川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婉婉。”江婉婉迅速退出空间，脸上挂起一抹谄媚的笑容。怎么了？木川瞧见江婉婉难得露出笑容，心里一阵惊喜，说道：“这是你今天的孔雀肉，快吃吧。”说着，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去摸摸她的脑袋，可手刚举到半空，又猛地停住了。他清楚江婉婉不喜欢自己，更反感自己碰她。想到这儿，有些失落地放下了手。今天我们一起吃吧。木川看着江婉婉对自己笑了，内心开心不已，点了点头，轻声回应了一声，随即起身展开翅膀飞了出去。见他离开，江婉婉也迅速地行动了起来，将碾碎的安眠药均匀地涂抹在孔雀肉上。没过多久，木川手中拿着2个果子回来，坐在江婉婉对面吃起了果子，语气温柔地说道：“你也快吃。”看到这一幕的江婉婉有些焦急了起来：“你怎么不吃肉？你们雄性兽人不是最喜欢吃肉吗？蓝孔雀的肉很有限，我怕你饿着。这半年来，除了每天去抓蓝孔雀，猎到的其他动物肉也都换成了孔雀肉。所以……”木川顿了顿，看了江婉婉一眼，没再继续说下去。所以你吃了半年的果子，没什么。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永远忘不了你饿极了吃屎的样子。我保证不会再让你挨饿。闻言，江婉婉露出尴尬的笑容，心里暗自叫苦：这事你居然还记得，对我这么好，搞得我都不好意思让你吃下不要的肉了。有些愧疚的道：“你其实不用这样的，我可以照顾好自己。我喜欢你，对你好是应该的。”江婉婉心中一颤，强压下内心的波动：“我要吃果子，今天你吃肉。”说着，轻巧的从木川手里叼走了果子。不用这样，果子我都吃习惯了。如果今天你不吃肉，以后都不要和我说话了。木川拗不过他，只好妥协，拿起一旁的孔雀肉吃了起来。江婉婉看他吃的差不多的时候，说道：“以后有喜欢的人了，好好追求别人，不要再强取豪夺了。霸总都不演的剧情了。”什么？木川疑惑的抬起头，眼中满是不解。好好照顾自己，爱别人前先爱自己，以后好好吃肉。木川刚想开口，突然感到眼前一阵模糊，眼前的小狐狸竟变成了双影，想要去触碰它，但眼皮沉重的几乎睁不开，最终无力的跌倒在地上。江婉婉连忙将降落伞绑在身上，走时还不忘回头看了眼晕倒的黑龙。再见，木川。说完毅然决然的跳了下去。起初江婉婉还有点兴奋，可随着落入海中，在海浪持续不断的摇晃下，只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难受的几乎要昏死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江婉婉强撑着沉重的眼皮，费力睁开双眼。朦胧间，她瞧见不远处的岸边站着一个身形高大的雄性兽人。江婉婉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呼喊：“救命啊！”然而那雄性兽人像是没有看到她一样，没有丝毫停留，转身便大步离去，只留下江婉婉满心的绝望。不知过去了多久，海浪终于将她冲到了岸边，缓了好久，这才勉强撑起身体，向森林中走去。谁知刚走进森林，突然前方传来一阵低沉的咆哮声，这让江婉婉心里一紧。下一秒，灌木丛中窜出一只体型庞大的狮子，挡在自己面前，就这样死死地盯着她，这让江婉婉瞬间紧张了起来，脑海中飞快地思索着应对的办法。然而那只狮子并没有立刻扑上来，而是站在原地，似乎在打量她。就在这紧张的对峙中，江婉婉忽然听到身后也传来一阵脚步声，猛地回头，却发现是刚才那个头上有鹿角的雄性兽人正站在身后不远处，手中握着一把长矛，目光冷峻地看着她。前面有狮子，后面有长矛，我今天是非死不可是吗？狮子嘶吼一声，猛然扑向自己，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她撕碎。与此同时，身后那只冰冷的长矛也破空而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婉婉的额纹骤然闪烁，一股奇异的力量瞬间包裹了她的身体，消失在了原地。就在她消失的那颗鹿角兽人投掷的长矛也精准地命中了狮子，将她死死地钉在地上。而这时，灌木丛窜出一只小兔子，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陆明，你看到了吗？他消失了。”
而躲进空间里的江婉婉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额头上满是冷汗。我的妈呀，好险！多亏躲进空间里了，要不然被狮子吃了就完了。就算让那个雄性兽人把我的晶核挖出去，我也再也做不成人了，一辈子就是任人鱼肉的真狐狸了。来都来了，买点可乐汉堡吧，都给我又饿了。就在江婉婉刚咬了一口，耳边就传来了系统的声音：您好，主人，空间是不允许吃东西的，请你保持空间整洁，谢谢配合。江婉婉还没来得及反应，眼前一花，整个人就被强行弹出了空间，就这样直接出现在了陆明和小兔子的面前。而正在分解狮子的陆明听到动静，他猛地抬起头，目光冰冷地看了过来，四目相对。江婉婉尴尬地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心里却早已把这空间系统的祖宗18代问候了个遍。那个好巧啊，你们也在啊！小兔子瞪大了眼睛，指着江婉婉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又出现了，还带着吃的。江婉婉心里一紧，知道自己再待下去，恐怕躺在那里的不仅是狮子，还有他了。干笑两声，一边往后退一边说道：打扰了，我现在就走。说完转身撒腿就跑，恨不得立刻消失在森林深处。然而他刚跑出没几步，耳边就传来一阵破空之声，下一秒一只冰冷的长矛嗖的一声飞射而来，精准地插在了他前方的地面上。江婉婉猛地刹住脚步，心脏差点跳出嗓子眼，僵硬地转过头，看到陆明正冷冷地盯着自己，显然是在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我不走还不行吗？别怕，陆明不会伤害你的。江婉婉看了看躺在地上伸手一出的狮子，又看了看小兔子，心脏砰砰地狂跳。这不是伤害是杀害。小兔子看江婉婉不信，赶忙解释道：这头狮子是个凶兽，它的晶核被人挖走了，最近一直在四处猎杀高阶兽人，想要夺取他们的晶核，但他打不过那些强大的兽人，就盯上了还没化形的兽人，甚至连雌性都不放过。陆明已经追捕他好几天了，那你们不会吃了我吧？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陆明可是这片森林的守护者，专门对付那些作恶的凶兽。江婉婉听后，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这才开口问道：你们没有部落吗？为什么会在树林里？小兔子看了看陆明，声音低了几分：陆明是被部落赶出来的，我是和阿父阿母外出时遇到了其他流浪兽的攻击，他们把我父母都吃了，幸好陆明路过救了我，我就跟着他了。江婉婉眼中闪过一丝同情，轻声问道：那他为什么被部落赶出来？小兔子正要开口，陆明却一手拎着狮子肉块，一手拎着小兔子的脖子，径直朝前走去。小兔子的话戛然而止，只能无奈地晃了晃小爪子。身后又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江婉婉吓得缩了缩脖子，赶忙加快脚步追了上去。一行人抵达陆明的洞穴，江婉婉站在洞外，小声试探道：那个，我今天可以在这里住一晚吗？陆明没有回应，只顾埋头忙着手头的事儿，这让江婉婉进也不是，走也不是，心里忍不住小声嘀咕：真高冷啊，他到底在骄傲什么？行不行给句话呀？这样搞得我很尴尬啊。小兔子听到声音，蹦蹦跳跳地窜了出来，热情地说道：可以的，狐狸姐姐，你今天就住这儿吧。可是他会同意吗？陆明听不到声音，你进来就行。他听不到。江婉婉满脸惊讶，怪不得自己在海里求救的时候他没有反应，他从小听不到声音，所以到了成熟期也没有雌性选择他。过了1年期限，他就被部落流放了。今年是他流浪的第3年了。原来是这样，那怪可怜的。那你们平时都是怎么交流的？陆明懂唇语呢。姐姐别在门口站着了，快进来吧。江婉婉随着小兔子走进洞穴，轻声问道：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阿父阿母遇害的时候我还很小，他们没来得及给我起名字。小兔子说着，脑袋渐渐低了下去，不过很快又抬起头，强打起精神道：不过没关系了，反正也没人叫我的名字。陆明又不会说话，其他兽人都叫我小兔子，姐姐你也叫我小兔子就行。江婉婉上前轻轻抱住小兔子，温柔地说：那以后我就叫你绵绵吧，你摸起来软绵绵的，这个名字多合适。我有名字了。绵绵一下子跳了起来，兴奋地在陆明身边上蹿下跳，嘴里嚷嚷着：陆明，我有名字了，我叫绵绵。陆明虽然听不到，但看到绵绵欢快的样子，嘴角微微扬起，伸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眼中满是宠溺。绵绵又跳到江婉婉的面前，歪着头眨巴着大眼睛问道：那狐狸姐姐，你能告诉绵绵你叫什么名字吗？江婉婉一愣，刚想脱口而出，却突然意识到什么，灵机一动，笑着说道：我叫雅雅，雅雅姐，好好听的名字。她又转身跑到陆明身边，手舞足蹈地比划着：陆明，狐狸姐姐叫雅雅。陆明站在原地深深地看了江婉婉一眼。夜幕降临，江婉婉在洞穴里安顿下来，躺在柔软的草垫上，听着外面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心中渐渐平静下来。这时肚子咕咕作响，她才猛然想起自己只咬了一口汉堡就掉了，整整1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绵绵听到声音，赶紧跑过来，手里捧着2根胡萝卜，关切地说：雅雅姐，给你胡萝卜。江婉婉看着那2根胡萝卜，脸上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绵绵见状，有些不好意思：雅雅姐，你们狐狸是不是更爱吃鸡啊？可是我们这儿只有胡萝卜，那你们把那个狮子肉拿回来做什么？绵绵连忙解释：附近有很多还没化形的小流浪兽，他们根本没有捕猎的能力，如果不吃肉，他们会饿死的。说到这里，绵绵突然眼睛一亮，兴奋地说道：对了，雅雅姐，你要不要尝尝狮子肉？我去给你拿一块。江婉婉吓得一哆嗦，赶忙摆手拒绝：不，谢谢你了，我不吃生肉。绵绵，你先转过去，姐姐给你变个超厉害的魔法。绵绵一想到刚见到江婉婉的场景，顿时眼中露出崇拜的目光，听话地转过了身。江婉婉意念一动，来到了空间内，看着硕果累累的各种水果，摘了一些车厘子，又去购物页面选了草莓奶油蛋糕和水果味的披萨。雅雅姐，好了吗？好了。江婉婉听到绵绵的催促，立刻从空间中退了出来，怎料刚出空间就被陆明发现，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他。江婉婉被盯得有些发毛，
递出手里的车厘子，问道：“要吃吗？”试图缓解这突如其来的局面。一想到自己每次退出空间都能让这个陆明看到，真是要命啊！他不会对自己不利吧？就在江婉婉满心担忧的时候，绵绵转过身来，眼睛瞬间瞪得溜圆，惊喜地喊道：“哇，这些都是什么果子呀？看着就超好吃的样子。我们这儿每次就只能挖出几根胡萝卜和土豆，数量还少得可怜。陆明每次都不吃，全留给我了，他自己却饿肚子。”陆明轻轻拍了拍绵绵的肩膀，用手势比划了几下，神情严肃。绵绵转过头，对江婉婉说道：“雅雅姐，陆明说让你小心点，不要让别人看到。他说的是你会法术的事吗？”江婉婉生怕对方将自己抓起来当阿拉丁神灯许愿，连忙解释了起来：“其实我也不是凭空变出食物的，需要用物资交换才能拿到这些吃的。那雅雅姐，你平时都拿什么换啊？肉啊，果子啊，兽皮啊都可以。那我找到这些可以和你换吗？”“可以啊，我用水果和牛肉换你们手里的狮子兽皮，怎么样？”“真的吗？”绵绵眨了眨眼，转头望向陆明。陆明修长的手指比划几下，绵绵立刻嘟起嘴，声音软糯糯的。陆明说：“狮子兽皮是要留给小流浪兽做兽皮裙的，那我再多加几件衣服呢？”江婉婉不死心，眼巴巴地盯着陆明。自从卖掉北出的兽皮后，现在看见什么皮子都是两眼放光。陆明神色淡淡，又比划了几个手势：“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说？绵绵耷拉着耳朵，声音低低的。陆明说：“不能占你便宜，占便宜。”呵呵。江婉婉心虚的干笑了两声。普通的衣服几年就不能穿了，可兽皮却可以穿很久。若真用几件衣裳换了人家能穿几十年的上等兽皮，等过几年布料烂了，他们岂不是要光着身子过冬？江婉婉悄悄抬眼，目光不经意间掠过陆明的脸，却猝不及防地对上了他的视线。陆明正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审视，像是要透过他的表情探出什么秘密。他的心跳蓦地漏了一拍，指尖无意识地捏紧了，迅速扯开话题：“不说这个了，我们赶紧吃饭吧，我都饿死了。”吃饭期间，绵绵对这种能拉出丝的披萨很是新奇。江婉婉解释了一下，也催促着对方赶紧趁热吃。就在大家吃得正开心的时候，洞外突然传来几声低沉的吼声。绵绵听到吼声，脸色一变，焦急地用手势和陆明交流。陆明迅速站起身，将江婉婉和绵绵护在身后：“雅雅姐，你躲在里面，实在有危险你就把自己变消失，不要管我们。外面来了几头狮兽是来找我们报仇的，和你没关系。”一边说，一边把江婉婉往洞穴深处推。陆明没有丝毫犹豫，拿起长矛，大步向洞口走去。绵绵也赶紧跟上，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站在了陆明身边。洞口外的狮王看到陆明，立刻咆哮道：“你个废物，区区一个流浪兽，竟敢猎杀我们部落的狮子！老大，他听不到，闭嘴！就你话多，这点气势都让你搅和没了。明明是你们的狮兽不守规矩，猎杀没有化形的兽人和雌性，我们没错。哟，小兔子，伶牙俐齿的吗？吃了你是不是也能变得像你一样能说会道？老大，你这样很猥琐，我今天是不是给你脸了？你要是不想跟他一样变成哑巴，就闭嘴。”陆明冷静地观察着眼前的几头狮兽，发现只有狮王的额纹是青色的，实力与自己相当，其他几头狮兽不过是橙色额纹，不足为惧。在这个兽世，额纹的颜色不仅象征着雄性兽人的武力等级，更是他们实力的象征。雄性兽人的武力值是按额纹划分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赤色为最低，紫色为最高，每一级的提升都需要极大的努力与天赋。而陆明凭借着自己的毅力与天赋，竟然在不吞噬其他兽人晶核的情况下，硬生生将自己的额纹提升到了青色，这在整个兽世都是极为罕见的存在。他握紧长矛，摆出战斗的姿态，准备迎战。狮王见状，瞬间化作兽形，周身散发着腾腾杀气，巨大的身躯充满了压迫感，显然打算与陆明一决生死。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江婉婉从洞口走了出来。要是你们真这么在乎那只死掉的狮兽，当初怎么会任由它独自流落在野外森林？今天说白了，不过是找个借口来寻衅滋事罢了。又一个没有化形的小雌性，你这个废物倒是艳福不浅啊！等我把你杀了，这两个小雌性就归我们了。江婉婉心里其实是害怕极了，但是她不能让绵绵和陆明独自面对这一切，强装镇定道：“今天我真是长见识了，原来狮兽部落都是些没人要的无耻之徒啊！谁说的？我们老大这么帅，怎么会没人要？所有部落不是规定成熟期一到必须1年内找到雌性结侣吗？而且人死气消不能分离，如果你真的有人要，把我们抢回去，你的雌主恐怕会把你撕碎吧？毕竟一雌多雄是部落铁律，你不会不知道吧？”狮王的表情逐渐变得僵硬，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江婉婉见状，乘胜追击，举起爪子直指狮王，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所以你就是个没人要的狮兽？”这句话像一把利剑，直戳狮王的痛处，他的气势瞬间垮了下来，巨大的兽形身躯微微颤抖，瞬间变回了人形。他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声音哽咽：“你不要说了。”呜呜呜！闭嘴，别哭了。江婉婉眉头紧蹙，拔高音量：“呜呜！”狮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压根没把他的话听进去，哭得愈发大声。那哭声震得周围的空气都跟着微微颤动，眼泪鼻涕一股脑儿地往下淌，模样别提多狼狈了。闭嘴！江婉婉一声怒喝，狮王吓得浑身一哆嗦，立马闭上了嘴，喉咙里还时不时发出抽噎的声响。江婉婉见他终于安静下来，心中窃喜，小狮王拿捏，他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说说吧，为什么你没有结侣，却还能在部落里当首领？”狮王低下头，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几分委屈：“我喜欢从小一起长大的绿竹，可是他就是死活不选我。其他人呢？你身为部落首领，怎么会没人愿意选你？这不合常理啊！”江婉婉满脸疑惑，不解地问：“我心里只有绿竹，不管谁向我示好，我都拒绝了。”狮王的声音低沉，透着一股子执拗，这狮兽居然还是个大禽种。江婉婉对他有点刮目相看了，拒绝雌性不是会被驱逐出部落的吗？绵绵歪着头，好奇地问道：“我们老大实力那可是没得说，
就算是为了一只被部落抛弃的兽人，他也会拼尽全力的。要是把他驱逐了，以后谁来保护我们部落？旁边的狮兽赶忙上前解释，看向狮王的眼神里满是敬重与信任。江婉婉看着狮王，心里突然涌起一股熟悉的感觉，他仿佛看到了北出的影子，那个从小一起长大，为了自己喜欢的人，不惜冒着被赶出部落风险的人。我帮你。江婉婉突然说道，语气坚定道。什么？狮王疑惑地抬起头。我帮你追到绿竹，但有2个条件。江婉婉2个小爪子环胸，似笑非笑地睨着他。第一，以后不准再为难森林里的流浪兽。第二，你得给我1块上等兽皮当报酬。狮王一愣，随即猛地捂住裆部，瞪圆了眼睛。什么？你要我的兽皮裙？他后退2步，警惕地打量江婉婉。你该不会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江婉婉嘴角抽了抽，额角青筋直跳。你可是狮王，不会兽皮只有你身上这一件吧？再说了，你刚刚不是还气势汹汹要把我俩抢走吗？现在搁这儿装什么纯情啊喂？狮王耳朵一抖，眼神飘忽，声音越说越小。我就是想抓你们回去气绿竹。再说了，兽皮那么珍贵，我们每家就1-2块，多余的还得留给未来的幼崽用。你以为兽皮那么好得来啊？江婉婉一愣，他还真没想过，他都是用钱买普通衣服给阿父阿母穿，兽皮家里有几件他还真是不知道。江婉婉叹气，无奈的摆了摆手，行吧，兽皮就算了，但你得保证以后尽量照顾那些流浪兽人，别让他们饿死在你的地盘上。狮王撇了撇嘴，说的好像你能办到似的。这样吧，如果你真的能帮我追到绿竹，我肯定不再为难流浪兽，还会尽力帮助他们。江婉婉满意的点了点头，那就这么说定了。不过你得先告诉我，绿竹为什么不愿意选你？狮王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无奈。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喜欢花，我就给他送花；他喜欢漂亮，我就拿兽皮送给他做裙子。可是每次他都很生气，我也不知道哪里做错了。旁边的狮兽忍不住插嘴，语气中带着几分无语。老大，你送的花上全是蜜蜂，差点把绿竹折得满头包。你送的兽皮太小了，连绿竹的腰围都不够围一圈的，他怎么可能不生气？而且绿竹在你门口骂你1天，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啊？那我还是从我的兽皮裙上截下来1块送给他的呢，我都要走光了。狮王越说越委屈，一直静静听着的江婉婉忍不住笑出了声，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调侃道：懂了，就是嫌你太笨了。咚，一记暴力重重敲在狮兽脑袋上，狮兽抱着脑袋疼得龇牙咧嘴，一边跳脚一边大喊：这话不是我说的，老大！狮王收回刚刚敲在手下脑袋上的拳头，脸色有些尴尬。他喜欢花是吧？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花？江婉婉问道。狮王挠了挠头，面露难色，无奈的叹口气，都是些普通的野花，而且特别受蜜蜂喜欢，每次我摘花送他都会被蜜蜂追着跑。江婉婉听完忍不住笑出了声，行，你把能摘的花都给我送来，然后明天你把他叫到海边，剩下的交给我。狮王有些犹豫，可是蜜蜂包在我身上。江婉婉信誓旦旦的用前爪拍了拍胸脯，语气中满是自信。那各位狮子大哥是不是可以走了？我们休息好了，也好帮你们追绿竹啊。江婉婉笑着说道。狮王有些迟疑，你们不会跑了吧？江婉婉笑了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能跑到哪去？狮王一脸茫然，啥是和尚，啥是庙？江婉婉愣了一下，随即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这是陆明的家，我们能跑到哪去？狮王恍然大悟，点了点头，那倒也是，大妹子，我们走了，明天见。好嘞，狮大哥，明天见。江婉婉干笑了几声，挥了挥手，目送狮王和他的手下们离开了。等狮兽们走远后，绵绵忍不住凑过来，好奇地问道，雅雅姐，你真的有办法对付那些蜜蜂吗？他们可凶了。江婉婉神秘地笑了笑，放心吧，我自有办法，明天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陆明站在一旁，目光静静地落在江婉婉身上，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他的身影在他眼中仿佛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那七彩的额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美得让他几乎无法移开视线。然而他的目光中逐渐燃起的狂热却被他迅速压制下去，仿佛生怕自己的情感会泄露出一丝一毫。他低下头，握紧了拳头，心中泛起一阵苦涩。他知道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就算他再厉害，他也只是个聋子。这样的他连普通的雌性都不敢奢望，更何况是像江婉婉这样特别的雌性。陆明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知道自己不能沉溺于这种无望的情感中。第二天一早，狮王果然拖来一大堆的野花，来到了陆明的洞口。他小心翼翼地靠近，语气中带着一丝紧张，你小心点，这里面的蜜蜂可厉害了。江婉婉笑着点了点头，行，你放这儿吧，现在回去把绿竹领到海边来。好嘞，听你的，妹子。狮王说完，转身一蹦一跳地离开了洞口，显然对江婉婉的计划充满了期待。等狮王走远后，江婉婉小心翼翼地靠近那堆野花，
微微动用意念，将野花带入了空间。丁，检测到空间里有兽式上等蜜蜂100只，空间系统即将升级，全部蔬菜，果树成熟时间缩短10%。兽式蜜蜂可是最好的授粉高手哦。系统的提示音在江婉婉耳边响起。江婉婉本想着用这些野花去兑换一些玫瑰和百合，没想到竟收获了这意外之喜，这样她就可以更快的吃到她的果子了。江婉婉高兴的跳来跳去，合不拢嘴。她将野花放置在蓝色的交换区域，按下了扫描键。兽式野花价值1元，机械音再次响起。啥？对，我还得自掏腰包。江婉婉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但想到自己收获了蜜蜂，心里又平衡了不少。好在有蜜蜂，也不算亏。江婉婉按下交换键，到账1元整，机械音响起。知道了，1元就不用报了。江婉婉用爪子熟练的点击着购物页面，迅速的选购了999朵玫瑰和一些散装花瓣。她拖着下巴思索片刻，想到绿竹喜欢花，说不定是喜欢花香，便一咬牙又斥巨资购买了一瓶香奶奶的5号香水。烛光晚餐肯定还需要买一张桌子、2个凳子、牛排、蜡烛、红酒、蛋糕。看着屏幕上越加越多的数字价格，江婉婉心疼的微微皱了皱眉头，但还是一咬牙闭着眼睛按下了结算键。您一共消费10590元，谢谢您的惠顾。肉疼死我了。江婉婉捂着胸口，感觉自己的钱包在滴血。片刻后，江婉婉退出空间，来到海边。她将花瓣一把把撒在沙滩上，用意念放好桌椅，又倒上红酒，摆上精心挑选的上好牛排、蛋糕，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狮王和绿竹来赴约。你拉我来这干什么？我还有事呢。绿竹满脸写着不满，嘴里嘟囔着抱怨道：我给你个惊喜。狮王的声音微微发颤，显然紧张的不行，连耳根都泛起一抹红晕。狮王牵着绿竹的手一路走到海边，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们瞬间瞪大了眼睛。满地斑斓的花瓣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桌子上摆放着的牛排与红酒和蛋糕，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散发着别样的浪漫气息。两人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大山，这是什么啊？绿竹眼中充满了好奇，快步的跑到桌边。这是送给你的，你喜欢吗？狮王的声音带着一丝羞涩，低沉道。绿竹坐下，举起杯子，看着通明的杯子里的红色液体，闻了闻，一饮而尽。这是什么水？真好喝。江婉婉赶忙走上前，装作服务生的语气说道：绿竹小姐，这是酒，是狮王大山特意为您准备的。酒是什么？绿竹眨了眨眼，满脸疑惑。就是一种特别好喝的水，就是不能喝太多。江婉婉看着绿竹，又倒了一杯，一口就干了。不得不佩服这个受试的人的酒量就是好啊。那是一个脸不红心不跳的。江婉婉话音刚落，不经意间回头一瞥，话说早了，大山已经自顾自喝上了，一口接一口，喝得满脸通红，眼看着就要喝倒了。江婉婉赶忙快步上前制止，压低声音提醒：别喝了，该说辞了。大山被这一提醒才回过神来，脸上带着微醺的红晕，晃晃悠悠的走到绿竹面前，鼓起勇气说道：绿竹，我喜欢你很久了，你愿意做我的雌性吗？江婉婉使了个眼色，陆明立刻捧着鲜花上前，绵绵则轻轻喷洒香水，微风拂过，花香四溢，令人心醉。这是什么啊？绿竹兴奋地问道。这是玫瑰花，象征着爱情。大山狮王知道您喜欢花，特意在本店订购了这瓶鲜花香水，全世界仅此一瓶，一生只送一人哦。您一喷就能闻到花香。江婉婉笑着说道。大山，绿竹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感动得难以自已。我愿意。你说什么？大山一时激动，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追问了一句：我愿意。绿竹低下头，脸颊泛起红晕，声音轻柔而羞涩。多好的爱情啊，真希望我成熟期化形那天能遇到和大山一样的人。江婉婉在上一世一次恋爱没谈过，看到这样的爱情场面实在羡慕的不行。陆明站在一边苦涩的挤出一抹微笑。当天大山便带着绿竹回到了他的山洞。第二天事情解决了，我也该走了，谢谢你们这2天的照顾。一大早江婉婉便向陆明和绵绵告别。陆明看见江婉婉要走，眼神暗了暗，拳头握得紧紧的。这2天的相处，他已经爱上这个古灵精怪的小狐狸到不可自拔的地步了。他知道他不应该喜欢他，但是感情的事情谁又能控制的了呢？丫姐，你这就走了吗？我舍不得你。绵绵紧紧抱住江婉婉的腿，不肯松手。姐姐得回家了，离开太久，阿父阿母会担心的。江婉婉用爪子轻轻揉了揉绵绵的头发，语气温柔。就在大家依依不舍时，狮王大山气喘吁吁地冲进了陆明的山洞，神色慌张。不好了，出大事了！你怎么能随便闯进别人的山洞呢？绵绵皱起眉头，不满地说道。怎么了？才结亲就出问题了？江婉婉挑眉问道。呸呸呸，我们好着呢。大山连吐3口唾沫，驱散晦气，是有人要抓你，已经布下了飞龙令。抓我？我有什么好抓的？江婉婉无所谓地笑了笑。
你说什么令？飞龙令？江婉婉突然反应过来了，紧张地问道：“是飞龙木川？”“对，没错。”大山说道。江婉婉神情立马就慌乱起来，但是强装镇定。“你怎么知道是抓我的？”江婉婉很纳闷，自己也没暴露真名字。飞龙令说：“橘色狐狸，七彩鹅纹乃狐狸部落灵狐江婉婉，是他木川的雌姓，收留者死。”大山神色凝重，逐字逐句地复述着飞龙令上的内容。除了名字不对，条件你全符合。七彩鹅纹可不是谁都有的。雅雅姐，所以你叫江婉婉，不叫雅雅是吗？那你真是飞龙少主的雌姓吗？你昨天说想遇到和大山一样的人，是飞龙部落的少主吗？绵绵像听到了什么惊天大瓜，喋喋不休地说道。陆明的眼神瞬间暗淡了下去。飞龙部落地少主吗？我一个有缺陷的流浪兽，怎么和人家少主比？好了，不许再说了。江婉婉用爪子捂住绵绵的嘴。那是绑架，不是爱情。我还没化形呢，怎么可能是他的雌性？我在我们部落好好的，就被他抓去了，关了我大半年，那是爱情吗？那是自私的占有欲。江婉婉说到激动的时候，转头问大山：“你会对绿竹这样吗？”“那哪会，绿竹不愿意的，我才不会强迫他。”大山频频点头，表示赞成江婉婉的观点。陆明紧盯着江婉婉的口型，在得知江婉婉不喜欢木川，心脏猛地一颤，顿时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虽然理智告诉自己他们之间毫无可能，但那种狂喜的情绪依然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让他几乎无法自持。“那我以后还可以叫你雅雅姐吗？”绵绵小声地问道。“当然可以啦，看看吧，这才是真爱情，真汉子。那是什么？是人贩子，我才不要和他在一起。”江婉婉气愤地说道。没错，飞龙部落在没选出少主之前，一直和大家相安无事，可这位少主一到成熟期，就开始蠢蠢欲动，想要一家独大，确实是个自私到极致的人。大山越说越气愤，拳头紧握。这都多少年没用飞龙令了，现在他做主了，竟敢动用飞龙令了！大山怒火中烧，一拳砸在山洞的墙壁上。“大哥，你手不疼吗？”江婉婉光是看着都觉得疼。“疼，但我能忍。”大山眼中闪着泪光，却倔强地挺直了腰板，真是一条汉子。江婉婉在想，如果现在他有人类的手，非得给大山竖个大拇指不可。“妹子，客气。”大山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憨厚地笑了笑。“飞龙令是什么？”绵绵问道。“就是胆敢不给他们飞龙部落传送消息的，违抗他们命令的人和部落，他们都会一举歼灭，一个活口不留。”大山愤恨的表情恨不得手撕了木川。“那我现在可得赶紧走了，我不能连累你们。”“大山兄，咱们后会有期。”江婉婉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只想着脚底抹油赶紧跑，他可不想再被木川那家伙抓回去。“走，你要去哪儿？”大山急忙问道。“回狐狸部落找阿福阿姆。”江婉婉说道。“你知道飞龙令意味着什么吗？一旦下了飞龙令，谁敢违抗，飞龙部落就会立刻发动攻击，毫不留情。”大山焦急地解释。“你的七彩鹅纹那么明显，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暴露你的行踪，你根本跑不掉的。可我也得试试，再不走就真的走不掉了，而且我不能连累你们。”江婉婉语气坚决。陆明蹲下身，目光温柔地注视着江婉婉，轻轻拍了拍她的头，动作中带着一丝小心翼翼。随后他用手比划了几下，试图用简单的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真的吗？真的吗？太好了，我们可以继续和雅雅姐在一起了。”绵绵高兴地跳了起来，满脸兴奋。“怎么了？”江婉婉疑惑地问道。陆明说：“他要陪你去狐狸部落。”“我们陪你一起去。”绵绵兴奋地说道。“我不想连累你们，更何况这里的小流浪兽还需要你们的照顾。”江婉婉推辞道。“妹子，有大哥在，就让陆明陪你去吧。这里的小流浪兽我都会收编到我的部落里，你放心，你要好好的，你帮了我，就是我大山一辈子的亲妹子。”大山说着，擦了擦喷涌而出的泪水，声音有些哽咽。“如果木川为难你，就把我供出来。”“没关系的，大不了让他把我抓回去，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江婉婉看得出大山是个重情重义的人，真心把他当成了朋友。“放心妹子，我不会，士可杀不可辱，出卖家人的事我大山可做不出来。”大山语气坚定地说道。“那就麻烦你们了，我们去和绿竹告个别就走吧。”江婉婉收敛了情绪，对陆明和绵绵说道。“好嘞。”绵绵一听，兴奋的一蹦3尺高，小脸上写满了对未知旅途的期待。陆明没什么行李可收拾的，他走到角落，伸手拿起了自己唯一的长矛，紧紧攥在手里。他要用这个长矛保护他认定了一辈子的人，就算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可能。4人走出山洞，陆明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随后朝大山的山洞走去。“你们真的要走了吗？咱们才刚成为朋友没多久呢。”绿竹一见到他们，眼眶瞬间红了，几步上前轻轻抱起江婉婉。绿竹真的喜欢惨了江婉婉，不仅长得漂亮，还总有些新鲜玩意，他真的是舍不得让她走。“有机会的，我肯定会回来看你们的。”江婉婉说道。“我给你留了些礼物，就在你的山洞里。”
江婉婉说完，轻轻从绿竹怀里跳下来，抬起小爪子对着绿竹挥了挥，算是告别，然后转身和陆明、绵绵一道离开了这里，身影渐渐消失在蜿蜒的山路尽头。啊，大山，你快来看！绿竹的声音从山洞深处传来，带着惊喜与激动。怎么了？大山听到绿竹的喊声，心中一紧，急忙跑了过去。当他走进山洞最深处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山洞里堆满了粮食、蔬菜和肉，角落里还放着2棵不知名的果树苗，旁边整齐地摆放着好几瓶不同香味的香水。大山捂住嘴，眼中满是震撼与感动。他快步跑到洞口，用力地挥着手，朝着江婉婉离去的方向大声喊道：妹子，再见。陆明，我们要多久才能到狐狸部落啊？江婉婉抬头问道。陆明微微抬起头，目光在天边游移，仔仔细细地辨别着方向，然后比划了几下。陆明说，这里是东部，可狐狸部落在西部呢，要是顺利的话2年就能到，但要是路上耽搁了4年5年也说不定。绵绵赶忙凑到江婉婉身旁，帮着解释陆明的话。那么久？江婉婉心想，恐怕没到地方自己就要到成熟期化形了。阿父阿母还有北初还能认出他来吗？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压下心中的不安，握紧了小爪子，给自己打气。那我们快走吧，早点出发，早点到家。与此同时，飞龙部落的木川正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他来回踱步，眉头紧锁，眼中满是烦躁与不安。报，少主！烛龙匆匆赶来，单膝跪地。有婉婉的消息了吗？木川猛地转身，语气焦急。回少主，暂时还没有，但飞龙令一下，按理说不应该有部落敢包庇他才对。烛龙低着头，声音有些迟疑。废物！木川勃然大怒，还不快去找，再找不到你们也别回来了。烛龙被吓得一颤，连忙应声道：是，少主。属下这就加派人手，一定尽快找到江婉婉。木川望着烛龙离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阴郁。自打上次江婉婉给木川下了药，木川在恍惚中看到他纵身一跃，那一幕像噩梦般天天在他的脑海中循环，挥之不去，他几乎要疯了。从那以后，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木川握紧拳头，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低声喃喃道：江婉婉，你还活着对不对？无论你躲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的。他的声音沙哑低沉，带着一丝颤抖。木川在极力压抑着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痛苦，他宁愿相信江婉婉是逃走了，宁愿相信他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哪怕他不爱他，哪怕他永远不想再见到他，只要他还活着，他们就还有再见的那一天。这个念头成了他唯一的支撑，让他勉强维持着理智。阿秋，江婉婉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揉了揉鼻子，是不是有人在骂我呢？江婉婉小声嘀咕了一句。为什么这么说啊？雅雅姐。绵绵歪着头，一脸好奇地问道。在我们家乡打喷嚏有可能是因为有人骂你，或者有人想你了。江婉婉笑着解释道。哦，狐狸部落还有这种说法吗？绵绵眨了眨眼睛，显得十分感兴趣。江婉婉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说多了，赶紧闭上了嘴，生怕再说错什么引起他们的怀疑。她低下头，假装整理自己的毛发，心里却有些忐忑。陆明看着江婉婉窘迫可爱的表情，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绵绵则依旧兴致勃勃地追问：雅雅姐，你们狐狸部落还有什么有趣的说法吗？江婉婉干笑2声，敷衍道：啊，这个吗？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告诉你吧，现在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他加快了脚步，心里暗暗提醒自己，以后说话可得小心点，不能再露馅了。陆明这时轻轻拍了拍绵绵，用手比划了几下。陆明说：天快黑了，前面是山羊部落，我们去那里借宿一晚吧，这荒郊野外的，晚上流浪兽太多，不安全。绵绵翻译着陆明的话。好，听你们的。江婉婉点点头，但随即皱起眉头。可是我的俄文怎么办？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山羊部落，肯定会被山羊部落的人认出来，然后向木川举报我的。他正犯难时，突然灵机一动，闪身进入空间，买了一瓶染发膏。你们等我会，我装扮一下。江婉婉染着染着，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扭头问绵绵：对了，绵绵，你怎么总能知道陆明在比划什么呢？时间久了自然就懂了呀。绵绵笑着说道。以后你也会懂的。是吗？我也会懂，我还能有那个能耐。江婉婉偷偷地看了眼陆明，而陆明恰巧也看向了他。此时的江婉婉额头上的毛发被染发膏弄得竖了起来，看起来有些滑稽。陆明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怎么，我很滑稽吗？江婉婉摸了摸自己竖起的毛发，有些尴尬地问道。绵绵也忍不住笑了起来。雅雅姐，你像个小刺猬。江婉婉跑到湖边，迅速将头上的染发膏洗得干干净净，得意地甩了甩身上的水珠，笑着说道：怎么样，我现在就是个普通的小狐狸了，哈哈，我太聪明了。他笑得特别大声，清脆悦耳。陆明见状，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小块狮子兽皮，小心翼翼地凑上前，想要帮他擦拭头上的水珠。江婉婉一怔，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可这兽皮不是要给小流浪兽的吗？他话音刚落，绵绵便蹦跳着凑了过来，眉眼弯弯，陆明特意给你留了一块。江婉婉看了看陆明，心里暖暖的，不用，这兽皮可老值钱了，我用毛巾就行。说着，他手中凭空多了一条干净的毛巾，动作熟练的擦了起来。江婉婉现在已经完全把陆明和绵绵当成了自己人，使用空间能力时毫不回避。江婉婉一边擦拭一边忍不住偷瞄那块小小的兽皮，她咬了咬唇，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要不咱们换吧，我用物资换你这块兽皮。想起上次被陆明连拒2次的经历，他心里直打鼓，连语气都不自觉地弱了几分。谁知这次陆明竟二话不说，直接抓起兽皮塞进他怀里。江婉婉猝不及防地接住，眨了眨眼睛，一脸茫然。你同意了？陆明摇摇手比划了一下。陆明说这块是送你的。绵绵跳出来解释道，送我？陆明轻轻点头，目光却不自然地飘向别处，耳尖微微泛红。陆明，你人也太好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江婉婉眉眼一弯，笑得合不拢嘴的将兽皮收好。回头我看看有什么适合你的好东西，买给你。陆明望着他捧着兽皮雀跃的模样，心头忽地一热，耳尖悄悄爬上一抹绯红。他慌忙别过脸去，却掩不住微微上扬的嘴角。夕阳的余晖洒在3人身上，他们收拾妥当，朝着山羊部落的方向出发了。你们是谁？为什么来到山羊部落？山羊部落的守卫们警惕地盯着他们，语气中带着戒备。江婉婉上前一步说道，我们想去狐狸部落，路过这里，外面有流浪兽出没，不太安全，我们想借住一晚，明天一早就离开。守卫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其中一人摇了摇头，语气坚决，不行，快走，快走，我们部落现在不接待外人。不接待外人。江婉婉和陆明同时看向了对方，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他们都知道兽氏部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部落都必须善待和保护雌性，无论他们来自哪里，这是兽氏千百年来传承的法则，也是每个部落必须遵守的底线。绵绵见状，鼓起勇气说道，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这里还有2位雌性，各个部落都有规定，不能拒绝雌性的请求。守卫的脸上露出一丝为难，叹了口气说道，正是因为雌性，我们部落最近已经失踪了好几名雌性，家家户户都人心惶惶，所以族长下令戒备森严，禁止任何外人进入。雌性失踪，江婉婉眉头紧锁，追问道，每天都有人失踪吗？守卫点了点头，神情沉重，是啊，就算我们每天严加把守，还是会有雌性莫名其妙的消失，族长已经派人调查了好几次，但一点线索都没有。江婉婉听到守卫的话，眉头微微皱起，心中泛起一丝不安。他转头看向陆明和绵绵，低声说道，看来山羊部落出了些问题，雌性失踪的事情听起来很蹊跷。绵绵也有些紧张，小声问道，那我们怎么办？外面有流浪兽，这里又不让进。江婉婉思索片刻，再次看向守卫，语气诚恳地说道，我们理解你们的担忧，但外面确实不安全，如果我们也在这失踪，你们违背规则的事整个兽氏都会知道，以后你们山羊部落还怎么在兽氏立足？我们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只是借住一晚，明天一早就会离开。而且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或许可以帮你们调查雌性失踪的事情。在江婉婉的威逼利诱下，守卫们有些动摇了。守卫们明白，如果他们山羊部落拒绝雌性进来，他们的部落在兽氏也就完了。他看了看江婉婉和绵绵，又看了看陆明，叹了口气说道，你说的对，规定确实不能违背，可是族长那边，雌性失踪的事情对每个部落来说都是大事，我们也想帮忙，能帮我们和族长说一声吗？江婉婉诚恳地说道。守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好吧，我带你们去见族长，不过你们得答应我，不要乱跑，也不要惹麻烦。天光渐暗，暮色如墨，其中一个身形高大的守卫领着陆明、江婉婉还有绵绵走进了山羊部落族长所在的山洞。山洞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息，昏暗的光线在洞壁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山羊部落的族长坐在山洞深处的一块巨石上，听到脚步声，抬眼扫了他们一下，族长，这几位客人想在部落借宿一晚。守卫恭敬地单膝跪地禀报。山羊族长捋着花白的胡须，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烦躁，不行，现在部落里雌性接二连三失踪，我们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招待外人？江婉婉上前一步，我们只借宿一晚，明早就离开，保证不惹任何麻烦。您看，我们要是被拒之门外，这荒郊野岭的，万一也出了事失踪的话，那……江婉婉故意顿了顿，没有把话说完，可话里的意思却再明显不过。守卫们不安地交换着眼色，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默。突然，老族长冷笑一声，好一张利嘴，既然你们执意要留，他权杖重重杵地，那就住在最外围的废弃洞穴吧，记住，天黑后不准随意走动，否则后果自负。多谢族长通融。江婉婉挂着礼貌的微笑，轻声说道，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麻烦您了。
话语里满是温和与客气。出了山洞，江婉婉和守卫随意的闲聊起来。你们组长脾气可真是不太好啊，说话好冲啊。守卫一听，脸色微微一变，眼中闪过一丝不悦，连忙为组长辩驳道：我们组长以前脾气是极好的，可惜几年前死了词主，从那以后就一直郁郁寡欢的，脾气比以前大了些，但他人真的很好，对组里人都很照顾。守卫话语里满是对组长的维护。哦，那是怪可怜的。江婉婉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很快，守卫便领着他们来到了山洞前，神色认真，再三的嘱咐道：晚上千万别乱走，这晚上可不太平，保不准会碰上啥危险。说罢，又不放心的看了他们一眼，才转身离开，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陆明，你说这么多守卫巡逻，失踪的雌性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江婉婉望着守卫远去的背影，歪着头戳了戳陆明的胳膊。陆明被他突如其来的亲近惊得浑身一僵，耳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上绯色。江婉婉看到陆明一动不动，起身凑了上去，用爪子在他眼前挥了挥。你怎么了？陆明局促又无措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江婉婉，整个人呆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维都在这一瞬间停滞。江婉婉又拍了拍他，陆明这才如梦初醒，猛地回过神来。他抬起手在空中比划了几下，动作凌乱又急切。江婉婉皱着眉看着陆明，这是比划啥呢？不知道的还以为火影忍者结印呢。绵绵，绵绵你干什么去了？快给我翻译一下。江婉婉大声喊着。绵绵来了。雅雅姐。绵绵一蹦一跳的过来了。雅雅姐，陆明说这地方太诡异了，他今天晚上不睡觉了，保护我们。那可不行，咱们还是轮流守夜吧，你一个人熬通宵，身体吃不消的，咱们先吃点东西吧。江婉婉说着，眨眼间便闪身进入了空间。他来到空中购买屏幕面前，目光快速扫过琳琅满目的商品，手指在虚拟屏幕上点来点去。先来几条速溶咖啡，便宜好喝还大碗，关键它提神啊。再挑几块精致的小蛋糕，配着咖啡刚刚好，完美。哦，差点忘了，得买个小巧轻便的方桌，还有几个软软的垫子。对了，可不能少了3个户外睡袋，在这兽市动不动就得睡冰冷坚硬的岩石，我这腰可实在受不了。江婉婉又在空间给绵绵摘了一些她爱吃的樱桃，这个空间就是好，只要你不往下摘，它永远不会坏，就算摘下来不出这个空间也没事，真是想吃的时候就能吃到，简直不要太爽了。江婉婉心满意足的退出空间，她站在原地，伸出爪子在空中一挥，刹那间只听嗖的一声，一张崭新的小方桌和3个柔软的软垫稳稳落在地上。紧接着他又从空间里把刚买的蛋糕、咖啡还有刚刚采摘的各种水果一一摆在桌上。今晚咱们就吃饱喝足，养精蓄锐，然后一起决战到天亮。江婉婉斗志昂扬地喊道，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3人围坐在小方桌前大快朵颐，不多时，绵绵和江婉婉便抵不住困意，趴在软垫上沉沉睡去。陆明望着他们熟睡的模样，嘴角不自觉扬起一抹温柔的笑意。他轻手轻脚地将他们的软垫往里挪了挪，这才提着长矛走到洞口守夜。夜色渐深，万籁俱寂，洞外偶尔传来几声虫鸣，更添几分幽静。陆明倚在洞口，目光如炬地扫视着四周的黑暗。当丑时的更漏声隐约响起时，一道鬼魅般的黑影突然从洞口掠过。陆明瞳孔骤缩，握紧长矛的手青筋暴起，他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矫健的身影在月色下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眼看就要追上，陆明猛地掷出长矛，锋利的矛尖擦着黑影的衣角钉入树干，发出铮的一声颤响，黑影借势一个翻滚，转眼便消失在浓密的树丛中。陆明上前奋力拔出深深嵌入树干的长矛，木屑随之簌簌落下。突然他心头猛地一颤，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迅速蔓延开来。他来不及细想，转身朝着江婉婉所在的山洞狂奔去。他的地面尘土飞扬，眨眼间陆明就冲到了山洞前。他快速地跑进山洞，可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僵立在原地，如遭雷击。山洞中空空荡荡，陆明的双眼瞪大，满是不可置信。握着长矛的手无力地松开，哐啷一声，长矛重重地砸在地上，回音在山洞里不断回荡。绵绵和江婉婉不见了，我终于变回人了，好冷。江婉婉在睡梦中无意识地瑟缩了一下，迷迷糊糊伸手去够被子，她把被子扯到怀里，却发现触感不对，怎么一点都不暖和，还粗粗的。她倏地睁开惺忪睡眼，正对上一片泛着冷光的青黑色灵纹。啊！一声惊叫声刺破晨曦，江婉婉手脚并用地向后窜出老远，后背砰地撞上洞壁。蛇！江婉婉大惊失色，扯着嗓子喊。那条蟒蛇兽人原本正盘在江婉婉的旁边休憩着，听到声响，蟒蛇慵懒地睁开金色的树瞳，刚要开口，你醒了2字还没说出口，蟒蛇兽人便僵在了原地。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昨天就回来的小狐狸居然到了成熟期。
在寿室，他还从未见过如此貌美的小雌性。那一头橘色的长发如瀑布般肆意铺散，几乎蔓延至脚边。在这寿室，雌性大多身材壮硕，肤色黝黑，可眼前的小狐狸却截然不同，肌肤胜雪，仿佛吹弹可破。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唇红齿白，周身还散发着淡淡的好闻的香气。蟒蛇兽人满心好奇，情不自禁的想要凑上前，好近距离看看它。可江婉婉紧闭双眼，扯着嗓子大喊：大哥，我的肉是臭的，我都2天没洗澡了，千万别吃我好不好？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弄来，求求你别吃我，谁说要吃你了？就你这小身板还不够我塞牙缝的。蟒蛇低沉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话音未落，他的身形便迅速变化，鳞片消退，化作人形。蟒蛇兽人修长的手指轻轻抬起江婉婉的下巴，嗓音忽然柔和下来，我现在已经变成熟妻了，别怕。他指尖摩挲着江婉婉紧闭的眼睑，带着诱惑的意味，乖，睁开眼睛看看。江婉婉战战兢兢地掀开一条眼缝，视线先是落在一双骨节分明的脚上，顺着往上是结实的小腿，再往上有8块腹肌，不对，往下一看，双枪。他瞳孔骤缩，猛地捂住眼睛，尖叫炸开，变态啊，救命！情急之下，他意念一动，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空间内，江婉婉瘫坐在地上，心脏狂跳，呼吸急促。他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是熟悉的空间，确认自己真的安全了，才稍稍松了口气。怎么回事？我明明是和陆明、绵绵在一起的，怎么会和蛇兽人在一起？他咬住下唇，思绪翻涌。难道最近部落里失踪的雌性都是被那条蛇抓走吃掉的？他越想越怕，手脚发软。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察觉到异样，视野似乎比平时高了些，低头一看，愣住了。脚，一双白皙纤细的属于人类的脚。他颤抖着伸出手，指尖修长，肌肤细腻，不再是瘦态的狐狸爪子。我到成熟期了，他喃喃自语，眼眶骤然发热。16年了，我终于又变成人了。江婉婉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疼的一下站起身来，兴奋的原地转了个圈。可这一转，他才惊觉自己竟然一丝不挂。过去的16年，他身为狐狸，身上那长长的毛发足以蔽体，早就习惯了不穿衣服的日子，怪不得刚才总觉得冷飕飕的。他匆匆跑到空间购物页面系统前，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好久都没买衣服了，真是太让人激动了。江婉婉手指在虚拟屏幕上滑得飞快，他不禁感慨，还是手指头好用啊。他一口气选了7、8件碎花连衣裙、高腰牛仔裤、宽大的 T 恤，全是他上辈子常穿的款式。点击下单的瞬间，右侧的储物架上唰地闪过一道光，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瞬间出现。虽然空间里没有人，但是这样一丝不挂的还是让江婉婉脸上火辣辣的。江婉婉迅速地抓起一条米色半身裙，就赶紧往身上套，可刚系好扣子，裙子就啪嗒一声滑落在地。江婉婉愣了2秒，猛地拍了下自己的脑门，笨死了，这是按我上一世160斤体重买的，我还不知道我现在多高多重，长什么样呢？系统，他抱着一丝希望喊道，衣服买大了能退吗？冰冷的机械音立刻回应，不支持退换哦主人，但您可以将商品放入蓝色回收区，系统会按原价70%回购。奸商，江婉婉咬牙切齿地跺着脚，却还是麻利地把裙子塞进泛着蓝光的区域。看着账户里缩水的余额，江婉婉哭丧着脸，这次一定要先量清楚尺寸。她指尖飞速点出屏幕，迅速下单了全身镜、体重秤与卷尺。不过眨眼间，只听咚的一声闷响，全身镜稳稳立在了她的面前。江婉婉胸脯剧烈起伏着，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强压着紧张，缓缓抬眸望向镜面。镜中倒映出的少女让她的呼吸瞬间凝滞，一头橘色长发肆意垂落，发梢微卷，像秋日里熟透的金桔。发梢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散发着绸缎的光泽。巴掌大的小脸还带着些许稚气的婴儿肥，却掩不住精致的轮廓。鼻梁高挺如精心雕琢的白玉，阴唇不点珠。最惊人的是那双眼睛，圆润的杏眼嵌着琥珀色的瞳孔，眼尾自然上扬，睫毛浓密的能在眼下投出小片阴影，活脱脱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精灵。他吃惊的伸手触碰镜面，指尖与倒影相触的瞬间，突然红了眼眶。这就是我的成熟期。他的声音很轻，轻的像是怕惊碎了这场美梦。江婉婉摸着自己光滑的脸颊，前世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个因为长相普通而永远坐在同学聚会角落的自己，那个收到情书都会怀疑是恶作剧的自己，那个直到死亡前都没能谈一场恋爱的自己。要是我上辈子长这样，那还谈什么恋爱？直接出道当爱豆啊！江婉婉站在镜子前，左转右转，目光流连于自己精致的五官和窈窕的身材，一时竟看得入迷，直到感觉到一阵凉意，他才猛然回神。有这样的身材，还穿什么高腰牛仔裤、宽松 T 恤？
简直是暴殄天物。他迫不及待地翻出卷尺，飞快地测量起来。身高165厘米，体重45千克，腰围56厘米。天啊，这也太细了吧！下一秒，他火速打开购物页面，把上辈子眼馋却不能穿的款式统统加入购物车。无袖连衣裙、露脐短上衣、低腰牛仔裤，甚至还有一条性感火辣的齐臀短裙。盯着那条短裙，江婉婉耳尖微热，轻咳一声，心虚的点击付款，先买了，穿不穿再说。江婉婉迫不及待地点了结算键，置物架上重新出现了一批衣服，她迅速地选好一套米色无袖连衣裙和同色细小凉鞋，刚穿戴整齐，突然小腹传来一阵绞痛，她猛地弯下腰，下一秒就感觉下身涌出一股热流。糟了！江婉婉脸色骤然煞白，她这才想起受人雌性的成熟期就是来例假，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成熟期变化人形后，就意味着身体正式进入繁衍期，痛经来得又急又猛，像是有人在她肚子里拧肠子。江婉婉疼得直冒冷汗，哆哆嗦嗦地打开系统商城，止痛药，还有卫生巾。然而手指还没来得及点下购买键，那一阵接一阵排山倒海般的剧痛，就彻底将他的意识淹没，眼前一黑，咚！他重重栽倒在空间的地面上，意识沉入黑暗前。最后听到的是系统冰冷的机械音：警告，检测到主人失血晕倒，3分钟内无自主意识将启动紧急传送，倒计时59585731。刷！伴随着空气的轻微波动，昏迷的江婉婉突然又出现在了山洞里。正在洞口徘徊的蟒蛇兽人猛地回头，树瞳骤缩。这个小雌性不仅凭空消失，又出现，身上还穿上了兽皮。那是什么？不是兽皮，却比最柔软的雪貂皮还要细腻，薄薄的一层。他刚想上前，突然嗅到浓重的血腥味，目光下移，顿时呼吸一滞。江婉婉蜷缩成团，双手死死按着小腹，冷汗打湿了橘色的额发。更触目惊心的是，她白皙的大腿内侧正蜿蜒着一道刺目的血迹，将米色裙摆染出暗红的花。成熟期初潮，蟒蛇兽人喉结滚动，立刻明白了状况。他快速扯下自己铺床用的雪貂皮，动作轻柔地垫在他身下。他到成熟期了，成熟期初潮后就是发情期，让他自己一个人实在太危险了。蟒蛇兽人低声自语，金色树瞳里闪过一丝担忧。犹豫片刻，他忽然化作巨蟒形态，用庞大的身躯将江婉婉紧紧围在中心，试图用自己的体温让他能好受那么一点点。忍着点，小狐狸。他吐出信子，轻轻碰了碰他滚烫的额头，浓烈的血腥味中混杂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甜香。蟒蛇兽人的树瞳微微收缩，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本能躁动，低哑着嗓音喃喃自语：等他醒了，不知道愿意不愿意做我的雌性。夜渐深，洞外月光如水，蟒蛇兽人盘绕的身躯不自觉地又收紧了几分，在确保不会勒疼他的前提下，将人护得更严密些。不知不觉间，他也沉入了浅眠。江婉婉是被小腹残余的酸痛唤醒的，她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自己又被蟒蛇兽人圈住了。她顿时吓得屏住呼吸，偷偷尝试用意念进入空间，可试了几次，周围景象纹丝不动。系统，她小声呼唤着空间系统：我怎么进不去空间了？警告，检测到主人处于失血虚弱状态，空间法则第5条，流血状态禁止进入，以免发生意外。建议带血止住了，伤情稳定后即可恢复权限。江婉婉欲哭无泪，这时缠着她的蛇身突然动了动，醒了，头顶传来慵懒的男声。蟒蛇兽人不知何时已变回人形，结实的手臂仍虚环着他，金色树瞳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小狐狸，我想我们该谈谈你昨天突然消失的事了。我说我是神仙，你信吗？江婉婉眨巴着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嘴角扬起一个天真无邪的弧度，藏在身后的手指却悄悄绞紧了衣角。开什么玩笑？系统空间这种金手指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尤其是这条看起来就很危险的蟒蛇兽人。蟒蛇兽人眯起狭长的金眸，突然俯身逼近，高挺的鼻梁几乎要碰到他的鼻子。小狐狸，你看我像傻子吗？不像。江婉婉一个机灵，脖子缩的都快看不见了，身子赶紧往旁边挪了挪。那个蟒蛇大人，要是你不饿的话，我能先走了吗？蟒蛇兽人金眸微眯，忽然收紧手臂，将人往怀里狠狠一带。江婉婉猝不及防撞上他坚硬的胸膛，尚未回神，就觉耳垂擦过一抹湿润，竟是那蛇信子倏地掠过。怕我？他低笑着将薄唇贴在他发烫的耳尖上，灼热呼吸裹着蛇类特有的凉意。江婉婉被这突如其来的靠近吓得一激灵，身子瞬间紧绷起来，声音带着哭腔说道：怕？人家都说在恐惧下死掉的动物肉是酸的臭的，要不您去吃那些胆大的吧。蟒蛇兽人听到这话，金色的树瞳微微眯起，看着他瑟瑟发抖的模样，突然从喉间溢出一声低笑。他故意凑近江婉婉，
冰凉的手指捏住他的下巴，蛇性倾吐。巧了，我就爱吃酸的臭的。就在这时，洞穴门口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是有人在蹑手蹑脚的靠近。几个猥琐的声音压低了，在议论：老大，快闻，是刚成熟雌性的甜香，还是极品，这味道至少能生3窝崽子。江婉婉浑身一僵，她清楚地听到利爪刮擦岩石的声响，还有此起彼伏的吞咽口水声。蠢货！一个沙哑的声音骂道，没看见洞口的蛇鳞标记？这可是6阶兽人的领地，怕什么？另一个声音满不在乎，咱们猎狗族7个3阶战士，堆也堆死他。等抢了小雌性，老大先享用，我们喝口汤就行。洞内的温度骤然降至冰点，蟒蛇兽人金色的树瞳缩成一条细线，鳞片隐隐泛起暗芒。他轻轻将江婉婉放到兽皮上，声音异常轻柔，数到300下，若我没回来。蟒蛇兽人突然将骨刀塞进他手里，就用这个划开山洞最里面东侧第3块石头，那是逃生通道。江婉婉还没来得及说话，眼前黑影一闪，蟒蛇兽人如离弦之箭窜出洞口，紧接着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最刺耳的当属那句：天啊，这蛇怎么是7阶？东侧到底哪边才是东啊？江婉婉紧握着骨刀，一脸茫然地张望着四周，试图辨别方向。说来真是无奈，他都活了2辈子了，却始终没能分清东南西北，方向感差得一塌糊涂。他踉跄起身，暗红血迹顺着腿侧蜿蜒而下，在枯叶上砸出深色印记。系统，江婉婉声音里带着颤抖，我进不去空间，你能给我送2包卫生巾吗？叮，机械音响起，检测到空间库存无卫生巾产品呢，请主人完成商城采购后，并将其放置在空间内，小的才能为您发送。江婉婉一听，顿时火冒3丈，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道：你都不让我进空间，我怎么去购物页面买？系统温馨提示：当生命体征平稳时，血止住时，空间通道将自动开启。等血止住了，我还要卫生巾干嘛？江婉婉气得眼前发黑。非常抱歉呢，主人，请问您还有其他需求吗？如果没有，小的就退下了。江婉婉心里把这空间系统狠狠咒骂了100遍，暗暗想着，等以后有机会见到孟婆姐姐，一定要跟她好好吐槽吐槽这糟心的破系统。江婉婉顾不上还在淌血，咬着牙用骨刀狠狠敲击岩壁，试图找出逃生通道的暗门。吭吭，刀刃与岩石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直到某一处刀尖敲击的瞬间，传来一声异样的空响。空的，他心头狂跳，立刻用刀锋沿着缝隙猛划，想要撬开暗门。还没数到300呢，你是不识数吗？一道低哑慵懒的嗓音在江婉婉的身后响起。江婉婉浑身一僵，猛地转身，后背重重撞上岩壁。蟒蛇兽人逆光而立，树瞳在暗处泛着冷光，正居高临下的睨着他。你打赢了。他声音发颤，指尖死死抠进岩缝。不然呢？他低笑，慢悠悠地向前逼近。几只3阶猎狗而已，有什么可怕的？还是说……他微微俯身，阴影笼罩而下。你其实不希望我赢，只是想在我们2败俱伤的时候扔下我自己逃跑。蟒蛇兽人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饶有兴味的笑。他发现自己特别喜欢逗弄眼前这只小狐狸，他一惊一乍的模样特别好玩。别过来！江婉婉双手紧握骨刀，刀尖直指他的咽喉。蟒蛇兽人盯着他，忽然嗤笑出声：刀是我给你逃生自保的，你倒是用它指着我。他眸色一沉，语气暗哑，小没良心的。话音未落，他骤然出手，江婉婉只觉眼前一花，手腕一麻，骨刀已被他轻松夺走。骨刀脱手的瞬间，江婉婉腿一软，跌坐在地，心想：完了，我好不容易才变成人，好不容易这么漂亮。他绝望地闭上眼，扬起瓷白纤细的脖颈，喉间滚动了一下，他听见自己带着哭腔的声音：你吃我的时候，能不能先把我打晕？蟒蛇兽人树瞳微眯，嘴角抽了抽。他突然打了个哭嗝，超怕疼的。蟒蛇兽人忽然低笑一声，长臂一捞就将他打横抱起。紧接着，蟒蛇兽人又不知从何处掏出一块崭新的兽皮，动作轻柔地铺展开来，才小心翼翼地把江婉婉放在上面。他指尖在江婉婉鼻尖轻轻一弹，真要怕被吃。金童危险的眯起，就别乱跑。江婉婉点头如捣蒜，我去把那几个不长眼的猎狗皮扒了，给你做兽皮换着用。说完，蟒蛇兽人转身出去时变回兽形，蛇尾扫过岩石，刮下一层碎屑。好可怕！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眼前这位可是说扒皮就扒皮的主，我还是苟着吧。等蟒蛇兽人走远，他瘫在兽皮上，生无可恋地躺着。江婉婉从未如此狼狈过。他听说成熟期后会迎来发情期，会忍不住想贴贴。他如果克服不了兽人的本性，想贴贴，他找谁贴贴呢？难不成找那条蟒蛇？他脑海里瞬间浮现自己被蟒蛇兽人一尾巴抽到墙上，抠都抠不下来的画面。江婉婉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战。
就在江婉婉胡思乱想之际，她的肚子这时候叫了起来。江婉婉意念一动，满心期待着能拿出点吃的来填填肚子，可等了半晌，却依旧是两手空空。系统，江婉婉都怀疑空间系统是不是坏了，我怎么想拿水果吃都不行了。你好，主人，空间里的水果蔬菜需要您亲自采摘到空间存储架上，我才可以给您输送，否则树上、地上的都需要继续生长的。江婉婉气得嘴角抽搐，她以前没有问明白规则，都是现摘现吃，从没想到有一天会进不去空间。就在这时，蟒蛇兽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洞口，逆光而行，带着几分压迫感。江婉婉蜷缩在石床角落，看见他靠近，不自觉地往后缩了缩。蟒蛇兽人没有言语，只是沉默地将新兽皮铺在他身下。他的动作很轻，很快就将兽皮整理得平整舒适。当他要拿走换下的旧兽皮时，江婉婉突然伸手抓住了兽皮的另一端。你要拿去哪里？他的声音很小软糯糯的，手指因为攥紧兽皮而发白。蟒蛇兽人金色的树瞳微微收缩，洗了，备用，我自己能洗。江婉婉不知哪来的勇气，猛地将兽皮拽了回来。在拉扯间，他的手擦过蟒蛇兽人冰凉的手掌，触到了一片黏腻。嘶！蟒蛇兽人迅速抽回手，但江婉婉已经看见了，他掌心一道狰狞的伤口正在渗血。你受伤了？江婉婉焦急地上前查看。蟒蛇兽人将手藏在身后，小事。他一把夺回兽皮，转身就走。这些小事不用你操心。江婉婉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洞口，地上几滴暗红的血迹在月光下格外刺眼。江婉婉蜷缩在兽皮上，小腹传来阵阵绞痛，胃里更是空空荡荡，饿得发慌。双重折磨下，他额头沁出冷汗，只能咬着唇在兽皮上翻来覆去，恨不得把自己蜷成一团。蟒蛇兽人刚进洞口，就听见他细弱的抽泣声。他迅速走到他身旁，金色的树瞳紧缩，声音里带着罕见的焦急。你怎么了？我肚子疼，还江婉婉眼眶泛红，声音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蟒蛇兽人听完，立即去山洞里面取出一块还滴着血水的肉块，递向他。我这只有猎狗的肉，你要是嫌不好吃，我再去猎些别的回来。江婉婉看着那块血淋淋的肉，胃里一阵翻涌，她强忍着不适，小声试探道：我想吃熟的，可以吗？熟的？蟒蛇兽人一愣，显然对这个词很陌生，就是用火烤过或者用水煮过的肉。江婉婉耐心解释，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希望他能明白，平时分不清东南西北，原来是吃熟是害的，怪不得脑子不灵光。蟒蛇兽人金色树瞳眯成一条线，嘴角勾起玩味的笑容。火是天雷带来的灾祸，森林一旦燃起大火，无数兽人都会丧命，你居然要吃天雷烧死的那种肉？我只想吃熟的。江婉婉垂下头，声音越说越小，真是拿你没办法。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等着，我去看看附近哪里遭了雷劈，给你抓几只肥美的猎物扔进去给你。江婉婉尴尬地摆了摆手，不用等雷劈，我有这个。他立刻从空间里摸出一个打火机，在他眼前晃了晃，幸好他当初顺手在空间里囤了几个打火机，否则今天怕是真的要硬着头皮啃生肉了。这是？蟒蛇兽人好奇地打量着他手中精巧的金属物件，这叫打火机，就是一种能召唤小天雷的法器。江婉婉信口胡诌，指尖轻轻摩擦着冰凉的金属外壳。他注意到蟒蛇兽人骤然收缩的瞳孔，连忙补充道：放心，这个是很小的火，不会引发森林大火。蟒蛇兽人的目光在他与打火机之间来回游移，金色的树瞳里翻涌着震惊，能驯服天雷的磁性。难道她真是传说中能与自然之灵沟通的神女？他不由想起部落长老曾说过，拥有绝世容颜的异族女子是神明的使者。有树枝枯草吗？江婉婉打破沉默，抬眸看向蟒蛇兽人，眼中带着几分期待。有。蟒蛇兽人回过神，赶忙应道，不多时，便将树枝和枯草一股兜脑抱了过来，整齐地堆放在江婉婉面前。当第一簇火苗啪的窜起时，蟒蛇兽人下意识后退了半步。他亲眼见证这个娇小的雌性，竟真的将暴虐的天雷驯服成掌心跃动的橙红精灵。火光映照下，他专注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边，美得不可思议。江婉婉笨拙地用树枝搭起架子，将肉块串在树枝上，架在火上烤。油脂滴落的滋滋声很快唤醒了蟒蛇兽人的嗅觉，那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醇香，混合着焦脆与鲜嫩的气息在洞穴里肆意蔓延。好香！蟒蛇兽人鼻子一吸，不自觉凑了过来，眼睛紧紧盯着那架在火上滋滋冒油的烤肉，喉结上下滚动，显然是被这从未闻过的香味勾出了馋虫。给你。江婉婉抬手将一块烤好的肉递到蟒蛇兽人跟前，动作间带着几分小心翼翼，又藏着些许讨好。蟒蛇兽人接过，放入口中的瞬间，原本狭长的树瞳竟骤然变成圆润的形状，喉咙间不自觉发出满足的低吟，腮帮子快速咀嚼着，完全停不下来。虽说肉里没撒上一点盐，可对江婉婉而言，
能吃到口熟肉已然是莫大的满足。他边小口咬着肉，边时不时抬眼，悄悄打量蟒蛇兽人，声音带着一丝期待，问道：好吃吗？蟒蛇兽人嘴里塞着肉，点点头，喉间发出含糊的声。那个，他紧张的绞着衣角，如果你答应不吃我可以天天给你烤肉。吃你？蟒蛇兽人突然停下动作，危险的眯起眼睛，为什么你总说我要吃你？江婉婉缩了缩脖子，不是你把山羊部落的雌性都抓来吃掉了吗？现在又抓了我什么时候绑架山羊部落的雌性了？蟒蛇兽人一听，瞬间火冒三丈，声音拔高，气愤道：我就算真要吃，也挑有武力值晶核的雄性下手啊！你们雌性的晶核又不能增加武力值。不是你？江婉婉嗫嚅着，还想辩驳？当然不是我。蟒蛇兽人皱着眉，回忆起那天的场景。那天我瞧见有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抱着2个兽形雌性匆匆跑过，我追上去质问，他和我交起手来，几招下来落了下风，便慌不择路的逃窜了。我好不容易把你抢了过来，可另一个雌性还是被他夺走了。等等，江婉婉突然瞪大眼睛，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兽皮。如果绑架的人不是你，那被抓走的另一个雌性难道是绵绵？他的声音陡然拔高，猛地站起身来，兽皮从膝头滑落，绵绵有危险，我得去找他。站住！蟒蛇兽人站起来拦住江婉婉，你正在成熟期，身上的气息隔着3里地都能闻到，现在出去，不等你找到同伴，就会先被其他雄性兽人盯上。江婉婉急得眼眶发红，泪水在眼底打转。那怎么办？我不能丢下绵绵，而且陆明看到我们失踪了会急坏了的。他的声音带着颤抖，指甲深深陷入掌心。蟒蛇兽人看着他泛红的眼眶，胸口莫名发紧。他从未见过这样娇弱又倔强的雌性，明明怕得要命，却还要为同伴冒险。他沉默片刻，最终叹了口气，从石壁上取下新做的猎狗兽皮，递到他面前，用这个裹好自己，尽量多遮一些气味。他的声音依旧低沉，却比往日多了几分温柔。我变回兽形，带你过去。蟒蛇兽人瞬间变成兽形，江婉婉深吸一口气，抱着兽皮爬上了巨蟒冰冷的背脊，蛇鳞坚硬而光滑，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他甚至能感受到鳞片下强健肌肉的每一次收缩。当兽皮彻底裹住他的身体时，世界骤然倾斜。巨蟒游动起来，速度极快，却又异常平稳。风声在耳边呼啸，草叶被蛇身压过的沙沙声连绵不绝，偶尔有树枝擦过兽皮的轻响。江婉婉缩在兽皮下，心跳如鼓，却莫名感到一丝安心。谢谢你，大蟒蛇，他小声说道，声音闷在兽皮里。风声似乎停滞了一瞬。我叫星岩。巨蟒的声音低沉而清晰，穿透风声传入他的耳中。江婉婉一怔，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了兽皮。原来他是有名字的。夜色如墨，浓稠的泼洒在四周。星岩压低了身形，目光紧紧盯着前方那戒备森严的山羊部落，小声嘀咕道：有守卫，瞅准时机，我们溜进去。话落，他周身泛起一层墨色的微光，一个闪现，如同一道虚幻的影子，利落地滑进了部落。什么东西？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过去了？一个守卫猛然回头，警觉地扫视四周。能有什么？就是风大了点。另一个守卫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整天疑神疑鬼的，心脏不好的都能被你吓死。提高警惕总没错。第一个守卫压低声音，语气焦躁，最近失踪的雌性还少吗？连借宿的都没能幸免，再这样下去，我们山羊部落迟早要完。你冲我嚷嚷什么？就冲你。江婉婉在星岩的背上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压低声音道：星岩，往左走，去我们前几天住过的那个山洞。星岩身形一闪，如一道暗影般滑向洞口。江婉婉赶忙从星岩的背上下来，可踏入山洞的瞬间，她的心猛地一沉，洞内空空荡荡的，只剩他购置的木桌和软垫孤零零地躺在角落。我和绵绵被抓走，可是陆明能去哪呢？江婉婉正在原地，指尖不自觉地收紧。先回去吧。星岩吐着猩红的信子，声音低沉，以后我来照顾你。不行。江婉婉想都没想，直接一口回绝。他们说过要送我回家的，我送你会更安全。星岩轻声劝慰道，他们把我当成朋友，豁出时间甚至是生命来帮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家固然要回，朋友也必须安全地找回来。江婉婉攥紧了手里兽皮，眼中燃起倔强的火焰。星岩怔住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雌性。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兽世，雌性依附雄性而活是天经地义的事，雄性为保护雌性受伤或者战死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大多数雌性都会在伴侣受伤或者死后迅速寻找新的依靠，毕竟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并且雌性对雌性都是敌对的，根本没有什么朋友之说。可眼前这个小狐狸却执拗的要找回那个可能已经凶多吉少的雌性朋友和下落不明的雄性兽人。星岩的树瞳微微收缩，蛇尾不自觉地在地面划出凌乱的痕迹。他忽然觉得江婉婉居然比雄性兽人更勇猛。就在这时，
洞外不远处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我闻到了，这有成熟期雌性的味道，我们快去看看。”另一个声音附和道。紧接着，一阵熙熙攘攘的脚步声逐渐逼近。有人来了！星颜吐着鲜红的信子，眼中闪过一丝警惕。江婉婉利落的裹紧兽皮跃上蛇背，声音果断道：“我们走。”疾风掠过耳畔的刹那，他们身后传来气急败坏的争执：“哪有啊？我看你是想雌性想疯了吧？”“没有，我真闻到了，见了鬼了。”星颜把江婉婉迅速驮回山洞，给她铺好兽皮，轻声道：“接下来你想怎么样？等我成熟期结束，我们就回山羊部落查明真相，救出绵绵。”江婉婉的指尖深深掐进掌心，眼中跳动着倔强的火苗。这次一定要揪出那个绑架雌性的混蛋，找到绵绵和陆明。我不同意，那样太危险了。星颜不假思索的拒绝。一听说江婉婉又要去那个危险的地方，他的心就猛地一紧。他向来天不怕地不怕，可如今他发现他竟然害怕这个小狐狸离开他。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这个小狐狸，他害怕他受伤，更害怕他找到那个雄性兽人陆明后，就再也不需要他这条冷血的蛇了。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江婉婉说完就坐在兽皮上整理着猎狗兽皮，毕竟剩下了的这几天都得靠这个度日了。星颜的树瞳在阴影中微微收缩，金色的蛇瞳里流转着晦暗的光。几天，他凝视着正在整理兽皮的江婉婉，还有几天的时间和他单独相处了。星颜，江婉婉突然回头喊他，耳尖红的像是要滴血。我要上厕所。星颜疑惑道：“厕所？就是尿尿。”他几乎要把脸埋进兽皮里，声音越来越小。就在最里面的山洞里解决吧，我出去守着。星颜用手指了指最里面的角落。绝对不行！江婉婉大声抗议道：“你正在成熟期，这样去外面太危险了。那你陪我去。”他闭着眼睛喊出来。星颜的树瞳微微扩大，这个小雌性是在诱惑他吗？要知道，在兽世只有伴侣才能陪伴着去做这么私密的事。江婉婉心急如焚，哪还顾得上尴尬，一把拽起仍在愣神的星颜就往洞外冲。一到洞外，他脚步不停，径直钻进了那片茂密草丛里，动作迅速地解决了内急。星颜守在不远处，空气中突然弥漫开来的成熟期血腥味，瞬间刺激得他喉头不自觉滚动，心底那股潜藏的本能冲动翻涌上。他咬紧牙关，强压下这股难以抑制的欲望，硬生生地别过脸去，目光刻意避开江婉婉所在的方向，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汗珠，努力维持着理智。好了，我们走吧。片刻后，江婉婉从草丛中钻出来，脸色尴尬的绯红，快步走向星颜，拉起他的手就急匆匆往山洞里赶，生怕让别人看见这尴尬的一幕。一回到山洞，江婉婉便快步走到角落里，顺手扯过一张兽皮，背对着星颜，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身上的血迹，动作有些慌乱。窸窣的声响中，星颜的呼吸陡然粗重起来。下一刻，一双滚烫的手臂猛地从背后环住江婉婉，将她狠狠按进怀里。你做什么？江婉婉浑身一僵，惊的声音都变了调。做我的雌性。她的气息灼热，喷吐在他耳畔。我会用性命保护你。星颜扳过他的肩膀，金瞳燃着暗火，一瞬不瞬地看着他。江婉婉被他盯得脊背发麻，指尖不自觉地揪紧了兽皮。那个，我们部落的规矩，得先问过阿父阿母才行。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不敢直接拒绝，生怕这头濒临失控的野兽会当场将他拆吃入腹。尽管他知道星颜从不是残暴的兽人，父母同意。星颜眉头微皱，蛇族大多卵生，雌蛇产卵后便会离去，根本不会保护幼蛇，幼蛇破壳便要独自求生。他自破壳那日起便不曾见过父母，更遑论需要他们首肯什么。江婉婉被他盯得发毛，正想改口，却见星颜忽然低头抵住他的前额。好，他闭上眼，生生压下躁动的性子，我等你。3天后，一大早，江婉婉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被星颜的蛇尾紧紧缠卷着，冰凉坚硬的鳞片贴着他的肌肤，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很想开口让他别用兽形缠着自己，那粗壮的蛇尾总让他心里发毛，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谁让他怂呢？伸了个懒腰，江婉婉忽然嗅到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异味，几天没洗澡，汗味混杂着尘土血液，连他自己都嫌弃的皱了皱鼻子。星颜，他小心翼翼的戳了戳他的蛇尾，陪我去河边洗洗吧，我都快臭死了。星颜懒洋洋的半睁着眼，蛇性轻吐，在他颈间游走了一圈，低哑道，哪里臭，明明很香。他的气息拂过他的耳畔，带着蛇族特有的凉意，却莫名让江婉婉耳根发烫。江婉婉发现自打星颜让他做他的雌性后，说的话都肉麻兮兮的，没法听。星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他还是迅速化为人形，一把将他打横抱起，大步朝河边走去。放我下来，我自己可以走了。刚一到河边，江婉婉就急不可耐地从星颜怀里挣脱，赤着脚踩上湿润的鹅卵石，
他试探性地伸出脚尖试了试水面的深浅后，才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进河里。太舒服了，清澈的河水包裹着他的身体，明媚的阳光洒在水面上，折射出细碎的金光。江婉婉深吸一口气，几天来的疲惫仿佛都被这沁凉的河水洗涤一空。他弯下腰，举起一盆水，从脖颈处缓缓浇下，动作轻柔的细细清洗着身体。突然，他深吸一口气，一头扎进了河里。水面瞬间泛起几圈涟漪，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没有一丝波纹。婉婉，心妍瞳孔骤缩，肌肉瞬间绷紧。他一个箭步冲到岸边，正要跃入水中，哗啦！少女突然破水而出，带起晶莹的水花，水珠顺着她光洁的脸庞滚落，湿透的菊发贴在她白皙的肩头，衬得肌肤如雪般透亮。江婉婉，心妍的声音里带着罕见的怒意，几乎在她破水而出的瞬间就冲进了河里。水花四溅间，他一把扣住她的手腕，另一只手毫不客气地在她额头弹了个响亮的暴力。再敢这样吓我就把你绑在树上晾3天。他咬牙切齿地说。金色的树瞳因愤怒而紧缩成线，疼死了！江婉婉吃痛的叫出声，连橘色的狐狸耳都不受控制的噗地冒了出来，在湿漉漉的发间可怜兮兮的抖动着。她捂着发红的额头，琥珀色的眼睛里瞬间蓄满泪水。知道了，下次不敢了。心妍看着她这副模样，原本绷紧的下颌线不自觉地柔和了几分。心妍伸手揉了揉她被打的地方，指腹轻轻擦过她眼角的泪花，声音却还故意板着，再有下次我就把你绑在我身上，哪你也别想去了。江婉婉连连点头，她真是害怕了这个动不动就生气的蟒蛇兽人了。怎么还打人呢？气急了会不会把我吃了？我们回去吧。心妍的目光扫过河对岸那片窸窸窣窣响动的草丛，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好，江婉婉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心妍稳稳地横抱起来。她将下半身变成蛇尾，而上半身保持人形，她的手臂稳稳地拖住了她的身体，便朝着山洞的方向快速奔去，带起一阵呼呼作响的风声。怎么了？江婉婉靠在心妍怀里，感受到她急促的步伐，心底涌起一丝不安，忍不住开口询问。有兽人躲在草丛里。心妍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警惕，脚下不仅没有丝毫放缓，反而愈发加快了速度。这要是放在平时，他定要将这些不长眼的家伙揪出来撕个粉碎。但此刻怀中人温热的体温透过肌肤提醒着他不能冒险。心妍的蛇尾不自觉地收紧了几分，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伤到他，都足以让他发狂。放下那个雌性，一声暴喝骤然响起。心妍怀抱着江婉婉在林间疾驰，身后传来利爪撕裂空气的呼啸声，他不用回头也能感受到那股迫近的杀气。心妍，怎么办？他是七阶。江婉婉纤细的手臂紧紧环住心妍的脖子，回头瞥见那道身影正以恐怖的速度逼近。江婉婉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颤抖。放心。心妍的手臂又收紧了几分，将怀中的江婉婉护得更牢。拼死我都不会把你交给他的。他的声音因急速奔跑而略显急促，却十分坚定。你还没找到你的朋友，还没回家呢。江婉婉突然仰起脸，心妍这才发现他的眼眶已经泛红。这个总是倔强的小狐狸，此刻眼中竟噙着泪水。如果没我拖累，你能打赢他吗？江婉婉急切地问道。别说傻话，心妍厉声喝道，脚下却不敢有丝毫停顿。他能感觉到桀暴兽人的气息越来越近，利爪带起的劲风几乎要划破他的后背。回答我！江婉婉突然提高了音量，这突如其来的话让心妍心头一震。可以，我们都是七姐。心妍下意识答道，随即意识到什么。等等，你想干什么？江婉婉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打赢他，喊我名字我就出来了。话音未落，唰一声，心妍感到怀中的重量突然消失，心脏猛地一缩。江婉婉又一次在他面前消失了，就像几天前他们在山洞初次相遇时那样，又消失了。心妍猛地停住脚步，咬紧牙关，金色的瞳孔收缩成一条细线。心妍缓缓转身，金色的兽瞳在黑暗中燃起冰冷的怒火。那个小雌性呢？给我交出来！桀暴兽人看见只有心妍一个人，纳闷道：找死！低沉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滚出，带着令人战栗的杀意。桀暴兽人还未反应过来，心妍已变成兽形态，拖着猩红的杏子扑了过去。桀暴兽人本能的后跃，却仍被芒尾扫中腰腹，撞断3棵桦树才堪堪停下。尘土飞扬间，只看见一双燃着金色火焰的蛇瞳越来越近。我真的能进来了。江婉婉站在一片青翠的果园中央，难以置信地转了个圈，空气中飘着熟透果实的甜香。她深吸一口气，暂时忘却了外面心妍和桀暴兽人的打斗。4天没进来，果树上的果实已经结得密密麻麻，再不采摘就会影响下一轮的结果。而且番茄、黄瓜和茄子再不掐尖就不结果了。江婉婉看了看中的果园和菜园，看来今天是个大工程。江婉婉喃喃自语，活动了下手腕，
好在他现在是人的形态了，不再像是以前小狐狸的形态，连摘个苹果都费劲，身上的衣服还湿漉漉的，我必须得换套新的了。江婉婉皱了皱眉，喃喃自语，走到空间购物页面前，手指轻触，虚拟屏幕立刻亮起。江婉婉快速浏览着分类，下单了一套深墨蓝色的运动服和登山鞋，想了想，又添加了10包卫生巾，1箱碗装泡面，1箱自热小火锅，1箱可乐，50条内裤，50件内衣。他一边念叨，一边点击加购按钮。经历了这次进不去空间，他真的怕了，他必须把空间里的存储架放满，他才能安心，就算进不去也能有东西用。购物清单越来越长，各种款式的裙子、运动装、电池小锅、防狼喷雾、电棍、强光手电筒，最后他甚至加购了一把多功能军刀。他不能每次都等别人来救他，万一没人救他，他就玩完了。确认购买，江婉婉看着屏幕上显示的余额，他深吸一口气，看来得继续挣钱才行啊。换好衣服，江婉婉戴上园艺手套，开始了采摘工作。桃树上的果实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他必须小心地用专用剪刀剪下每一个，避免损伤果蒂。空间里的作物生长速度只是比外界快 10%， 这还是小蜜蜂的功劳呢。这回他可不能都卖了，他得留一些放在空间储蓄架上留着吃，反正空间保鲜怎么放都不坏，以防以后饿肚子又进不了空间，那就麻烦了。就在江婉婉专注的摘果子的时候，突然空间外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啊！他浑身一僵，这可不像是那个捷豹兽人的惨叫声，是心眼。糟了！江婉婉此时手里正捧着个大榴莲，他来不及放下，他迅速抄起防狼喷雾和电棍，意念一动，冲出空间。眼前景象让他血液凝固，心妍和捷豹浑身是伤，鲜血顺着伤口不断淌下，殷红了地面。两人你来我往，打得难解难分，一时间竟看不出谁占上风。心妍猛地一抬头，突然瞥见江婉婉出现了。婉婉，心妍瞳孔骤缩，心神瞬间乱了。捷豹趁着间隙兽形一展，猛地扑了过去，一爪子狠狠将心妍按倒在地。捷豹兽人狞笑着用兽爪将心妍狠狠按进土里，区区冷血蛇族也配和我抢雌性，这真是书可忍，神不能忍。江婉婉抡圆胳膊，把榴莲当铅球砸了出去，砰！带刺的果壳正中捷豹后脑勺。江婉婉甩了甩手腕，嘴角勾起一抹痞笑，闹呢，上一世160斤的体重你以为白长呢？我那铅球可不是白练的。捷豹兽人吃痛，猛地回过头，双眼满是怒火，嘶吼道：小雌性！捷豹兽人瞬间放开心妍，张牙舞爪的朝着江婉婉狂奔来。江婉婉也不慌，快速拔下防狼雾的盖子，对着捷豹兽人的脸猛地按下，刺鼻的喷雾瞬间弥漫开来。捷豹兽人一头栽倒在地，痛苦的打起滚来。我嗨嗨，喘不过气了，救命！我来了！江婉婉冷着脸跨步上前，电棍滋了，闪着蓝光，直接对上他腰腹，噼里啪啦，捷豹浑身抽搐着瘫软下去。你打死他了！心妍踉跄的站起来，眼睛震惊的竖成直线。要知道这个兽世只有雄性兽人有武力值，雌性就是天生让人保护的，可是他的小狐狸居然打死了一个最高阶的雄性兽人。还没有，等下！江婉婉踹了脚口吐白沫的捷豹，突然消失，3秒后唰的再现身，手里多了一卷尼龙绳。空间购物界面最新下单，百亿补贴特价10元，把它绑起来，由你发落。他把绳子抛给心妍，绑结10点。你刚刚去哪了？心妍动作麻利的边绑捷豹兽人边说道，我好害怕你不再回来了，我刚才躲在了空间里了，有危险的时候我就可以躲进去，但是再出来还是原来的地方，所以我要是消失了，你就在我消失的地方喊我的名字就行。江婉婉解释道，真好，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心妍深深地看了一眼江婉婉，我们先把她带回山洞，是挖金河还是当储备粮？随你，我成熟期过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山羊部落借宿。江婉婉神色淡定，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后续计划。心妍看着眼前的江婉婉，嘴角抽了抽，只要吃的不是你，就可大方了，不是前几天你害怕的时候了。回到山洞，江婉婉立即对心妍说道，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一会儿就回来，记得晚上按计划行事。话音刚落，他唰的一声就消失在原地。就在这时，被捆成粽子的捷豹兽人恰好睁开眼睛，正好目睹这一幕，顿时吓得爆眼圆睁，口吐白沫，又晕了过去。真没出息！心妍嫌弃看了捷豹兽人一眼。另一边，江婉婉在空间里忙得不亦乐乎，她一会给果树修枝，一会给蔬菜园除杂草。她小声嘟囔着，这空间啥都好，就是打理起来太累人了，要是能雇个园丁就好了。打理完果园和菜园，江婉婉来到购物页面，她手指轻点，浏览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最后又买了一件超长的防晒衣和一双白色运动鞋。在这兽世，还是运动鞋最实用，因为讨起命来速度最快。江婉婉在试衣镜前转了个圈，不错，
这回不怕晒黑了。江婉婉满意地点点头，该回去了，不然那只傻蛇该着急了。回到山洞时，星岩正用尾巴尖百无聊赖地戳着昏迷的捷豹兽人。听到动静，他猛地抬头，你怎么？话说到一半突然卡住，金色的瞳孔微微放大。江婉婉转了个圈，怎么样？星岩的尾巴不自觉地摇了起来，好看。话还没说完，突然意识到什么，别扭地补充道，就是太显眼了，容易引来麻烦。什么麻烦？江婉婉诧异地问道。星岩喉头滚动，声音突然变得沙哑，会有更多雄性兽人来抢你。江婉婉感到一阵热流涌上脸颊，她急忙别过脸去，可我们得走了，绵绵在等我们救她，我们得尽早的去山羊部落。正在这时，捷豹兽人醒了过来，放开我，你这肮脏的蛇兽！被尼龙绳捆住的捷豹兽人突然暴起挣扎，肌肉虬结的身躯在地上扭动。江婉婉闻声，眉头微微皱起，开口道，你怎么还没把它处理掉？星岩的眼中闪过一丝血色，古刀在他掌中转了个漂亮的刀花，现在就挖了他的金核给你。他的声音轻柔的可怕，刀刃已经抵上捷豹兽人剧烈起伏的胸膛。住手！捷豹兽人的瞳孔骤然收缩，冷汗顺着他古铜色的皮肤滑落。怂了！星岩突然勾起一抹危险的笑意，刀刃沿着捷豹兽人的锁骨缓缓游走，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捷豹兽人瑟缩了一下，连忙说道，我知道你们要找的雌性在哪，我知道山羊部落的秘密，你们放了我，我带你们去。切！星岩不屑地看了捷豹兽人一眼，正要手起刀落下手时，江婉婉伸手按住星岩举着古刀的手腕。星岩，住手！你确定要相信他？星岩金色瞳孔危险地眯起，他在拖延时间。捷豹兽人额角渗出冷汗，被捆住的身体不自觉地往后缩了缩。我发誓，我用兽神起誓，山羊部落的最近抓了很多雌性，就关在他们后山祭坛下面的地窖里。你最好没撒谎。江婉婉蹲下身，脚重重碾在捷豹兽人的手掌上，在他痛呼出声前又一把掐住他的下巴，否则江婉婉另一只手啪地打开打火机，蓝色的火苗顿时出现在了捷豹兽人面前。我的厉害你是知道的，兽神会不会惩罚你我不知道，火神就会活活把你烧死。火神！捷豹兽人看江婉婉居然可以驾驭天雷产生的地火，不禁地瞪大了眼睛。星岩，带上他，咱们走。江婉婉说完，便与星岩压着捷豹兽人马不停蹄地朝着山羊部落的后山祭坛赶去。抵达后山祭坛后，星岩环顾四周，开口问道，是在这里吗？捷豹兽人颤抖着指向祭坛中央的暗门，对，就在这下面，我上次路过的时候亲眼看到的。星岩从腰间解下古刀，不由分说塞进江婉婉手里，拿着。江婉婉晃了晃手中小巧却威力不凡的防狼喷雾，笑着拒绝，不用，我有这个呢，你拿着吧。星岩的手指突然收紧，他金色的眼眸在昏暗光线下格外深邃。听话，简短的2个字让他的心跳漏了半拍。说完，他便身形一转，化作兽形，动作敏捷地溜进了地窖。没过多久，星岩便从地窖滑了出来。只见他周身散发着一股愤怒的气息，二话不说，粗壮有力的尾巴猛地一扫，直接将捷豹兽人狠狠抽飞出去，足足飞出了数十米远，重重撞在祭坛石柱上。空的！星岩彻底被怒火点燃，嘶吼声都带着几分嘶哑，眼眶通红，死死地盯着捷豹兽人，底下什么也没有。你居然敢骗我！捷豹兽人疼得龇牙咧嘴，却又被星岩的狠厉模样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说道，我没有，是真的。星岩瞬间变换人形，举起刀要继续痛下杀手，准备再次给捷豹兽人致命一击时，江婉婉阻止了他。他的话不像是假的，我今天一定要再去山羊部落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我陪你去。星岩几乎是脱口而出，在他心里保护江婉婉就是头等大事。不行，我必须自己去，要是真的是山羊部落的人在捣鬼，我一个人去，他们才会按捺不住有所行动。江婉婉态度坚决，目光透着果敢。星岩金色的蛇瞳危险地收缩成细线，我不同意，太危险了。在他看来，让江婉婉独自涉险，还不如直接杀了他。反对无效。江婉婉突然伸手捏了一下星岩的耳朵，星岩的脸瞬间就红了。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一点危险的。星岩急得不行，双手紧紧攥成拳头。这样，我给你个对讲机，你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有危险了，而且我可以随时原地消失的。你在我消失的地方喊我，我知道安全了就会出来的。江婉婉哄劝着星岩。什么是对讲机？星岩满脸疑惑。江婉婉也不解释，意念一动便进入了空间，迅速买了一对有效通话距离为10公里的对讲机。得，又花了400块。江婉婉心疼地嘟囔了一句，拿着对讲机退出了空间，随即将它交到了星岩手中。你走远点，按着这个按钮说话，不管多远我都能听到。江婉婉耐心地指导着。星岩半信半疑地走了一段距离，
正好奇地摆弄着手中方方正正的对讲机时，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了江婉婉熟悉的声音：“这样你就放心了吧。”江婉婉在不远处用力地挥了挥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心妍虽然知道江婉婉是个很厉害的小雌性，还是不受控制的担心，她忍不住叮嘱道：“有危险一定要及时喊我，然后赶紧躲起来，知道吗？”江婉婉点头答应后，拿着对讲机转身朝着山羊部落走去。心妍望着那个逐渐远去的娇小身影，没注意到自己的手已经把对讲机攥得咯吱作响。捷豹兽人小心翼翼地缩了缩脖子，生怕被这条暴怒的蛇兽迁怒。快看，有个雌性朝这边走过来了！年轻的守卫用胳膊肘猛戳同伴，声音因兴奋颤抖：“我滴个兽神啊！”年长些的守卫倒吸一口凉气，粗糙的手指不自觉地抓紧了长矛。这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雌性，白白嫩嫩的，但是好像就是腿脚不太好使。守卫大哥，我能在你们部落借宿一宿吗？天快黑了，我有点害怕。江婉婉一扭一扭的用自以为很妩媚的姿势走过来，两个守卫顿时手忙脚乱，年轻的直接红了耳朵，年长的则结结巴巴：“当然可以，就是。”他突然压低声音：“最近部落里不太平，已经失踪了好几个雌性了。”失踪？江婉婉故意的瞪大眼睛，纤长的手指捂住了嘴。天啊，怎么回事？嘘，小声点。年长守卫紧张的左右张望，最近几乎一天失踪一个雌性，连前段时候借宿的雌性都失踪了。你要是不怕，就可以在这种。他假装害怕的瑟缩了一下。那我是不是该继续赶路？不行！年轻守卫突然激动的喊道，随即意识到失态，红着脸解释：“我是说，夜里赶路更危险。你可以住我姐姐的空山洞，我保证守在你门口。”就在这时，部落深处传来低沉的号角声，两个守卫立刻绷直身体，表情变得肃穆起来。族长召集大家集合了。年轻的守卫为难的搓着手：“小雌性，你跟我来，我带你去我姐姐的空山洞，记住，天黑后千万别出门，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去。”江婉婉乖巧的点头，眼底却闪过一丝金光。部落内部又传来第二声号角，这次更加急促：“快走！”年轻的守卫突然拽住江婉婉的手腕：“必须在天黑前把你安顿好。”突然他们的路被一个雄性兽人拦住了去路。他是谁？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带陌生人进部落？他是来借宿的，他一个人要是离开太危险了。所以年轻的守门人恐惧地向后退了一步，但是他还是攥紧了江婉婉的手，没有松开。“我叫牙牙，从很远的地方来。”江婉婉低下头，假装羞涩地绞着手指，眼角余光却在快速扫视周围环境。当雄性兽人看到江婉婉的相貌时，他的呼吸骤然停滞。江婉婉站在月光下，橘色的长发如同月华流泻，衬得肌肤如初雪般剔透。她微微偏头时，琥珀色的眸子泛起碎金般的光泽，像是深潭里坠入了星辰。兽人的瞳孔急剧收缩，喉结上下滚动。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雌性，美得不似凡俗，更像是从古老传说里走出的山林精魅。他的嗓音沙哑的不成调，某种原始的本能在血液里叫嚣。他想得到他。江婉婉注意到周围的雄性兽人越聚越多，而且每个看到他的人都露出惊讶又贪婪的表情。杨丽奋力的一把推开了年轻的守门人：“我叫杨丽，你一个人来这吗？走这么远也太危险了，你暂且住下，由我来保护你。”拦路的兽人的态度突然来了180度的转弯。可是真的有人会抓雌性吗？我好害怕。他故意颤抖着声音，眼中泛起水光。杨丽立刻手足无措起来：“别怕，我们部落很安全的。虽然是有几个雌性确实是在我们部落失踪的，但肯定是被外面的流浪兽人抓走的。”江婉婉注意到他说这话时眼神闪烁，明显在隐瞒什么。正当他想进一步套话时，一阵骚动从部落中心传来：“让开，都让开！”粗犷的吼声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靠近，人群自动分开。两个身材高大、头顶巨大弯曲羊角的兽人簇拥着山羊部落的族长走了过来。“都聚在这里做什么？”一个沙哑却极具威压的怒喝骤然炸响，围观的兽人们如潮水般退开。族长杨丽立刻鞠躬迎接：“这位雌性来我们部落，想借宿一宿。最近失踪的雌性还不够多吗？”老族长突然用拐杖重重砸向地面，因情绪激动，身子也微微发颤：“你怎么敢擅自做决定？让他住进来，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杨丽大声辩驳着。族长顿了顿，疲惫地挥了挥手，没再多说什么，背着手拖着略显蹒跚的步子转身离去。杨丽看着族长走远了，赶紧微笑着说道：“别介意族长的态度，他只是太担心部落的安全了。让我带你参观一下部落如何？”江婉婉假装感激的点头：“你们部落好大啊！”他突然指向远处隐没在暮色中的山脊：“对了，我来时看见后山有座祭坛，那些石柱上刻的花纹真特别，是做什么用的啊？”“那个啊！”他踢飞脚边的碎石，喉结滚动了一下：“早就荒废了。”夜风忽然变得急促，
吹得杨丽脖颈间的兽牙项链叮当作响。据说100年前有位大祭司能通阴阳改生死，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我记得族长妻主死的那年，族长还找过那本术法书，想复活他的妻主呢。杨丽不经意地说。哦，江婉婉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没一会，杨丽把江婉婉送到了她暂住的山洞。今天你就在这住，我在外面守着。好，太感谢你了。江婉婉微笑着道谢。待杨丽出了山洞，脚步声彻底消失，江婉婉立马从空间掏出对讲机。新年，我刚才听说他们祭坛以前是可以复活死人的，他们族长还曾经想过复活他的妻主，你说会不会？婉婉，今天晚上一定打好12分的精神，我已经在部落里面了，一有危险马上喊我，知道吗？心妍反复嘱咐着。好，放心，我机灵着呢，这次我一定不睡着。江婉婉打趣道。时间悄无声息的流逝，很快就到了午夜。狂风在山洞外呼啸，吹得洞口的荒草东倒西歪。江婉婉紧握着对讲机，声音里带着几分关切，向着另一端问道：心妍，外面风很大，你冷不冷啊？不冷。你呢？会不会冻着？心妍的回应里满是藏不住的关心。还行，就是怎么还不来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江婉婉微微皱着眉头，小声抱怨着。实在不行，我直接把那个老匹夫抓起来，严刑拷打就完了，省着你遭这个罪。心妍越想越心疼。嘘，有脚步声。江婉婉瞬间挺直脊背，全身的神经都紧绷起来，眼神里满是警惕，紧紧盯着洞口的方向。我马上来，注意安全。心妍立即朝着江婉婉所在的山洞狂奔。怎么是你？江婉婉没有说完，对讲机啪嗒一声掉落在地上，山洞这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再没了任何声响。婉婉，婉婉，心妍着急地喊着她的名字。回答我。心妍的咆哮伴随着狂奔的脚步声。该死，不该让你一个人。心妍冲进山洞的瞬间，深深的恐惧便攥进了她的心脏。洞内空无一人。老匹夫，看我不宰了你！心妍迅速化作兽形，金色的树瞳缩成一条猩红的细线，毒牙在月光下泛着寒光。巨蟒形态的心妍在暴怒中彻底爆发，漆黑的鳞片剐蹭着岩壁，迸溅出火星，蛇尾横扫之处，木架崩裂，石瓮粉碎。2个闻声赶来的山羊兽人被拦腰抽飞，撞在岩壁上发出骨骼碎裂的闷响。你们的老匹夫族长呢？如果你还不出来，我就把你们部落的兽人全部咬死！心妍暴怒咆哮道。心妍此时只想快速找到江婉婉，她等不了了，1分钟也等不了了。很快，听到声音的山羊兽人都开始四处逃窜。逃跑中的雌性怀里抱着的幼崽看见这一幕，开始惊恐的哭嚎，但这反而让心妍的杀戮欲更盛。只见心妍用蛇尾把这个瑟瑟发抖的雌性山羊兽人和幼崽卷了起来，鳞片摩擦着他们脆弱的咽喉。我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如果不交出江婉婉，我就见一个杀一个，直到你们灭族。真美啊！粗糙的指腹带着令人战栗的温度，缓缓抚过江婉婉的面颊，那触感让她即使在昏迷中也本能地皱起眉头。别碰我！江婉婉猛地惊醒，后脑勺传来阵阵钝痛。江婉婉皱着眉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被绑到了一个石室里，她正紧贴着潮湿的石壁，双手和双脚都被粗糙的麻绳绑着。你为什么把我绑到这里？最近失踪的那些雌性都是你绑架的。江婉婉惊恐地抬头看向眼前的人，杨丽。杨丽凑近江婉婉的耳边轻声道：答案还不够明显吗？那绵绵呢？你把绵绵怎么样了？江婉婉着急地询问着绵绵的下落。杨丽咧开嘴，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她俯身凑近，浑浊的呼吸喷在江婉婉脸上。死了，都死了！杨丽突然掐住江婉婉的下巴，猛地收紧。只有死人的嘴才是最严实的。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杀绵绵？她还是个孩子。江婉婉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滚落，滴在杨丽的手背上。杨丽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石室中回荡，像夜宵的嘶鸣。当然是为了扳倒那个老不死的族长。她猛地扯开挂在墙上的麻布，露出后面密密麻麻的头骨，100具雌性的头骨。杨丽的指尖划过那些泛黄的颅骨，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刮擦声，研磨成粉。这就是那本术法书上记载的起死回生之术所需的媒介。他的声音突然扭曲，当年那个老东西明明找到了术法书，却因为这可笑的道德约束放弃了，多么懦弱！江婉婉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简直要呼吸不上来了。他的绵绵是不是也在上面？当初他大张旗鼓地寻找术法书，全族皆知，那些渴望复活妻主的人都聚在他身边。可当看到需要100个雌性头骨时，这个伪君子居然当众焚毁了术法书。那时候和他一起研究术法书的人还和他起了争执，想要抢回那本术法书，最后都被他杀了。杨丽说到这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滴答滴答地落在了地上。族长这么大公无私，你就为了顶替他当族长就要害他，还杀了这么多雌性。江婉婉没法想到一个人居然可以为了权力坏成这样。因为死的是我阿父，
他想复活的是我阿母。这件事当初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这个老不死可以用其他的雌性复活妻主，却没有这样做而备受尊敬。他居然踏着我阿父的命当上了族长，他以为收我为义子我就会原谅他吗？杨丽因为愤怒而青筋暴起，所以你要报复族长？江婉婉因为害怕，声音有些微微颤抖。报复？杨丽突然安静下来，声音轻得可怕，她抚摸着那些头骨，如同抚摸珍宝。当第100个雌性失踪的消息传开，当人们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他们敬爱的族长，那些曾经歌颂他高尚的嘴脸的人，会露出怎样精彩的表情呢？他的笑声再次响起，在累累白骨间回荡，仿佛来自地狱的回响。江婉婉的胃部一阵痉挛，那些空洞的眼窝仿佛都在注视着他，无声的尖叫。杨丽陶醉地抚摸着那些头骨，声音突然变得轻柔。但你和他们不一样。他转身时，眼中闪烁着病态的光芒。我要让你做我的雌主，我一族之长的雌主。呸！江婉婉猛地将一口唾沫狠狠地啐在杨丽的脸上。杨丽的表情瞬间扭曲，眼中爆起血丝。她粗粝的手掌高高扬起，却在即将落下时猛地停住。呵，她突然神经质地低笑起来，用袖口缓缓擦去脸上的唾液。这么美的脸，打坏了多可惜。杨丽声音骤然转冷，反正等我当上了族长，你会求着当我妻主的。你做梦！江婉婉从齿缝间挤出这几个字。杨丽视若罔闻一般自顾自地说道：饿了吗？我去给你拿吃的，老实点，就能少受点苦。杨丽说完转身出了石室，石门发出沉重的摩擦声，杨丽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你会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江婉婉闭上眼睛，七彩额纹微动，随着一阵空间扭曲的波动，她瞬间消失在原地。来到空间的江婉婉因为双手双脚被绑，艰难地蠕动着被捆绑的身体，麻绳深深勒进皮肉，每动一下都带来钻心的疼痛。她咬紧牙关，用下巴和膝盖配合，终于从腰间摸出了对讲机。星爷，星爷，快来救我！此时的山羊部落，星爷正用蛇尾卷起一个山羊兽人与山羊部落对峙。对讲机突然传来的电流杂音让他浑身一震，金色的树丛骤然收缩，砰！蛇尾立即把山羊兽人狠狠地甩出地面。星爷瞬间化为人形。婉婉，是你吗？你怎么样了？和杀人有什么区别？是我。江婉婉急促的呼吸声透过电波传来。绑架雌性的是杨丽，不是族长。我现在在一个石室里，我不知道这在哪，不过我躲进了空间里。你快问问族长石室的位置，快来救我，我害怕。等我。星爷听到江婉婉说害怕，他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了。他一把拽过身旁一个山羊兽人，眼眶泛红，厉声吼道：快告诉我族长在哪，只要你说，我就不杀你们。山羊兽人挣扎着，眼中充满恐惧。我不知道。星爷正要加重力道，我在这。一道愤怒的声音骤然响起，只见族长快步走来，满脸怒容。快放开他！你这鲁莽小儿，无故伤我这么多族人，究竟所谓何事？星爷此刻哪有心思解释，上前一步，双手紧紧攥着族长的手臂，几乎是吼着说道：你们部落有个叫杨丽的，抓走了我的雌性，把他关在石室里，快告诉我，部落里哪有石室？再晚他可能就有危险了。石室？族长眉头紧锁，思索片刻后突然睁大眼睛，我知道了，快随我来。族长转身朝部落西侧奔去，星爷紧随其后。他们穿过一片密集的石屋，山羊兽人们纷纷避让，惊恐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他们来到部落边缘一处隐蔽的山坡前，族长停下脚步，指向一块看似普通的巨石，后面就是石室，是存放我们祖先尸骨的地方。族长说完就去开石室的暗门，怎么打不开？经过几次尝试，族长还是打不开那扇暗门。星爷二话不说推开族长，变成兽形使劲地撞向石门。星爷的金色树丛闪烁着疯狂的光芒，他用布满倒刺的蛇尾狠狠抽向石门，周身撞得血肉模糊。一次，两次，第三次，伴随着一声巨响，石门有了些许裂纹。星爷忍着疼痛又连续撞击数次，厚重的石门轰然倒塌，扬起一片尘土。婉婉，星爷变回人形，颤抖的声音在空旷的石室中回荡。星爷。此时躲在空间中的江婉婉听到了星爷的呼唤，他心念一动，空气波纹抖动，江婉婉的身影瞬间出现在石室半空。就在他要摔在地上时，一双有力的手臂已经接住了他。江婉婉抬头时正对上那双金色的树丛，他脸上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星爷，他轻唤着，指尖轻触伤口，那伤口处皮肉翻卷，嫣红的鲜血还在不断渗出来，沾染在他的指尖，刺得他心口一紧。回应他的是骤然收紧的拥抱。星爷把脸埋进他肩窝，灼热的吐息烫得他颈侧皮肤发麻。你吓死我了！这是族长踉跄后退了2步，瞪大眼睛看着石壁上的头骨。这是失踪雌性的头骨，是杨丽干的，他想嫁祸给你。
江婉婉说话的声音因为愤恨而发颤。为什么？族长佝偻的身躯顺着石壁滑坐在地，他就是天生的恶魔，任何事都可能是他杀戮理由，我们不能放过他。江婉婉说道。话音未落，星爷单膝跪地，将江婉婉轻轻放在自己的一条腿上，骨刀在指尖翻转，刀锋过处，麻绳应声断裂，露出他手腕上紫红的勒痕。他摩挲着江婉婉的勒痕，眼中蓄满了愤怒。他一想到他的小狐狸被这个杀人的恶魔绑起来，差点有危险，他就恨不得马上把它吞到肚子里。我们走，我马上把他抓来，扒皮抽筋。星爷没有理睬呆愣在原地的族长，抱起江婉婉走出了石室。你是谁？放下他！杨丽这时正好拿着食物返回石室，一看到星爷抱着江婉婉，瞬间暴跳如雷，扯着嗓子怒吼道。此刻他几乎完全忘了自己不过是个等级不高的2阶橙色俄纹兽人，他扭曲的内心已经把江婉婉视作自己的雌主。见此情景，他妒火中烧。杨丽歇斯底里地扔掉食物，额间橙色纹路疯狂闪烁，他瞬间化作一头黑毛山羊，弯曲的羊角泛着寒光，后蹄刨地激起一片尘土。我说放下他！杨丽已然丧失了理智，根本不管星爷手里还抱着江婉婉，发了狂似的，一门心思的冲星爷的方向猛冲。星爷树瞳微眯，冰凉的唇贴近江婉婉耳畔，进空间去。分叉的舌尖不经意擦过他的耳垂。等我叫你。江婉婉乖巧地点点头，眼中满是担忧，不忘叮嘱要小心，他很狡诈的。星爷立马转身，用宽阔的背部挡住杨丽视线，巧妙地遮挡住她的视线，让她瞧不见江婉婉究竟是如何消失的。在江婉婉唰的消失的瞬间，星爷修长的身躯突然暴涨，墨色的鳞片覆满全身，一条3米长的巨蟒昂首而立，啪，蛇尾带着破空声抽在杨丽侧腹，直接将她击飞到石壁上。杨丽咳着血爬起来，惊恐地环顾四周。牙呢？他去哪了？你把他吃了？你也配叫他的名字？星爷吐着猩红的信子，发出嘶嘶的声响，缓缓游到杨丽身边，又是毫不留情的一尾巴抽下。杨丽的肋骨发出清脆的断裂声，杨丽被抽得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像条丧家之犬，一点一点的朝着石室的洞口艰难爬去。羊角在石地上刮出刺耳声响，嘴里还轻声呢喃：牙等我，我可以救你，我有100个头骨，我能救你，等我。星爷瞬间恢复人形，抽出骨刀在指尖翻转出森冷弧度。我说过。星爷一脚踩住杨丽的脊背，刀尖抵住她后心。你不配叫他的名字，假的也不行。刀光闪过，一颗橙色的金核被挑出。就在星爷要给予致命一击时，族长的身影出现在洞口。住手！族长拄着拐杖踉跄跑来，星爷闻声头也没抬，随着咔嚓一声脆响，刀尖精准刺入杨丽眉心。你救他和杀人有什么区别？当骨刀最终贯穿杨丽天灵盖时，星爷贴着对方耳畔轻声道：现在你也尝尝被割下头颅的滋味。星爷手起刀落，割下杨丽的头颅，交给了族长。你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你不适合当族长，另选他人吧。山羊族长神色凝重，缓缓点了点头，双手颤抖着接过杨丽的头颅，一步一步朝着广场走去，背影满是沉重与落寞。那里全族的人还在等着他去交代这场风波的结局。待族长走远，星爷身形微晃，眉头紧皱，强撑着稳住脚步，他低声道：婉婉，出来吧。话音刚落，江婉婉瞬间闪现到他身旁，目光急切地打量着四周，问道：都解决了？都结束了，我们回家。星爷说着，下意识就伸手要打横抱起江婉婉。你受伤了。江婉婉后退半步，伸手抵住他的胸膛。我自己能走，不打紧。星爷固执地揽住他的腰，不容拒绝地将他抱起。等下。江婉婉突然拍了下星爷的肩膀，我得去问问族长有没有见过陆明。星爷的眉毛微微一皱，下意识了一声：啊，对不起，是不是弄疼你了？江婉婉满脸自责，急忙看向星爷的肩膀，眼里满是关切。族长说陆明看你们失踪就回去了。星爷眼神闪烁，心虚的偏过头，不敢直视江婉婉的眼睛。啊，回去了，也是找不到我们。他肯定的回去的，他没事就好。江婉婉长舒一口气，喃喃自语道：星爷收紧手臂，将他往怀里带了带。我们走吧。夜色浓稠如墨，冷风裹挟着山林间独有的草木气息肆意穿梭。喂，你们别把我忘了，这大半夜的我害怕啊！救命啊！被捆绑的桀暴兽人带着哭腔的声音在空旷寂静的山林里来回回荡，惊起几只栖息的飞鸟。回到山洞，星爷整个人歪倒在江婉婉肩头，发烫的额头贴着她冰凉的颈侧，嗓音沙哑的不像话：婉婉，我疼。星爷高大的身躯几乎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灼热的呼吸缠绕在他耳畔。你等我一下。等。
心妍话音未落，头上的支撑骤然一空，惯性让他猛地向右倒去，差点扭到腰。他摸了摸腰侧，望着刚才江婉婉坐过的地方，委屈道：又扔下我。江婉婉一个闪现，直接来到了空间的购物商城页面。他迅速的在购物搜索词条上搜索着红霉素软膏、碘伏，这2样都得有，消毒防感染可少不了，要是伤势发炎还得要消炎药。刚才他好像发烧了，退烧药也得买。他突然顿住，这笨蛋肯定没吃过药。买点糖和桃罐头，桃罐头神会保佑每一个生病的孩子的。江婉婉一边碎碎念，一边麻溜地下单，手指在屏幕上快速点击，不一会儿购物车里就堆满了各类物品。等结算完，看着账户里仅剩不多的余额，他还是忍不住心疼了一秒。不过想到心妍为了自己付出这么多，还受了这么重的伤，江婉婉又觉得这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以后想办法挣回来就是了。想到这里，他迅速的把买的物品整理到空间存储架上，然后退出了空间。当江婉婉再次踏出空间时，石床上的心妍已经陷入昏睡。他伸手探向她的额头，灼热的温度让他指尖一颤，怎么烧得这么厉害？他匆忙取出碘伏和药膏，却在要给他涂药的瞬间怔住了。昏暗的月光下，心妍的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交错纵横的伤口，大的、小的、深的、浅的，没有一处完好。有些深可见骨的伤痕还在渗着血水。他的手指悬在半空，竟有些不敢触碰。江婉婉的手指微微发抖，蘸了药膏，轻轻涂抹在他的伤口上。心妍在昏睡中闷哼一声，眉头紧锁，肌肉本能的绷紧，却又在察觉到他的触碰后慢慢放松下来。江婉婉眼眶发热，眼泪不受控制的砸在他的伤口上，混着血迹晕开一片淡红，低声呢喃：傻子，为了我值得吗？费了好一会儿时间才把药涂完。江婉婉又赶紧把退烧药冲好。江婉婉上前轻轻地喊着他的名字：心妍，心妍，起来喝药了。可无论他怎么喊，心妍都只是紧闭着眼，呼吸沉重，脸颊烧得通红。江婉婉咬了咬唇，盯着手里的药碗，内心一顿挣扎。他最讨厌吃药了，上一世他宁可挨10针也不肯吞一片药，苦味对他来说简直是酷刑。可是他看了一眼心妍惨白的唇色，终于下定决心，仰头含了一口药，俯身捧起他的脸，唇瓣相贴，一点点将药渡了过去。心妍喉头滚动，无意识的吞咽，药汁顺着唇角滑落一滴。江婉婉连忙用指腹擦去，呸呸呸，苦死了，刚喂完心妍。江婉婉就猛地扭过头，连呸好几下，苦得整张脸都皱成一团，手忙脚乱的开了一罐黄桃，连塞好几块进嘴里才缓过来。真是欠了你的，他嘟囔着，又气又心疼。江婉婉看了下四周潮湿的岩壁上凝结着夜露，他想把心妍挪进睡袋里，可试了几次都拖不动。这家伙看着精瘦，肌肉却沉得要命，他累得气喘吁吁，最后只能放弃。他赶忙搬来一堆柴火，拿出火机生起火，火很快升起来了，篝火噼啪作响，映得心妍苍白的脸忽明忽暗。他靠坐在石床边，让心妍的头枕在自己腿上，免得他贴着冰冷的岩石受凉。洞外夜风呜咽，偶尔传来几声野兽的低吼。江婉婉低头看着心妍昏睡的侧脸，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她的发丝，轻声道：快点好起来吧。渐渐的，他的眼皮也开始发沉，最终歪着头靠在他身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篝火渐弱，光影摇曳，而本该昏迷的心妍在黑暗中悄悄勾了勾唇角，沙哑的呓语飘散在火光里，值得。清晨，江婉婉是被一阵清脆的鸟鸣声唤醒的。她迷迷糊糊睁开眼，刚想撑起身子，却猛然发现自己竟躺在睡袋里。心妍，心妍，她一个机灵坐起来，环顾四周，却不见她的踪影。她迅速收拾好睡袋，顺手塞进空间，右闪伸进空间换了套干净衣服。犹豫片刻后，她点开了购物商城，总不能让那家伙一直穿着兽皮吧。江婉婉一想到心妍，嘴角就不受控制的上扬，眼里满是藏不住的笑意。衣服码数她大概187左右，她咬着唇纠结了一会儿，最终果断下单。190的尺码总不会错，鞋她不知道心妍穿多大码，于是给心妍只挑了一套衣服。有人在吗？我可以进来吗？一道怯生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软软糯的。江婉婉心头一紧，连忙拿着给心妍新买的衣服闪出空间。我在。她快步走向洞口，却在看清来人的瞬间愣住了。站在晨光中的是个长着一对小巧羊角的小雌性，她正紧张地绞着手指，粉白的脸颊上浮着2团红晕，连头顶卷曲的绒毛都随着呼吸轻轻颤动。你是？江婉婉把给心妍刚买的衣服放在了石床上，随后转身轻声询问道：我是前族长的女儿，现在接任了族长之位。小雌性雪白的羊角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晕，声音小小的，
这次专程来感谢你们抓住了那个残害雌性的恶魔，要不是你们，族人们至今都不敢迈出洞穴，我阿父也要永远背负骂名了。族长好，族长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江婉婉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脸颊微微发烫。那个蟒蛇大哥他在家吗？山羊小雌性忽然踮起脚尖往洞内不住的张望。江婉婉心头莫名一刺，他不在这3个字脱口出后，他才惊觉自己语气里的声音。那您是他的雌主吗？山羊小雌性小心翼翼地看着江婉婉，琥珀色的眸子闪着期待的光。不是。江婉婉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温木然地摇摇头。真的吗？太好了！小羊族长突然蹦跳起来，蓬松的卷发像蒲公英般炸开。什么太好了？江婉婉狐疑道。我要当他的雌主。少女捧住发烫的脸颊。我阿父说了，他要是做我的受夫，就让他做族长，让一条蛇还是蟒蛇给你们羊当族长。江婉婉对小雌性的想法震惊到了。你喜欢他？他可是蛇啊！江婉婉夸张地比划着。他就像个盖世英雄，拯救了我们。而且蛇兽又不只吃我们阳兽兽人，只要他和我结契，他这辈子都不能吃羊了，还能保护我们多好。对哦，江婉婉都快忘了他阿父说过，结契后雄性兽人就再也吃不了雌主属性的动物或者兽人了，否则会自爆身亡。而且雌性兽人如果主动解气，雄性兽人会死，而雄性兽人主动解气，还是雄性兽人死。江婉婉想了想，这个兽氏真是对雄性不太公平啊。你会对他好吗？一辈子不欺负他，不解气。江婉婉很害怕把心妍交给他，他会变得不幸。但是跟着自己回家的路还很长，前面会遇到很多危险不说，后面还有飞龙木川的抓捕。虽说木川不会对自己怎么样，但是心妍呢？心妍是蛇打不过龙吧？心妍还会为了我受多少伤呢？我不能太自私啊。眼前这个软软糯糯的小羊雌性好像脾气很好的样子，跟着他心妍就能安定下来了吧？可是他昨天打伤了那么多山羊兽人，他们真的会接受他吗？想到这里，江婉婉赶忙问道，你们昨天受伤的山羊兽人多吗？蟒蛇大哥下手有点重，好在没有人员死亡。你在外面等我一下。心妍说让我带着药帮你们治疗一下伤势，我拿上药，我们一起去。真的吗？蟒蛇大哥人真好。山羊小雌性一蹦一跳的乖乖的去门口等着了，望着那山羊小雌性单纯天真的背影，江婉婉无奈的摇了摇头，这小雌性怕不是个恋爱脑吧？心妍都把他族人打成那样了，他还一个劲儿夸人好呢。不过这么一来，心妍以后倒是不用吃苦受罪了。确认山羊小雌性走远后，江婉婉闪身进入空间，她咬咬牙，把最后几百块积蓄全换成了药品，就当是我报答你的吧，希望你以后能幸福。她将沉甸甸的药包裹进心妍最大的兽皮里，走出山洞时扬起笑脸，我们走吧。没多会儿，江婉婉与山羊小雌性便抵达了山羊部落。眼前的景象让江婉婉心头猛地一揪，部落里一片狼藉，族长把受伤的人集中到了一起，有的兽人正发着高烧，满脸通红，意识都有些模糊，嘴里时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还有的浑身是伤，在石床上痛苦的打滚，鲜血从伤口处不断渗出。江婉婉赶紧叫来几个没受伤的山羊兽人，大家看我的方法，这样把药用水冲开，白色的喂给发烧的，粉色有草莓味的喂给身上有伤的，还有这些白色的药膏的抹在伤口上的，大家行动起来吧。众人立刻听从江婉婉的指挥，有条不紊地展开救治工作。一时间部落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打水的，喂药的，涂抹药膏的，所有人都齐心协力，争分夺秒地拯救着受伤的族人。没过多久，奇迹发生了，原本高烧不退的兽人体温逐渐降了下来，脸上也恢复了些许血色，身上流血的伤口也在药膏的作用下慢慢止住了血。真是太感谢了，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面对围上来道谢的众人，江婉婉连忙摆手，大家不用谢我。他故意提高音量，这些药呢，都是罕见的秘药，是蟒蛇心妍他让我来救治大家的，如果不是他，这些药我是万万不能拿出来的。他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他让我转达歉意，为了抓捕凶手，手段过激了些，希望大家能早日康复。江婉婉尽可能的在帮心妍说好话，恐怕他嫁过来会受排挤过不好。前族长看这些药这么快就见效，浑浊的双眼突然亮了起来，枯瘦的手指紧紧攥住江婉婉的衣袖，这些神药可否卖些给我们？卖？江婉婉指尖轻点下巴，突然眼睛一亮，当然可以，大家有什么值钱的物件都可以拿来交换，若是日后想要赎回，带着等价物品来找我就行。话音刚落，一位鬓角斑白的大娘就挤开人群，怀里紧紧抱着一张完整的虎皮。姑娘，你看这个行不行？江婉婉接过虎皮，指尖传来的触感让她暗暗吃惊，这虎皮纹理清晰，毛色油亮顺滑，一看就知道是难得的好货。端详片刻后，江婉婉抬起头对着众人说道，借我一个山洞，我得鉴定一下这兽皮的价值。
每个想要换东西的都可以去山洞门口排队。不仅是啊，各种稀罕的吃食，今天我带了不少。说着，他还掂了掂手中装着各种物资的猎狗兽皮包袱，示意大家放心。进到山洞后，江婉婉迅速进入空间，径直来到蓝色兑换区。他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将老虎兽皮轻轻放了上去，几乎是瞬间，兑换区的屏幕上就清晰地显示出10万元整的字样。我的天啊，我发了！江婉婉忍不住惊呼出声，兴奋的一蹦3尺高，眼中闪烁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和喜悦。喜悦过后，他突然想起什么，咬着嘴唇喃喃道：不能亏待大娘，不然新年以后在部落难做人。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愣住了。什么时候开始，他竟然把新年的处境看得比赚钱还重要？思忖片刻后，江婉婉来到购物商城，精心挑选了价值2000块的药，又搭配了一些开袋即食的零食。他原本想给大娘拿几包螺蛳粉，可转念一想，大娘他们既不会用火煮，闻到味道他们也不会吃的。准备妥当后，江婉婉走出山洞，来到门口，将东西一一交到大娘手中。她耐心细致地交代着每件东西的用途和吃法。大娘听得十分认真，不时点头表示明白。旁边围观的人看着大娘换到这么多好东西，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然而山羊兽人向来是吃素的，根本不具备抓捕老虎这类肉食兽人的能力。整个部落里也就只有大娘的兽夫是狮子兽人，所以只有大娘能拿出这么珍贵的虎皮兽皮。江婉婉敏锐地捕捉到商机，立即提高声音：各位不用着急啊，现在没有东西换不要紧，等以后有值钱的东西了，照样可以找我换。我呢叫牙牙，我在兽人大陆开了家移动的牙牙当铺，只要是有价值的物品都能来换秘药和珍稀食物，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多给我广泛宣传一下。说完，江婉婉看大家没什么换的了，拿着新年的空的猎狗兽皮袋子来到小雌性族长面前，郑重地说道：这个帮我交给他，告诉他我回家了，还有谢谢他。小雌性族长接过兽皮，轻轻点了点头。江婉婉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好在她有空间，东西都放在空间里，不用背着扛着，想用的时候又可以随时拿出来用。白天就当游山玩水了，晚上在空间里睡一宿就行，有危险也能躲在空间里苟着。但是成熟期过后7天就是发情期了，江婉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不去找雄性兽人贴贴，毕竟她曾经是人类，她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江婉婉走到一条小溪边，蹲下身捧起清凉的溪水洗了洗脸，水珠顺着她白皙的脸颊滑落。江婉婉俯身看着水中的倒影，捧着脸自恋道：我的天啊，看看这是谁啊，我长得也太好看了吧。正当她对着倒影挤眉弄眼时，平静的水面突然哗啦破开，漫天水花中，一个蓝发少年从水里钻了出来，飞溅的水珠在阳光下化作无数碎钻，纷纷扬扬洒落在江婉婉惊愕的脸上。江婉婉被眼前少年的容貌惊到了，蓝发少年发丝如海藻般在水中舒展，蓝色的眼睛，他的耳廓是2片半透明的鳍，要不是赤裸着上身和突出的喉结，他都要分不清他到底是雌性还是雄性了。好美！江婉婉忍不住惊呼出声。是美人鱼！江婉婉不由得睁大了眼睛。她知道兽世有龙的时候已经是很惊讶了，但是她的阿父居然没说过还有美人鱼啊！兴许是受到上一世地球上关于美人鱼传说的影响，江婉婉这会儿瞧见美人鱼，比当初见到龙还要兴奋，一颗心在胸腔里砰砰狂跳。少年似乎被江婉婉直白的目光看得有些羞赧，耳鳍泛起淡淡的粉色，他稍稍后退了些，却又忍不住再次偷瞄江婉婉的容颜，蓝色的眼眸里盛满了不加掩饰的惊艳。姐姐，你也很美。蓝发少年声音轻得像拂过水面的风，耳鳍泛起淡淡的粉色，他鼓起勇气向前游了几寸，水波在他胸前荡漾出细碎的荧光。那我就不和你谦虚了。江婉婉双手捧脸，笑得眉眼弯弯，毕竟这是事实嘛。他突然歪头凑近水面，不过你为什么叫我姐姐？说不定我比你还小呢。姐姐，我才刚刚化形。少年突然向前探身，鼻尖轻耸，淡蓝色的睫毛在阳光下几乎透明。而姐姐，你成熟期过了，马上到发情期了，化形比我早，肯定比我大啊。但是你怎么是一个人呢？还没找到兽夫吗？不急不急。江婉婉随手撩起一捧水洒向空中，水珠如碎钻般落下。要过一辈子的人，当然得真心相爱才行，没有感情的契约，我才不要呢。不爱就不结吗？少年震惊的连耳鳍都竖了起来，这个观念显然颠覆了他的认知。不爱就不结，可是发情期怎么办呢？区发情期我可以挺过去的。江婉婉就不信了，她曾经可是人类啊，上辈子单身那么久，母胎单身到死也没怎么样啊。好了，我该赶路了，很高兴认识你，小美人鱼。江婉婉朝少年挥了挥手告别，转身就要离开。等等，少年急切地跃出水面，就在他脱离海水的瞬间，那条泛着灵光的蓝色鱼尾
开始变化，鳞片褪去，尾鳍分裂，转眼间就化作了修长的双腿。啊！江婉婉猛地捂住眼睛，脸颊瞬间烧得通红。即便在这个兽人世界生活了这么久，她还是无法习惯化形时那毫无遮掩的场面。别动！她慌乱的转身，几乎是落荒而逃的冲到最近的树下，手忙脚乱的扯下一片宽大的树叶。给你，快遮住！她伸长手臂，死死闭着眼睛将树叶往后递。遮住？为什么？少年困惑的歪着头，不仅没有接过树叶，反而向前迈了一步。水珠顺着他蓝色湿漉漉的发梢滴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你臭不要脸，离我远一点！江婉婉的声音都变了调。她由于害怕，瞬间苟进了空间，只留下一片打着旋儿飘落的大树叶。在江婉婉躲进空间苟着的时候，星妍刚打完猎回来。婉婉！星妍走进山洞，喊了好几声江婉婉的名字，可却无人应答。她的眉头微微皱起，深邃的眼眸里闪过一丝疑惑，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目光急切地在山洞里搜寻着江婉婉的身影。当他的视线落在石床上那套崭新的衣服时，脸上的疑惑瞬间被惊喜所取代。星妍冷峻的眉眼瞬间柔和下来，指尖轻轻抚过衣料，嘴角不自觉扬起。给我的。他笨拙地研究半天才穿好衣服，看着衣服，星妍心里美滋滋的。和婉婉一样奇怪的衣服，是不是就说明婉婉接受我了？婉婉出来了，我打到了扁嘴兽。星妍以为江婉婉躲进了空间，赶紧对着空气喊道。他知道江婉婉喜欢吃烤熟的肉，但是烤熟的肉吃起来一般都是塞牙比较柴。他听说500里外的山头有扁嘴兽，肉质肥嫩，如果烤熟了会特别多汁好吃。他天没亮就出发了，临走时本想告诉他，可看他睡得香甜，终究没忍心打扰。婉婉，他又喊了几声，洞内依旧寂静。这时山羊族的小雌性抱着兽皮蹦蹦跳跳的闯了进来，一见星妍，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蟒蛇大哥，你回来了。你是？星妍皱着眉头问道。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雌主了。山羊小雌性歪着头，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一双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星妍。在兽世，雌性地位尊崇，只要雌性有意，不用管雄性愿不愿，就可以结契。当然，在兽世雄多雌少，哪里会有不愿意的雄性呢？滚出去！星妍眼神骤冷，一会我雌性回来了，他该生气了。星妍皱着眉，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哪有什么雌性？小雌性急得跺脚，指着他的手臂。你连结契印记都没有，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结。星妍语气坚决。你说的是那个开牙牙当铺的牙牙姐吗？星妍瞳孔一缩，牙牙正是江婉婉骗杨丽时用的假名。他猛地逼近。你见过他？山羊小雌性拿出星妍的兽皮递给他。他说他走了，回家了，还让我好好照顾你，还让我保证不会和你解气。星妍一把夺过兽皮，他指尖发颤，声音沙哑。他走了。小雌性伸手想拉他。你放心吧，我会对你好的，今天我就住这了。星妍侧身一闪，轻松躲开了他的触碰，冷冷说道。你愿意住就住，住多久都无妨，这个山洞我不要了。说罢，他将猎到的扁嘴兽一股脑塞进兽皮袋，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风在耳边呼啸，他疯狂嗅着空气中残留的那一丝甜香，朝着森林深处狂奔。不能停，绝对不能停。星妍走后，山羊小雌性像是被抽去了所有力气，一屁股重重地跌坐在石床上，泪水决堤般汹涌而出。毕竟在兽世很少有雌性被拒绝，他没有想过会被星妍拒绝。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我不够好吗？为什么不要我？哭了好一会儿，他抽抽搭搭地缓过神来，心中暗自宽慰自己，没关系的，牙牙姐有牙牙姐的好，蟒蛇大哥不是不喜欢我，而是太喜欢牙牙姐了。他深吸几口气，努力着平复着内心的情绪，然后迈着略显沉重的步伐朝着山羊部落走去。刚到部落门口，他便瞧见山羊部落的广场上人头攒动，气氛剑拔弩张。只见飞龙木川的龙鳞在阳光下泛着冷光，他每前进一步，围拢的山羊兽人们就后退一圈。最后一次机会，木川的声音像淬了冰，龙族的威压让周围的空气都凝滞了几分。交出江婉婉！呸！一个断脚的老山羊兽人吐了口唾沫。牙牙姑娘治好了我们部落的族人，帮我们抓住了凶手，我们是不会出卖他的。陆明见状赶紧冲上前来，一把按住了木川的手臂，摇了摇头。山羊小雌性迅速地拨开骚动的人群，快步地跑了进去。发生什么事了？族长，他们两个要找牙牙。旁边的族人赶忙上前解释道。你们找牙牙姐？山羊小雌性微微抬起下巴，目光直视那位气势逼人的飞龙族男子。木川龙翼微展，脸上闪过一丝不耐。我是飞龙族木川，他的受夫。山羊部落既接到飞龙令，为何隐瞒不报？空气瞬间凝固，山羊小雌性感到后背渗出一层冷汗。
却仍挺直腰板，拿出了一族之长的气势。你好。首先飞龙令里说的是七彩灵狐江婉婉，不是开牙牙当铺的牙牙姐。其次，就算我知情，我也不会告诉你，他是我的朋友，他帮助了山羊部落，就算你要屠我全族，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是想吃我吗？就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陆明赶忙出来劝和，比划了几下，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的意思。原来江婉婉和绵绵失踪后，陆明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他还不会说话，他只好跑到飞龙部落找飞龙木川帮忙。在这片广袤的兽人大陆上，飞龙族实力超凡，神通广大，几乎没有他们找不到的人。陆明此刻满心都是江婉婉的安危，在他心里，宁可江婉婉和飞龙木川结气，也实在不愿他遭遇任何性命之忧。小美，一道苍老的声音打破了僵局。前族长拄着古杖缓步走来，目光慈爱地看向陆明，孩子，你又回来了。陆明急切地点头，手指在胸前快速比划。上次你也失踪了，我还以为你也遇害了。前族长微微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接着又问道，是你去找的飞龙族的人？陆明再次用力点头。牙牙在前天就走了，说要回家，你们走快点，兴许还能赶上。前族长说道。木川听完没做停留，立刻转身展开双翼就往江婉婉家的方向飞走了。陆明鞠躬感谢过前族长后，也匆忙地踏上寻找江婉婉的路途。阿父，小美急得直跺脚，你怎么能告诉他们牙牙姐会有危险的？前族长神色温和，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不紧不慢地开口，不会的，我看得真切，他们对牙牙的爱慕皆是出自真心，你就别再插手了。说完，前族长心满意足地点点头，脸上笑意更浓，带着几分追忆，缓缓转身离开，嘴里喃喃自语，年轻真好啊。老大，该回去了。闭嘴！蓝发少年挥了挥手，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江婉婉被困在空间里，将这两人的对话听得真切，心里不禁感叹，人鱼族这么能生呢，还老大呢，家里肯定有老三、老四、老五，这家里人都喊你回去了，还不走，真够固执的了。你不走，我怎么出去？这破空间还不让我在里面吃东西，真是烦死了。算了，还是早点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越想越气的江婉婉对着空气狠狠挥了2拳，以此宣泄自己满心的不满。平复好心情后，江婉婉打开购物商城页面，大手一挥，给自己购置了一张宽敞的双人床，配套的床垫、被子、枕头，还有精致的4件套，一股脑都安置在了空间里。她已经很久没睡过床了，刚把床铺好，江婉婉就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把整个人深深埋进那软绵绵的被子里，忍不住呢喃，太舒服了，有钱真好，终于不用再睡那破睡袋了。一夜好眠，江婉婉睡得十分香甜，连梦都没做一个。清晨，她悠悠转醒，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而后直直地坐在床上，有那么2秒，眼神里满是茫然，呆愣愣地打量着四周，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哦，对哦，我在空间里呢。咕噜，肚子发出一声响亮的抗议。江婉婉摸了摸肚子，撇了撇嘴，满脸的怨念，要不是那小子不肯走，我也不至于连晚饭都没吃成。江婉婉一边嘟囔着，一边气鼓鼓地穿上鞋子下了床。江婉婉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声音，除了鸟叫声和小溪的水声，其他什么声音也没有。确定外面没人后，她这才放下心来，哼着小曲儿走向田间，精心挑选了一个个头最大的榴莲，又跑去商城下单买了一瓶可乐，还有一块顶级的三文鱼鱼腩，嘴里还念念有词，你这条臭鱼，害我饿了一整夜的肚子，我现在就要吃掉你，好好发泄一下，咬死你。江婉婉快速地换好衣服，双手捧着榴莲，把三文鱼放在了榴莲上，眨眼间一个闪现，便来到了空间之外。他又从空间里拿出一张格子野餐垫铺开，将榴莲和三文鱼整齐摆放好，盘腿坐下准备大快朵颐。他夹起一片晶莹剔透的三文鱼腩送入口中，满足地眯起眼睛，这油脂，这口感，软糯香甜。吃什么呢？一道清冷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嗨嗨，江婉婉吓得浑身一颤，嘴里的鱼肉瞬间卡在喉咙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鱼，姐姐吃的是鱼。蓝发少年受伤似的看着江婉婉，那个，你听我狡辩啊，不是，你听我解释。江婉婉终于把卡在喉咙里的鱼肉咽了下去。好，那你说吧。蓝发少年就那样委屈的看着他，因为姐姐饿了，又没有别的吃的。江婉婉把三文鱼往旁边推了推，把榴莲拿了过来。那这样，我不吃了，我吃这个，总强了吧？江婉婉双手发力，使出浑身解数，费了好大劲才把榴莲掰开，拿起一块果肉塞进嘴里，含糊不清的问，你要不要来一块？少年轻轻点了点头，伸手拿起一块榴莲，毫不犹豫地咬了一口。刹那间，他整个人顿时愣在了那里，眼睛里瞬间泛起了泪花。好臭，姐姐在吃什么？这个东西怎么和屎一个味？姐姐为了我宁可吃屎也不吃鱼肉了，她对我可真好啊。江婉婉瞧着
他那扭曲的表情，小心翼翼地问：“是，吃不惯。”蓝发少年神情呆滞，机械地摇了摇头。约少年再也忍不住，弯下腰，止不住地干呕起来。你还好吗？江婉婉慌了神，手忙脚乱地拿起一瓶可乐，迅速拧开瓶盖，递到少年面前。蓝发少年想都没想，接过可乐猛灌一口，结果噗的一声全喷了出来，大声叫嚷道：“辣，好辣嘴！你没事吧？”江婉婉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停地拍着他的背。蓝发少年冲到小溪边漱了漱口才缓解，然后泪眼汪汪地看着江婉婉：“姐姐是饿了，想吃我才给我的毒药吗？我中毒了，姐姐就不能吃了。毒药吃你？”江婉婉满脑子问号，皱着眉看着这个脑回路清奇的鲛人少年：“你这脑袋瓜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像哄小孩似的轻拍少年后背：“放心了，姐姐只吃三文鱼，其他鱼吗？”他故意做了个嫌弃的表情：“刺太多，硌嗓子。”刺多。少年突然垂下头，声音闷闷的：“所以姐姐是嫌弃我吗？”江婉婉顿时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喂，你这孩子到底有没有在听人说话？他气得脸颊绯红，他决定不再理他，赶紧去收野餐店。我得走了，照这个速度耽搁下去，怕是2年都到不了家。你要独自回家？少年突然抓住他的手腕：“马上就到你的发情期了，独自一个人太危险，让我送你好不好？”江婉婉眯起眼睛，突然凑近少年：“哦，那你呢？”他的指尖轻轻点在少年胸口：“你对我来说就不危险了，而且你也到发情期了，该去找雌性节气了，不要跟着我，会很危险。”江婉婉板着脸说完，果断转身离去。江婉婉走着走着，便隐隐约约听到身后传来细微动静，他猛地回头，什么都没有。他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他加快了脚步，还时不时警惕地回头张望。沙沙沙沙，见鬼了！他嘀咕着加快脚步，结果一脚踩在原石上，啊呀！一道蓝色残影闪过，他稳稳落入一个带着海盐清香的怀抱。江婉婉惊魂未定，抬头定睛一看，居然又是那个蓝发鲛人少年。我不是说了别跟着我吗？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你这当老大的要是走了，他们可怎么办？难不成等着饿死？江婉婉微微皱眉，苦口婆心地劝着：“老大，弟弟妹妹。”蓝发少年诧异地看着江婉婉：“姐姐怕不是误会了吧？他堂堂人鱼族的老大，在他这成家里的长兄了，有意思。”蓝发少年嘴角微不可察地笑了一下：“姐姐说的对。”少年突然戏精上身，眼眶说红就红。正因为我是长子，阿母要把我卖给隔壁蜥蜴族的雌性。他拽着江婉婉的衣袖发抖：“姐姐我害怕，你带我走吧。”正当蓝发少年拼命卖惨的时候，后面突然有人大喊：“老大，你要去哪儿？赶紧回来！姐姐，他们来抓我了，姐姐救我，我害怕。”蓝发少年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可怜兮兮地看着江婉婉：“该死，快跟我走！”江婉婉低声怒骂着一声：“我这算不算拐卖儿童啊？”“姐姐，我成年了。”蓝发少年狡黠的一笑。江婉婉拽着蓝发少年一路狂奔，直到夕阳西斜，暮色沉沉，才在一个长满荒草的山洞前停下。他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发丝被汗水粘在通红的脸颊上。呼，应该甩掉了吧？他抬头看了眼天色，今晚就在这凑合凑合吧，我跑不动了。谢谢姐姐救我。蓝湛微微低头，眼里满是感激。不用总姐姐，姐姐的叫我叫江婉婉，叫我婉婉就行。哦，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江婉婉缓过神来，目光落在蓝发少年的身上。我叫蓝湛，好好听的名字啊，不像北初，他以前叫土豆，要不是我给他改名，他得土一辈子。江婉婉说着说着，思绪就飘远了，他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北初的模样。算起来，都快1年没见了，打从江婉婉出生起，他就没和北初分开过这么久，心中不免泛起一阵酸涩。土豆，蓝湛的声音陡然降温：“是姐姐喜欢的人？算是吧。”江婉婉微微一怔，陷入了往昔的回忆，嘴角不自觉的上扬，带着点温柔的弧度。蓝湛听了，悄悄握紧了拳头，指甲都快嵌进掌心，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除掉这个叫土豆的，姐姐只能是他一个人的。姐姐，你饿吗？蓝湛深吸一口气，赶忙出声，打断了江婉婉的沉思，声音又恢复了乖巧。跑了一天，肚子早咕咕叫了。江婉婉回过神，点点头，摸了摸肚子。姐姐要吃什么？我去给你抓来。蓝湛摆出一副万事有他的模样。什么都行，不过一定要是熟的。江婉婉强调道。熟的？姐姐早上吃鱼的时候不还是生的吗？难道鱼对你来说很特别？蓝湛一脸狡黠的说道。你最特别了，快去吧。江婉婉对于蓝湛的鸡同鸭讲已经习惯免疫了。暮色四合，山风渐起，江婉婉望着天边最后一缕霞光消散，忍不住叹了口气。她本就是个泥菩萨过江的处境，偏偏还看不得这人间疾苦，这下可好，捡了个活祖宗回来。我的席梦思啊，
他小声哀悼着空间里那张柔软的大床，现在只能跟破山洞的草垛相亲相爱了。更糟的是，以那小子奇怪的脑回路，待会儿指不定会拖回什么食材来。突然外面传来哗啦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树木倒地的动静。江婉婉一个机灵站起来，脑中闪过无数和可怕画面，他该不会去招惹什么大型兽人吧？这个白痴！他咬牙切齿的直跺脚。远处又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惊起满山飞鸟。江婉婉脸色瞬间白了，他可是个雌性，根本没武力值得战五渣，别说救人了，怕是连当炮灰都不够格。要是那小子真招惹了大型兽人成了晚餐，他这一天岂不是白忙活了？江婉婉正犹豫要不要出去寻人时，树林里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江婉婉赶紧屏住呼吸，慢慢后退到山洞墙边，从空间里拿出防狼喷雾当武器。只见山洞口迅速的进来一个人，还没等江婉婉看清是谁，一个高大的身影迅速闪到她身后，用手臂瞬间环住她的腰肢，将她牢牢禁锢在怀中。谁？放开我！江婉婉惊恐的挣扎，右手迅速拿着防狼喷雾对准了身后的人，可对方似乎对她的动作了如指掌，一下子把她的双手死死的摁在了胸前。放开我！你个变态！蓝湛，救我！江婉婉现在根本无法自救，只有寄托于同样是战五渣的小美人鱼蓝湛了。蓝湛，这是有心人了。星颜挑眉凑近江婉婉，轻吐气息在她的耳畔。江婉婉听到声音微微愣着，星颜，听说你把我送人了？星颜的声音陡然转冷，双手猛地用力，将她整个人搬转过来面对自己。四目相对的瞬间，江婉婉看到他眼中燃烧着的熊熊怒火，怒火中还夹杂着深深的委屈。星颜，江婉婉眼眶瞬间红了，鼻子一酸，扑到他的怀里哭了起来。星颜无奈的轻叹了一口气，他看了一眼怀中的江婉婉，眸中情绪翻滚，最终控制不住自己按住江婉婉的后脑勺，狠狠地吻了下去。他的吻带着试探和无尽的渴望，他小心翼翼地在确认他的心意。江婉婉倏地睁大双眼，纤长的睫毛剧烈颤抖着，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回荡：我的初吻就这么没了。这个吻来得太过迅猛，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雨，打得他晕头转向，大脑瞬间陷入一片空白。他的手脚像是被定住了一般，完全不受控制，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然而随着心跳逐渐失控，一种奇妙的感觉悄然在心底蔓延开来，他的耳根微微泛红，竟觉得这种感觉好像还不赖。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放开他！蓝湛不知何时已站在洞口，那双总是含笑的蓝色眼睛此刻凝结着寒霜，他的手里此刻正紧握着一柄泛着幽光的匕首。星颜只是冷冷地斜睨了蓝湛一眼，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故意加重了唇上的力道，惩罚性地轻咬了一下江婉婉的下唇，直到听见她吃痛的抽泣声，这才意犹未尽地松开钳制。江婉婉如梦初醒般颤抖着睫毛，脸颊瞬间烧得通红，她慌乱地用手抵住星颜的胸膛，想要推开，却被他反手扣住手腕，一把将人拽到身后，拇指意犹未尽地擦过自己湿润的唇角。他眯起眼睛打量着眼前的人鱼少年，声音低沉：你就是那个蓝湛？蓝湛没有回答，他的瞳孔剧烈微缩，眼中涌动着隐忍的火焰。我说了，放开他！人鱼的声音里带着高频震颤，洞壁上的碎石簌簌落下。星颜嗤笑一声，非但不松手，反而将江婉婉一把搂在了怀里。他挑衅般的扬起下巴，金眸中闪烁着危险的寒光：不放，你又能怎样？死！蓝湛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低沉，仿佛来自地狱的声音。他缓缓抬起手中的匕首，刃尖泛起诡异的蓝光。江婉婉这才从迷乱中清醒过来，慌忙从星颜怀里挣扎出来。蓝湛，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怎样？蓝湛的目光落在他红肿的唇上，眼中闪过一丝痛楚。他强迫你？我……江婉婉语塞，羞赧的低下头。他该怎么解释？说他是自愿的，说他其实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星颜冷笑一声，故意用拇指擦过江婉婉的唇瓣。我们的事轮不到外人插手。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息，蓝湛的手指关节因握刀过茧发白，眼中翻涌着江婉婉从未见过的暗流。和他抢雌性的人还没出现呢，他是不允许有人把江婉婉抢走的。此刻他周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我胃疼，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你们俩别再吵了，天大的事儿，等我吃饱了再说，行不行？江婉婉假装胃疼，捂着肚子赶紧蹲坐在地上。他是真怕这两人再这么对峙下去，真得打起来。星颜听到江婉婉饿了，立马不再理蓝湛，赶紧拿出绶带里的扁嘴兽。你个小没良心的，我跑了那么远去给你抓扁嘴兽，你转身就给我卖了。什么扁嘴兽啊？姐姐喜欢吃鱼，你连这都不知道，一点都不懂姐姐。不卖你卖谁？蓝湛在一旁阴阳怪气的搭腔，那故意拱火的劲儿就差没写在脸上。
哟，吵！江婉婉扶额的看着他俩，再多嘴，一会我就给你卖了。星爷斜睨着蓝湛，周身散发着恐怖的威压，他就是差点被他阿母卖了，才跟着我跑出来的。你可别总把卖自挂嘴边了。江婉婉凑到星爷身边，声音压得极低，生怕蓝湛听见，一脸小心翼翼地解释着。话音未落，蓝湛突然扑进江婉婉怀里，还紧紧拽着她的衣角，他浑身发抖着小声说道：姐姐，我害怕，不要卖我。可埋在江婉婉肩头的嘴角分明勾起狡黠的弧度。江婉婉下意识地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温声安慰：别怕别怕，有姐姐在，没人能卖得了你。江婉婉，星爷实在看不下去蓝湛这副假惺惺的模样，伸手就要把他从江婉婉怀里扯开，谁知道江婉婉反应快，抬手就把星爷的手给拍掉了。别这样，他本来就受过惊吓，你这么一来该吓到他了。江婉婉一脸嗔怪，眉头轻皱，满眼都是对蓝湛的关心。星爷被拍了一下，心里那叫一个不爽，他沉着脸看着蓝湛额头上显眼的紫色额纹，最高见人鱼，搁这儿跟我扮猪吃老虎是吧？看我以后不好好收拾你。这不是西方吗？差不多得了，没听见婉婉胃疼吗？星爷双臂环胸，眉头紧锁地盯着蓝湛。蓝湛撇撇嘴，这才不情不愿地起身，我去找些枯树枝。江婉婉撑着石壁想要站起来，跟他在一起这些天，他就这么照顾你的。星爷挑眉瞥了眼蓝湛，不由分说的将江婉婉打横抱起，轻轻放在铺着兽皮的岩石上，用手轻轻地拂过她额前的碎发。你误会了，星爷，我们昨天才认识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江婉婉赶紧解释道。哦，不是那样。星爷突然逼近，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的。那你说说，我们之间是不是那样的？他低沉地说道，喉头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江婉婉看着近在咫尺的星爷，脸上瞬间泛起红晕，害羞地别过头去，催促道：快去捡树枝吧，你说绕口令呢？喂，小子！星爷转头时，蛇鳞瞬间附上脖梗，泛出幽蓝的光。跟我去捡树枝。蓝湛一听，立马往江婉婉身后躲，声音带着几分撒娇与委屈：姐姐，我不去，我害怕。他可不能去，他还想着等蟒蛇兽人不在，跟江婉婉增进感情呢。星爷，你别老吓他了，他胆子很小的，把你的鳞片收一收。江婉婉嗔怪道。星爷闻言，脖梗上泛着冷光的鳞片缓缓隐去，但他仍居高临下的睨着蓝湛，唇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行，你要是不去，我就和婉婉两个人去，没准捡着捡着就不回来了。蓝湛攥紧拳头，指节发白，最终还是咬牙切齿的站起身，走就走。洞外月色清冷，树影婆娑，两人起初只是沉默的捡拾枯枝，空气中弥漫着无形的敌意。离他远点。星爷突然开口，嗓音低沉而危险，我不管你是不是最高阶的人鱼，再敢靠近他，小心我把你晒成咸鱼。咸鱼！蓝湛冷笑一声，眸中寒光乍现，周身隐隐泛起水雾。你个臭蟒蛇也太自信了吧，我堂堂人鱼族首领能怕你？呵，在我面前说大话，在婉婉面前倒是装得楚楚可怜。星爷讥讽地扫了他一眼，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根枯枝，他在考虑要不要直接折断他的脖子。招数不怕烂，好用就行。蓝湛阴沉着脸，声音压得极低。婉婉的发情期快到了，他选谁还不一定呢，昨天才认识就妄想当他的受夫。星爷眯起眼，舌头收缩成细线，你根本不了解他。我了解。蓝湛猛地抬头，眼底翻涌着执念，不爱就不结。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所以我一定会让他爱上我。星爷盯着他，沉默良久，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怎么才能甩掉这个难缠的家伙。回到山洞，星爷手脚麻利，3两下便架起木柴，又熟忍地搭好了烤架。婉婉，点火吧。他转头看向江婉婉，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温柔。江婉婉一动念力，火机就出现在了手里，随着咔嚓一声轻响，橘红的火苗欢快地舔舐着柴堆，将山洞照得通明。火，姐姐，你能召唤火？蓝湛猛地直起身子，海蓝色的瞳孔因震惊而微微收缩。这个神秘的小雌性又一次颠覆了他的认知。没见过世面，星爷轻哼一声，手中动作不停，然后他按照江婉婉上次的手法，把肥硕的扁嘴兽牢牢捆在架子上。星爷，我要进空间买点盐和烧烤料。江婉婉压低声音悄悄说完，还特意瞧了瞧不远处的蓝湛。星爷秒懂他的意思，转头对着蓝湛喊道：蓝湛，出去再拿一摞树枝来。蓝湛心里纵使有万般不乐意，可江婉婉在场，他又不好发作，只能憋着一肚子气，默默转身出去拿树枝。江婉婉见蓝湛出了山洞，立马闪身进了空间，购置了盐、烧烤调料，甚至还拿了几瓶啤酒，随后迅速退出空间，和星爷默契对视，相视而笑。蓝湛进来时正好瞧见这一幕，心里猛地泛起一阵刺痛，像是被针扎了一般。
火焰噼里啪啦的燃烧着，暖橙色的火光跳跃闪烁，映照出星颜冷峻帅气的侧脸，也将蓝湛站在阴影处那晦暗不明、满是复杂情绪的眼神隐匿其中。没过多久，烤肉的香气弥漫开来，扁嘴兽烤好了。星颜细心的给江婉婉掰下一个扁嘴兽的大腿，大腿上滋滋冒着油光，江婉婉眼睛瞬间亮得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迫不及待咬上一口。好久都没吃到这么美味的烤肉了，再加上调料的独特风味，简直堪称人间美味。江婉婉吃的那叫一个陶醉，脑袋不自觉地晃来晃去。蓝湛，你过来尝尝。江婉婉嘴里含糊不清的招呼蓝湛过来吃。星颜见状，随手把扁嘴兽的头递了过去。你吃这个。星颜，不要这样。江婉婉微微皱眉，轻声责备道。星颜一脸不情愿，又掰下一个扁嘴兽的翅膀递给他。腿是给婉婉留的，你爱吃不吃？蓝湛面色冷峻，伸手接过，咬了一口，刹那间瞳孔瞬间变成了爱心形状。姐姐，你怎么想到把食物做熟来吃的？这也太好吃了吧。当然好吃，我可是走了5天抓回来的，回到山洞人还没了。星颜轻声抱怨着。星颜，我想你跟着我太危险了，你跟我认识这么多天，除了受伤就是受伤，我不能再连累你了。而且山羊小慈心特别好，他保证了会对你好的，而且部落里受伤的人我都是以你的名义治疗好了才走的。江婉婉越说声音越小，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那你人还怪好的呢，连下家都帮我找好了。星颜苦笑着，笑容里满是无奈与酸涩。对不起。江婉婉嘴里塞着肉，含糊不清地道着歉。即便如此，手里的肉也没停下，吃的那叫一个香。要不是我回来及时，而且天没下雨，我就永远找不到你了。星颜深情地看着江婉婉。对了，你往南走是要去干啊？什么？南不是西方吗？江婉婉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嘴里的肉也忘了嚼，目瞪口呆地看着星颜。怪不得阿父从来没提过有美人鱼，原来是他压根没来过南部啊。与此同时，飞龙木川与陆明正一路向西赶路，心急如焚地追寻着江婉婉的踪迹。糟了，我这是离家越来越远了。江婉婉满脸愁容，连手里的肉都不香了。别担心，明天我化成兽形驮你赶路，绝不会耽搁太久的。星颜温声安慰道。姐姐的家在西部吗？那怎么走到南部了？蓝湛好奇地问道。江婉婉顿时语塞，耳尖微微泛红。呵呵，蓝湛这家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总不能说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吧。那个，我听说你们南部风景特别美，就想看看美景再回家。他尴尬地干咳了2声，连忙转移话题。快吃吧，肉凉了就不好吃了。噗，星颜一个没忍住笑出声来。这小狐狸要是没他带着可怎么办？连方向都分不明白。江婉婉狠狠瞪了他一眼，随即懊恼地低下头。过去10几年，阿母跟着自己，早就习惯了熟食和新鲜瓜果，如今我不在身边，肯定是又吃了1年的生肉了。现在阿母一定很难熬吧？想到这里，江婉婉便更是坐立难安了。那我也要陪姐姐回去。蓝湛一听他们要离开，立刻表明态度。不行，江婉婉赶紧拒绝。西部太远了，而且气候干燥，根本不适合人鱼族生活。我都没有听阿父说过你们种族，你在那里生活肯定会不适应的。蓝湛眼眶一红，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几步上前，紧紧握住江婉婉的手，声音带着哭腔，可怜巴巴地哀求道：姐姐，你真忍心抛下我吗？我要是留在这里，肯定会被他们抓回去的。好个不要脸的臭鱼！星颜皱着眉看着蓝湛表演，他为了继续缠着婉婉撒泼打滚，装吃卖乖，竟然连脸都不要了。去那边你要做鱼干嘛？不带。星颜一口回绝，语气里满是嫌弃和不容商量的强硬。用你带了！蓝湛的怒火噌地窜了上来。好了好了，都别吵了。江婉婉赶忙出声劝阻，一边一个把2人拉开。他赶紧从旁边掏出几罐啤酒，脸上挤出一丝讨好的笑容，说道：你们还没试过这个吧？这个叫啤酒，也有人叫它忘情水，喝了能暂时忘掉烦恼。这样，今天咱们把这些都喝了，不醉不归，好不好？他都纳闷了，在这个兽市，一个雌性这么多兽夫不会打起来吗？像他阿父阿母那样一夫一妻的多好啊！别说很多个了，眼前的这2个他都摆不平。可世事难料，如果江婉婉知道他以后不止这2个兽夫，而是足足8个，并且其中一个1周都轮不到1次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等到那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曾经以为的摆不平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连忙拉着星颜和蓝湛坐下，咔的一声，熟练地打开啤酒拉环。那一瞬间，丝丝冒出的气泡成功吸引了星颜和蓝湛的目光。2人眼睛瞪得溜圆，直勾勾地盯着，满是好奇。看好了，先这样喝一口。他仰头示范，喉间发出满足的轻叹。再吃一口肉，神仙日子也不换。蓝湛赶紧拿起一罐，迫不及待地灌了一大口，随即整张脸都皱了起来。呸，又苦又辣。星颜紧随其后，也拿起一罐喝了一口。他
他轻皱了一下眉毛，强忍着不适的点头道：“好喝，我只说苦，又没说难喝。”蓝湛不服气的又灌下一大口，结果呛得直咳嗽。喝不了就别逞强。星颜挑眉挑衅道，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就这样，星颜和蓝湛你一瓶我一瓶的较着劲。没过多久，酒精的劲儿便上头了。只听咕咚一声闷响，蓝湛直挺挺的栽倒在地。原本白皙的脸颊此刻泛着不正常的红晕，像是熟透了的番茄。他的双腿竟在这时起了变化，瞬间幻化成一条幽蓝的鱼尾，在地面上啪哩啪哩的拍打了2下，溅起些许灰尘，而后便静止不动了。你没事吧？江婉婉急忙来到蓝湛身边，用力摇晃着他。蓝湛躺在地上毫无反应，泛着珍珠光泽的尾鳍无力地耷拉在地上，鳞片都失去了往日的水润光泽。江婉婉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上一世他可是连仙人掌都能养死的植物杀手，更别说养鱼了。那些小金鱼从来活不过3天。星颜，快想想办法。他声音都带着哭腔，要不要找水把它泡起来？这样晾一晚上会不会变成鱼干啊？江婉婉转头看向星颜，却发现他正襟危坐，腰背挺得笔直，只是那双金色的瞳孔早已失去了焦距。不是吧？江婉婉欲哭无泪地戳了戳星颜的脸颊，对方却像尊石像般纹丝不动。他懊恼地揉着自己的头发，我真是疯了才会给兽人喝啤酒。星颜，江婉婉轻轻晃了晃他的手臂。星颜迷蒙地抬起眼，金色的瞳孔蒙着一层水雾，倒映着他惊慌的脸。忽然他猛地凑近，灼热的鼻息喷洒在他颈间，带着浓烈的酒香。江婉婉僵在原地，感受着他滚烫的额头慢慢抵在自己肩头，那温度透过单薄的衣料传来，让他的心跳突然乱了节奏。婉婉，星颜的声音沙哑的不像话，湿润的睫毛轻轻颤动。别把我推给别人。他猛地抱住了他，像是抓住最后的浮木。若是你不要我，不如现在就杀了我。他的声音最后化作一声哽咽。我怎么会不要你呢？别哭别哭。江婉婉手忙脚乱地擦拭星颜脸上的眼泪。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星颜醉眼朦胧地抬起头，忽然伸手捏住江婉婉的脸颊，力道没轻没重，像是要确认自己是不是在梦中。疼疼疼！江婉婉倒抽一口凉气，脸颊火辣辣的，恨不得一个手刀劈晕这醉鬼了事。可看着他泛红的眼眶，终究还是咬牙忍了。不是在做梦，要不你捏自己试试呢？真是自作孽啊！谁让他一时手欠，非要给他们啤酒喝呢？现在好了，只能硬着头皮哄下去。星颜此刻只觉浑身燥热难耐，脑袋一阵阵的发晕，口干舌燥的厉害，理智被彻底淹没在汹涌的爱意里。真的要吗？星颜摩挲着江婉婉的脸庞，声音变得干涩和沙哑。没等江婉婉说完，星颜的眼神变得炽热而滚烫，下一秒他不由分说地扣住她的后颈，便猛地吻了上去，带着不顾一切的冲动。江婉婉毫无防备，被这突袭的亲密举动惊得呆愣在原地。她所有的动作都在这一刻僵住，连最本能的躲避反应都消失了，唯有那因惊愕而瞪大的双眼写满了不知所措。他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腕，引导着贴近自己的身体，那双深邃的眼眸里翻涌着令人心悸的欲念，仿佛要将他整个人吞噬殆尽。不要！蓝湛还在这里。江婉婉如梦初醒，猛地回过神来，慌乱地偏过头，目光急切地扫向不远处醉倒在地的蓝湛，焦急的话语里满是无措与羞涩。看着我，不要看别人。星颜的声音低沉而沙哑，那语调里裹挟着不容置疑的霸道。他双手迅速捧起江婉婉的脸，动作急切又带着几分小心翼翼，强行将她的视线拉回。紧接着星颜的吻轻轻地印上了她的额头，她的鼻，然后落在她的唇上。他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摩挲，辗转流连，轻柔的吮吸，耐心的等待着江婉婉的反应。江婉婉浑身被吻得酥酥麻麻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忘记了思考，身体逐渐软了下来，条件反射般的顺着他的指引彻底沦陷。欲望在空气中扩散，如同一缕缕薄烟渗透进他们之间，让每一寸肌肤都沐浴在一片迷离的朦胧之中。两人的呼吸渐渐交织成缠绵的韵律，每一次急促的喘息都在诉说着比言语更为炽热的心意。第二天，晨光透过缝隙悄然洒进山洞内，江婉婉突然觉得手臂上酥酥麻麻的，她眨了眨惺忪的睡眼，一睁眼才发现是星颜正用指腹轻轻地摩挲着她的手臂，嘴角还噙着艳足的笑意。昨夜旖旎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江婉婉的脸颊瞬间烧得通红。眼见星颜的脸越凑越近，她慌乱地攥紧兽皮，一个闪身又苟进了空间里。星颜望着骤然空荡的臂弯，喉间溢出低笑。他的小狐狸逃跑了，但这次他不会再让他逃太久了。啊，该死，头好疼！山洞外的草垛上，蓝湛双手用力地揉搓着太阳穴，五官因疼痛凝作一团。我怎么在山洞外躺着？昨天不是在吃饭吗？我怎么变回鱼尾了？姐姐，姐姐！他急忙画出人形，宿醉的嗓音沙哑不堪，
我头好痛，却在起身时踉跄了一下。星妍听到洞外蓝湛的声音后，不慌不忙地穿好兽皮，走出洞外，挡在洞口挑眉道：“你干嘛呢？小鱼干？你叫谁小鱼干？婉婉呢？”蓝湛暴躁地想推开他，直接越过他进去找江婉婉。哎呀，腰好疼啊，胳膊也有点酸。星妍夸张地扭了扭腰，又晃了晃手臂。有病，让开！蓝湛刚想推开星妍进去，却瞥见星妍的手臂上结起的标识，上面赫然地印着狐狸的标志。那狐狸图腾在晨光中泛着暗红微光。这昨天还没有的。蓝湛声音都变了调，指尖颤抖着指向印记，吓得嘴都不利索了。星妍慵懒地活动肩膀，哎呦，腰酸背痛，故意将节气印记晃得更明显。今天这不就有了？蓝湛瞬间明白过来，匕首争地出鞘，昨天是你使的诈，把我弄晕了，你卑鄙！蓝湛浑身颤抖，拿出匕首就要和星妍拼命。在空间听得真切的江婉婉，这次就算做缩头乌龟，他也死活不出来了。可真臊死个人了，任外面再怎么吵闹，他也不敢迈出空间一步。你可想好了？我都是七阶，你能不能打过我还是两说。星妍不躲不闪，神色淡定，双手抱在胸前，慢悠悠地说：就算打得过我，伤了我现在可是婉婉的受夫，还是第一受夫，你觉得他还会不会原谅你？星妍心里很清楚，他今天什么都不用做，就这么站着，他就已经赢了。蓝湛举着匕首的手缓缓垂下，匕首当啷应声落地。他心里明白，在这受试，要是还想和江婉婉在一起，就得服从第一受夫的安排，这是规矩，谁也打破不了。他要是真伤了星妍，那他和江婉婉之间可就彻底完了。想到这儿，蓝湛眼眶一红，可怜兮兮的低下头，小声说道：我知道了，大哥，我以后都听你的。回婉婉家能不能让我跟去？我不会和你争宠的。信你个鬼，别跟我整这出。星妍唇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眼底寒意骤现。我不吃这一套，他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星妍把占有欲都表现在了脸上。你要是不同意带上我就一直站在这等你同意为止。随便你。星妍仰起头，满脸嘚瑟，瞥了蓝湛一眼，转身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山洞，留下蓝湛一个人在原地，满心的委屈与失落。躲在空间里的江婉婉把脸埋进掌心，耳尖红的都能滴血，做了2世的单身狗，这回总算是让他吃到好的了。星妍回到山洞，赶紧收拾散落的兽皮。婉婉出来了，我们要出发了。婉婉，他对着空气轻唤，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笑意。空间里一片寂静，只有他自己的回声在石壁上轻轻回荡。再不出来又得耽搁一天了。他故意提高音量，听说这附近有种特别甜的浆果，我们一起去摘啊。依然没有回应。星妍唇角的弧度更深了。那好吧，我摘好了，吃完早餐再走也行。他系好最后一个兽皮包裹，转身朝洞外走去。经过蓝湛时，他连余光都吝于施舍，仿佛对方只是路边的一株野草。晨风拂过他的发梢，星妍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心情好的像是拥有了整片森林。他知道他的小狐狸需要时间消化他们的关系，不急。他低声自语，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臂上的节气印记。我们有的是时间。江婉婉竖起耳朵，屏息凝神好一会，直到确认外面再没有声音，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他跌坐在床沿，目光茫然地望向前方。忽然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原本熟悉的空间田地竟凭空多出一块光秃秃的空地。系统，这是怎么回事？他惊愕地喊道，怎么多出来一块空地？叮，清脆的提示音响起，恭喜主人成功缔结契约，为表庆贺，系统奖励1亩良田，可供您与家人共同使用。等等，江婉婉敏锐地抓住关键，你的意思是每多一个受夫就能多获得1亩地？准确地说，是每位家庭成员都能为您带来1亩地的奖励，不仅限于您的受夫，这包括您的父母、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原来如此，江婉婉恍然大悟，难怪出来受试时空间只给了3亩地，那正好对应着他和2位家人的数量，现在加上星妍正好是4个人，所以是4亩地。江婉婉的目光缓缓扫过眼前4亩田地，眉头不自觉地皱在了一起。他单手叉腰，另一只手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开什么玩笑，这是要累死我吗？这么多地，难道都要我一个人种？系统，我再问个事。江婉婉赶忙咨询系统，能让我家人也进来帮忙种地可以吗？这么多活，我一个人得干到什么时候啊？话音未落，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检测到主人诉求。系统用甜美的电子音回复，很遗憾呢，主人，空间规定只允许绑定者单独进入哦。咱们的空间性格比较内向，怕生又喜静，人一多就会紧张的自动关闭呢。江婉婉嘴角抽了抽，你一个种田系统还社恐？人家是高级智能生态空间吗？系统居然还委屈上了。江婉婉不由得嘴角抽了抽。主人放心，虽然不能组队，
但我给您准备了其他功能奖励哦。什么奖励？一听到有奖励，江婉婉的眼睛立马就亮了起来。丁，检测到空间田地扩展，特赠作物加速器1份，所有果树成熟周期缩短10%。备注：此效果可与现有加速效果叠加。哈，江婉婉眼睛一亮，方才的烦躁一扫而空。她兴奋地掰着手指计算，上次的蜜蜂加速了10%，现在又加10%。突然她停下动作，嘴角扬起狡黠的弧度，那就是整整20%的提速。她仿佛已经看到成堆的果子在商城兑换换来大把金钱的场景，不由得搓了搓手。就在江婉婉盘算着空间田地与加速器能带来多少利润的时候，空间外突然传来几个人压低嗓音稀稀疏疏的交谈声。就扔这儿吧，这地儿人少，用不了多久，准保被狼或者其他啥动物叼走。一个粗哑的男声率先响起，言语间满是冷漠与随意。老大，瘦猴氏的同伙突然拽住说话的人，指了指山洞口的蓝湛，那有个人，我们过去看看。走。几个雄性兽人鬼鬼祟祟地抱着一个用兽皮裹着的兽人幼崽，径直来到了蓝湛身旁。当他们看到蓝湛的长相时，不禁地倒吸一口凉气。天哪，这雄性长得可真标致。其中一人忍不住伸手想去触碰，看这长相，8成是人鱼族的吧？不仅是人鱼族的，应该是人鱼族的贵族。这也太漂亮了。他们贪婪的目光在那张俊美的脸庞上来回扫视，这么漂亮的货色，在黑市上能卖出天价。瘦猴氏的人搓着手，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住手！领头的突然厉声喝止：你们没看见他额纹吗？七姐，我们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怕什么？长得像瘦猴的人不以为然：老大，你看他这副痴痴傻傻的模样，连动都不会动，到嘴的肥肉难道就这么放过？瘦猴男说完，转身就要伸手去拽蓝湛。当瘦猴男那瘦骨嶙峋的手指眼看着就要触碰到蓝湛时，蓝湛的眼眸瞬间被寒意填满，牙关紧咬，原本松垂在身侧的手慢慢攥紧成拳，骨节都因用力而泛白。本来就满腔怒火正愁没处发泄，竟然有不知死活的主动送上门来给他虐。与此同时，空间里的江婉婉听到他们要对蓝湛动手，立即从空间闪现而出，手中紧握着防狼喷雾和电击棒，迅速从洞内跑出来，把蓝湛拽到身后。你们要干嘛？别碰蓝湛，识相的赶紧走。江婉婉挡在蓝湛面前，她强压着内心的紧张，声音有些微微颤抖。蓝湛一见江婉婉出现，原本紧绷的拳头瞬间松开，眼底的戾气顷刻化作委屈，泛起一层水雾，湿漉漉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老大！瘦猴般的男人突然结巴起来，直勾勾地盯着江婉婉，嘴巴大张，半晌说不出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对身旁的老大说道：老大，我长这么大头一回瞧见这么漂亮的雌性，比人鱼族的还好看啊，简直像神仙啊。另一个同伙咽着口水补充道。瘦猴男搓着手向前蹭了2步，油腻的笑容堆满褶皱的脸。小美人儿，跟着这种废物多委屈啊，不如跟哥哥走吧，保证让你吃香喝辣。你长得这么水灵，身边没个雄性护着多危险啊。江婉婉一阵恶寒，心里翻了个白眼，果然不管在哪个世界，这种猥琐男都是一个德行。就在瘦猴男几乎要贴到江婉婉身前时，他的老大猛地挥出一拳，直接将他打翻在地，怒声吼道：你把我准备说的话全抢了，我还说个屁，到底谁是老大？瘦猴男捂着脸谄媚的陪笑：当然是您啊，我这不是怕您端着架子放不开吗？老大冷哼一声，转头看向江婉婉，努力挤出一个和善的笑容：小妹妹，别理他，跟哥哥是他们的老大，恶心死了，再敢靠近一步，别怪我不客气。江婉婉赶紧把防狼喷雾举高对准他们，眼神凌厉。他居然说恶心！老大捂着心口踉跄后退，活像被利剑穿心。瘦猴男却突然来了精神，摸着自己坑坑洼洼的脸得意道：老大，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我长得比较有特色，虽说不算帅哥，可架不住耐看呀，我可能是第2眼帅哥。江婉婉，这已经不能叫普信了吧，根本是连自我认知都彻底崩坏了。阿伟好不容易新年不在，蓝湛还想趁机和江婉婉独处呢。看着眼前几个碍事的兽人，蓝湛眼中寒光一闪，匕首已然出鞘，身形如鬼魅般闪现。还不走！话音未落，瘦猴氏的兽人头颅便咕噜噜滚落，鲜血溅得到处都是。江婉婉看着这一幕，顿时瞳孔骤缩，她惊恐地看着眼前杀伐果断的蓝湛，熟悉却陌生。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大步，差点没站稳。别怕，姐姐！蓝湛瞬间收敛杀气，上前一把抱住江婉婉安抚，随即猛地抬头，眼神骤冷：再不走，就让你们永远留在这。几个兽人这才惊觉自己踢到了铁板，7阶强者的速度让他们都没看清动作，命就丢了。抱着孩子的雄性兽人率先扔下孩子，连滚带爬的逃命。
其余人见状也顾不得颜面，哭爹喊娘的四散奔逃。等等我！落在最后的老大吓得尿了裤子，踉踉跄跄地追赶着他们的同伴。这时被粗暴扔在地上的兽人幼崽摔疼了，扯着嗓子嚎啕大哭起来，圆溜溜的黑眼睛里蓄满泪水，小爪子无助地扒拉着地面。听到哭声，江婉婉这才从刚才的血腥场面中缓过神来。她下意识上前，刚要蹲下把兽人幼崽抱起来安抚，目光猛地对上一双黑豆似的圆眼睛，以及那对微微抖动的灰褐色小耳朵。我的妈呀，老鼠！她触电般缩回手，整个人往后弹开2步，差点绊倒自己。地上的兽人幼崽被他过激的反应吓到，哭声更加凄厉，小身子一抽一抽的，显得格外可怜。蓝湛见状，无奈的叹了口气，俯身一把将幼崽捞进怀里，动作熟练的拖住他毛茸茸的小屁股，另一只手轻轻揉了揉他的脑袋。不是老鼠，是竹鼠。他捏了捏幼崽软乎乎的爪子，递向江婉婉，你看多可爱，要不要抱抱？江婉婉疯狂摇头，整个人几乎缩成一团，声音都颤抖了起来，不了，你抱就好。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老鼠，上一世在宿舍里，一只小耗子就能让他尖叫着跳上桌子，整整3天不敢回房间睡觉。而眼前这只竹鼠兽人幼崽，虽然比普通老鼠圆润可爱些，但体型足足有成年兔子那么大，毛茸茸，胖乎乎，还会用湿漉漉的眼睛盯着他看。救命，这谁顶得住啊？江婉婉看着眼前的小竹鼠叹气道，吓人是吓人了点，但是自己的孩子怎么能不管呢？这些人太狠心了，就算要逃跑，怎么能把孩子丢下不管？江婉婉愤愤不平地说，男人带孩子果然靠不住。蓝湛轻轻抚摸着小竹鼠，语气淡漠，他们就是专程来扔孩子的，怎么可能带着走？专程扔孩子？江婉婉瞪大眼睛，声音里充满难以置信。为什么？在兽世，雄性兽人多如牛毛，根本不值钱。蓝湛解释道，低阶兽人很难找到配偶繁衍后代，所以很多雄性幼崽一出生就会被抛弃，任其自生自灭，或者直接溺死。抛弃？溺死？江婉婉的声音微微发颤，难道不能送给别人抚养吗？送给谁？蓝湛冷笑一声，谁家都不缺雄性幼崽，况且要把它养到能独立捕食，还得等上好几年，谁会愿意白白养活一个吃闲饭的？就算想卖到黑市，中阶兽人奴隶比比皆是，谁会要一个奶娃娃？他低头看着怀里瑟瑟发抖的小竹鼠幼崽，语气愈发冰冷，所以死亡反而是最仁慈的结局，那可真是太可怜了。江婉婉听着，心里一阵揪痛，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去摸摸小竹鼠，可指尖刚触碰到空气，又因为心底的害怕猛地缩了回去。你不要去抱它。蓝湛突然压低声音，如果你不要它又去抱它，它会更可怜。他垂下的眼睫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怀里的小竹鼠似乎感知到什么，不安地扭动着。那这孩子怎么办？怎么安置？江婉婉满心担忧，急切地询问道。你不要管了，和心妍回家吧。真羡慕心妍，你那么爱他，他可以当你的受父，不像我和这个小家伙，没人要，就让我们在这里自生自灭死掉算了。你走吧。蓝湛说完，抱紧了怀里的小竹鼠，转身便准备离开。你干嘛去？江婉婉见状，急忙上前拦住了他，脸上满是焦急。他自嘲地笑了笑，反正都是多余的，我俩一起跳河溺死算了。大哥，你真是活不飒，你是鱼，你能溺死？这个小家伙今天是必须死是吗？江婉婉使出浑身力气，紧紧地挂在蓝湛身上，拼命往后拽，好不容易才让他停下了脚步。那又怎么呢？心妍大哥也不让我跟着，你也看到了，家里人也想卖我，坏人也惦记着把我卖到黑市让人蹂躏，还不如早死早利索。蓝湛别过头去，不看江婉婉，脸上写满了决绝。大哥，你这是有点抑郁了，听我说，可别动不动就想着寻死啊。江婉婉死死拽着他，不肯松手。不行，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蓝湛用力挣脱开江婉婉，又要往前走。站住，我同意了，你带着小竹鼠跟我回家。江婉婉见实在拦不住了，急忙大声喊道，真的，姐姐不骗我。蓝湛脚步一顿，嘴角微不可察的翘起。江婉婉拼命的点头。等蓝湛转身时，却换上忐忑的表情。可是心妍大哥一会回来了，不同意要撵我走怎么办？他不会的，他人特别好，他听我的。江婉婉拍着胸脯保证。没注意到对方眼中闪过的狡黠，蓝湛低头蹭了蹭小竹鼠，声音突然软了下来。那我也听姐姐的。婉婉，心妍手里捧着一大捧红色的野果，兴冲冲地跑进山洞。当目光触及洞中那道熟悉的身影时，心妍金色的眸子瞬间亮了起来。他3步并作2步上前，长臂一展，便将江婉婉整个圈进怀里。心妍有力的臂膀将江婉婉牢牢锁住，额头相抵时，他低沉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委屈，终于舍得出来了。心妍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江婉婉的耳畔，带着些许急促。别这样，
还有人看着呢。江婉婉双颊绯红，手忙脚乱的从星妍怀中挣脱出来。星妍这才注意到站在一旁的蓝湛，脸色瞬间一沉，声线瞬间冷了下来。还没走，不是说要一直在门口站着吗？怎么跑进来了？星妍声音里满是不加掩饰的敌意与驱赶之意。蓝湛抿着薄唇，一言不发，那双湛蓝的眼眸却直勾勾地盯着江婉婉，像极了被欺负了的小狗。看什么看？星妍身形一晃，高大的身躯严严实实地将江婉婉挡在身后，隔绝了蓝湛的视线。这时他才注意到蓝湛怀里蜷缩着一团灰色的小东西。这是星妍眯起眼睛，故意露出危险的表情，修长的手指做事要去拎那只瑟瑟发抖的小家伙。哪儿捡来的灰老鼠，都不够我塞牙缝的。星妍说着，还恶劣地舔了舔嘴角。小幼崽听见星妍要吃它，吓得吱的一声拼命往蓝湛怀里钻。蓝湛赶忙护住小幼崽，这是我和姐姐的孩子，星妍大哥你别吓他。星妍听到蓝湛和江婉婉的孩子这句话时，大脑嗡的一声陷入一片空白。他金色瞳孔骤缩，额角青筋暴起，几乎是本能地冲上前，一记重拳狠狠砸在蓝湛脸上。谁准你碰他的？蓝湛不躲不闪，任由这一拳结结实实地落在自己脸上。他身形踉跄着后退几步，顺势跌坐在地，发出一声闷哼。江婉婉心头一紧，连忙上前搀扶。你没事吧？没事。蓝湛摇摇头，抬手拭去嘴角渗出的血迹，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他小心翼翼地将怀里的小幼崽往前递了递。不怪星妍大哥，都怪我话没说明白。这个幼崽是我和姐姐一起捡的，我们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江婉婉扶着他的手突然一僵，他总算看明白了。好一招苦肉计，这如果都看不明白，他前世那些影视会员的钱岂不是白花了？这熟悉的配方，这熟悉的味道。蓝湛此刻活脱脱就是个男版小绿茶，那欲言又止的眼神，那委曲求全的姿态，简直比他追过的宫斗剧里的白莲花还要入木三分。江婉婉松开了扶蓝湛的手，而是独自站了起来，目光坚定地看着他。蓝湛，别这样，我的心意你应该明白，我喜欢星妍才会选择和他结亲。他顿了顿，声音轻柔却决绝，你值得遇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星妍听到这番话，胸口像是被什么温暖的东西重重撞了一下。他从未想过婉婉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此明确地表明心意，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几乎要跃出喉咙。我明白。蓝湛轻声应道，眸子瞬间暗淡下来。那我还能和你一起回家吗？蓝湛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可以，只要你想。江婉婉语气温柔，说完便走到星妍旁边，牵起她的手责备道，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想一想，我是狐狸，他是鱼，我们能生出竹鼠吗？星妍难得露出窘迫的表情，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低下头，不能。去给蓝湛道个歉。江婉婉嘴角噙着一抹浅笑，轻轻推了星妍一把。星妍不情不愿地走到蓝湛面前，挑了挑眉，带着几分傲娇，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对不起，声音不情不愿的。没事。蓝湛轻声回应，缓缓起身，捞起怀里瑟瑟发抖的竹鼠，转身默默走出洞外，透着几分孤寂。婉婉，快尝尝这个。星妍献宝似的捧着一捧晶莹剔透的红色果子，凑到江婉婉面前。这可是这片地域独有的果子，我找了很久才找到的。江婉婉好奇地接过果子，轻轻咬了一口。呜！她突然睁大了眼睛，琥珀色的瞳孔因震惊而微微收缩，头顶不自觉的噗的冒出毛茸茸的狐狸耳朵，随着味蕾传来的惊喜，一颤一颤的抖动着。两腮鼓鼓的她顾不得形象，一边快速咀嚼，一边含糊不清的惊叹，这也太好吃了吧。晶莹的果汁顺着她的嘴角滑落，她却浑然不觉，完全沉浸在味觉的盛宴中。这果子的甜度简直比释迦果还要浓郁数倍，却又丝毫不腻。果肉中饱含的汁水比最上等的西瓜还要丰沛，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凝结的晨露。转眼间果子就被消灭干净了。江婉婉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连指尖沾到的果汁都不放过，那双闪着光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星妍，分明在说，我还要，我都把那棵树摘秃了。星妍为难道，有了。江婉婉脑袋一转，眼睛亮闪闪的，兴奋提议道，你拿些果子给蓝湛和小家伙解解馋，咱们把吃剩的果核收集起来，种在你的那亩田里，说不定细心照料一番，往后就能有吃不完的果子了。哦，你的空间里还有我的地呢，那我以后就要靠此主养我了。星妍突然抱住江婉婉，将江婉婉牢牢锁在怀里，下巴亲昵地蹭了蹭她发顶。谁要养你啊？江婉婉羞恼的跺脚，一个闪身躲进空间。星妍还维持着拥抱的姿势，怀中骤然一空，她低头看着自己悬空的手臂，喉间溢出一声低笑，跑得还挺快。诺。星妍将果子抛过去，我此主特意让我给你的。星妍故意在我此主三个字上咬了重音，眉梢眼角都透着藏不住的得意。蓝湛接过果子，指尖在果皮上轻轻抹撒，低声道，
你不用特意声明他是你的词主。吃完赶紧赶路。星爷没有接他的话题，嘴角的笑意却愈发浓烈。江婉婉进入空间，原本打算把果核种在新年空的田地里，但转念一想，万一长不出来，岂不是白白浪费一块地？为了稳妥些，还是种在樱桃树下好了。说干就干，江婉婉撸起袖子，半蹲在樱桃树下，小心翼翼地将果核一颗颗埋进松软的土壤里。正当他拍拍手上的泥土，准备收工时，叮，一道清脆的机械音骤然响起。恭喜主人解锁新品种，奖励天然催大功效，一份24小时内未确认将默认使用。催大功效，江婉婉皱了皱眉，嫌弃的撇嘴，该不会是那种化学催代剂吧？我可不要。温馨提示，本功效为自然嫁接培育，可使果实生长至原本的10倍大小，无任何人工添加剂，请主人放心。10倍大小，还纯天然。江婉婉眼睛一亮，瞬间改口，那还等什么？确认，立刻确认。指令接收，功效激活中。下一秒，樱桃树下的土壤泛起莹润的绿光。江婉婉望着整理好的田地，满意地点点头。总算忙完了，她伸了个懒腰，突然想起那只可怜巴巴的小竹鼠幼崽，赶紧点开空间商城，手指在光屏上快速滑动。奶粉、奶瓶，小家伙这么小，得买最细的奶嘴才行。虽然心里还是有点发怵，但想想小家伙可怜的身世，他叹了口气，算了算了，谁让我心软呢？购物车很快又多了几个面包和牛奶，星爷和蓝湛应该也饿了，得抓紧时间。他嘀咕着，利落的点击支付，一阵白光闪过，物品整齐的出现在空间货架上。江婉婉拿着面包牛奶迅速的退出空间，跑到洞口，把牛奶和面包递给了他们，快吃吧，吃完我们赶紧赶路，这都耽搁好几天了。蓝湛接过印着奇怪花纹的面包，指尖好奇的戳了戳包装袋，发出沙沙的声响。这是什么？哪来的？他抬头望向江婉婉，湛蓝色的眸子里满是困惑。啊！江婉婉一下被问住了，张着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这才后知后觉，蓝湛还不知道自己有空间的事儿。这面包他要怎么解释呢？有口吃的就不错了，问那么多干嘛？星爷伸手就把面包夺了过去，脸上写满了不耐烦。一天天就知道问东问西，我又没说不吃。蓝湛不甘示弱，猛地将面包抢回，赌气似的连包装一起塞进嘴里。江婉婉眼疾手快的揪住包装袋一角，用力一拽。等等，这个要撕开包装才能吃。江婉婉利落的撕开包装，将面包重新塞回蓝湛手中。你们先吃，我去给小家伙泡奶粉。说完转身走向洞内。蓝湛望着他的背影出神，手中的面包都忘了吃。这个小雌性总是能拿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每次都能刷新他的认知。不多时，江婉婉就拿着一个冒着热气的奶瓶回来，径直递给蓝湛。你来喂他吧，我又不敢抱他。这蓝湛的脸疼，地红了个透，从额头一直红到脖子根，连耳尖都红得能滴血。他手足无措地看着奶瓶，结结巴巴道：这不好吧？江婉婉困惑地歪着头，有什么不好的？要不是我害怕，我就自己喂了，快拿着。他实在不明白，喂个奶有什么好为难的。蓝湛整个人僵住原地，从头顶到脚趾，每一寸皮肤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他结结巴巴的说不出完整句子，手指颤抖着，始终不敢接过奶瓶。婉婉，星爷突然红着脸冲过来，一把抢过奶瓶，顺手捞起正在啃果子的小竹鼠。还是我来喂吧。江婉婉看着两个人的反常举动，不就喂个奶吗？他这才注意到奶嘴的设计有多写实，顿时羞得头顶，噗，地又冒出了狐狸耳朵。原来如此，他声音越来越小，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在兽人世界，这种拟人化的哺乳器具简直太超过了，现代世界稀松平常的婴儿用品，放在兽世简直堪比限制级道具。星爷手忙脚乱地调整抱姿，小竹鼠却对奶瓶毫无兴趣，反而好奇地去咬瓶身上的卡通图案。蓝湛假装专注地研究面包包装，三人之间的空气凝固的能凝出水来，三人之间的尴尬气氛总算随着喂奶的结束而稍稍缓解。江婉婉低着头，声音细若蚊呐：“那个，我们该出发了吧？”蓝湛闷闷地应了一声，脸上的红晕还未完全褪去。他手忙脚乱地从星爷那接过小竹鼠，小家伙吃饱喝足，正满足地打着奶嗝。星爷突然身形一晃，迅速变化兽形，漆黑的鳞片在晨光中泛着金属般的光泽。他昂起蛇手，金黄的树瞳温柔地注视着江婉婉。婉婉，到我背上来，蛇性倾吐。声音带着丝丝的气音。江婉婉小心翼翼地攀上星爷光滑的蛇身，他找了个稳固的位置，盘腿坐下，双手紧抱着星爷。蓝湛，你们跟得上吗？他回头问道，却不好意思直视蓝湛的眼睛。蓝湛怀中抱着小竹鼠，闻言轻轻一笑，放心，我跟得上。星爷不爽地甩了甩蛇尾，在地面上拍打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他弓起身子，突然如离弦之箭般窜了出去，速度快得惊人。蓝湛不甘示弱，人形状态下速度竟也不遑多让，紧随其后。江婉婉吓得紧紧抓住心妍的鳞甲，感受着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心妍，你太快了，我要吐了。江婉婉死死地抓着心妍，呼啸的风声将她的声音几乎淹没。这条蟒蛇为了跑赢蓝湛，简直是在玩命。他几乎将整个身体拉成了一道闪电，两侧的景色早已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块。江婉婉不禁感慨，这就是男人该死的胜负欲吗？我哪里快了？心妍皱起眉头，迅速滑行，回头一脸不服气的辩驳。江婉婉瞬间语塞，思绪不受控的飘回到两人结气的时候。快，脸上唰的一下泛起红晕，滚烫滚烫的。忙不迭摆手，没有。江婉婉真想敲爆自己的脑袋，在这瞎想什么呢？江婉婉正懊恼的时候，心妍的前方毫无征兆地窜出一只小雌性。那小雌性身形娇小，模样生得极为漂亮，眼眸像一汪清泉，透着懵懂，眼瞅着心妍就要撞上他，千钧一发之际，心妍猛地刹停身躯，腹部鳞片与地面摩擦，发出巨大的刺了声，可惯性实在太大，心妍还是整个人不受控制，狠狠向前扑了出去。啊，心妍，救我！江婉婉也瞬间失去平衡，朝着地面栽去。就在这危急时刻，心妍反应极快，粗壮的蛇尾嗖的一下探出，稳稳将江婉婉卷起，高高举在半空，护得严严实实。可那冲出来的小雌性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这股冲击力砰的一声撞飞出去老远，重重的摔落在地。心妍在撞飞小雌性的瞬间，身体因巨大的惯性如离弦之箭般失控的向前冲去，他强忍剧痛，蛇尾却仍死死护住怀中的江婉婉，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翻滚扭曲，坚硬的鳞片与地面摩擦出刺耳的声响，最终伴随着一声闷响，他的头颅重重磕在嶙峋的岩石上，锋利的石棱划破鳞甲，嫣红的血珠顿时渗出，在灰白的石面上绽开刺目的蟹花。恰在此时，蓝湛抱着小竹鼠匆匆赶到，一眼便看见被蛇尾紧紧环绕的江婉婉，心急如焚，大声喊道：婉婉，你没事吧？我还好，可是心妍好像受伤了。江婉婉担心地说道。蓝湛不敢耽搁，赶忙将小竹鼠轻轻放下，快步上前，双手扣住江婉婉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把江婉婉从心妍的蛇尾中拖拽出来，确认江婉婉安然无恙，身上没一处磕碰擦伤后，他又迅速转身半跪在心妍身旁，仔仔细细检查起心妍的伤势。此刻的心妍由于撞到岩石上，早已被失去意识，昏了过去。可即便如此，在完全丧失意识前的最后一刻，他依旧死死护住江婉婉，那下意识的守护让蓝湛不禁动容。江婉婉一把拽住蓝湛的手臂，指向不远处的草丛。蓝湛，那边还有个人，就是他突然冲出来，心妍为了躲闪他才撞上的。蓝湛眉头一皱，几个箭步冲到昏迷的小雌性身旁，他单膝跪地，轻拍对方脸颊，喂，能听见吗？小雌性睫毛颤动，在睁眼的刹那竟绽开一抹嗤笑，真帅啊！话音未落，头一歪，又软绵绵倒了下去。怎么办啊，蓝湛？江婉婉急得直跺脚，声音里带着哭腔。蓝湛抬头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这荒郊野岭的，连个山洞歇脚点都没有。蓝湛又看了一下躺在地上的两个伤员，一把扯下兽皮腰带，3两下便将昏迷的小雌性牢牢附在背上，另一只手拽起心妍的蛇头，将心妍兽形形态的身体半扛在肩头。走，前面就是凤凰城，我们去那给他们治疗。好，江婉婉忙不迭点头，眼眶里还噙着担忧的泪花。她赶紧来到心妍的身旁，弯下腰，双手小心翼翼地拖住心妍的蛇尾，帮着蓝湛一同抬着她。每走一步，她都格外小心，眼睛始终盯着心妍的身体，就怕她的肌肤蹭到粗糙的地面，哪怕只是轻轻擦一下，她都会心疼的厉害。而小竹鼠则乖乖地倒腾着两个小短腿，紧紧地跟着他们的步伐。历经一番波折，众人终于抵达了凤凰城。江婉婉刚踏入城中，便被眼前的繁华盛景惊得呆立原地，半天回不过神来。他的家狐狸部落和去过的山羊部落规模都不大，就是那种茹毛饮血的很原始的部落。可眼前这座凤凰城与那些部落全然不同，街道上居然有商铺，有卖果子的，有卖兽皮的，居然连雄性兽人都有卖的，热闹非凡，规模大的超乎他的想象。当他们一行人踏入凤凰城，路过的行人只要目光扫到江婉婉手臂上那显眼的节气标识，脸色瞬间骤变，像见了什么洪水猛兽一般，匆匆加快脚步，唯恐避之不及。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竟在短短片刻空出一大片。江婉婉满心疑惑，却也顾不上多想，眼下心妍和小雌性的伤势才是重中之重。他拦住一个路过的雌性，礼貌询问道：你好，请问你们这儿有能让我们休息的地方吗？我的朋友受伤了，急需救治。那雌性刚一抬眼，
就瞥见江婉婉手臂上的节气标识，她脸上的神情瞬间僵住，慌乱的摆了摆手，连退几步，声音都带上了几分颤抖：“没有，没有，你们快离开这里吧。”说完，转身便急匆匆的逃走了，背影里满是仓皇。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呀？难不成我们身上很臭吗？怎么一见到我们就跟躲瘟疫似的？江婉婉满脸困惑，下意识抬起胳膊，凑近使劲嗅了嗅，不臭啊。接连被人拒之千里，江婉婉的心里是又委屈又不解。她情绪低落的看向蓝湛，嘟囔道：“要不你去试试？”那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像只被霜打了的茄子。蓝湛伸手摸了摸江婉婉的头：“姐姐，休息一会吧，我来。”蓝湛轻轻把新年安置在街边，大步走到一个路过的中年雌性身边，礼貌开口：“我们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能帮帮我们吗？”中年雌性听到蓝湛和他说话，眼睛陡然一亮，脸上露出一抹轻佻的笑，伸手就往蓝湛脸上摸去，嘴里还念叨着：“哟，挺标致的。”蓝湛哪能料到这一出，条件反射般迅速侧身躲开，厉声质问道：“你干什么？”这中年雌性也不恼，嘴角一勾，戏谑道：“性子还挺烈，不是我们这的人吧？”蓝湛心急如焚，哪有心思跟他周旋？“对，我朋友受伤了，急需要地方休息疗伤。”中年雌性这才抬眼看向蓝湛身后昏迷不醒的心妍和小雌性，目光落到小雌性脸上时，脸色瞬间煞白，惊恐的惊呼出声：“小布，你怎么了？”中年雌性匆忙将江婉婉4人连同小布分别安置在2个闲置了很久的山洞里。江婉婉安顿好心妍后，寻了个偏僻角落闪身进入空间。她不知该买什么药，索性挑了些碘伏、双氧水和创口贴，随即便匆匆返回山洞照料心妍。“你刚才去哪儿了？这些东西是哪来的？”蓝湛盯着江婉婉手里的药，眉头微皱。蓝湛心中愈发疑惑，为什么他什么时候都能弄到物资呢？啊，我刚才出去转了转，遇到这儿的居民，他们好心给的。江婉婉垂下眼眸，不敢直视蓝湛的眼睛，随口扯了个谎。他心里清楚，自己的空间秘密一旦暴露，怕是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蓝湛微眯起眼睛，紧紧盯着江婉婉，目光像是要穿透她似的。江婉婉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手脚都不知该往哪儿放，磕磕巴巴的说道：“看着我干嘛？那模样像极了被抓包的小贼。”蓝湛沉默片刻，最终轻轻摇了摇头，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心里明白，江婉婉还没有完全信任自己，既然如此，他不愿说，他便不问。江婉婉看蓝湛终于不问了，暗暗的舒了一口气，转身回到心妍身边。江婉婉从空间取出一块柔软的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心妍身上的血迹和污渍。她动作极轻，指尖微微发颤，生怕弄疼了她的伤口。江婉婉随即旋开双氧水的瓶盖，没有丝毫犹豫，将透明的液体顺着心妍的伤口浇下。刹那间，心妍庞大的瘦躯骤然绷紧，金色树瞳猛然睁开，猩红色的杏子第一下子全吐出来了，眼睛因剧痛迅速眯成一条危险的直线。可这清醒仅仅维持了一瞬，随着双氧水在伤口上滋滋作响，心妍粗壮的舌尾无意识地抽搐2下，便又重重垂落，再度陷入昏迷，竟是硬生生疼晕了过去。姐姐，蓝湛倒吸一口凉气，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你觉得这样对吗？冒泡泡的哎。心妍大哥该不会是死了吧？他说着还偷偷用手指戳了戳心妍失去知觉的尾巴。啊，不能吧，这应该是消毒的吧？江婉婉手忙脚乱地翻着说明书，纸张被他抖得哗啦作响，这上面明明写着是正常反应。他的声音越来越虚，眼睛不停地在昏迷的心妍和说明书之间来回瞟，眼见伤口还在咕嘟咕嘟冒着白沫。江婉婉一咬牙，哆嗦着拧开消炎软膏。总之先涂这个。他吓得完全忘了消毒的步骤，用指尖蘸着药膏在伤口上蜻蜓点水般抹了2下，就赶紧缩回手。他太害怕再出现刚才的情况了。江婉婉又从口袋里拿出2个创可贴，小心翼翼地给心妍贴上，然后就静悄悄地坐在旁边看着心妍，恐怕他真的死了过去。蓝湛站在一旁沉默地望着他。在这个兽世，雌性向来高高在上，从不会屈尊照顾受伤的雄性，死了便死了，大不了换一个便是。可江婉婉不同，她会心疼自己的伴侣，甚至会亲自照顾雄性兽人。虽然还不如不照顾，但是真的让人很温暖。初见时，她只觉她美得惊人，甚至胜过他们人鱼族最美的人鱼，因此萌生了结契的念头。可渐渐的，她的古灵精怪，她对雄性兽人那份与众不同的温柔，让她无法自拔的沦陷了。江婉婉蹲在心妍身旁，发丝垂落，侧脸在月光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蓝湛胸口发紧，一股酸涩感悄然蔓延。他多希望此刻被他如此珍视的是自己。蟒蛇兽人是冷血兽人，他们天性自私，绝不会允许你找其他伴侣。你跟着他，以后可就没别的选择了，这样你也心甘情愿吗？蓝湛知道自己不该说这些话，可他的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样。
忍不住开口问道。无所谓，有他就够了。江婉婉头也没抬，轻声说道。江婉婉觉得一夫一妻也没什么不好，毕竟他是地球来的，而且他阿父阿母也是一夫一妻，过得也挺好。江婉婉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新年，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下意识抬眼望去，只见那中年雌性皱着眉，一脸忧虑地走进山洞，眼神扫过洞内众人，最后定格在江婉婉身上，冷不丁开口，治好伤，等他醒了就赶紧走吧。这话一出口，山洞里的气氛瞬间有些凝固，江婉婉手上的动作顿住，脸上闪过一丝诧异，不过她很快恢复如常，关切地问道，那个小雌性怎么样了？没事了吗？中年雌性微微一怔，像是没料到江婉婉会问这个，紧绷的神情缓和了些，语气也不自觉放缓，没事了，等会儿就会醒的。说完他轻咳一声，又补充道，感谢你们把他送回来。江婉婉有些意外地看着态度转变的中年雌性，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连忙摆摆手，不用谢的，本来就是我们不小心撞到他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待中年雌性的脚步声渐远，江婉婉凝视着洞口的方向，忽然压低声音，蓝湛，你有没有觉得这里不太对劲？蓝湛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一时没反应过来。江婉婉见他这副模样，心急地撇了撇嘴，索性直接点名，你回忆一下，咱们一进城的时候，街上人确实不少，可你仔细想想，里头有几个雄性兽人？蓝湛瞳孔骤然收缩，记忆如潮水涌来，拥挤的集市里清一色的雌性面孔，零星几个雄性都裹着严实的兽皮，被放在集市上售卖。更奇怪的是，他们看我们的眼神。江婉婉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那些躲闪的带着窥探意味的视线仿佛又粘在背上，就像他突然噤声，山洞外突然传来细微的碎石滚动声，两人同时绷紧身体，黑暗中似乎有无数双眼睛正透过石壁的缝隙贪婪地注视着这群外来者。蓝湛猛地站起身，手中的匕首闪过一道寒光，他压低身形，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洞口，谁在那里？洞外的风声忽然静止，只剩下几片枯叶在地上打着旋。蓝湛眯起眼睛，敏锐地捕捉到岩石后一闪而过的黑影，他箭步上前，用匕首直接射了出去。出来！一阵窸窣声后，一只猎狗兽人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别动手，我只是路过。蓝湛没有放松警惕，拔下插在树上的匕首抵在对方喉前，他敏锐地注意到猎狗兽人脖子上戴着的骨质项圈，那是奴隶的标记。路过！蓝湛冷笑一声，从我们进城就跟到现在，这也叫路过？猎狗兽人吓得瞳孔剧烈收缩，他的目光不自觉地飘向山洞深处，准确地说，是望向洞内的江婉婉。谁派你来的？蓝湛的声音陡然转冷，匕首又往前送了半寸。里面的是你的雌性吗？猎狗兽人哑着嗓子问，声音抖得厉害。关你屁事！蓝湛手中匕首狠狠抵上对方脖颈，用力一划，血痕乍现。少废话，说你的事。猎狗兽人面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原本耷拉着的耳朵此刻不安的微微抖动。带他赶紧离开这儿。理由？蓝湛眯起眼睛，戒备更深。再耽搁，你们谁都走不掉了。猎狗兽人突然绷紧全身，耳朵警觉地竖起，仿佛听到了什么远处的动静。我得走了，就只是来警告你们，快逃！话音未落，他猛地推开蓝湛，快速窜入丛林，转眼就消失不见了。蓝湛盯着他离去的方向，眉头紧锁，半晌才转身回到山洞。是谁？抓到了吗？江婉婉心急如焚追问道。是只猎狗兽人。蓝湛沉声道，他让我们快点逃，这里四处透着古怪，要不是新年受伤了，我肯定1分钟也不待。江婉婉一屁股坐在石床上，那现在怎么办？蓝湛的目光转向昏迷的新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江婉婉叹了口气，突然警觉地抬头，嘘，有人来了。中年雌性掀开兽皮帘子，端着几块血淋淋的生肉，脸上堆着笑说，饿了吧？快吃吧，这是我的兽夫新打的野猪肉，好吃的嘞。江婉婉脸上露出礼貌的笑容，伸手接过，真是太感谢了。客气啥，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雌性匆匆离开，脚步略显慌乱。姐姐，你把火种拿出来，我给你把肉烤一烤。蓝湛刚想把肉拿过来帮江婉婉烤肉，别碰这肉，这肉不能吃。江婉婉突然厉声制止，将肉块扔到一旁。蓝湛诧异的抬头，怎么了？你没注意到吗？江婉婉压低声音。那雌性进来时眼神躲闪，而且江婉婉眯起眼睛，他说肉是他兽夫打的，可你看见这里有其他自由活动的雄性了吗？除了你，我连个影子都没见到。姐姐，你的表情好搞笑。蓝湛没忍住笑出声。什么时候了？严肃点，按照电视剧情节发展，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江婉婉给了蓝湛一个暴力。姐姐，好疼。蓝湛捂着自己的头，可怜兮兮地说道。疼也给我忍着。江婉婉气得双手叉腰。杏眼圆睁，我的思路都被你打断了。蓝湛揉了揉发红的额头，眉头微皱。
眼中透着困惑。电视剧是什么？江婉婉一愣，张了张嘴，却一时语塞。她抓了抓头发，努力组织语言，最后只能含糊的解释，就是那种按照常理来说应该会发生的事情。说完，她自己都觉得这个解释莫名其妙，忍不住扶额叹气。这要她怎么跟一个连电视剧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解释啊？让我再想想啊，怎么说呢？正当江婉婉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解释电视剧这个现代概念时，蓝湛却已经站起身，拿上匕首，慢慢想。不急，我去给你打些猎物吧，总不能饿着肚子。没等他回应，蓝湛已经大步走向门口。江婉婉愣了一瞬，突然反应过来，吃的我有办法，你别去了，在这保护心妍吧。江婉婉说完就把蓝湛拉了回来，自己转身就要出去。你不用出去了。蓝湛突然打断他，眼神深邃了几分。就在这里拿吧。蓝湛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你那些凭空出现的东西我都看见了，就像那块布，刚才明明没有，一眨眼就在你手里了。江婉婉身形一僵，你不想说我可以一直装不知道。蓝湛上前一步挡在洞口，可现在出去太危险了，姐姐的秘密我可以永远不问，但求你别冒险。江婉婉干笑两声，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角，眼神飘忽。那个不是我不相信你啊，你也知道我们雌性天生就弱，虽然这个空间谁也抢不走，但他们可以绑架我啊，万一真把我当阿拉丁神灯，天天逮着我许愿，那我岂不是完了？他越说声音越小，偷偷瞄了蓝湛两眼，生怕他动怒。总之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对吧？蓝湛听了不仅没恼，反而忽然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把他那一头漂亮的橘色长发揉得乱蓬蓬的，笑眯眯道，姐姐最聪明了，考虑的这么周全。我的头发。江婉婉手忙脚乱的扒拉自己被弄乱的发丝，狐疑的抬眼看他，你不生气？蓝湛歪了歪头，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要生气？他顿了顿，神情认真起来。不过听姐姐这么一说，我以后得更小心的保护你了，省得真有人把你抓去当那个什么邓。他皱起眉，努力回忆了一下，还是没想起那个拗口的名字，索性放弃。江婉婉眼眶微热，心头涌上一股暖流，忍不住伸手拉过蓝湛的手晃了晃。蓝湛，你怎么能这么好？他吸了吸鼻子，突然豪气的一拍胸脯，说吧，想吃什么？今天姐姐请你吃大餐。蓝湛被他突如其来的热情逗笑了，都行，我不挑食的。行嘞，那我安排了。江婉婉为了实实在在的表达对蓝湛的信任，当着他的面瞬间就闪进了空间。虽说蓝湛对江婉婉有个空间的事，心里也提前有了些预想，可真当眼前的江婉婉在他面前凭空消失后，他还是惊得下意识张大了嘴巴，满脸写着不可思议，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喃喃自语，这也太神奇了。江婉婉进入空间的购物页面商城，五彩斑斓的商品陈列其中，他的目光急切地在页面上来回扫视，嘴里还不停嘟囔着鱼喜欢吃什么呢，脑海里各种猜测不停打转，眼睛也一刻没闲着。页面上的商品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晃过，却始终没找到心仪的答案。纠结许久，他灵机一动，飞速在搜索条里敲下鱼爱吃的东西，下一秒页面刷新，一款小型鱼开口粮弹了出来。我以后不会再叫你姐姐。江婉婉盯着屏幕上的小型鱼开口粮，直撇嘴，这闹呢，他可是190的个子，怎么可能是小型鱼？大鲨鱼还差不多。他随手关掉页面，指尖在虚拟屏幕上轻点，鱼应该吃虾吧。想到蓝湛每次看到生食时发亮的眼神，他快速的输入小甜虾，来10盒，好吃又不贵，才179。随即他又补充搜索了红魔虾，上一世看那些吃播吃的老香了，蓝湛应该也会喜欢。页面跳转的瞬间，江婉婉倒吸一口凉气，多少？最大的红魔虾831斤。他掰着手指算了算，蓝湛的胃口起码得吃3斤吧。想到账户余额，他顿时泪眼汪汪，完了，这下真要破产了。但转念想起刚才蓝湛委屈的小眼神，江婉婉一咬牙，算了，就当是补偿他，颤抖着手指点击了支付。正要退出时，他突然想起什么，又点开了服装区，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蓝湛偷偷羡慕新年衣服的眼神，心里一软，给他也买身衣服好了。可看着满目琳琅的衣服，他突然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等等，要是他穿着裤子突然变鱼尾怎么办？裤子不会撑破吧？这腿还能合得上吗？这一连串的问题让他犯了难。江婉婉在空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了好一阵，突然眼前一亮，有了，买马面，既显得帅气，穿起来又方便他变鱼尾。他赶紧输入马面裙，看着搜索结果，这个好，蓝色妆花马面，太适合他了。江婉婉赶紧点击支付，一条马面和红魔虾小甜虾瞬间出现在了空间置物架上。江婉婉又上田里环顾一周，摘了几个大桃子，2个大世家才心满意足地退出了空间。蓝湛看见他现身了，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迫不及待地站起身，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欣喜。你可回来了。看，这些是水果，一会饭后吃。江婉婉笑着把水果一股脑塞到蓝湛怀里，紧接着意念微动，眨眼间手里又多出了红魔虾和小甜虾。这可是我特意给你买的，贵着呢，我肉都疼了。江婉婉一边说着，一边夸张地皱起眉头，仿佛真的肉疼不已。蓝湛嘴角噙着一抹温柔笑意，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满是宠溺。还有呢，先放一边，放一边。江婉婉心急地催促蓝湛把手里的东西搁下，满心期待着展示新的惊喜。还有什么呀？蓝湛配合着，脸上露出佯装惊讶的神情。噔噔噔，江婉婉像变魔术一般捧出一条绚丽的马面裙。给我的吗？蓝湛看着江婉婉递来的衣服，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与忐忑，心也跟着砰砰直跳，暗自思忖，难道他同意收我做受夫了？快试试，这个比较难穿，我帮你，把手举高。江婉婉满脸笑意，轻轻展开马面裙，打算亲手为蓝湛穿上。那个，你帮我一下，我够不到那边的裙角。江婉婉微微点起脚，胳膊环着蓝湛的腰，可怎么努力都差那么一点。够到了，江婉婉咬着牙，猛地一使劲，终于够到了左手边的裙角。可这一用力，整个人不受控制，脸一下子贴在了蓝湛结实的胸脯上。蓝湛的身体瞬间僵住，呼吸也变得急促紊乱，原本平稳的一呼一吸变成了两吸一呼，胸膛剧烈起伏，紧张的好似下一秒就要背过气去。怎么了？是系得太紧了吗？江婉婉完全没有注意到蓝湛的异样，抬头问道。蓝湛望着近在咫尺的江婉婉，理智瞬间崩塌，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猛地低头吻了上去。呜！江婉婉脑袋嗡飞一声，整个人都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开始拼命挣扎。蓝湛紧紧箍着江婉婉，仿佛要将她融入自己的骨血。这个吻绵长而炽热，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静止。许久，蓝湛才缓缓松开江婉婉。江婉婉喘着粗气，皱着眉看着蓝湛。你们那的风俗，感谢人都是这样的吗？也太热情了吧，你差点把我勒死。江婉婉打从和蓝湛相遇开始，就把他当成弟弟，他不敢也不愿相信蓝湛是喜欢他的。他此刻脑子特别的混乱，他不停地给自己洗脑，这是人鱼族的习俗，兽世的人鱼族比较开放，亲吻肯定就像上一世地球的国外的脸颊吻一样平常。对，没错，我们住的距离这么远，风俗不一样，很正常。江婉婉在心里不停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没关系，可别大惊小怪，跟没见过世面似的。镇定，一定要镇定。姐姐，蓝湛刚想开口解释，话还没说完，就被江婉婉打断了。你听姐姐说啊，可不能因为别人对你好一点，就随便亲人家，知道吗？这种事，只有结气后相爱的人才能做，懂了没？江婉婉把蓝湛当成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在教育。蓝湛眸色一沉，突然向前逼近一步，高大的身影笼罩着他。就因为叫了你几声姐姐，你就真不把我当雄性看了？江婉婉被这突如其来的压迫感吓得后退了一步，一个不稳，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石床上。好巧不巧，正好坐在了心妍的脑袋上。吱，小竹鼠被惊得尖叫一声，两只小爪子飞快地捂住眼睛，心里直犯嘀咕：心妍叔叔这回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吧？江婉婉慌了神，赶紧站起身，手忙脚乱地揉着心妍的脑袋。可这一看，心妍的情况似乎更糟糕了，红杏子都伸到嘴外了。心妍，江婉婉心急如焚，声音都带上了几分颤抖。蓝湛无奈地叹了口气，走上前仔细查看心妍的伤势，轻声安慰道：没事的，你这么轻，她不会有事的。蓝湛，我已经有心妍了，对不起。江婉婉背对着蓝湛，心里满是愧疚。她打心底觉得蓝湛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她没有想过找那么多受夫。心妍大哥要是同意了呢？蓝湛仍不死心，追问道。江婉婉完全没料到蓝湛会抛出这么多问题，一时语塞，愣了好几秒才结结巴巴地说：他要是同意，我没意见。江婉婉心里暗自庆幸，这下有人帮她挡桃花了，想都没想就把难题一股脑丢给了心妍。毕竟在她看来，心妍肯定不会同意的。好，我以后不会再叫你姐姐。江婉婉从空间里拿出碗筷，因为以前没告诉蓝湛有空间的事，所以江婉婉在她面前都没用过碗筷。这个是筷子，是夹吃的用的，这是碗用它盛吃的。就这样，江婉婉一点点耐心地教着蓝湛。蓝湛学着她的样子握住筷子，修长的手指略显笨拙地摆弄着。我会了。蓝湛突然抬眸，深邃的目光直直望进他眼底。婉婉，江婉婉心里猛地一哆嗦，差点没把手里的碗筷甩出去，鸡皮疙瘩瞬间起了一身。这小子玩真的啊？怎么突然这么叫我？他在心里疯狂吐槽，表面上却只能强装镇定。一时间，山洞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只剩两人轻微的进食声，气氛别提多尴尬了。没多会儿，蓝湛率先打破这压抑的沉默，眉头微微皱起，一脸疑惑道：怎么没拿肉？你不是喜欢吃熟食吗？这些虾都这么生。
空间里买不了熟肉，如果生活保不齐会有危险。江婉婉小声地说着，差点把脸都埋在碗里了。今晚我守夜，你好好睡一觉。说完，便大步走到洞口，静静坐下，背影透着几分落寞与孤寂。好，江婉婉望着蓝湛的背影，动作迅速地把碗里剩下的虾一股脑全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得像只小仓鼠。开玩笑，这些可都是花钱买的，就算尴尬到脚趾抠地，也绝不能跟钱过不去。江婉婉从空间里拿出了储存水，把碗洗干净，然后把碗收回空间里。要知道，空间可是个超级大洁癖，稍微脏一点的东西，她都不可能让江婉婉放进去的。忙完这些，江婉婉轻舒一口气，抬步走向石床。就在她准备爬上石床时，一道毛茸茸的小身影嗖的蹦了过来，正是那只圆滚滚的小竹鼠。江婉婉瞧着小竹鼠，神色微微一滞，随即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指了指石床的两侧，轻声说道：你去心妍左边睡，我睡在心妍右边，知道了吗？小竹鼠愣了一瞬，原本灵动的黑豆眼瞬间暗淡下去，小小的身子僵在原地，反应过来后才耷拉着脑袋，极不情愿地挪动着小短腿，一步三晃地往心妍左边挪去，模样说不出的委屈。江婉婉看着小竹鼠那失落的背影，一阵不忍涌上心头，她是不是对一只幼崽太凶了？毕竟也不是她想当老鼠的。她赶忙解释道：我不是嫌弃你的意思，你看你真的很胖乎，是吧？江婉婉想了半天才想起这一个词来夸小竹鼠。小竹鼠吱地叫了一声，眼睛瞬间又亮了起来，小身子也欢快地抖了抖。虽说她心里清楚江婉婉还是有点怕自己的，可光是这一句夸赞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了。很快山洞里便安静下来，江婉婉侧身躺在心妍右边，小竹鼠乖乖趴在心妍左边，一大一小的身影逐渐放松下来，呼吸也变得均匀，在这静谧的夜里一同沉入了梦乡。第二天一大早，江婉婉便被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吵醒。阿母，我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年轻雌性的声音带着哭腔，求您别管我了。糊涂！中年雌性厉声训斥道，雄性不过就是繁衍的工具，你若对他们动了真情，是要遭受兽神惩罚的，咱们的王也不会放过你的。我走得远远的还不行吗？走！中年雌性冷笑一声，离开凤凰城，你连3天都活不过。江婉婉揉着惺忪的睡眼，睡梦中的迷糊劲儿瞬间消散，动作麻利的从石床上爬起来。她下意识的环顾了一圈四周，却不见蓝湛的半点身影。江婉婉心里头莫名涌起一丝不安，她赤着脚蹑手蹑脚的下了石床，冰凉的岩石击得她脚底一颤。她贴着洞壁摸到出口，晨雾中隐约可见2个身影在山洞口不远处拉扯。阿母，小雌性突然放软了声音，你真的觉得现在的日子是你想要的吗？江婉婉定睛一看，这不是他们送回来的阿布和帮助他们的中年雌性吗？一时间周遭安静了下来，争吵声戛然而止，紧接着便是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直直朝着江婉婉所住的山洞走来。江婉婉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急忙小跑回床边。她转身时踩到自己的衣摆，险些栽倒。她手忙脚乱地整理了下凌乱的发丝，佯装出一副刚睡醒睡眼朦胧的模样，心脏却在胸腔里砰砰直跳，像敲起了急促的战鼓。小雌性，跟你一道的那个蓝发雄性是你的受夫吗？阿布大大咧咧地走进来，连句客套话都没说，上来就直截了当地发问。啊，不是。江婉婉下意识摇头，我就知道，他手臂上可是蛇兽标识，从今天起，蓝发雄性兽人就是我的受夫了。阿布一脸得意地看着自己的阿母，那志在必得的神情，仿佛蓝湛已然被他收入囊中。江婉婉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上次山羊小雌性向心妍告白的场景，当时自己好心撮合，结果心妍生了他好长时间的闷气。想到这儿，江婉婉抬起眼眸，神色认真。不行，这是得蓝湛同意才可以。那他人呢？阿布问道。不知道，醒来就不见人了。江婉婉如实的回答。阿布和身旁的中年雌性迅速交换了个眼神，两人脸色骤变，几乎同时脱口出：糟了！江婉婉立刻察觉到了不对，瞳孔骤然收缩，指尖无意识掐进掌心。你们对蓝湛做了什么？他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阿布的母亲重重叹了口气，脸上闪过一丝懊恼，坦白道：哎，实不相瞒，我昨天就打算把你们迷晕，送出凤凰城，谁知道大半夜我摸过来，发现你们根本没吃我的食物，那个雄性兽人更是警醒，守在洞口，我实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就只能先回去了。成双成对的东西都该死，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蓝湛在哪里？江婉婉声音发颤，余光扫过昏迷不醒的心妍，此刻孤立无援的恐惧如潮水般涌来，她不着痕迹地将手背在身后，从空间里摸出电棒和防狼喷雾，她紧紧地攥着它们，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你们是阿布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害你们呢？阿布的母亲面露难色地说道。
那你为什么要迷晕我们？江婉婉厉声质问。她根本不信对方所说的话，她紧张地咽了口唾沫，身后的防狼喷雾的保险栓已被拇指悄悄顶开。阿布母亲一下子语塞了，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嗫嚅着说不出话来。你不说我来说。阿布站了出来。凤凰城是不允许雄性随意出没的，必须有他们的雌性带领才可以出门。我想你进城的时候就应该发现了吧？确实如此。江婉婉点了点头。那和蓝湛消失有什么关系？阿布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道，在我们凤凰城，雌雄节气诞下幼崽后，雄性都会被阉割，统一关押管理，所以城里的节气印记都是灰色的，而你的印记是彩色的。你进城时还带着2个雄性兽人，这么招摇，王绝不会放过你们的。阉割。江婉婉瞳孔骤缩，声音发颤。你是说让他们变成太监？什么？阿布疑惑地看着眼前的江婉婉。就是你说的阉割。那你为什么还要和蓝湛结契？你也想和他结契后把他送走阉割吗？江婉婉对阿布的话半信半疑，她努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你们撞到我那次，就是我要逃离凤凰城的时候。阿布的眼眶微微泛红，情绪有些激动。我不想和阿姆他们一样，麻木地遵循这里的规矩。我渴望真正的爱情，想和我的受夫长相厮守。我怎么可能把我的受夫送去受那种折磨？我绝对做不出来。阿布坚定地说道。江婉婉听到这里浑身发冷，如坠冰窟。她原以为自己救了蓝湛，带他逃离了那个噩梦般的原生家庭，却没想到竟是将他推入了更深的炼狱。所以我才想着赶紧把你们弄出城，谁知道还是晚了一步。阿布的母亲长叹一口气，脸上满是无奈与惋惜。小雌性，听婶子一句劝，赶紧带着你的受夫离开这儿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那蓝湛呢？江婉婉嗓音嘶哑，指尖几乎掐进掌心。阿布的母亲摇头，语气沉重。他过几天可能会在奴隶市场出现，但你救不了他的。走吧，趁你还能走。不行，我把他带出来的，我就一定要带他走。江婉婉心急如焚，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脸色白得近乎透明。怎么救？你要知道，我们王可是雌性，虽然这个世道是以雌性为主，但是能统治雄性的雌性几乎没有。可我们王做到了，就因为他是凤凰。他住在山顶的最上面的山洞，周围全是最高阶的雄性守卫，你连山脚都靠近不了的。阿布的母亲看江婉婉不听劝，声音不自觉拔高，透着浓浓的焦急。江婉婉攥紧拳头，嘴里却仍固执的低喃，总会有办法的，总会有办法。王，这就是刚进城的雄性兽人，经过鉴定确认是人鱼族的贵族。高阶守卫单膝跪地，恭敬的汇报，声音中带着难以压抑的兴奋。凤凰城的王起身时，火红的羽翼在身后舒展开来。人鱼族，凤凰的声音慵懒中带着危险，竟敢入我凤凰城。凤凰踱步上前，指尖划过蓝湛苍白却精致的下颌，唇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哟，小脸蛋不错，这张脸若是出现在奴隶市场，怕是会引起疯抢吧？是否按惯例押往奴隶市场？守卫低声请示。凤凰的指甲突然变得尖锐，在蓝湛光洁的脸颊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红痕。细微的痛感传来，蓝湛渐渐地从昏迷中苏醒，他费力地睁开双眼，入目便是一个身着豹子兽皮，有着一头火红头发的雌性正居高临下的俯身打量自己。凤燕见蓝湛醒来，不紧不慢地收回手，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旁的兽皮，细细擦拭着指尖，仿佛触碰了什么脏东西。醒了，睁开眼睛更好看了呢。这张脸送交易市场未免暴殄天物了。说到这儿，凤燕挑了下眉，眯起猩红的眼眸，带回去吧，等他和我诞下雌性后代后。凤燕的声音骤然转冷，直接处理干净。放肆，放开我！蓝湛怒吼着，浑身肌肉绷紧，却仍被身后4名7阶兽人狠狠按在地上。他挣扎着抬头，赤红的双眼死死盯住眼前的身影。我不管你是谁，想让我结契，做梦！蓝湛气得浑身发抖，一双蓝色兽瞳因愤怒而紧缩。昨夜那场围剿简直卑鄙至极，4名7阶雄性兽人趁夜色偷袭，将他逼入绝境。若是1对1较量，他绝不会输，更不会让江婉婉陷入危险。想到这里，他的声音微微发颤，却仍死死盯着眼前的雌性。婉婉，你们把江婉婉怎么样了？凤凰居高临下的睨着他，红唇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眼底尽是轻蔑。哼，都这副狼狈样子了，还惦记那个小雌性？他缓步走近，再次挑起他的下巴，嗓音慵懒却透着刺骨的冷意。这个兽氏哪有什么忠贞的雄性，少在这儿装深情了。蓝湛猛地偏头甩开他的触碰，眉峰紧蹙。你究竟是谁？女人轻笑一声，周身威压骤然暴涨。凤凰城的王，凤燕。他俯身逼近，红眸如烙铁般灼人。记好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雌主。你的天！好了，压下去吧。凤燕说完不耐地挥了挥手，遵命。4名身形魁梧、
肌肉奔张的七阶兽人齐声应道，动作利落的架起蓝战，大步往外走去。就在这时，洞穴外扑棱着飞进来2只喜鹊，它们叽叽喳喳，欢快地绕着洞穴盘旋。那清脆的叫声在这略显压抑的氛围里显得格格不入。凤燕的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眼眸中闪过一丝狠厉，她猛地伸出手，动作极快，眨眼间就将2只喜鹊牢牢攥在掌心。伴随着几声短促的哀鸣，喜鹊的挣扎戛然而止。凤燕缓缓松开手，零落的羽毛缓缓飘落，看着掌心里已然没了气息的鸟儿，她不屑的随手扔了出去。她慢条斯理的擦拭着染血的手指，嘴角勾起病态的弧度，成双成对的东西，都该死，这是我们应得的。凤燕垂眸瞥了一眼地上将死的喜鹊，神色复杂。片刻后，她转身踏入了山洞最里层最隐蔽的石室。石室之中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一个与凤燕长相别无二致的雌性，正被粗糙的麻绳紧紧束缚着，蜷缩在角落。姐姐，放了我吧！被绑的小雌性声音细若蚊呐，手腕早已被勒出暗红的血痕。凤燕轻笑一声，指尖抚过妹妹苍白的脸颊。外头多危险啊！我的傻妹妹，若是再被那些肮脏的雄性哄骗，姐姐会心疼的。我知错了，真的知错了，姐姐你原谅我吧。小雌性的泪水滚落，没入干裂的唇缝。原谅？咱们姐妹谈什么原谅？凤燕忽然捏住她的下巴，眼底闪过一丝癫狂的温柔。姐姐也没怪过你啊，怪就怪那些坏雄性，破坏我们姐妹的感情，他们都该死。她的手指缓缓下移，突然狠狠拽紧绳索，麻绳陷入皮肉的痛感让凤吟痛哭出声。乖，这都是为你好。凤吟浑身一震，脸上血色瞬间褪去。她太清楚凤燕的狠绝了，她眼眶泛红，声音带着哭腔，几乎是带着绝望的哀求。姐姐，收手吧，其他人都是无辜的，留我在这里还不够吗？收手，我为什么要收手？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他猛地俯身掐住凤吟的下巴，强迫她抬头。现在那些雄性就像玩物一样，腻了，我们就可以抛弃销毁啊，我的好妹妹。还得多谢你，你看我打造了一个多么完美的国度。凤吟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凤燕的手指上，却像滴在烙铁上一般迅速蒸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他的声音破碎不堪。凤燕挑着眉，居高临下的睨着他，永不，我们俩一起和清风长大，你怎么能对他那么绝情？凤吟突然抬起头，眼中的悲伤化为愤怒。凤燕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有你们对我绝情吗？他闭上眼睛，一滴泪划过他精致的面庞。4年前的那个祭神日，他永远也忘不掉。凤凰谷中张灯结彩，18岁的凤燕作为族长继承人，穿着最华丽的兽皮，准备在仪式后向青梅竹马的清风表白心意。而作为双胞胎的妹妹凤吟则安静地站在姐姐身后。突然守卫前来报，族长，清风勇士捕猎受伤了，不能参加祭神仪式了。凤燕担心不已，却因族长职责无法离开。她拜托妹妹去照顾清风，却没想到这一决定改变了一切。姐姐是我爱慕清风，是我主动，她烧糊涂了，把我当成了你，她没有对不起你啊。清风确实爱的是凤燕，那日他高烧不退，将照顾他的凤吟误认为是心爱的凤燕，迷迷糊糊中结了气。等清风发现时，一切已成定局，节气一旦结成，终生不可更改。凤燕记得那天他冲进清风的房间，看到凤吟红着脸从他怀中挣脱的场景，那一刻他的世界崩塌了。姐姐！凤吟的哭喊声刺破时是凝滞的空气，将凤燕从回忆的漩涡中拉回。他站在石门前，手指不自觉地掐入掌心，却感觉不到疼痛。清风临死前让我告诉你，他爱的始终是你。凤吟的声音颤抖着。那天的契约是个错误，他明知道和我解气会死，还是决定和我解气，重新与你结气，但你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凤燕的脚步顿了一下，清风死在他亲手点燃的火焰中，只因他试图解释那个晚上，他留下了妹妹，让他亲眼看到清风因为他而死，然后他决绝地离开了。你知道吗？凤燕没有回头，声音低沉如深渊中的回响。我每晚都能梦见清风在火中伸向我的手，梦境中清风总是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在烈焰中向他伸出手，嘴唇开合，却发不出声音。他试过无数次想听清他在说什么，却总是在即将听清的瞬间惊醒。真的不能结束吗？凤吟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凤燕闭上眼睛，她想起小时候凤吟怕黑，每次雷雨夜都会钻进她的怀里，她会用手捂住凤吟的耳朵，轻声哼唱古老的凤凰谣，直到妹妹入睡。现在她要用这双手将妹妹推入永恒的黑暗中。受着吧，我们都受着吧，这是我们应得的。凤燕说完转身踏出石室，石门发出沉重的闷响，缓缓关闭。最后一刻，她看见凤吟奋力起身扑向逐渐缩小的光线。不，我不要在这里。凤吟的悲鸣被石门彻底隔绝。黑暗中，凤吟的呼吸变得急促，
绝对的黑暗像实体般压迫着他的胸腔，儿时对黑暗的恐惧如潮水般涌来。他蜷缩在地上，指甲深深抠入石缝。姐姐，姐姐，他无意识地呼唤着，就像小时候那样。石门外，凤燕的指尖轻轻颤抖，他抬起手，曾经温暖过凤吟冻僵的小手，如今却只用来施加惩罚。族长，猎狗族送来的新一批雄性已经到山脚下了。七阶青羽跪在石阶下，头低得几乎触地。按惯例分配，剩下发往奴隶交易市场。凤燕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冰冷。是。青羽将额头贴地。地牢里的人鱼雄性，我们已经好生照顾，给了上等的吃食。凤燕的眼神骤然凌厉，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他几顿就乖了。本想邀功的青羽此刻吓得连连叩首，慌忙退下。你真幸运啊，能让王看中，要不你现在就在奴隶市场当下等人了。守卫用棍子敲打着牢房的墙壁。快吃吧，这是上等的孔雀肉，可不多得。上面发话安排的。蓝湛蜷缩在水牢角落，蓝发披散如破碎的月光，遮住了他大半张脸。他一动没动，没有去拿那块肉。守卫不耐烦地将肉端在他面前，装什么清高，还不是阶下囚。蓝湛一把夺过肉，狠狠扔向远处。滚！呸！不识好歹，除了好看点，也不知道王相中你啥了。守卫啐了一口，转身离去。婉婉，你在哪？还好吗？大婶，你能帮帮我吗？江婉婉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只能寄希望于大婶的帮助。帮不了一点。阿布的阿姆苦笑一声，粗糙的手掌摩挲着破旧的兽皮裙。自打4年前王统领了凤凰城，阿布的阿父就被抓走处理掉了。如今谁敢碰凤凰城的雌性？我们这些平民只能拿物资换雄性。他突然激动起来，整整4年啊，我连半袋盐都攒不出来，拿什么帮你？这怎么还说激动了？江婉婉害怕的后退了一步。从大婶的话里，江婉婉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兽世，盐应该比地球上的黄金都要珍贵。对于兽人而言，获取盐的途径简直少得可怜。人鱼族相对还算幸运，他们能引入海水，借由日晒蒸发水分，最终结晶成盐。可内陆的兽人就麻烦大了，他们必须跋涉到盐碱地，寻找稀有的盐角草，收割、晒干、焚烧，再将草木灰移遍过滤、熬煮，才能得到那么一小撮苦涩的盐粒。可盐角草生长缓慢，争夺激烈，不是强大的部落根本抢不到。普通兽人常年缺盐，身体虚弱，甚至因此早衰。于是江婉婉总结出了，盐在兽世就等同于命，而他手里正好有盐，有整个凤凰城都用不完的盐。这样，婶子，我给你盐，还有蜂蜜，你帮我把新盐藏几天，等我找到蓝湛，我们立刻就走。江婉婉试探着诱惑道，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盐、蜂蜜，阿布的阿姆眼睛骤然睁大，像是听到了天方夜谭。他眉头轻皱，满脸狐疑，上上下下打量着江婉婉这纤细的身形，忍不住质疑，小雌性，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就你这小身板，能弄来盐还有蜂蜜？您相信我。江婉婉语气诱惑，我可以先给您盐，好多好多的盐，咱们互帮互助，这是双赢的事儿，多好啊。正在中年雌性思考的时候，阿布突然站了出来，小雌性，我也要去找那个蓝湛。啪，他阿姆反手就是一巴掌，打得阿布一个踉跄，要死啊你一天给我省点心行不行？阿布捂着脑袋，却仍不死心，压低声音急道，明天就是交易日，只要他能拿来盐和蜂蜜，不仅能给您换寿夫，我说不定也能把蓝湛买回来。买雄性，他早就不抱这种指望了。自从4年前阿布的阿父被抓走，他的心就跟着死了。他害怕再来一个还会被抓走，他受够了这种煎熬。可他的阿布已经到了该节气的年纪。行，要是真能成，老娘这辈子也能尝尝蜂蜜的甜味了，和盐的香了。婶子，你们有装盐的袋子吗？江婉婉一看到大婶松口了，赶紧问道。有。阿布母亲连忙从腰间解下一个小兽皮袋。这个行吗？江婉婉摇摇头，太小了，找个大点的来。阿布母亲眼睛一亮，立刻拉着阿布往外跑，快去把装粮食的大布袋拿来。趁着这空档，江婉婉迅速闪身进入空间，来到购物页面，她一口气买下100袋盐、30袋玫瑰盐、100袋糖，还有50罐蜂蜜，规整的摆放在空间置物架上。做完这一切，她稍作思忖，只从中拿出5袋盐和1罐蜂蜜，随后退出空间，神色平静的等待着。不一会儿，阿布母子扛着一个大麻袋回来了。说是大麻袋，其实也是只能装一个西瓜的小袋子。江婉婉快速的撕开盐的包装，将白花花的盐哗啦一下倒入他们找来的布袋里。眨眼间，沉甸甸的盐就把布袋堆得满满当当，雪白的盐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天哪！阿布母亲颤抖着手捧起一撮盐，小心的尝了尝，鲜，这也太鲜了，一点苦味都没有。我想王爷未必吃过这么细这么白的盐呢。江婉婉又打开蜂蜜罐子，金黄的蜜糖散发出诱人的甜香。婶子，你再尝尝这个
这个是我家乡特有的蜂蜜，只要帮我救出蓝湛，保住心妍，这样的蜂蜜要多少有多少。阿布母亲眼睛都直了，她舔了舔沾着蜂蜜的手指，突然一拍大腿，好，这是婶子帮你办了。第二天，江婉婉三人合力抬起心妍，就要把它转移到地窖。潮湿的霉味混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江婉婉皱眉望着黑黝黝的地窖，这地窖会不会缺氧？上一世她在新闻里看到有小孩掉进土豆地窖，因为缺氧丢了性命，一想到这，她心里就直发慌，她可不想刚节气就当寡妇。啥叫缺氧？我平时下去一会儿就上来了。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啊？婶子一脸疑惑，挠了挠头，如实说道，咱们先把他抬下去吧。江婉婉深吸一口气，现在关键是把人藏好，通风的问题他一会再解决。三人合力抬起心妍，然而等等，他受刑怎么这么大？阿布咬牙切齿，手臂肌肉绷得死紧，额头青筋直跳。这家伙平时是吃铁矿石长大的吗？少废话，用力！江婉婉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三人摇摇晃晃地往地窖口挪动，结果刚走2步，阿布脚下一绊，哎呦我去！三人瞬间失去平衡，咚咚咚，心妍顺着台阶一路滚了下去，最后砰，地砸在地窖底部，扬起一片灰尘。江婉婉，阿布的阿姆，心妍，江婉婉快速地冲了下去。地窖底下，心妍伸着杏子躺在地上，尾巴还无意识地抽动了2下。阿布探头看了一眼，嘴角抽搐，他还活着吧？江婉婉蹲下身，伸手探了探心妍的鼻息，又戳了戳她软乎乎的肚皮，意外的好摸，最终得出结论，应该没死。阿布小声嘀咕道，早知道该让他自己滚下来的，省得我搬了，我这胳膊啊。江婉婉抬头瞪了阿布一眼，你们先出去吧，记住别关地窖门。待2人身影完全看不到，他迅速闪身进入空间，一番搜索后购置了一台大功率锂电池电风扇。他将电风扇安置在地窖，开到最大档，强劲的气流呼呼地吹着，吹散了可能潜藏的危险。确认安全后，他才放心地爬上了地窖。心妍安置好了，我们走吧。江婉婉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对阿布说道。等等，你就这么去啊？阿布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怎么，我这身有什么不对吗？江婉婉一脸茫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扮，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然哪都不对。阿布差点跳起来，你这打扮在凤凰城，就像在狼群里放了个小绵羊，是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啊？他又戳了戳江婉婉手臂上的气印，再加上这个，没等进奴隶市场呢，你就得被抓起来，那怎么办？江婉婉一听，顿时犯了难。你等下，我拿我的给你穿。阿布风风火火地跑开，不一会儿便拿着一套自己的兽皮衣回来了，递给江婉婉。江婉婉接过衣服，迅速换上。当他再次出现在阿布面前时，阿布惊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原本宽松的兽皮衣在他身上绷得紧紧的，上衣领口低得危险，毛边堪堪遮住锁骨，却让圆润的肩头完全暴露在阳光下。随着呼吸，柔软的兽皮在胸前起伏，隐约可见一道令人心跳加速的弧度。至于那条兽皮短裙，阿布发誓它原本没这么短，现在却勉强只能遮住江婉婉的臀线，一双修长白皙的腿晃得人眼晕。嘶！阿布倒吸一口凉气，大脑当场宕机，只剩下一个念头，这哪是伪装，这分明是去凤凰城选美啊！江婉婉被他直勾勾的眼神盯得耳根发烫，还不够低调，要不我再换回去？别！阿布猛地回神，阿布迅速地撕下个小布条绑在江婉婉节气标识的胳膊上。江婉婉，你确定这样能低调？阿布，至少他们应该不会先看你的气印。江婉婉被阿布拉着穿过熙攘的街道，越往前走，嘈杂声就越发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汗味，皮革和某种野兽的气息混合在一起的古怪味道，让他胃部一阵不适。前面就是凤凰城最大的奴隶交易市场。阿布兴奋地回头，猫抖动着。今天正好是1月1次的大集市，能看到不少稀有品种。江婉婉还没来得及询问稀有品种是什么意思，眼前的景象就让他的脚步猛地顿住了。宽阔的街道两侧各有一排高约半米的木质平台，每个台子上都站着一名身材高大的雄性兽人，他们的双手被粗糙的麻绳捆在身后，赤裸的上身展示着结实的肌肉，腰间只围着简单的兽皮。有些兽人低垂着头，有些则挺直腰背，眼神空洞地望向远方。更令江婉婉震惊的是，台子周围挤满了雌性兽人，他们对着台上的商品指指点点，不时发出挑逗的笑声或尖刻的评论。这个豹族的肌肉线条不错，就是不知道耐力怎么样。鹿族的太瘦弱了，买回去能干点啥？快看那个熊族的，好帅啊，我好爱。江婉婉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道德在哪里？底线在哪里？最帅的在哪里？这要不是为了救蓝湛，江婉婉高低得买2个回去，不是做寿夫，是买给阿姆做男保姆。阿姆就阿父一个寿夫，阿父什么都得自己亲自亲为，忙里忙外的，
买2个回去，不仅能救这些雄性兽人于水火，以后阿福得少干多少活啊？怎么样？这可是凤凰城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阿布的声音打断了江婉婉的思绪，他赶紧拉着江婉婉往前挤。我带你去看看新到的货色，没准我们就能找到蓝湛。随着他们深入市场，江婉婉注意到不同种族的兽人被分类展示。猫科兽人所在的区域相对安静，那些有着各色猫耳和尾巴的雄性站姿优雅，眼神警惕。犬科区域则热闹得多，几名雌性正在逗弄一个看起来像哈士奇的兽人，引得他发出委屈的呜咽声。越往里走，品种越发稀有。突然，一声尖利的嗓音刺入耳膜：“这个我要了！”只见一个娇小的孔雀雌性伸手指着台上的一个白虎雄性兽人，大声嚷嚷道。说罢，他直接登上台，开始像检查货物一样摆弄起白虎兽人。先是伸手捏了捏他结实的肌肉，又掰开他的嘴巴查看牙齿，甚至还掀起兽皮，毫无顾忌地查看私密部位。白虎兽人浑身绷紧，琥珀色的眸子闪过一丝屈辱，却仍面无表情地承受着这份羞辱。这位买家，您检查好了吗？请问打算用什么来交换呢？一旁的丹顶鹤雌性姿态优雅，轻声询问。2块兽皮再加1小袋盐。孔雀小雌性昂着头说道。丹顶鹤雌性轻笑摇头，亲爱的买家，这可是新来的白虎部落雄性，刚刚到成熟期化型，嫩着呢，这个价格可不够，您得再加码。怎么能这样啊？我上次用这些东西就买到了蛇兽兽人，那蛇族的妖脂可灵活了，也才这个价。这个白虎兽人虽说刚到成熟期，是挺嫩的，可哪有蛇兽会玩呀？可惜上个月被我玩坏了，不然我哪会想着再买一个。你们就不能给我这个老客人便宜点吗？孔雀小雌性开始撒泼抱怨。江婉婉一听他说把蛇兽兽人玩坏了，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心妍伤痕累累的模样，气得小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他们不反抗吗？他声音发颤地问阿布。阿布摇摇头叹口气，反抗？大部分都被驯服过了，少数刺头要么被教训到服软，要么……他指了指市场尽头一个被黑布遮盖的笼子，被关在那里等待着最终的处理。江婉婉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笼子周围站着好几个全副武装的守卫，隐隐约约还能听到里面传来低沉的咆哮声，让人不寒而栗。好吧，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要是没问题，我们会派人监督你们结切。丹顶鹤雌性对着孔雀小雌性说道。监督？江婉婉瞪大了眼睛，满脸都是难以置信，这件事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不然雌性们哪是这些雄性兽人的对手？只要有高阶兽人监督完成结契，他们结了契才会彻底听话。阿布解释道。这不是拐卖人口吗？这件事无论放在地球还是兽世，无论男女，无论雌性雄性，都应该零容忍。可话虽这么说，眼下光是救蓝湛就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望着台上那个青涩稚嫩的白虎少年，内心天人交战，挣扎了许久。他有时候真挺讨厌自己这心软的性子，就像上一世一样，明明自己过得不如意，还看不了人间疾苦。等等，我出2袋盐买这个白虎雄性。江婉婉深吸一口气，声音不大不小，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市场瞬间安静，所有目光齐刷刷射来，议论声随即炸开。天啊，这小雌性也太好看了，我要雄性，就是明天死也想做他的受妇。瞧瞧那皮肤白皙的像月光一样，看来这个白虎雄性挺抢手啊，这么漂亮的雌性也来抢他，可不是吗？你看看他细皮嫩肉，还有8块腹肌，公狗腰，我要有东西换，肯定也得跟他争一争。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目光紧紧盯着眼前这场争夺战。你有没有个先来后到啊？孔雀小雌性看着到嘴的鸭子要飞了，气得满脸通红，伸手指着江婉婉质问道。我只知道你的物资不够，你要是够，我二话不说就让给你。江婉婉毫不示弱，挺直了腰板，眼神坚定地回对。可是丹顶鹤大人都同意卖了。孔雀小雌性还在狡辩。丹顶鹤大人那是通情达理，可你不能不懂事吧？没物资还来为难丹顶鹤大人。江婉婉挑起眉，不紧不慢地呛了回去。丹顶鹤雌性听闻，脸上露出一副你真懂我的表情。丹顶鹤雌性眼中掠过一丝赞许，优雅的轻咳一声，价高者得，这是市场的规矩。孔雀小雌性涨红了脸，先指颤抖地指向江婉婉。你什么你？江婉婉挑眉冷笑。我什么我？连话都说不利索，还来买什么雄性兽人？回家把舌头捋直了再来吧。孔雀小雌性被这一番抢白气的狠狠的一跺脚，双手捂着脸，哭哭啼啼地跑下了台。客人请上台，支付一下您的物资吧。丹顶鹤雌性脸上挂着标准的职业微笑，客气又不失礼貌地说道。阿布满脸惊讶，凑近江婉婉，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音量，在他耳边急切又小声地劝道：你真要买啊？那可是2袋盐啊，这盐多金贵，你又不是不知道，花这么大代价买个兽人，
值得吗？江婉婉神色笃定，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言道不算什么，他空间里有的是，让他遇到了，他就不能让这个白虎兽人出事。等一下，江婉婉话音刚落，便迅速转身跑进了树后的隐蔽角落。他怎么跑了？人群里有人发出疑惑的声音，该不会是没有物资来这骗人的吧？另一个雌性揣测道，长得这么好看，骗人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扰乱市场秩序，以后就不能再买兽夫了。他连这点规矩都不知道吗？白虎少年听到这里猛地抬头，琥珀色的眸子闪过一丝慌乱。他不买我了吗？不，我宁可死也不要再回那个地狱一样的地方。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江婉婉赶紧从空间里拿出2包盐，然后拿着盐快步走上了台。江婉婉将2袋盐递给丹顶鹤雌性，丹顶鹤雌性看着这2袋带着塑料包装的盐，直接愣在了原地，半天才吐出一句，这是盐。江婉婉应了一声，拿起盐撕了一声，撕开包装，小心翼翼地倒了一点在丹顶鹤雌性的手心里。丹顶鹤雌性伸出舌尖轻轻舔了一口，刹那间瞳孔骤然放大，满脸的震惊与不可思议。没有苦味的盐，这怎么可能？你究竟是怎么得来的？我自己提炼的。江婉婉略显心虚地移开视线，结结巴巴地扯着谎。哟，那感情这可真是贵客临门呐。丹顶鹤雌性突然热络地握住江婉婉的手，羽毛状的长睫毛快速眨动。贵客还想看看其他兽人吗？我可以为您特别安排专场服务。有人鱼兽人吗？江婉婉眼睛一亮，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人鱼兽人。丹顶鹤的瞳孔骤然收缩，审视的目光在江婉婉身上游走。我听说人鱼族兽人长相都是顶尖绝美的，要是弄哭了，眼泪还能变珍珠，我就想买一个。江婉婉被盯得心里直发毛，赶紧把准备好的话术说出来。弄哭，眼泪变珍珠。丹顶鹤雌性先是一愣，紧接着忙捂住嘴，眼里闪过一丝别样的意味。还是贵客您会玩啊？不是你想的意思。江婉婉慌了神，忙不迭的摆手，脸都急红了，生怕被人误会成什么奇怪的癖好者。丹顶鹤雌性心领神会地点点头，那副模样就好像在说我都懂，你不用解释。江婉婉一看这解释不清的架势，心里一横，算了，把我当变态就当吧，反正这地方也没人认识我。于是硬着头皮又问，有吗？人鱼兽人到底有没有啊？没听说呢，按理说有这么稀罕的兽人，我们肯定会提前通知的。丹顶鹤雌性摇了摇头，略带遗憾地回答道，那好吧，如果有的话给我留着，我愿意用更多的盐买它。江婉婉满心失落，却又不死心，焦急地叮嘱着，眼里满是期待。好的，客人，如果到货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这个白虎部落的雄性就交给你了，请跟我们的最高阶守卫去节气吧。丹顶鹤兽人脸上重新绽放出职业性的微笑，语气轻柔道，什么节气？江婉婉脑袋的一声，这才如梦初醒，光顾着救人了，竟把买完就得节气这档子大事忘得一干二净。那个，我害羞，我能不能领回家自己节气啊？江婉婉举起手，小心翼翼地问道。不可以呢，贵客，虽然这只白虎雄性兽人只是3阶，可他要是发了狠，伤了你再逃跑，那可就麻烦大了。一旦你们节气，他就永远不会伤害你了。丹顶鹤雌性态度坚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江婉婉的请求。啊，那个，江婉婉还想再争取，话到嘴边，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急得手心直冒汗。客人，原来您在这儿啊！一道软糯的声音突然传来，江婉婉回头，看见一个白发小雌性走了过来。姐姐，这客人交给我吧，我安排高阶守卫监督他们节气。白发小雌性看向丹顶鹤雌性说道。你？丹顶鹤雌性满眼狐疑。刚才这位姐姐托我找稀有的雄性兽人，结果走散了，对吧？客人，白发小雌性一边说，一边给江婉婉使眼色。啊！江婉婉被他说的一脸懵，他是谁？干嘛这么说？那好吧，别怠慢了贵客，盯好了，可不能让贵客有了闪失。丹顶鹤雌性叮嘱道。好的，丹顶鹤姐姐。白发小雌性拉起白虎雄性兽人的绳索，跟江婉婉挤眉弄眼道。客人，跟我来吧。江婉婉纳闷道，这个小雌性怕不是眼睛有问题，这是干什么呢？江婉婉拉起阿不得手，急忙跟上白发小雌性的步伐。谢谢你啊，你把它给我就行了，我想回家节气。江婉婉不死心地说道。雅雅姐，是我。白发少女边走边压低声音说道。你叫我什么？江婉婉皱眉，狐疑地打量她。雅雅姐，我是绵绵啊。白发少女眼含泪水，声音发颤。绵绵，你是绵绵，你到成熟期化形了，你不是被杨丽杀了吗？江婉婉眼眶瞬间红了，一把抱住绵绵哭起来。路过的雌性纷纷投来目光，往他们这边看，连台上的守卫也警觉地转头看向他们。这位客人买到心仪的兽夫，太激动了，呵呵。绵绵赶忙解释，只会眨眼不会看。绵绵压低声音，警惕地环顾四周。雅雅姐，这里不方便说话，
你住在哪儿？我晚上去找你。江婉婉眼睛一亮，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我暂时住在阿布家的山洞里。绵绵，你在这儿工作，有没有见过蓝头发的人鱼兽人？绵绵摇了摇头，没有。按规矩，如果有特殊种族的兽人出现，我们都会收到通知的。姐姐，你是特意的来找他的？江婉婉肩膀一垮，整个人瞬间泄了气。他被抓走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只能来这儿碰碰运气。绵绵安慰的拍了拍他的手，把白虎兽人的绳结交给他。姐姐，你先带那个白虎兽人回去吧，找人的事我帮你打听打听，我们晚上见。一直在一旁默默听着的阿布这时突然出声，满脸震惊，你真不跟他结气啊？那不白买他了，那可是2袋盐啊。虽然用的不是阿布的盐，但是阿布依然很肉疼。阿布上下打量着那个白虎雄性，虽然只是3阶，但8块腹肌分明，身高少说也有187，打他们雌性可真是一拳能打倒2的那种。在兽市，如果不是自愿结气，不使点手段，根本压不住。他可是3阶兽人啊，你就这么把他领回家，能降得住吗？阿布皱着眉，眼里满是担忧。那你可太小看我雅雅姐了。绵绵一听这话，立马满脸崇拜地看向江婉婉。我雅雅姐可是连5阶狮王都能轻松摆平的厉害人物。与此同时，星颜在地窖中缓缓苏醒，眼前一片漆黑，潮湿的泥土气息萦绕鼻尖。他猛地撑起身子，瞬间化作人形，锐利的目光在黑暗中搜寻。江婉婉呢？直到瞥见角落里那台嗡嗡运转的奇怪风扇，他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松懈。在这兽市，只有江婉婉才会捣鼓出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看来是他把自己安置在这儿的。他利落地套上江婉婉特意留在旁边的衣物，推开地窖的木门。你醒了？阿布的阿姆正从地窖附近路过，眼角余光瞥见星年的身影，先是一怔，紧接着脸上浮现出惊喜的神色，赶忙快步迎上前去。听到动静的小竹鼠也迈着圆滚滚的小短腿，一路小跑来到星年脚边，亲昵地蹭他的脚踝。你是谁？星年眉头紧锁，声音沙哑地问着阿布母亲江婉婉在哪儿。星年，熟悉的嗓音蓦然响起。星年猛地抬头，正看到江婉婉牵着那个白虎雄性走过来。四目相对的瞬间，江婉婉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不管不顾地扑进他怀里。小竹鼠被突如其来的冲力撞得翻了个跟头，委屈的吱了一声。去哪了？你没事吧？星颜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双臂紧紧环抱住他颤抖的身体，他的体温透过单薄的衣料传来。江婉婉把脸埋在他胸前，贪婪地呼吸着这令人安心的气息。好帅啊！阿布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带着毫不掩饰的惊叹。江婉婉这才想起还有旁人在场，他微微抬头，看到阿布正双手捧着脸，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星颜。江婉婉调节下情绪解释道，这是阿布，你撞到他了，然后又到岩石晕倒了，可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死了。江婉婉的声音哽咽的几乎说不下去。傻瓜，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星颜的声音忽然顿住，江婉婉感觉到星颜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那个白虎兽人的身上了。哟，你也撞到了，怎么长不一样了？毁容了，换了一张脸。星颜一只手抱着江婉婉，一只手直接捏住了白虎兽人的脸左右查看，语气里带着轻佻和挑衅。江婉婉突然踮起脚尖，双手捧住星颜的脸，拇指强行撑开他的眼皮，两人的鼻尖几乎相碰，他能清晰地看到星颜琥珀色瞳孔中映出的自己的脸。星颜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定在原地，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红晕，连耳尖都变成了粉色，温热的呼吸变得急促而不稳。怎么了？星颜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了8度，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音，喉头滚动，艰难地吞咽口水。江婉婉强忍着笑意，故作严肃地左看右看，然后煞有介事地说道，你眉毛底下挂俩蛋，只会眨眼不会看。江婉婉不再逗他，松开星颜，指着白虎兽人说道，他不是蓝湛，他是白虎兽人。星颜的目光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当视线再度落在白虎雄性兽人身上时，周身的气场骤然一凛，他的眼神瞬间冷至冰点，周身散发出的压迫感几乎让人窒息。他低喃出声，嗓音低沉而危险，一个蓝湛还不够，现在又来了个白虎兽人。江婉婉察觉到星颜翻涌的醋意，连忙拽着他重新钻回地窖。众人愣在原地，面面相觑。阿布的母亲摇头咂嘴，年轻就是好啊，瞧这急不可耐的劲儿。阿布双手捧脸，兴奋的原地跺脚，我滴个兽神啊，接下来是不是要不敢想，我的爱情什么时候才能来啊？白虎兽人沉默伫立，眼底晦暗不明。星颜虽绷着脸，却任由江婉婉牵着自己，一路闷不吭声。江婉婉进到地窖后，先把风扇收进了空间，刚转身就对上了星颜灼灼的目光。你拽我下来就为了收这破玩意儿？他咬牙切齿，没有别的话要说。江婉婉凑近一步，指尖轻轻勾住他的掌心，那只白虎兽人
我要是不救他，他就会被孔雀雌性折磨死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他说他刚玩死一个蛇兽兽人，我就没忍住给他救回来了。刚玩死了一个蛇兽兽人，星爷眉峰一挑，怒意倏然消散，心底窜起一丝丝的窃喜。他救那家伙，莫非是因为我？再靠近一点，星爷的语气里有一丝命令的意味，眼神中却是藏不住的温柔。江婉婉不由自主地向前半步，星爷猛地拉住他的手腕，拽进怀中，微凉的指尖抚上他脸颊，呼吸交错间，他炽热的目光几乎要将他融化。你今天……星爷低沉的嗓音染上几分暗哑，喉结不自觉地滚动，穿得真好看。唇瓣即将相触的刹那，星爷却忽地停住，眼中噙着几分戏谑与试探，灼热的呼吸喷洒在他唇边。你……江婉婉羞恼地瞪向他，话音未落，星爷已碾碎最后一丝克制，低头封住了他未尽的话语。温热的唇舌交缠间，所有呜咽都被他尽数吞没。做个二房也好啊。天色很快暗了下来，星爷牵着江婉婉的手走出地窖。吱，小竹鼠突然从草丛里窜出来，蹦到星爷脚边。星爷心情颇好的弯腰将他拎起来，抱在怀里轻轻捋着毛，嘴角带着艳足的笑意。小雌性，你们在地窖里待得可真够久的。阿布倚在树边促狭的眨了眨眼，要不是婉婉的朋友今天晚上要来，我们怕是3天3夜都出不了那扇门。星爷懒洋洋的勾起唇，嗓音沙哑又得意。江婉婉的脸唰的红透了，羞恼的捶了他一下。你胡说什么？雅雅姐。就在这时，一道软糯糯的声音传来。江婉婉转头看见绵绵正朝他跑来，他立刻迎上去，紧紧抱住了绵绵，声音哽咽道：你这个坏绵绵，当初我以为杨丽杀了你，哭的眼睛都肿了，你怎么不回来找我？绵绵也忍不住红了眼眶。雅雅姐，我是被杨丽绑走的，后来被山羊族长发现，偷偷把我藏在了祭坛里。我本来想找你和陆明的，可是刚化形就被蜥蜴兽人盯上了，他强迫我结切，幸好凤燕大人救了我，我才能在这里安定下来。绵绵说完，开始四处张望。对了，陆明呢？没和你在一起吗？陆明不在这里，我们失踪后，新年听村长说，他自己回去了。江婉婉拉过绵绵的手说道：这样也好，送我回家实在太危险了。站在一旁的新年闻言，目光不自然的移向别处，手指无意识的摩挲着小竹鼠的绒毛。吱，小竹鼠吃痛的尖叫一声，挣扎着从他掌心窜出，再不跑就被星爷叔叔给拔秃了。几缕银灰色的绒毛飘飘荡荡落在地上。江婉婉好奇的回头看了一眼星爷，转身拉着绵绵进了山洞。这风大，我们进去说吧。来，坐这儿。江婉婉拍了拍铺着兽皮的石床，绵绵挨着她坐下，犹豫片刻还是开口：雅雅姐，你真的不打算回去找陆明了？江婉婉摇了摇头，我家在那么远的地方，前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呢，后面还有飞龙木川穷追不舍的，完了，我那老实巴交的陆明啥时候能追上我的雅雅姐啊？听到这里，绵绵直为陆明着急。绵绵不自觉地瞥了一眼旁边的星颜，这家伙不会是我们家陆明的情敌吧？只见星颜暴毙倚在岩壁上，俊美的脸庞在阴影中晦暗不明。飞龙木川在追他的雌主。星颜的后槽牙不自觉地咬紧，自己家的雌主太漂亮是不行，太多人惦记了。江婉婉没有注意两个人的表情变化，声音越来越低，我已经连累太多人了，连你都是因为我才在这里的，不许你这么说。绵绵突然抓住他的手腕，力道大的让江婉婉一怔。是我们心甘情愿送你的，是你给了我绵绵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微微发颤，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家人，我的亲姐姐。绵绵，江婉婉感动的鼻子发酸。雅雅姐，他是谁？正当江婉婉打算和绵绵深情一下的时候，绵绵突然问道。啊！江婉婉被突然的转折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是你姐夫，快叫姐夫。姐夫。绵绵眼前一黑，完了完了，陆明这下正宫的位置保不住了，以后要伏低做小了。雅雅姐，她小心翼翼试探，你要找的那个蓝色头发的人鱼族兽人，不会也是我姐夫吧？她在心里疯狂祈祷，陆明当不了大房没关系，做个二房也好啊，最起码一人之下不用受太多气。不是，你怎么能这么想？蓝湛和那白虎兽人一样都是我救下来的，可是他在这就被掳走了。对了，绵绵，你打听到他的消息了吗？他到底在不在奴隶市场？江婉婉着急地问道。绵绵轻舒了一口气，压低声音说道，我托人打听，确实他们送来一个人鱼族兽人，被关在封闭的石室里，听说凤燕大人要和他生完雌崽再处决了他，应该不会再流通到奴隶交易市场了。什么？江婉婉顿时大脑一片空白，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不流通奴隶市场，直接处决。江婉婉瞳孔骤缩，指尖发冷。上一秒他还沉浸在绵绵生还的狂喜里，庆幸没有人因为他丧命，可转眼间又一条性命要为他而断送。绵绵，告诉我怎么才救他？江婉婉一把扣住绵绵的手腕，指尖都在发颤。
盐、糖、蜂蜜、水果，你知道我有物资的，我什么都可以给，凤凰城总会有价码的，对不对？江婉婉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吃，心妍忽然低笑一声，金瞳里掠过一丝玩味。能被凤凰城的王选中，是那条鱼的造化，他未必想让你救吧？心妍一想蓝湛要和凤凰城的王生雌宰，便再没有人和他争抢江婉婉了。这念头一闪，他唇角不自觉勾起。心妍，现在不是吃醋的时候。江婉婉声音颤抖着，跟他们王生玩雌宰是要被阉割，然后杀掉的。什么？心妍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眼神骤暗，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与些许震惊。雅雅姐，别急。绵绵忙拉住江婉婉的手，安慰道：凤燕大人1年1度才选一次伴侣，那可是大事，要举行神圣仪式的。凤凰城里的全部雌性都要参加。稍稍顿了顿，绵绵继续说道：凤燕大人会先选出10名兽夫备选人员，等到月圆之夜，由大祭司代表兽神进行占卜，再从这些人里挑出最有可能诞育雌崽的幸运儿。现在离月圆还有整整3日呢，时间还来得及，咱们肯定能想出办法救人的。江婉婉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3天，就3天，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我能带他来，我就能带他走。江婉婉轻声喃喃自语道：严格遵守地球下国法律法规。3日后，这就是你3天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好办法。心妍挑起眉毛，从兽皮抹胸里掏出馒头，咬了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戏谑。喂，别吃啊！江婉婉眼疾手快，一把夺回馒头，硬生生给他塞了回去。这可是你扮雌性的重要道具。别说，味道还不错。心妍舔了舔嘴角，故意逗他。好吃也不能吃。江婉婉瞪了他一眼。凤凰城禁止雄性随意出入，你得扮成雌性，跟我混进祭祀仪式，才能救出蓝湛。心妍凝视着自己的雌主，眸光微动。在这个雄性守护雌性的兽室里，他的雌主却比任何雄性都更勇敢。凤凰城高阶守卫遍布，连他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全身而退，可他偏偏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可心妍不知道的是，江婉婉已经吓得腿都快抖成筛子了，全靠咬牙硬撑才没露馅。对了，还得准备点武器。江婉婉躲在心妍身后，闪身进入系统空间，迅速来到购物页面。枪在哪儿？他飞速滑动屏幕，眉头越皱越紧。怎么全是水枪、玩具枪？系统，为什么购物页面没有真枪？他忍不住质问。丁，主人，因为本系统是地球下国购物系统，所以本系统严格遵守地球下国法律法规，禁止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及爆炸物品哦。系统的电子音欢快的回应。什么？呵呵，你还真是遵纪守法哈。江婉婉尴尬的笑了2声，焦急的啃着指甲来回踱步。没有武器，今天我岂不是要交代在这了？忽然他眼睛一亮，猛地停下脚步，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他迅速下单几罐臭豆腐，20瓶加强版防狼喷雾，外加几根高压电棍。对了，还有假发，把心妍打扮的越接近雌性越好，可不能再让心妍有危险了。江婉婉低头看着手里寒酸的武器，几瓶臭豆腐和防狼喷雾，不由得叹了口气，只能这样了。既然打不死他们，那就臭死他们，尽人事听天命了。江婉婉拿了假发和3个防狼喷雾和3个电棍，将剩余的武器整齐码放在空间置物架上，才退出空间。你回来了，买了什么武器？心妍好奇地问道。江婉婉耷拉着脑袋，还是只有防狼喷雾和电棍，其他的都买不到。没事，那2样就很厉害了，我们一定可以的。心妍摸了摸江婉婉的头，安慰道。那他怎么办？心妍抬头看了一眼白虎雄性兽人的方向，现在还不能放。江婉婉取出假发，踮起脚往心妍头上比划。他知道我们的计划，等我们把蓝湛救出来，再带他一起出城。这又是什么鬼东西？心妍皱眉，嫌弃的扯了扯假发。假发更好的伪装自己吗？你乖了就戴一回，行不行？江婉婉像哄小朋友一样轻声哄着心妍。心妍突然一把拦住他的细腰，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啊，你要怎么补偿我？江婉婉轻笑，在他唇上落下蜻蜓点水般的一吻，却不料心妍眸光一暗，大手扣住他的后脑，将这个吻不断加深。白虎兽人别过头去，喉咙里发出一声不满的咕噜。这个雌性到底什么意思？他在心里愤愤地想。把我买回来却晾在一边，整天和那条蟒蛇腻腻歪歪，难道是因为我的阶级不够高？想到这个可能性，他的耳朵顿时耷拉下来，连尾巴都冒了出来，无精打采地捶打着地面。小雌性，差不多了，该出发喽。阿布凑到江婉婉耳边轻声说道。哇！江婉婉推开心妍，猛地后退半步，捂着狂跳的心口。你走路怎么都没声音的？突然贴这么近，想吓死谁啊？阿布歪着头，毛茸茸的耳朵抖了抖。因为我是猫呀。他狡黠的眨眨眼。你们刚才好投入呢，我正好学习，等救出蓝湛，我也想和他试试看。说着，他的眼睛变成了星星状。江婉婉看着这个天真烂漫的阿布，不由得担心起来。阿布，
谢谢你肯帮忙救蓝湛，但是节气这种是要两情相悦才行。蓝湛要是不愿意的话，我知道，但是事过了就不后悔了，不是吗？阿布眼睛亮晶晶的说道，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江婉婉将防狼喷雾和电棍分别递到星妍和阿布手中，他耐心的讲解着使用方法，边说边演示，反复确认两人都掌握了。他随即走到白虎兽人面前蹲下，等事情结束，我带你出城，往后你想去哪就去哪，到时候你就自由了。说完，他又来到小竹鼠跟前，戳了戳他圆滚滚的肚子，小家伙，帮我看好这只虎兽，知道吗？吱吱，小竹鼠立起上身，小爪子拍得胸脯啪啪响。交代完这些，江婉婉、星妍和阿布三人沿着蜿蜒的小路，朝着举行祭祀仪式的方向大步走去。宁可带只猫，也不带我去。虎兽看着三人身影消失在洞口，生着闷气，我就那么不可靠？与此同时，绵绵正心急火燎地朝着江婉婉住的山洞赶来，一路上跑得气喘吁吁，脚步都有些踉跄。一到洞口，他顾不上歇口气，就扯着嗓子喊：雅雅姐，雅雅姐！可山洞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绵绵扶着洞壁，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脸上满是失落，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我不是人吗？白虎兽人懒洋洋地说道。我找雅雅姐。绵绵心急如焚，也没在意他话里的情绪，语速极快地说道。我托人打听到凤燕大人的妹妹在哪了，只要抓住他妹妹，威胁凤燕大人，让他放人就行，就不用以命相搏，硬闯祭祀场了。说到这儿，绵绵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像是找到了破局的关键。迟了，白虎兽人漫不经心地说道。他们刚走，那怎么办？绵绵急得团团转。白虎兽人眯起眼睛，突然压低声音蛊惑道：不如你放了我，我去抓凤燕的妹妹。快看那边，那个雌性也太高了吧！一只兔族雌性突然拽住同伴，激动地跺着脚。我滴个兽神啊，比雄性兽人都高，这是吃啥长大的呢？另一个声音满是惊叹，还带着点夸张的意味，引得周围兽人纷纷附和点头。奇怪，鸵鸟雌性眯起眼睛，我在凤凰城住了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么高的雌性。他的目光突然转到星妍身旁，不过他带着的小雌性倒是真标致啊。江婉婉紧张的冷汗直流，生怕被人拆穿。星妍也浑身僵硬的走在路上，那些火辣辣的视线让他如芒在背。作为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蟒蛇兽人，如今被一群雌性当珍稀动物围观，这体验实在新鲜的过分。星妍不得不微微弯腰，在江婉婉耳边低语：再这样下去，我怕是要被他们的目光烤熟了。但是很快，雌性们就聊起来了凤燕的选夫的祭祀仪式。你们说，今天王选的兽夫会是什么品种？反正不可能是我们家这种猫兽或者犬兽了。鸵鸟雌性语气酸溜溜的，人家是王，至少得是雪豹那个级别的。随着祭祀时辰临近，各色雌性都朝着广场方向涌去。广场上人头攒动，雌性们将祭台围得水泄不通。江婉婉踮起脚才勉强看到台上的情形。大祭司身披五彩羽衣，手持鼓杖，站在祭台中央。肃静！大祭司突然一声暴喝，鼓杖重重跺地，方才还叽叽喳喳的兽群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变得清晰可闻。兽神在上，今日我城之王，要选出能诞下此崽的兽夫，恳请兽神显灵，指引我们选出神圣兽夫。大祭司双手高高举起，双目紧闭，神色虔诚，扯着嗓子大声吟诵着祷告词。江婉婉一个没忍住，噗地笑出声，这词儿编的还挺押韵。周围的雌性们纷纷转过头，投来不满的目光。星妍赶紧捂住他的嘴，在他耳边低语：我的小祖宗，你是生怕我们不暴露吗？江婉婉赶紧做了个拉上嘴巴的动作，悄悄往星妍身后缩了缩。就在这时，台上压上来10个兽人，他们形态各异，有身姿矫健的鹰隼兽人，壮硕魁梧的黑熊兽人，威风凛凛的狮子兽人。江婉婉的视线突然定格，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忍不住伸手拽了拽身旁的星妍，压低声音却难掩兴奋：蓝湛，星妍，你看，那是蓝湛。星妍面不改色，只是惊瞳微微收缩。看到了，等仪式最混乱的时候再动手。他的目光紧锁着台上每一个守卫的站位。这时大祭司手持鼓杖，绕着10位候选人跳起诡异的祈福舞。突然他浑身剧烈颤抖，鼓杖直指蓝湛。兽神显灵，大慈大悲的兽神选中了这位人鱼族雄性兽人作为本届神圣兽夫。台下瞬间炸开了锅，雌性们交头接耳：人鱼，这可是100年难遇啊，听说人鱼族雄性兽人的生育力老厉害了。嘘，别瞎说，讨论王的兽夫，你们不怕掉脑袋？人群里一道带着警告的声音响起，瞬间让那几个窃窃私语的人静了声。大祭司高声道：为表对兽神的敬意，其余落选者将在典礼时祭天谢恩。祭天！江婉婉倒吸一口冷气，这不就是活祭吗？他死死攥住星妍的手臂。星妍惊瞳骤缩，安慰道：冷静，再观察看看，没到时机。肃静！大祭司突然五体投地：恭迎我凤凰城之主凤燕大人驾临。突然炽热的气浪席卷全场，
伴随着漫天飞舞的火雨，一道修长的身影从天而降。凤燕收拢燃烧的羽翼，赤金色的瞳孔冷冷扫过台下，在掠过江婉婉一行人时，微不可察地顿了顿。凤燕神色冷峻，抬手随意摆了摆，两名身形魁梧、周身散发着凛冽气息的高阶守卫便迅速上前，他们一左一右牢牢架住蓝湛，动作粗暴地解开捆绑他的绳索，不顾蓝湛的反抗，拽着他就要举行祭祀仪式。与此同时，其他落选的兽人也被另外一批高阶守卫押解到了台侧，被迫齐刷刷地跪成一排。放开我！蓝湛剧烈挣扎，鱼尾状的灵纹在颈侧若隐若现，守卫们充耳不闻，架着他往祭坛中央拖去，在地面留下一道挣扎的痕迹。这么不乖的小鱼，看来需要好好调教。凤燕踱步上前，声音里裹挟着危险的甜腻，听着就让人脊背发凉。他伸出手，指尖轻轻掠过蓝湛的脸颊，好似在把玩一件精致的玩物。能当我的受夫，是你的荣幸。江婉婉在台下目睹这一切，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他的手心里早已攥紧了防狼喷雾，指节都因用力而泛白，大声喊道：他让你放开他，你听不到吗？堂堂一城之主，怎么能强迫别人？婉婉！蓝湛猛地抬头，翡翠般的眼眸瞬间亮了起来，那原本暗淡无光的眸子里，此刻满是惊喜与激动。你还活着？蓝湛因为太过激动，声音都有些哽咽。凤燕危险地眯起眼睛，眼中闪过一丝阴鸷。哦，这就是让你念念不忘的小雌性。他突然掐住蓝湛的下巴，迫使蓝湛与他对视，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当着他的面解气。一定很有趣，你敢动他一根手指试试？蓝湛突然浑身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颈侧灵纹完全显现，守卫们闷哼一声，手掌竟被震开寸许。凤燕俯身在他耳畔轻语，声音却故意让全场都听得清楚：谁说我要碰他了？我要碰的是你。观礼台顿时一片哗然，几个年长的雌性捂住嘴倒吸冷气，年轻些的则兴奋地交头接耳。祭坛周围的火焰图腾突然暴涨3尺，将凤燕妖冶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凤燕居高临下的俯视江婉婉：你反对我们节气？我反对。江婉婉的声音清脆利落，掷地有声，在空气中激起一阵回响。可话一出口，她却突然意识到，这场景怎么跟狗血剧里的抢亲现场似的。她下意识瞥了眼星妍的方向，果然看到星妍黑着脸看着她。你凭什么反对我们节气？凤燕狭长的凤眸微挑，居高临下的睨着江婉婉：莫非你是他的雌主？不是。江婉婉抿唇摇头。那你想收他做受夫？凤燕的声音陡然拔高。也不是。江婉婉再次摇头。哼！凤燕突然冷笑，赤红的羽翼无风自动。小雌性，我凤凰城最是讲理，我也不屑拿王的身份来欺压你，但凡事都得讲究个先来后到，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可是他根本就不是自愿和你结气的，而且你和他结气之后，竟然还打算杀了他，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太残忍了吗？江婉婉毫不畏惧地迎上凤燕的目光，区区一个雄性，杀了便杀了，又能怎么样呢？凤燕眼神里尽是轻蔑和冷漠。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情愿？雄性最擅长口是心非的。说到此处，他眼中闪过一丝痛楚，记忆中的画面骤然浮现。清风曾信誓旦旦说爱他，要和他永远在一起，转眼却投入妹妹怀抱。凤燕眼底闪过一丝猩红。今天我便让你看清楚什么是雄性的本性，他们所谓的不愿意，不过是对雌性的欲擒故纵而已。凤燕说完，竟直接伸手去扯蓝湛身上的马面裙。江婉婉瞳孔骤缩，心中大惊，这凤凰城太开放了，这是我不花会员就能看的，这要是让他得逞了蓝湛以后可怎么活？想到这里，江婉婉心急如焚，不假思索地举起防狼喷雾，扯着嗓子大喝一声：让开！紧接着便朝着祭台上迅猛冲去。与此同时，星妍反应迅速，瞬间化作一条墨色巨蟒，蛇尾一卷，将他稳稳托起，身形如电，几个蜿蜒便带着他冲上高台。啊！台下的雌性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花容失色，惊叫声此起彼伏，一个个慌不择路的开始四处逃窜。拦住他们，凤凰城的高阶守卫们见状，迅速做出反应，从四面八方朝着江婉婉和星妍围拢过来。星妍，把我举高！江婉婉手持防狼喷雾，以自身为中心急速转了一圈，对着那些冲上来的守卫一顿疯狂喷射。这些高阶守卫哪里见过如此奇特的武器，瞬间被喷雾击中，一个个鼻涕，眼泪不受控制的直流，脸上写满了痛苦与狼狈。没一会儿便纷纷都倒在地上满地打滚。星妍，江婉婉一边呼喊，一边以极快的速度从空间里掏出臭豆腐。星妍见状，立刻变换成人形，动作麻利的一罐接一罐帮江婉婉打开。看着罐子里黑乎乎四四方方散发着臭味的东西，星妍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一脸嫌弃的问道：婉婉，这里面装的该不会是屎吧？是臭豆腐，
那可是人间美味，将婉婉夺过罐子，对准挣扎着要爬起来的守卫们当头泼下。顿时祭台上弥漫开一股令人窒息的臭味，守卫们彻底失去了战斗力，纷纷跪倒在地，面色惨白，剧烈的干呕着，连武器都握不稳。凤燕冷眼扫过一片狼藉的现场，抬手示意，架着蓝湛的2名高阶守卫立即后退，将他牢牢控制在祭台边缘。凤燕俯身拾起守卫掉落的骨刀，锋利的刀尖瞬间抵上蓝湛的咽喉，把蓝湛白皙的皮肤上压出一道血痕。凤燕的声音森冷，再赶上前一步，我立刻割断他的喉咙。该住手的人是你。一道低沉的声音冷不丁的从台下炸响，打破了这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江婉婉闻声下意识的循声望去，眼中瞬间闪过一丝诧异与惊喜。只见来人竟是他在奴隶市场救下的白虎兽人。白虎兽人正手持骨刀挟持着一名小雌性，那象牙刀足有半人高，此刻正死死抵在小雌性的颈间。当看清那小雌性的面容时，江婉婉的呼吸都为之一滞，那张脸竟与凤燕一模一样。2个凤燕，江婉婉惊呼出声。白虎兽人将刀刃又逼近1分，嫣红的血珠顺着小雌性纤细的脖颈滚落。他低声道：放人，否则我让你亲眼看着你妹妹死在这。凤燕瞳孔骤缩，握刀的手微微一顿，随即冷笑道：你们根本不是凤凰城的人，现在离开，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江婉婉还深深陷在惊讶的情绪里，回不过神来。待听到凤燕松口说可以放他们离开，他赶紧提出条件：我要带走蓝湛。休想，他生是我凤燕的受父，死也是我凤燕的祭品，凤燕不肯妥协，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白虎雄性听到凤燕这般强硬的回应，眼中闪过一抹狠厉，手上微微用力，被挟持的凤吟脖子上瞬间沁出一丝鲜血，嫣红的血顺着白皙的肌肤缓缓往下淌。姐姐，救我！凤吟感受到脖子上传来的刺痛与死亡的威胁，吓得脸色惨白，声音带着哭腔，拼命向凤燕求救，眼神中满是恐惧与绝望。没用的东西！凤燕听到妹妹的呼救，忍不住低声咒骂了一句，脸上满是嫌弃与不耐烦。凤燕狠狠将骨刀摔在地上，换人，把他给我送过来，我把人鱼兽人给你们。凤燕咬了咬牙，最终还是向守卫示意放人，眼中闪过一丝不甘。高阶守卫压着蓝湛缓步向前，在双方交错瞬间，守卫猛地将人鱼推向白虎兽人，同时一把拽回凤吟。凤吟快速跑到凤燕身边，眼睛里充满了惊喜，他没有想到凤燕会救他，是不是说明姐姐还是爱他的？凤吟颤抖着伸出手，却又不敢真的触碰姐姐，只是小声嗫嚅道：姐姐，谢谢你。凤燕冷冷的别过脸去，羽衣在风中簌簌作响。别自作多情，救你不过是因为我还没恨够。凤吟的眼神瞬间暗淡了下来，还是不能原谅我吗？就在这时，一道寒光闪过，姐姐小心！凤吟几乎是本能的扑了上去，扑哧，那柄象牙骨刀同时贯穿了2人的胸膛。凤吟闷哼一声，却露出了释然的微笑，鲜血从她嘴角溢出，滴落在凤燕的羽衣上，绽开一朵朵刺目的红花。凤燕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胸前的刀尖，她张了张嘴，却只吐出一口鲜血。凤燕颤抖的手指轻抚过丰盈的面颊，她眼中最后一丝光芒随着眼帘的垂落而熄灭。2人交叠的身躯在祭坛上投下凄凉的剪影，夕阳将他们的轮廓镀上一层血色。就在这时，人群不知道谁喊了一句：是那个白虎兽人杀了王，快把他抓起来！可是高阶守卫们不是在地上打滚，就是趴在地上呕吐不止，根本无法起身。剩下2个刚才架着蓝湛的兽人看见王死了，现在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了。就在这时，异变陡生，凤吟与凤燕的躯体突然迸发出耀眼的金红色光芒，炽热的火焰如活物般缠绕而上，火舌舔舐着空气，发出噼啪的爆响。热浪逼得前排的雌性兽人们纷纷后退。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啊！一位年迈的雌性惊呼出声，皱纹纵横的脸上浮现敬畏之色。传说竟是真的，王要浴火重生了。火焰越蹿越高，在暮色中宛如一只巨大的火炬。围观的雌性兽人们不约而同地跪伏在地，有的甚至开始低声祈祷。江婉婉看到这一幕，瞳孔骤缩，也顾不上人多不多、暴不暴露的问题了。她迅速地闪身进入空间，来到购物页面买了一个灭火器。她抱着灭火器，一个箭步来到火焰旁边，迅速地拔掉保险销，对准熊熊燃烧的火焰按下把手，吃，白色干粉如暴雪般喷涌而出，瞬间吞没了神圣的火焰。火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靡下去，最终只剩几缕顽抗的青烟，在干粉雾中不甘地扭动着。广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数百双眼睛齐刷刷盯着抱着奇怪物品的江婉婉。怎么了吗？江婉婉尴尬地干笑了几声，引起火灾就不好了。广场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居然能灭掉凤凰火。一个雌性兽人瞪大眼睛，声音颤抖。另一个声音紧接着响起，那以后有天雷引起的火，
他也可以灭掉吗？等等，你们没看见吗？他刚才唰的一下消失，又唰的一下出现。有人指着江婉婉，满脸惊骇，难道他是兽神降临？这话一出，现场瞬间炸开了锅，众人全然把凤燕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又纷纷向江婉婉虔诚的跪拜下来。兽神大人，兽神大人！音浪一波高过一波。我不是。江婉婉吓得连连后退。这么多人跪我，会不会折寿啊？我有这么帅的老公还没活够呢。站在一旁的大祭司眼见自己原本的靠山凤燕没了，重生的迹象，心里一紧，眼珠子滴溜一转，脸上迅速堆起谄媚的笑，膝盖一弯，也跟着向江婉婉跪了下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兽神大人显灵了。我说怎么占卜显示人鱼族兽人是最佳寿夫，原来是您的寿夫啊！蓝湛一个箭步冲上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将江婉婉搂进怀里，他的手臂微微发抖，嗓音低沉而炽热：你来救我了。他做梦都没有想过，在这危机四伏的绝境里，竟真会有人不顾危险来救自己，更没想到这个人会是他心心念念的小雌性。在这个兽世，向来都是雄性兽人凭借强壮体魄拼命守护柔弱的雌性，只因雌性稀少，被视作珍宝。可如今他一个雄性竟也被人如此珍视牵挂，这份特殊待遇让蓝湛心里暖烘烘的。在他眼中，江婉婉此刻就如同降临世间的兽神，散发着熠熠光辉，悄然走进他的心房，成为他心底无可替代的神明。江婉婉没有想那么多，回抱住蓝湛，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无声的给予安慰，仿佛在告诉他别怕，有我在。突然一道冷飕飕的声音从旁边插了进来：抱够了吗？心妍阴沉着脸，一把拽住蓝湛的胳膊，当着我的面搂我此主，你当我是死的？蓝湛不仅没松手，反而挑衅般搂得更紧。他看向台下，见众人皆向江婉婉跪拜，仿若天赐良机，几步上前高声宣布：从今天起，我就是兽神的第二兽夫了。此言一出，台下瞬间沸腾，欢呼声、尖叫声交织一片，众人纷纷交头接耳，兽人们激动的像是见证了什么历史性时刻，看向蓝湛和江婉婉的眼神里满是羡慕与敬畏。江婉婉则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问：谁的兽夫？蓝湛低头看他，笑得灿烂，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当然是你的，我的兽神大人。江婉婉，等等，我怎么就成兽神了？而且第二兽夫是什么鬼？我同意了吗？大祭司五体投地的跪伏在江婉婉面前，额头紧贴地面，声音颤抖而虔诚：兽神大人，凤凰城不可一日无主，求您留下执掌城池。我不行，我还得回家呢，我阿父阿母等着我呢。江婉婉一听要把他留在这里，连忙躲在了新年的身后。大祭司顿时老泪纵横的哀嚎：这可如何是好啊？凤凰城怎能没有主人啊？台下众人见状，纷纷叩首恳求，额头撞击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求兽神怜悯，求兽神留下。就在这僵持不下的危急时刻，江婉婉眼角余光瞥见一道熟悉身影，气喘吁吁的朝这边跑来，定睛一看，惊喜的喊道：绵绵！绵绵一把抱住江婉婉，紧张的上下检查：你没事吧？江婉婉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突然灵光一闪：绵绵，我要回家了，你是想跟我走，还是留在这里？绵绵脸颊突然飞上两朵红云，扭捏的绞着衣角：雅雅姐，我在这里刚找了个兽夫。那好，从今以后你就是这的管理者，我相信你能做到。江婉婉语气笃定，看向绵绵的眼神里满是信任。我吗？管理凤凰城？绵绵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机遇。江婉婉不容置疑的点头，转向众人朗声道：从今往后，绵绵就是我的代言人，我相信在他的管理下，凤凰城一定会越来越好。人群先是寂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热烈的议论：是那个在奴隶市场经常帮助别人的绵绵小雌性，兽神钦点的人选，肯定没错，拜见新城主。在震天的欢呼声中，绵绵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而江婉婉则悄悄松了口气，总算把这个烫手山芋甩出去了。晨光微熹，薄雾缭绕的山间还带着几分凉意。江婉婉一行人已经收拾妥当，准备启程，把这些兽皮和居民们送的吃食都捆好，让那个小鱼干背着。星妍懒洋洋地斜倚在石壁上，命令着白虎兽人干活：星妍，别老是欺负蓝湛，他才刚回来，身上的伤都还没好全呢，放我空间里就行，谁也不用受累背。江婉婉快步上前，一边说着，一边从白虎兽人手中拿过行李，眨眼间就将他们收进了自己的空间。没事的，婉婉，大哥说什么都成，我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蓝湛满含深情地望着江婉婉，江婉婉心里忍不住一阵感慨，这可不就是上辈子别人说的那种看狗多深情的眼神吗？这谁顶得住啊？星妍眯起眼睛后槽牙咬得咯咯响，这个死蓝湛整天摆出深情款款的死样子给谁看？
星颜此时心里生出一股无名火，在心里已经问候了蓝湛1800多回。兽神大人，您和几位兽夫醒了吗？阿布母亲的声音从洞口传来，打断了这微妙的气氛。星颜正要伸手去教训蓝湛，江婉婉眼疾手快，轻轻拍了他的手一下，嗔怪道：别闹了，走吧。一行人走出山洞，阿布母亲立刻迎了上来，她眼眶微微泛红，双手紧紧拉住江婉婉的手，声音带着几分哽咽，满是感激地说道：兽神啊，谢谢你，太感谢你为这里做的一切了。江婉婉连忙摆手：我可不是兽神，叫我婉婉就行。她下意识地往阿布母亲的身后张望，阿布呢？怎么没见他？阿布母亲叹了口气，脸上浮起一抹无奈的笑。那孩子正闹别扭呢，舍不得你们走，心里难受，就躲起来了。江婉婉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谢礼，10包盐、10包糖，还有一些耐存的零食，递给阿布的母亲。这些天多谢你们的照顾，请帮我跟阿布说声抱歉，蓝湛不能和她结亲，但她是个好姑娘，一定会遇到真正珍惜她的人。她明白的。阿布母亲点头道。江婉婉说完，和星颜等人朝着绵绵的山洞走去。阿布母亲站在洞口，目光紧紧追随着江婉婉的背影，直到那身影在蜿蜒的山路间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弥漫的晨雾之中。江婉婉来到绵绵的山洞，一进去就看到绵绵正坐在石床上，肩膀微微颤抖，小声的抽泣着。这是怎么啦？江婉婉快步走到绵绵身边，关切的问道。刚和你遇到没多久，这又要分开了。绵绵吸了吸鼻子，声音带着哭腔，委屈的说道。江婉婉伸手将绵绵轻轻搂进怀里，温柔的拍着她的背，安慰道：我相信你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城主，以后陆明就可以投靠你了，那些小流浪兽也不用再担惊受怕了，我们的绵绵现在可是强到可怕呢。陆明，绵绵撇撇嘴，眼泪还挂在睫毛上，我看他更想投靠你吧。投靠我？江婉婉一脸茫然。走了，快走了，天一会就黑了。星颜心虚的催促道。他可不能让江婉婉知道还有一个陆明喜欢他，现在的局面都够他焦头烂额的了。江婉又好气又好笑的说什么胡话呢？这天不是刚亮吗？还是早点走好。星颜又一次出声催促，眼神不自觉的在江婉婉和绵绵之间来回游移，生怕多耽搁一秒绵绵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好吧。江婉婉点点头，站起身，意念一动，地面上出现了整齐排列的100袋盐和100袋糖。她又从空间里取出几个热腾腾的披萨，香气立刻在石洞中弥漫开来。这个盐和糖是给你做城主用的，谁家不够你可以帮助一下，这个披萨是给你的。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吃披萨吗？江婉婉轻声地问道。绵绵挂着泪珠的脸上突然绽开笑容，记得，我把芝士拉得老长老长，说着还比划起来，破涕为笑的模样像个孩子。江婉婉伸手替他擦去眼泪，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照顾好自己，我弟城主大人。绵绵用力抱紧他，双臂微微发颤。江婉婉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终是没有回头，迈步踏上了归途。刚出凤凰城，江婉婉停下脚步，从空间中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兽皮包裹，递给身后的白虎兽人，给你现在自由了。包裹沉甸甸的，里面不仅有村民们送的干粮，还有他从系统商城买的各类耐储存的食物。白虎兽人愣住了，灰色的瞳孔骤然收缩。你要赶我走？不然呢？星颜一把夺过包裹，重重塞进他怀里。救你一命已经仁至义尽了，还想赖着我们一辈子？白虎兽人猛地将包裹摔在地上，灰色兽瞳中燃起愤怒的火焰。我不管，你既然买下我，就该收我做兽夫，那日交易时就该结契的，你怎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蓝湛上前一步挡在江婉婉的前面，温声劝道。婉婉要回家，离这里太远了，带着你确实不方便。带着你就方便了。白虎兽人冷笑打断，步步逼近蓝湛，我为了救你差点命丧凤凰城，这就是你的报答。蓝湛原本温和的俊脸瞬间冷了下来，他抬手挡住白虎兽人，7阶强者的威压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抑制。婉婉不愿意，谁也不能强迫。他冰蓝色的鳞片在颈部若隐若现。你个3阶还想和我7阶的打吗？白虎兽人一听瞬间炸了毛。我虽然3阶，但是我救了你，杀了凤燕。你7阶还不是等着被我救？那还不是你使阴招才杀了凤燕的？蓝湛怒气冲冲的反驳，他自己还没坐稳第2兽夫的位子呢，这又来个和自己抢老2的位置的。忽然他计上心来，故意拖长声调道，再说了，大哥能同意你跟着做梦吧？让他们狗咬狗去。蓝湛暗自冷笑，自己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够了，都给我闭嘴。江婉婉捂着耳朵蹲下身，感觉脑仁都被吵得生疼。老话说3个女人赛过500只鸭子，眼前这3个雄性简直抵得上1000只鸭子在耳边嘎嘎乱叫。他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我当初买下你只是为了救你的命，我有星颜一个就够了，我要那么多兽夫干什么呢？又不是集邮，就是我和星颜大哥完全够用了。蓝湛立即附和道，
却在接收到江婉婉凌厉的眼刀时，立刻做了个给嘴巴上拉链的动作，退到了一旁。星爷不耐烦地看着白虎兽人说道：“既然有家就赶紧回去，说你家在哪？”西部的白虎部落，远着呢。白虎兽人昂起头，灰色瞳孔闪着执拗的光，而且我绝不回去，此主在哪我就在哪。西部白虎部落，江婉婉突然抓住关键词，眼睛倏地亮起来。你们部落是不是有个叫红果的雌性？哦，对，她是我姐。白虎兽人回答道，脸上露出一丝疑惑，不明白江婉婉怎么会知道姐姐的名字。你姐？呵呵呵。江婉婉嘴角抽搐着，干笑2声，内心早已翻起惊涛骇浪，这可真是冤家路窄，竟然是冤家的弟弟。你认识他？白虎兽人一脸诧异，急切的想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一面之缘，江婉婉尴尬的笑了笑，不想多提。他在心里忍不住抱怨，我真是欠你们白虎部落的，不仅给你们100头猪差点破产，现在还得照顾他弟弟。行了，我家正好也在西部，在你家旁边的狐狸部落，你正好跟我一起回家吧，到家后就不能缠着我了。江婉婉叹了口气，无奈的说道，他实在没办法，只能先带着他，等回到家再想办法摆脱。好。白虎兽人一听江婉婉答应带他一起走，心里暗自窃喜，连忙答应下来。他心里打着小算盘，坚信只要跟着江婉婉，总有一天他会收自己当受夫。于是江婉婉一行4人带着那只圆滚滚的小竹鼠踏上了西行之路。小竹鼠蹲在蓝湛肩头，黑豆般的眼睛好奇的东张西望。此主白虎兽人凑到江婉婉身边，你和我姐姐是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啊？呵呵。江婉婉嘴角抽搐，指甲不自觉的掐进掌心，好都要好死了。那他要是知道你成了我雌主的，非常高兴吧？白虎兽人完全没察觉到江婉婉的异样，自顾自地说着，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估计会高兴的疯掉。江婉婉已经能想到红果的反应了，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行了，别围着婉婉了。星爷一直留意着这边的动静，看到白虎兽人对江婉婉纠缠不休，心里一阵不爽，上前一步，用力把白虎兽人推到了一边，脸上满是不悦。此主，他欺负我。白虎兽人立刻委屈巴巴地凑回来，直往江婉婉身后躲。江婉婉扶额叹气，以后别叫我雌主，叫我婉婉就行。明白了，雌主。白虎兽人嘴上答应着，然后继续我行我素地喊着雌主。江婉婉嘴角抽了抽，这白虎兽人是选择性耳聋吧？江婉婉看着这个比自己高2个头的大猫撒娇，突然觉得头更疼了。星爷无语地和蓝湛对视了一眼，仿佛在说，终于有了一个比你更绿茶的了。蓝湛也微微颔首，眼中闪过一丝无奈，似乎很认同星爷的想法。好了，你们不要吵了，你们走了半天了，饿不饿？江婉婉见两人又要起争执，揉了揉太阳穴，连忙出声打断。他可不想一路上都听他们吵吵闹闹的，影响心情。把空间里的肉拿出来，我给你烤。星爷说着，已经开始收集周围的枯树枝。好，等我一下。江婉婉话音未落，身影已经凭空消失，消失了。虽然这已经是江婉婉第2次在白虎兽人面前消失了，他还是震惊的合不拢嘴。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星爷轻蔑的撇嘴，就是大惊小怪。蓝湛抱着手臂附和，两人难得统一战线。江婉婉来到购物页面商城，光幕上闪烁的余额数字让他忍不住叹气。自从上次在山羊部落用虎皮换了10万块后，就再没有大笔进账，眼看着存款快要见底，他不禁发愁，上哪儿再去弄点虎皮呢？外面倒是有只现成的白虎，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狠狠掐灭。开玩笑，要是让红果知道他打他弟弟皮毛的主意，怕是要带着整个白虎部落杀上门来。甩开这些危险的想法，江婉婉点开生鲜区，选购了蓝湛最爱的深海大虾。星爷喜欢肉，给星爷选的特级雪花牛肉。犹豫了一下，又往购物车里加了几斤上等牛排。那只白虎应该也爱吃肉吧？买完这些，江婉婉退出购物页面，来到田里。最近他突然特别想吃点酸的东西，可是他的田里全都是甜甜的果子。算了，他摘了几个熟透的释迦果，轻轻一捏就能闻到浓郁的甜香，甜的也不错。江婉婉抱着一大堆食物从空间里闪身而出，怀里的食材堆得老高，遮住了他的视线，差点摔个大跟头。星爷一个箭步上前，稳稳地抱住了江婉婉，接过了他手中的东西。小心点。他皱着眉头，动作却轻柔得很。喂，那个谁？星爷转头对着白虎兽人扬了扬下巴，有点眼力劲儿，把烧烤架支起来，食材放这边。白虎少年炸毛般的竖起耳朵，我叫林泽。不叫那个谁。他气鼓鼓接过食物，而且我从来没支过什么架子。江婉婉看着林泽手足无措地摆弄着树枝，那笨拙的样子活像只被线团缠住的大猫，忍不住笑出了声。星爷实在看不下去，一把夺过树枝，转眼间就搭出一个完美的烧烤支架。好久没吃烤肉了，在凤凰城这几天连口热乎的都没吃上，
江婉婉搓着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烤架，炭火噼啪作响，油脂滴落，激起阵阵香气。辛言翻转着肉块，率先将一块烤得外焦里嫩的牛排递给江婉婉。哇，这也太约！江婉婉刚咬下一口，脸色骤变，她猛地捂住嘴，弯腰干呕起来，眼泪都被逼了出来。怎么了？三人同时围了上来。蓝湛首先一个箭步冲上前，扶住江婉婉，轻拍她的后背，眼神责怪地看向辛言。辛言大哥，该不会是你烤的肉有问题吧？怎么可能？辛言拿起肉咬了一口，味道鲜嫩多汁，挺好吃的呀。可下一秒，他的动作猛然顿住，瞳孔骤然紧缩，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缓缓低头，凑近江婉婉的腹部，鼻尖轻嗅，仿佛在捕捉某种隐秘的气息。下一秒，他的呼吸骤然急促，声音里带着不可置信的颤抖。我要当阿父了。什么？江婉婉瞬间石化，脑子里炸开无数荒谬的念头。我要当阿母了，生一只毛茸茸的小狐狸，还是滑溜溜的小蛇，又或者是一半是狐狸一半是蛇的奇怪生物。救命，这也太吓人了吧！砰！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下，江婉婉一个机灵，直接苟回空间。她快速来到购物商城，手忙脚乱地点开页面，疯狂下单验孕试纸。也不知道这个试纸对受试雌性来说验得准不准。江婉婉拿着验孕试纸想到田里测试，刚走到田边，空间突然发出的机械音吓了她一大跳。主人，检测到您想要验孕，空间里是不允许的哦，系统将强行给您退出空间。又退？江婉婉抓狂道，不在这验，你让外面三个大老爷们盯着我验孕吗？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啊喂？系统没有回答江婉婉的话，而是在空中飘出一行警示的对话框，3秒后将强制弹出，请您做好准备。3等等，咱们好好商量商量，你一句话不说就要给我弹出去，到底谁是空间主人啊？2提示框开始蹦迪式闪烁，你这破系统我迟早给你换了。一伴随最后1秒的倒计时，江婉婉4仰8叉的摔回了现实。一抬头，3双炯炯有神的兽瞳正灼灼盯着趴在地上的她。婉婉，你没事吧？辛言上前扶起江婉婉。哈哈哈，没事，系统有点小脾气，可以理解。江婉婉尴尬地拍了拍裙摆毡上的草屑，小声说道：你们都转过去，我要去草丛那边验孕。验孕？辛言歪着头，金瞳里满是困惑。江婉婉晃了晃手中的试纸，就是这个，如果出现2条红线，就说明我们有幼崽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耳尖都红透了。这个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幼崽？辛言拿起来看了看，疑惑道：其实我闻闻就知道有没有幼崽，不用那么麻烦。你懂什么啊？谁家怀孕是靠闻的？狗鼻子也没这么灵吧？要相信科学。江婉婉白了他一眼，转身快步朝身后的草丛走去，身影很快隐没在繁茂枝叶间。啊！尖锐的惊叫惊飞林间鸟雀。蓝湛和林泽刚要冲过去，眼前的星颜瞬间化作巨蟒，鳞片在阳光下泛着冷光，一记甩尾拦住去路。星颜大哥，你这……蓝湛后槽牙咬得咯咯响，拳头攥了又松，满脸的不悦。晚下手一步就是不行，当不了第一兽夫就得受老气了。林泽则站在旁边，斜着眼睛瞪着星颜，没敢吱声。第一兽夫的权威他是不敢挑战的，他是真怕星颜不让他进门。就算他姐姐的关系和江婉婉再好，第一兽夫不同意那也白搭。星颜金色的树瞳骤然收缩，森冷的目光如刀锋般刮过蓝湛和林泽。星颜转头，鳞片褪去的瞬间化作人形，几乎是瞬移般出现在江婉婉身侧，嗓音微颤。怎么了？江婉婉攥紧手中的验孕棒，垂着脑袋，声音闷闷的：2条杠，我真的怀孕了。星颜心口一滞，指尖轻轻抚上她的脸颊，低声问：怀了我的幼崽，你不开心吗？不是，我只是怕疼，而且你是蛇，我是狐狸，不知道会生出什么来，有点担心罢了。江婉婉连忙安慰星颜，天知道她多喜欢星颜，她是很想和星颜生崽子的，可是受试没有医院，没有大夫，她真怕死在这。星颜瞳孔微震，猛地将她搂进怀里，声音低沉而坚定：是我疏忽了，婉婉，生完这一次我们再也不生了，好不好？在受试，雄性真是雌性，大多是为了繁衍后代，可星颜却愿意为了她放弃更多的幼崽。江婉婉眼眶一热，反手紧紧回抱住她，将脸埋进她的胸膛，闷声说：我愿意的，我愿意为你生幼崽，你要是吃不下肉就吃点水果，生幼崽需要3个月呢，总不吃东西，身体怎么受得了？星颜眉头微蹙，伸手轻轻抚过江婉婉苍白的脸颊，语气里满是心疼。3个月就生了？江婉婉惊讶地睁大眼睛。在地球时，人类都是怀胎10月，而来到受试这几年，她的阿父阿母只有她一个幼崽，也从没人跟她提过这些事，以至于她根本不知道兽人的孕期竟如此不同。蟒蛇蛋从怀到生是3个月，星颜耐心解释，每种兽人的孕期都不一样，狼族大约2个月，鹰族则要8个月。可我是狐狸啊，
江婉婉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小腹，你怎么确定生的不是小狐狸？心妍低笑一声，指尖轻轻点了下他的鼻尖，你阿父阿母是同族的吧？你怎么知道？他更疑惑了。小傻瓜，他低笑着捏了捏他的脸，不同种族的兽人节气，幼崽只会继承雄性的种族，你阿父阿母若是不同族，你早该知道了。别怕，这几天我化作兽形驮着你，前面遇到部落我们就住下，部落里肯定都有擅长接生的兽人。心妍放柔声音，修长的手指梳理着她被风吹乱的额发。江婉婉点点头，苍白的脸色让心妍的心不由得揪紧了。见她难受，众人匆匆吃了几口烤肉，就收拾行装出发了。江婉婉趴在心妍巨大的蟒背上，鳞片的凉意透过衣物传来，很快就在规律的爬行节奏中沉沉睡去。再醒来时，江婉婉身下的是铺着柔软兽皮的石床，洞壁上的萤石散发着柔和的光，空气中飘着安神的草药香。心妍，江婉婉撑起身子，嗓音还带着睡意。我在。洞口立即传来回应。心妍快步跑到石床边，醒了，还难受吗？这是啊，自从怀了幼崽，我总觉得睡不够。她揉着眼睛，狐狸耳朵也不受控制的冒了出来，无精打采的耷拉着。大象部落，心妍小心的将她搂进怀里。我特意选的象族幼崽体型大，分娩最为困难危险，所以这里的巫医接生技术最好。他亲吻她的发顶，你怀的是蛇蛋，对他们来说就像接生颗果子那么简单。江婉婉被心妍的比喻逗得前仰后合，狐狸耳朵轻轻抖动，哪有把自己幼崽比成果子的？江婉婉笑着笑着，突然顿了一下，眉头微蹙，伸手揉了揉酸痛的腰背。对了，心妍，我空间里有张大床，晚上我进去睡吧。这石床太硬了，睡得我浑身难受，而且这山洞挤着咱们4个人，实在不方便。心妍闻言，眼睛一亮，伸手轻轻捏了捏他的脸颊，唇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那最好了，空间里肯定比外面安全，我也能安心些。心妍虽然喜欢和江婉婉住在一起，可是有蓝湛和林泽在，她晚上又不能睡踏实了，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这时，蓝湛抱着一颗椰子大小的乳白色果子凑过来，婉婉，你尝尝这个，这是大象部落特有的果子，有股奶香味。听说他们这个雌性怀孕胃口不好，就吃的这个。还没等江婉婉接过，林泽也挤了过来，手里捧着一把琥珀色的坚果。此主，试试这个，象族巫医说能帮助幼崽骨骼发育。他说着，已经麻利的剥好一颗，递到他嘴边。心妍惊童危险的眯起，不悦的看向蓝湛和林泽。你们倒是积极，我是孩子的阿父，还是你们是？蓝湛毫不退让，婉婉的幼崽就是我的幼崽，我肯定要对婉婉和幼崽负责啊。心妍大哥，传闻说蛇兽又小气又善赌，你不会是这样吧？就是。林泽在蓝湛身后拼命点头附和，把包好的坚果一股脑全塞进江婉婉手里。我就是小气怎么了？心妍话音未落，蛇尾已如闪电般扫向蓝湛和林泽，两人敏捷的后跃躲开，山洞里顿时尘土飞扬。接下来的日子里，3个人变着法子讨江婉婉欢心。心妍每日猎回各种珍禽异兽，蓝湛和林泽则踏遍山林寻找稀有野果。4人打得闹闹间，日子倒也过得惬意。转眼到了生产这天，啊，好疼！江婉婉蜷缩在石床上，冷汗浸透了衣衫，手指死死抓着兽皮垫子。蓝湛跪在床边，不断为她擦汗，坚持住。心妍去请巫医了。不多时，一位体型魁梧的象族雌性快步进来，都出去等着，蛇蛋好生得很，交给我就行。他不由分说的把心妍、蓝湛、林泽都赶了出去。深呼吸，阵痛来时就用力。象族巫医的声音沉稳有力，1、2、3，使劲。江婉婉此时早已疼得意识有些模糊，她满头大汗，大口喘着气，根本听不到大象雌性在说什么，唯有那声声使劲儿，像黑暗里的一丝曙光支撑着她。她咬紧牙关，随着一阵剧烈的收缩，10几个蛇蛋接连产出。当最后一枚蛋滑出体外时，她瘫软在石床上，浑身脱力。大象雌性手脚麻利的把蛇蛋一个个轻轻放在一旁柔软的兽皮上，数了数，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一共13个。小雌性可真厉害，等你缓过劲儿来，就赶紧孵蛋吧，把它们孵出来，你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说完，他转身大步走出了山洞。什么？还要孵蛋？江婉婉瞪大眼睛，声音都变了调。守在外面的心妍、蓝湛和林泽3人一听到里面说声完了，争先恐后冲了进来。心妍上前抱住虚弱的江婉婉，怜惜的亲了亲她汗湿的额头，辛苦了，婉婉。心妍，江婉婉带着哭腔，巫医婶子说要我孵蛋。不用，有我呢，我去孵蛋。心妍轻轻捋了捋江婉婉额头被汗水打湿的碎发，语气温柔，你去孵蛋。蓝湛、林泽和江婉婉3人瞬间瞪大了眼睛，异口同声的惊呼出口，脸上写满了震惊与不可思议。听说你们蛇兽不是雌性孵蛋，就是不孵蛋，我都没听过雄性孵蛋的。心妍大哥，你确定能行？蓝湛满脸狐疑，
忍不住出声质疑：有什么不行的？我的蛋，我说了算。星爷目光坚定，手指温柔地抚过江婉婉苍白的脸颊。你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我。孵蛋要多久？江婉婉虚弱地支起身子，声音里还带着生产后的疲惫。大概45天左右吧。星爷一边轻轻抚着江婉婉的手，一边耐心回答。45天。江婉婉瞪圆了眼睛，虚弱的小脸上写满了震惊。这么久？星爷用指尖抚平她皱起的眉头。等你养好身子，小蛇们也破壳了，我们就出发。到时候带着13个小宝贝赶路，一定很热闹。江婉婉眼中闪着温柔的光，已经开始想象小家伙们缠着她的模样了。谁说带他们了？星爷愣了一下。蛇兽幼崽破壳后都是自己生存的。什么？江婉婉一下子懵了，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们蛇兽一般孵完蛋就会让幼崽独自生存，没有抚养幼崽的习惯。星爷神色认真，耐心解释着，在他看来，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再正常不过。放屁！江婉婉气得浑身发抖，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敲了下星爷的脑袋。我拼了命生下的孩子，你让他们独立闯荡，要是被野兽吃了怎么办？被其他流浪兽欺负了怎么办？我不管别的蛇兽，我就管我自己生的，我要抚养他们长大。星爷怔住了，他从小在丛林里独自长大，从未感受过父母的温度，每次蜕皮时蜷缩在冰冷的岩缝里，他都告诉自己这就是蛇兽的命运。可现在他的雌主红着眼睛告诉他，他们的孩子不用重复这样的命运，小家伙们会有父亲教他们狩猎，有母亲为他们舔舐伤口，会在爱里长大。星爷的喉咙突然发紧，他小心翼翼地把暴怒的小雌性搂进怀里，声音沙哑：好，都听你的，我们一起养大他们。少主，您快回一趟部落吧。烛龙气喘吁吁地追上正在寻找江婉婉的木川。凤凰城易主了。木川眉头微蹙，凤凰城易主就易主，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烛龙突然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凑到木川耳边。木川皱眉一把推开烛龙，一脸嫌弃地看着他：你离远点，大点声，这又没人。烛龙一脸受伤地说：少主有所不知，听说他们凤凰部落竟有兽神降临，那兽神神通广大，抬手间就杀掉了涅槃重生的凤燕，而后还推举了一位雌兔兽人做城主。更要命的是，如今他们部落再也不肯给咱们提供消息和食物了。他们还说，烛龙说到这儿，神色有些犹豫，吞吞吐吐起来。木川不悦地挑起眉毛，还说什么？烛龙咽了口唾沫，他们说兽神选择了他们，他们才是天命所归的首领部落。木川眼神一凛，却没有丝毫动摇。那也不行，婉婉下落不明，我必须尽快找到她。说吧。木川展开翅膀就要继续往西部飞去。少主啊！烛龙都快急哭了，眼眶泛红。我早派了手下四处去找小雌性的踪迹了，您就听我一回，跟我回部落一趟吧。听说那兽神神出鬼没，一会现身，一会消失，手里还握着模样怪异的神器，抬手就取了凤燕性命。咱们要是再坐视不理，后果不堪设想啊！等等！木川猛地转身，一会出现，一会消失，手里拿着奇怪的东西。木川闻言，脸色骤变，会是他吗？见烛龙拼命点头，木川当机立断，走，即刻前往凤凰城。经过几天几夜的飞行，木川终于抵达凤凰城外。当他收起羽翼，踏入城门时，空气中弥漫着不同寻常的躁动。街角巷尾，三三两两的兽人们正兴奋地交头接耳，话题无一例外都围绕着那个神秘的兽神。那兽神大人可真是天仙下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美的雌性。一只花豹雌性双眼放光地说道。废话，不然怎么配叫兽神呢？旁边的灰狼雌性嗤笑着附和。木川眼眸一眯，眨眼间就到了方才说话的兽人旁边。他垂眸俯视着对方，声音冷得像淬了冰。兽神具体长什么样？哎呦！被搭话的花豹雌性眼睛一亮，好个俊俏的雄性。他下意识就要伸手去摸木川的脸，啪！一旁的同伴毫不留情地拍开他的手。你找死啊！同伴压低声音呵斥。忘了新城主颁布的平等令第1条是什么了？花豹雌性顿时蔫了耳朵，小声嘟囔：知道，禁止以任何形式骚扰异性。木川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这凤凰城的风气似乎与传闻大不相同了。你们还没说那兽神长什么样呢？木川眸色阴沉，语气不耐地说道。豹族雌性被他阴鸷的目光逼得后退半步，喉头滚动，是个极美的火狐雌性，肌肤胜雪，还有一头橘色长发。木川一把扣住花豹雌性的手腕，捏得骨节发出脆响。他人在哪？说，听说是回兽神的故乡了，应该是在天上吧。花豹雌性被他这副模样吓得脸色煞白，浑身抖如筛糠，结结巴巴地挤出这几个字。恰在此时，绵绵巡查路过，一眼就瞧见一个陌生雄性正气势汹汹地逼问花豹雌性。那雄性周身散发着凌厉的气息，火红色的长发在风中狂舞，
住手！他箭步上前，你是什么人？胆敢在凤凰城撒野？木川缓缓转身，红色的眸子微微收缩。你又是谁？凤凰城城主绵绵。绵绵毫不畏惧地迎上木川的目光，离那个磁性远点。男人突然七进三步，扑面而来的龙威压得城墙火炬都暗了几分。告诉我，他们所说的兽神是不是江婉婉？绵绵心头巨震，身体不自觉地抖了抖。这时他才看清对方后背的黑龙翅膀，翅膀上鳞片闪烁着冷硬的光泽，让他顿时倒抽一口冷气。你是飞龙木川？既然知道我是谁，我姐姐说过不喜欢你，话一出口，绵绵就后悔了。慌忙捂住嘴巴，却已经看到对方眼中腾起的血色。婉婉，真的是我的婉婉，你终于化形了。木川胸腔里翻涌着狂喜，指尖都在微微发颤，吩咐下去，以此往西搜遍所有的部落，不配合者杀。木川周身散发着凛冽的杀伐之气，转身吩咐烛龙道，在他心里，找到江婉婉就是最重要的事，为了他，哪怕与全世界为敌也在所不惜。烛龙嘴角抽了抽，他们家这位少主是个妥妥的恋爱脑啊，一点事业不搞，来趟凤凰城啥也没干又要走了。烛龙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只能暗自叹口气，硬着头皮应下，是少主，我这就去办。星妍，今天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准备。江婉婉轻声问道，眼中满是温柔。这几日江婉婉的身体已然调养好了，倒是星妍寸步不离的守着那几颗蛋，日夜不休的孵育着。你再这么喂下去，我都要胖死了。星妍无奈的笑着摇头，整天窝在这里不动，你还一个劲儿的给我送吃的。江婉婉轻轻的贴着星妍，娇嗔道，你孵蛋这么辛苦，总得把营养跟上才行啊。突然一阵急促又慌乱的脚步声从洞外传了进来，两人循声望去，只见大象兽人满脸焦急，火急火燎的冲进他们的山洞，胸口剧烈起伏，喘着粗气。不好了，不好了，你们都知道了吗？大象兽人神色慌张，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江婉婉忍俊不禁，婶子，您这什么都没说呢，我们能知道什么呀？大象婶子急得直跺脚，飞龙部落下令要抓你啊，他们的搜查队已经闯进来了，眼看着就要搜到你们这儿来了。飞龙木川来了。江婉婉听到这个名字，瞬间呆愣在原地，脸色变得煞白，眼眸中满是惊恐与慌乱。星妍的蛇尾瞬间绷紧，鳞片发出危险的摩擦声。我去解决他们。不行！江婉婉扑上去抱住他冰凉的蛇身，哽咽道，你现在正在孵卵期，你要是动了，我们的幼崽如果孵不出来怎么办？如果打斗中蛋壳破了怎么办？我们已经是阿父阿母了，一定要为孩子着想。他的眼神中满是哀求，豆大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星妍的金色树瞳收缩成细线，可是你怎么办？没有人比你更重要，幼崽也不行。星妍固执的就要起身，我让蓝湛和林泽保护我逃跑，毕竟他的目标是我。江婉婉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强忍着泪水。你负责保护好咱们的幼崽，我会画上记号，幼崽孵出来后，你带着幼崽根据记号找到我们，咱们一路往西汇合。他条理清晰的安排着，试图说服星妍。不行！星妍刚要反对，江婉婉立刻打断他，你要是没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我再也不要理你了。江婉婉带着哭腔，近乎威胁的说道。就在这时，蓝湛和林泽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我们快走，他们一堆高阶的兽人，我们根本打不过。蓝湛顾不上喘匀气，焦急的催促道。江婉婉咬了咬牙，最后看了一眼星妍和蛇蛋幼崽们，然后在空间里拿出够1个月的食物放在了星妍的旁边。做完这一切，他才恋恋不舍的转身，一步三回头，在蓝湛和林泽的护送下匆匆离开山洞。林泽瞬间变化一头银白色的白虎，俯身让江婉婉跨上他的背脊。他们一路向西疾驰，虎爪踏过枯枝碎石，在月色下留下一道残影。连续3天3夜的逃亡后，他们终于在一片密林中停下喘息。我去空间拿些吃的，吃完继续赶路。江婉婉说着闭上眼睛，却发现怎么也进不去空间。他脸色突然变得煞白，糟了，偏偏这个时候，林泽的虎耳突然竖起，银色的瞳孔微微收缩。此主是到发情期了吗？他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胡说什么呢？蓝湛抬手就给了林泽一个暴力，打得他虎耳都耷拉了下来。去多捡些枯树枝来。蓝湛沉声吩咐。婉婉现在进不了空间，夜里得多生些火，才不会被冻着。林泽揉着被敲痛的脑袋，尾巴不情不愿地甩了甩，凭什么总使唤我？虽然嘴里不停地小声嘟囔着，但还是乖乖转身去收集柴火。江婉婉看林泽走远了，来到蓝湛面前，蓝湛，能不能帮我把个风？江婉婉红着脸小声请求，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蓝湛会意，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发顶，去吧，我守着。江婉婉匆忙从空间取出一包卫生巾，躲进茂密的灌木丛里。随着卫生巾包装撕开的声音，一缕甜腥气息飘散在晚风中。蓝湛浑身肌肉骤然绷紧，牙齿不自觉地刺破了下唇。就在这时，沙沙，
不远处的草丛突然传来异响，谁在那里？蓝湛瞬间进入战斗状态。20步开外的草丛里，几双树瞳正贪婪地闪烁着，几道灰绿色的身影从草丛中窜出，是蜥蜴兽人。他们细长的分叉舌头不停吞吐，贪婪地盯着血腥味传来的方向，显然是被血腥味吸引而来。找死！蓝湛低吼一声，抽出匕首，健壮的身躯挡在江婉婉所在的灌木丛前。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人鱼兄弟吗？几个蜥蜴兽人不怀好意的咧嘴笑着，眼中闪烁着贪婪与戏谑的光芒，语气满是嘲讽。长得漂亮的跟个雌性似的，后面那雌性你一个人独占，是不是有点太不够意思啦？哈哈！他们一边说着，一边搓着爪子，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江婉婉藏身的方向。蓝湛面色一冷，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根本不打算跟他们废话。只见蓝湛将匕首在掌心翻转，一个闪现瞬间割开了说话者的咽喉。那蜥蜴兽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出完整的惨叫，便双眼圆睁，捂着脖子倒在了地上，鲜血鼓鼓的往外冒，鲜血喷溅在其余蜥蜴人脸上，激起一阵愤怒的嘶鸣。其他几个蜥蜴兽人顿时目露凶光，怒吼着一起冲了上去。尽管身为7阶强者，但面对数名蜥蜴人的围攻，蓝湛还是被缠住了身形。就在这时，右后方树丛剧烈晃动，又一伙流浪兽人嗅着血腥味蜂拥而至。雌性，那边有发情的雌性，我们上！一个流浪兽人兴奋地叫嚷着，带领着同伴们朝着江婉婉的方向冲了过来。林子，林子，你他娘的死哪去了？蓝湛怒吼着劈开一个蜥蜴人的肩膀，大声呼喊着林泽的名字。此刻他分身乏术，心中满是焦急，只想赶紧让林泽来保护江婉婉。然而无论他怎么呼喊，林泽却始终没有出现。跑！蓝湛见林泽迟迟不来，心中一沉，只好冲着江婉婉大喊，示意他赶紧逃跑。江婉婉听到跑字，顿时慌了神，也顾不上辨别东南西北，转身拔腿就跑。可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粗重的喘息几乎贴着他的后颈，他拼命狂奔，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江婉婉只觉得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肺里仿佛着了火，实在是跑不动了。可他不敢停下来，依旧拼命地跑着。突然啊！江婉婉被一块石块绊倒，重重摔在了地上。哎呀，小雌性怎么摔倒了？可让哥哥心疼坏了。几只流浪兽人喘着粗气，脸上挂着猥琐的笑容，贱兮兮的朝着江婉婉走了过来。滚开，别碰我！江婉婉坐在地上，拼命的往后退了几步，双手撑在地上，眼神中满是恐惧。别害怕嘛，哥哥又不会吃了你。一个蜥蜴兽人伸出手就要去摸江婉婉的脸，唰，一道黑影如雷霆般从天而降，稳稳地挡在了江婉婉的面前，寒光闪过。那几个流浪兽人还没来得及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几颗头颅便瞬间滚落在地，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血雾弥漫中，那道身影缓缓转身。江婉婉瞳孔骤缩，呼吸凝滞。木川，月光如血，将木川那一头红发染得愈发妖冶。他逆光而立，向瘫坐在地的江婉婉伸出手。你没事吧？江婉婉仰头望去，瞳孔骤然收缩。月光下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让他忘记了呼吸，直到听见那声轻笑。别怕，我都处理干净了。这句话如惊雷般炸响在江婉婉耳畔，他猛地回过神来。刚刚的木川眼神冰冷，杀人如麻，分明是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想起自己之前下药逃跑的事，他的双腿不受控制的微微发颤，脑海中疯狂盘算着如何在这头凶兽的怒火下求生。他下意识缩了缩脖子，喉头发紧。对不起。木川居高临下垂眸看着他，红瞳在月色下流转着危险的光。哪个部落的？半夜怎么落了单呢？江婉婉刚想开口道歉，声音却戛然而止。等等，他这话的意思，难道他根本认不出我？木什么？木川眯起眼，眸中闪过一丝探究。目前为止太感谢你了，我是要去北方的，在这里迷了路。江婉婉突然意识到他和木川分开的时候，他还没化形，木川根本认不出自己成熟期的样子。北方，木川眉毛微挑，红发在月光下泛着暗红的光泽，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江婉婉心跳骤然加速，心中暗自盘算着，当务之急是要把这只危险的凶兽引离星岩和幼崽们，越远越好，然后再找个机会溜掉。江婉婉强作镇定，扬起小脸，故意眨了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你这么厉害，能护送我一程吗？木川突然扑哧笑出声来，笑声里带着几分玩味。北方天寒地冻，你不怕冻成冰块？怕什么？我可是兔子，皮毛厚着呢。江婉婉话音刚落，一对毛茸茸的虎耳突然噗地从发间弹了出来，还俏皮的抖了抖，空气瞬间凝固，她整个人僵在原地，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得通红。本来想假装是兔子的，这一下尴尬死了，真没用。怎么情绪一激动就控制不住化形呢？
江婉婉慌忙伸手去按那对不听话的耳朵，谁知越着急，耳朵越是抖得欢实。木川突然伸出手，修长的手指捏住她柔软的脸颊，力道不轻不重的掐了掐。我看你这脸皮也挺厚。疼。江婉婉倒吸一口冷气，眼眶瞬间泛起水光。你干什么呀？木川松开手，唇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试试厚度，免得真把你送去北方，半路冻死了。我岂不是要背上谋害小兔子的罪名？这时候江婉婉的肚子突然咕噜咕噜不合时宜的叫了起来，在寂静的夜色中格外响亮。本来刚刚蓝湛和林泽已经开始准备做晚饭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不仅晚饭泡汤了，还跑了这么远的路。江婉婉早已惊愕的前心贴后背了。饿了。木川挑眉，方才危险的气息突然消散了几分。江婉婉咬着唇点点头，忽而不自觉地耷拉下来。木川从腰间的兽皮口袋里拿出了一块新鲜的孔雀肉递给他，吃吧。江婉婉嘴角抽了抽，又是孔雀肉，这么长时间了，他居然还是这么执着于孔雀肉。你自己吃吧。江婉婉悄悄地往后缩了缩。怎么了？不够。木川赶紧又掏出一块递给江婉婉。不是。江婉婉咬了咬唇，目光游移。我突然特别想吃果子了。木川顿时化作兽形，巨大的翅膀在夜色中舒展开来。上来，我带你去摘果子。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我们有这么熟吗？江婉婉警惕的后退半步，忽而不安的抖动着。木川转过头，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红色的兽瞳在黑暗中闪着狡黠的光。你想在这里等一会还有什么戏呀？蛤蟆啊？鳄鱼？他故意拉长语调，语气里满是调侃。话没说完，一阵夜风突然掀起草丛，簌簌作响的黑暗中仿佛真有东西在蠕动。江婉婉吓得缩了缩脖子，赶紧爬上了木川的后背。木川得逞的勾起嘴角，振翅飞向夜空。夜风拂过，木川忽然开口：你还没问我叫什么名字呢？你叫什么啊？江婉婉敷衍的和木川搭着话。木川嘴角勾起一个坏笑，偷偷回头瞄了江婉婉一眼。我叫青青小宝贝。噗！江婉婉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你不是叫木？江婉婉脱口而出，随即猛地捂住嘴。木什么？木川故意放慢飞行速度问道。没什么。江婉婉慌忙摇头，把嘴闭得死死的。那你叫我声名字听听。木川看江婉婉不理他，声音里带着委屈道：我救了你一命，连名字都不配叫吗？青青小宝贝。江婉婉嘴都没张开，含糊不清的说道。什么？风太大了，我听不清。木川扯着嗓子大喊，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江婉婉涨红了脸，凑到他耳边，用尽全身力气喊道：青青小宝贝，这样总行了吧？江婉婉的声音把木川耳朵震得生疼，却也掩不住木川的笑意，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穿过这里，那边的悬崖上就有好吃的果子。话音未落，他猛地加速，吓得江婉婉啊的一声紧紧抱住他的脖颈。夜风中，木川得逞的笑容格外耀眼。他故意忽高忽低地飞着，感受着背后那个温暖的身躯越贴越紧。穿过最后一片云层时，他悄悄用翅膀为他挡住夜风，红眸中闪过一丝温柔。看到没？木川在悬崖边缓缓降落，那棵树上结的脆冰果又甜又脆。我一会多摘点给你吃。木川的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宠溺。木川稳稳地将江婉婉放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翅膀收起时带起一阵微风。在这等着，别乱跑。他的爪子轻轻点了下地面，就在石面上留下几道浅浅的划痕。江婉婉环顾四周，借着月光看清了险峻的地势，三面居然都是陡峭的悬崖。他倒是想跑，可这种地方他想跑也跑不掉啊。这四周除了悬崖就是悬崖，他是不要命了吗？他咽了咽口水，老老实实点了点头。只见木川展开巨大的翅膀，几个起落间就消失在崖壁间。不到片刻，他带着几颗晶莹剔透的脆冰果回来了。尝尝看。他小心翼翼地用爪子拖着果子递到他面前。江婉婉接过一个轻轻咬下，果肉碎裂的瞬间，清甜的汁水在口腔迸发，太好吃了。他惊喜地睁大眼睛，忽而不自觉地竖了起来，水分好足。你也快尝尝。你吃就好。木川摇摇头，红色的兽瞳里盛满温柔。江婉婉不由分说抓起一个果子，踮起脚尖塞进他嘴里，要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别人，懂不懂？木川怔了一瞬，这句话正是他离开那天说过的。他喉头微动，最终只是重重的点了点头。他想说他知道了，他想问这一次他能不能别再走了，可话到嘴边却成了另一句：果子够吗？我再去摘些，你等我。他往返数次，每次都拿回很多脆冰果，可每次回来时都发现地上空空如也。原来江婉婉早已将果子全收进了空间里，他想让星爷和幼崽们也尝尝这个脆冰果的味道。木川望着他，眼底浮起一丝笑意，还是这样，一点没变。他想他得备更多的果子才行，总不能让他再饿到吃屎。我们今天住哪儿？
江婉婉啃完最后一颗果子，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眼皮已经开始发沉。木川环顾四周，目光落在远处，前面有座兽神庙，去那儿凑合一晚吧。江婉婉点了点头，爬上了木川的背。没过多久，两人便到了所谓的兽神庙。说是庙，其实不过是个稍大些的山洞，洞内立着一尊斑驳的石像。他盯着石像看了半晌，越看越觉得眼熟。就在这时，啪叽，一只白鹤兽人突然从庙里跌跌撞撞地冲出来，脚下一绊，整个人连滚带爬地摔了出去，在泥地上滑出老远。江婉婉扑哧一笑，你说他到底许了什么愿，竟被兽神一脚踹出来了？他可能许的是出人头地，兽神听差了，听成出门头着地了。木川一本正经地回答江婉婉。白鹤兽人看有人蛐蛐他，刚想发作，一抬头却对上了木川冷冽的目光，竟是飞龙族的。他顿时脖子一缩，悻悻地抖了抖翅膀，装作若无其事地扭头飞走了。我们真能住这儿吗？江婉婉望着白鹤远去的身影，有些迟疑。木川轻轻揉了揉江婉婉的发顶，放心，有我在。他们闻到飞龙族的气味，躲都来不及。走进兽神庙，江婉婉却犯了难。空荡荡的庙里连张草席都没有，难不成要直接睡在冰凉的石地上？他下意识捂住小腹，眉头微蹙。我还来月经呢，太凉了，会落下病根的吧？木川拿出一块兽皮，又变换成了兽形。你趴在我背上睡吧，你现在是成熟期，不能着凉。这不太好吧？江婉婉耳尖瞬间烧了起来。开什么玩笑？江婉婉可不太好意思在木川的身上睡觉。第一，男女授受不亲；第二，这家伙实在帅得人神共愤，让人浑身不自在；第三，要是我半夜磨牙打呼还放屁，我这辈子的脸就丢光了。可木川此时却已经俯下身，龙尾轻轻卷住他的脚踝，方才不是也背过了？困意终究战胜了羞耻心。江婉婉红着脸爬上去，用兽皮把自己裹成个茧子，龙鳞意外的温暖，他蹭了蹭，很快坠入梦乡。木川僵着身子，连呼吸都放得极轻，背上传来均匀的温热吐息，让木川龙翼不自觉地收拢几分，在石地上投下巨大的阴影。不能睡，他红色的兽瞳在黑暗中亮得惊人，爪尖深深抠进地面。上次就是这样，一闭眼他就不见了。第二天一早，木川猛地惊醒了，后背上空空的，哪还有江婉婉的身影？木川瞬间化作人形冲了出去，却在洞口与回来的江婉婉撞了个满怀。怎么了？你要去哪？江婉婉被他慌张的样子吓了一跳，木川一把将他搂进怀里，力道大的几乎让他喘不过气。你去哪了？我以为你又……木川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我只是去换卫生巾。江婉婉涨红了脸，这荒山野岭的，除了悬崖就是峭壁，我能跑到哪去？江婉婉悄悄地抬眼偷瞄木川，这人真奇怪，当初我是小狐狸形态的时候说喜欢我，现在变成人形还这么粘人，该不会他对所有雌性都这样吧？木川察觉到江婉婉异样的目光，稍稍松开了怀抱。怎么了？突然这么看着我？那个，你有阿姆吗？江婉婉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口。木川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表情瞬间凝固。有室友。他别过脸去，声音低沉了几分。不过我们关系不太好。哦，江婉婉拖长了音调，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他偷偷打量着木川那张俊美却略显阴郁的侧脸，在心里默默盖章认证，典型的缺爱儿童。这个发现让他突然灵光一闪，既然这条龙是因为缺乏母爱才这么粘人，那要是给他找个温柔体贴的小雌性接气，他肯定就不会整天缠着自己了。想到这里，江婉婉忍不住偷笑起来，连眼睛都弯成了月牙。他已经开始在脑海里筛选认识的所有雌性兽人，盘算着要给木川安排一场相亲了。江婉婉的脑袋里瞬间想到了绵绵和山羊小雌性，可是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他的绵绵和山羊小雌性的性格都软软糯糯的，根本不是木川的对手。要是他把绵绵也关起来可怎么办呢？不行，绝对不行。这要是凤燕活着没准可以龙配凤，而且凤燕那么强势，一定可以拿捏木川。但是凤燕做了那么多坏事，木川又那么强，他俩要是联合起来，整个兽氏不都得翻天了？江婉婉使劲晃了晃脑袋，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赶走。突然江婉婉灵光一闪，听说北方的小雌性性格爽朗，御夫有术，不如我就陪他去一次北方，给他找到合适的伴侣。这样一来，他有了新目标，自然就不会再盯着我不放，我也不用总逃命了。想什么呢？木川看着江婉婉脸上丰富的表情变化，弹了一下他的额头。江婉婉猛地回神，对上他那双似笑非笑的眸子，心跳顿时漏了半拍。没什么，他干笑两声，迅速后退半步，和木川拉开距离。我在想我们一会吃什么。木川眯了眯眼，显然不信他的鬼话。他慢悠悠的俯身逼近，红发垂落，若有若无的扫过他的脸颊，嗓音低沉，你刚才的表情可不像是在想吃的。江婉婉看着木川近在咫尺的俊脸，喉间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
那双暗红色的眸子深情地注视着他，仿佛能看穿他所有的小心思。他心跳骤然加速，耳尖微微发烫，连忙别开视线。那个，我们该走了。去哪？木川嗓音低沉，带着几分慵懒的玩味。北方啊。他强装镇定，抬手指向远处。你之前不是说要送我的吗？木川眉梢微挑，真去？当然。他硬着头皮继续编，我家就在那儿。话音刚落，木川忽然双手捧住他的脸，微微俯身，认真端详起来。你看什么？江婉婉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一愣，脸颊被他温热的掌心贴着，莫名有些发烫。木川唇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我看看，小骗子到底长什么样？江婉婉，这男人怎么这么难糊弄？走吧。木川话音未落，迅速地幻化成了巨大的兽形。阳光下，墨黑色的鳞片泛着冷冽的光泽，龙翼舒展时带起一阵清风，卷起地上零落的树叶。江婉婉还正在原地，琥珀色的眸子微微睁大。什么？巨龙低下头，红色的兽瞳温柔地注视着他。不是要去北方吗？木川低沉的声音里带着化不开的宠溺。江婉婉这才回过神来，他仰头望着眼前威风凛凛的飞龙，突然意识到，这个强大到令整个兽世忌惮的存在，此刻正心甘情愿的要当他的坐骑。而在木川心中，只要身边有江婉婉的陪伴，去北方也好，去天涯海角也罢，都不过是场值得期待的旅程罢了。江婉婉手脚并用的爬上木川的后背，双臂死死环住他修长的龙颈。随着木川振翅腾空，地面在视线中急速缩小，凛冽的寒风刀子般刮过脸颊，他不由得把整张脸都埋进他温热的背脊。怕了。木川的声音混着风声传来，龙尾不着痕迹的卷了卷，将他护得更稳些。谁怕了？江婉婉嘴硬着，双手却诚实的抱紧了木川。江婉婉明显感觉到身下的龙躯传来细微震颤，这条坏龙在笑。现在正值初冬，在南方尚算温和，可越往北飞，寒气就越发刺骨。江婉婉在木川的背上都要冻僵了，牙齿直打颤，可是他却不敢变成兽形。开什么玩笑？若是现在变成兽形，木川肯定会认出他，到那时他就真的再也逃不掉了。江婉婉渐渐的在木川的背上缩成了一团。冷了。木川察觉到他的瑟缩，故意放慢速度，侧头问道：有一点，没事，我还能忍得住。江婉婉嘴硬道，牙齿却不受控制的轻轻打颤。木川低笑一声，目光扫过下方嶙峋的山脉，很快锁定一处避风的山洞，前面有个山洞，先歇会儿。好。江婉婉立刻点头。洞内比外面暖和些，但寒意依旧渗人。木川拿出兽皮裹住他，可是江婉婉还是一直止不住的发抖。不是说自己皮毛厚不怕冷？木川挑眉，故意逗他，怎么不变兽形？江婉婉嘴角抽了抽，要不是怕你认出来，我早就变兽形了。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来北方？江婉婉继续嘴硬道，这点冷用得着我变换兽形？你太小看阿秋。他话还没说完，就连打2个喷嚏，整个人蔫了下来。这还没到北方呢，嘴就冻硬了。木川失笑，回头看向江婉婉，却发现他已经裹着兽皮，歪靠在岩壁上，迷迷糊糊的合上了眼。好冷啊，好想吃火锅。他无意识的呢喃，脸颊泛着不自然的潮红。火锅是什么？木川一怔，伸手探向他的额头，触手滚烫，发烧了。他皱了皱眉，迅速用兽皮将他裹得更紧，随后将他整个人揽入怀中。他的体温透过衣料传来，烫得惊人。木川无奈的叹了口气，这么热，可怎么办？江婉婉烧得厉害，呼吸急促，眉头紧蹙，嘴里仍含糊不清的念着火锅，不能再耽搁了。思索片刻，木川小心翼翼地将江婉婉放在岩石上，他转身冲出山洞，展开双翼，迎着凛冽的寒风俯冲而下，一头扎进奔腾的江水中。刺骨的寒意瞬间侵袭全身，河水如刀割般划过肌肤，冻得他浑身发颤。唇色青紫，他咬紧牙关，强迫自己在冰冷的江水中多停留片刻，直到四肢几乎失去知觉，才猛地振翅冲出水面。寒风一吹，湿透的身体瞬间结了一层薄霜。他顾不得擦拭，用最快的速度飞回山洞，抓起兽皮胡乱擦干身上的水珠，随即一把将江婉婉搂进怀里。快点退烧吧，他低声喃喃，下颌抵在他发顶，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焦灼。江婉婉感觉自己像是被塞进了一个火炉里，全身滚烫，喉咙干得像是被砂纸摩擦过。他艰难地动了动嘴唇，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见。好渴啊，我想喝可乐。江婉婉的意识像潮水一样慢慢涌回大脑，他费力地睁开眼睛，视线模糊了好一会儿才聚焦。木川。视线清晰的那一刻，江婉婉几乎停止了呼吸。近在咫尺的木川脸色苍白如纸，紧闭着眼睛，嘴唇泛着不正常的青紫。直到这时，江婉婉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正被木川以一种近乎窒息的力度禁锢在怀中。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江婉婉伸手推了推他，
却发现木川的身体烫得吓人。他是为了照顾我才发烧的吗？意识到这一点，江婉婉此刻有点后悔把他骗来北方了。江婉婉试图挣脱木川的怀抱，却发现自己浑身没有力气，根本挣脱不开。而昏迷中的木川感受到江婉婉的挣扎，反而收紧了手臂，含糊不清的呢喃着什么。江婉婉轻皱着眉毛凑进去听，只捕捉到几个断续的词，别怕，我在。一瞬间，江婉婉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她狠咬下唇，用力猛地一挣，终于从木川滚烫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突然失去支撑的木川重重地向一侧倒去，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额角磕在粗糙的石地上。木川，你没事吧？江婉婉愧疚地上前揉了揉木川的脑袋。怎么办？发着烧睡在石地上不会死吗？要是能把那张2米大床搬出来就好了。江婉婉看了眼昏迷中的木川，突然泄了气。算了算了，要不拿个睡袋吧，床那么高我可搬不动它。说干就干，江婉婉瞬间从空间拿出了一个睡袋，她撸起袖子，使出吃奶的劲儿，想要把木川拖进睡袋，结果脸憋得通红，木川根本纹丝不动。我的老天奶啊！江婉婉累得直喘粗气。你也太沉了吧！睡袋的计划宣告失败，江婉婉只能把空间里的被子和枕头拿出来，给木川盖上。2点就2点吧，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江婉婉又把空间最厚的衣服拿了出来，里3层外3层套了好几层。她一直在暖和的地方待着，一直没买过厚衣服，现在进不去空间，买不了厚衣服，只能把所有能套的衣服全穿在身上。江婉婉看了看眼前的局面，叹了一口气，准备的还是不足啊。好在我在空间存了足够的食物，上次新年受伤，退烧药、消炎药也存了不少。江婉婉赶紧从空间里给木川拿了退烧药，还有一罐八宝粥。她又给自己拿了一盒可冲泡螺蛳粉和可乐。木川，木川，江婉婉轻轻托起木川的后脑勺，轻声哄道：我们吃点东西再吃药好不好？木川紧闭着双眼，烧得干裂的嘴唇微微开合，却只呼出灼热的气息。这一幕，江婉婉怎么感觉似曾相识？江婉婉看着高烧不退的木川，她咬着下唇思量了很久，算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最终仰头含了一口退烧药，苦涩的味道在舌尖漫开，让她不自觉地皱起眉头。俯身靠近时，木川灼热的呼吸拂过他的鼻尖，带着病中特有的灼热气息。木川迷迷糊糊中感觉到江婉婉给自己喂药，唇瓣相贴，药液缓缓渡过去的瞬间，木川的喉结无意识的滚动，温凉的退烧药滑入喉咙，却带起一阵更深的渴求。木川的睫毛颤了颤，在江婉婉正要推开时，突然抬手扣住了他的后脑，沾着药液残留的唇瓣重新相贴在一起。这次不再是救急的喂药，而是一个带着苦涩与灼热的深吻。江婉婉尝到了自己方才渡过去的药味，混着木川滚烫的气息在唇齿间纠缠不清。江婉婉被吻得快要喘不过来气，她用拳头狠狠砸在木川的肩上，一下比一下重，可禁锢他的双臂却纹丝不动，直到他发狠咬破了木川的唇角，血腥味在唇齿间漫开的瞬间，木川才突然脱力，整个人重重跌倒在地。木川，你疯了吗？他用手背狠狠擦着嘴唇，药液的苦涩混着血嗅味粘在舌尖。我好心救你，你居然……你刚才叫我什么？木川喘着粗气，仰起头，烧得通红的脸上浮起一个虚弱的笑，看着江婉婉。江婉婉的瞳孔骤然紧缩，正愣在原地。完了，露馅了。我什么也没说。江婉婉目光飘忽，偷偷瞄了木川一眼，声音细若蚊蝇。哦。木川唇角微勾，眼底漾起促狭的笑意。可我刚才明明听见你叫我木川，难道是我听错了？他故作沉思，指尖意犹未尽地摩挲着嘴唇。那我到底是叫亲亲小宝贝，还是叫木川？那江婉婉的脸疼地烧了起来，连耳尖都染上绯色，却仍强装镇定。你肯定是烧糊涂了，我刚才叫的就是亲亲小宝贝。他仰起脸，一副你就是听错了的模样。是吗？木川眉梢轻挑，好整以暇地注视他。那不如再叫一次我听听，看看到底是谁记错了。亲亲小宝贝。江婉婉硬着头皮喊了一声，几乎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看来真是我听错了。木川低笑一声，忽然长臂一揽，将他拽进怀里。以后多叫几声我的名字，说不定我就不会听差了。江婉婉刚要挣扎抗议，却被他下一句话定在原地。你穿的这是什么？木川眉头微蹙，看着他里3层外3层的衣服从哪儿弄来的啊？江婉婉猝不及防，大脑瞬间空白。还有这个。木川单手拎起一旁的被子，眼底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不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咱们住过的那个兽神庙可灵了。我就随口说了句好了，一睁眼这些东西就都出现了。呵呵，你说灵不灵？他偷偷瞄着木川的反应，声音越说越小。木川没说话，只是微微挑眉，目光沉沉地注视着他，一副你看我信吗的表情。江婉婉被他盯得后背发毛，他缩了缩脖子，干笑2声，终于败下阵来。好吧，
其实我有个空间可以买东西。就这些，木川的声音带着几分慵懒，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缠绕着她的发丝，却让江婉婉心里直打鼓。她的指尖每绕一圈，她的心跳就快一分。如果过了成熟期，还能进到空间里面去。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脑袋几乎要埋进胸口。你是说你会消失？木川手上的动作突然顿住，声音陡然紧绷。江婉婉感觉发间的手指微微发颤，连忙解释：不是，只是暂时消失，出来的时候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哪儿也去不了的。那就好。木川长舒一口气，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你说什么？江婉婉疑惑的抬头。没什么。他重新勾起那抹慵懒的笑，手指轻轻刮了下他的鼻尖，就是怕某个小骗子又玩消失。这么离奇的事情你都不觉得惊讶吗？江婉婉歪着头看着木川，平常的人听到这种稀奇事应该特别惊讶才对，可木川的反应却平静的过分，这让他越来越看不懂木川了。木川只是淡淡一笑，目光温柔的注视着他。在你身边，再离奇的事都显得理所当然。木川的眼神看得江婉婉浑身不自在，他赶紧转移话题。那我们在山洞多住几天吧，等我能够进入空间了，买些后事的衣物再走。好。木川轻声答应着。在木川心里，只要和江婉婉在一起，在哪里都无所谓。江婉婉赶紧起来帮木川打开一罐八宝粥，递到木川面前。你还病着，先喝点粥吧。粥。木川接过罐子，略带困惑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食物。江婉婉这才恍然大悟，龙族向来以肉为食，根本没吃过五谷杂粮，更何况是煮熟的粥。江婉婉赶紧拿过木川手中的八宝粥，小心翼翼地舀了一勺，来到木川面前。她裹着厚厚的几层衣服，笨拙慢慢蹲下身。就在她屏住呼吸，专注地将勺子递向木川时，厚重的衣物突然绊住了动作。哎呀！伴随着一声轻呼，她整个人失去平衡，扑通一声结结实实地跪在了木川面前，手中的勺子却奇迹般地保持着水平，一滴粥都没洒出来。空气顿时安静下来，两人四目相对。你尝尝。他强装镇定地举着勺子，耳尖却悄悄红了。木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一定要行这么大的礼才能喝粥吗？谁给你行礼了？江婉婉气鼓鼓地把粥罐塞给他，像只笨拙的企鹅似的在地上滚了半圈才爬起来。木川笑着接过粥罐，浅尝一口。怎么样？江婉婉一脸的期待。很甜。他目光温柔地注视着江婉婉，也不知说的是粥还是此刻心头泛起的蜜意。那你吃什么？木川突然想起来问道。这个呀。江婉婉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包螺蛳粉，得意地晃了晃。这么冷的天，当然要吃碗热乎乎的螺蛳粉了。我多聪明，在空间存储了热水和可冲泡的螺蛳粉，现在是想吃就吃。他话未说完，已经利落地撕开包装。当滚水冲入碗中的瞬间，那股独特的香气立刻在洞中弥漫开来。木川的眉头瞬间皱在一起，他盯着那碗冒着诡异气息的食物，内心无比懊悔。他怎么能生病呢？这丫头居然要吃这么可怕的东西。你喝粥就好，我不饿。木川绷着脸，目光死死盯着那碗螺蛳粉。那个，你别吃。为什么呀？江婉婉明知故问，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木川紧皱的眉头和微微发青的脸色已经说明了一切。江婉婉突然玩心大起，端着碗就往他面前凑。闻着臭，吃着可香了，不信你尝尝。木川本能的后仰，龙族的优雅姿态都快维持不住了。算了，江婉婉憋着笑板起脸，咱俩不是同路人，爱好不一样，口味也不合，我自己吃。话音刚落，木川眸光一沉，伸手抢过江婉婉手里的螺蛳粉就吃了一大口。江婉婉连忙去拦，我和你开玩笑呢，你不爱吃可以不吃。可嗨嗨！木川被辣得低喘，眼角微红，脖颈上的龙鳞因刺激而浮现，在冷白的皮肤上格外明显。他抬眸看他，嗓音微哑，现在合了吗？江婉婉心虚的赶紧从空间掏出一盒牛奶，合还不行，我逗你的，快喝点牛奶解辣。木川接过牛奶，仰头就灌，喉结急促的滚动着，一滴奶渍顺着唇角滑落，竟显出几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狼狈。对不起。江婉婉低着头，手指不安地搅着衣角，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木川看着他这副模样，眼底泛起温柔的笑意。他伸手揉了揉他柔软的发顶，声音里还带着些许被辣到的沙哑。小傻瓜，道什么歉？除了有点烧舌头，味道确实还挺好吃的。真的吗？江婉婉尴尬地笑了笑。木川郑重点头，唇角勾起一抹纵容的弧度。他修长的手指捏了捏江婉婉的脸，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愿意尝试。江婉婉怔怔地望着他近在咫尺的面容，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你这是喜欢我的意思吗？木川闻言轻笑，伸手将他一缕散落的发丝别到耳后。不明显吗？那以前呢？他微微偏头，躲开他灼人的视线。什么以前？木川困惑的蹙眉，手悬在半空。
除了我，没喜欢过别人。江婉婉追问道。没有。木川摇摇头，除了某只脾气暴躁的小狐狸，他不会再喜欢第二个人了。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以前我是狐狸形态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喜欢我要娶我，现在就说没喜欢过了。你请了正好，这地上太冷了，我们俩都生病了，不能再睡地上。江婉婉气鼓鼓的说着，她心念一动，空间里那张柔软的大床就出现在空地上。木川挑了挑眉，有些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刚才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发起脾气来了？只见江婉婉又从空间里变出许多苹果，一个个整齐的码在床中央。这是干什么？木川忍不住问道。分界线。江婉婉掀开被子钻了进去。你睡那边，我睡这边，不许越界。说完就转过身去，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翌日清晨，江婉婉感受到被子外面的冷空气，她本能的缩了缩脖子，往温暖的地方拱了拱，整个人都紧紧的缩进了那个温暖的源头。她满足的轻哼一声，却在下一秒猛然惊醒。她惊慌失措的瞪大眼睛，整个人像触电般僵在原地。为什么每次醒来都会在木川怀里？她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天哪，该不会是我自己钻进来的吧？这也太丢人了。此时木川的手臂还环在他腰间，温热的呼吸均匀地喷洒在他发顶。江婉婉涨红了脸，手忙脚乱地想挣脱，却不小心碰到了什么硬物。在找什么？木川突然收紧手臂，嗓音沙哑的不像话。江婉婉顿时连呼吸都停滞了，她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后紧贴着的炙热。苹果，我找苹果。她尴尬地说道。头顶传来木川带着睡意的低哑嗓音。都被我吃完了。吃完了？那我摸到的是什么？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的江婉婉，随即像被烫到一般，整个人弹了起来。她手忙脚乱地掀开被子，连滚带爬地翻下床，赤脚踩在冰凉的地上，才稍稍回神。可脸颊的热度却丝毫不减，甚至一路烧到了耳根。我要尿尿。她结结巴巴地说完，就往山洞外跑去。身后传来木川低低的笑声，慵懒又戏谑。跑什么？不是要找苹果吗？江婉婉脚下一个踉跄，差点被自己绊倒。她死死咬住下唇，心里哀嚎，这下真是丢人丢大了。江婉婉和木川就这样在山洞里度过了2天的时光。哇，太好了，终于结束了。江婉婉兴奋地小跑着冲进山洞，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什么结束了？木川抬起头，有些疑惑地问道。月经，就是那个成熟期了。江婉婉红着脸解释。现在我可以进空间了。话音刚落，他就砰的一声消失在原地。木川心头一紧，下意识伸手想要抓住他，却只抓到了一把空气。他这才想起江婉婉说过会在原地出现，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但眼睛仍紧盯着他消失的地方。空间里，江婉婉迫不及待地打开购物页面，她先给自己挑选了一双加厚的雪地靴和保暖羽绒服，又贴心地为木川选了同款男装。木川变成兽形飞行时一定会更冷吧？他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赶紧在搜索栏输入防风斗篷。页面刷新后，一件大红色的加厚斗篷立即吸引了他的目光。哇，这个适合他，肯定很拉风。江婉婉迅速地把斗篷也加入购物车，接着他点开生鲜专区，一边浏览一边嘀咕，这几天吃泡面和水果都快吃吐了。最终江婉婉选中了几块新鲜的三文鱼，龙应该也喜欢吃鱼吧。确认好所有物品后，他点击了结算按钮，系统提示音响起，共计3600元整。江婉婉看着支付页面，有些心疼地咬了咬嘴唇，可转念又一想，以前的钱还是靠木川给他的孔雀肉换来的呢。想到这里，他咬着牙完成了支付。完成支付后，物品齐刷刷的出现在了空间存储架上。江婉婉在存储架上拿出冬装，在空间里换好了，然后拿着木川的衣服退出了空间。这些是给你的。他把衣服递给木川，等吃完饭我们就出发吧。飞行的时候你可以披这个斗篷，等变回人形再穿羽绒服。好。木川接过衣物，声音有些低沉。想到要离开这个两人独处的山洞，木川心里涌起一阵不舍。江婉婉没有看出木川的情绪，转身一挥手，那张大床瞬间被收回空间。木川倚在石壁旁，目光不自觉地追随着江婉婉忙碌的身影。这么特别的小狐狸，他真的会喜欢自己吗？喂，发什么呆呢？江婉婉突然转身，手里举着筷子朝他晃了晃，快来尝尝这个，这几天泡面吃的我舌头都要起泡了。木川走近几步，看着三文鱼皱了皱眉，这鱼刺多又腥，还是我去。哎呀，都说了这个不一样。江婉婉不由分说的夹起一块晶莹的鱼肉，踮起脚尖就往他嘴边送。这可是我空间特供的三文鱼，保证你从没吃过。木川看着递到嘴边的鱼肉，犹豫了一瞬，但当他期待的眼神望过来时，他鬼使神差的张开了嘴。鱼肉入口即化，鲜甜的滋味在舌尖绽放，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腥味。木川挑了挑眉，这确实是他从未尝过的美味。怎么样？江婉婉歪着头，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
仿佛在说快夸我，快夸我。木川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他粉嫩的唇瓣上，喉结轻轻滚动，声音低沉道：好吃。木川在心里苦笑，别说是什么三文鱼了，就算是小狐狸亲手为他毒蘑菇，他恐怕也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去吧。好了，我们出发吧。江婉婉紧了紧羽绒服的帽绳，毛茸茸的白色绒毛衬得她的小脸格外明艳。木川的思绪被这声呼唤拉回现实，他望着眼前这个活力四射的小狐狸，眼中不自觉地染上温柔的笑意。好。话音未落，木川瞬间变成兽形。江婉婉踮起脚尖，将大红斗篷仔细地系在龙颈处，顺手还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完美。他拍了拍手，利落地爬上龙背，双手紧紧抓住斗篷的边缘，起飞喽！随着木川振翅腾空，江婉婉兴奋地欢呼起来。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却被斗篷尽数挡开，只余下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风。喂！他在呼啸的风声中提高音量，你现在披着斗篷的样子，简直像个超人。超人是什么？木川低沉的声音顺着风传来。江婉婉俯下身，凑近他耳边喊道：就是超级厉害的人。木川红色的兽瞳里漾起笑意，龙尾不自觉地摆了摆。若是此刻有人仰望天空，定能看到一条披着红斗篷的飞龙，正在这欢笑的少女在云层间穿梭翱翔。快，你快看下面，他们在干什么？要下去看看吗？木川低沉的声音在风中传来。江婉婉用力点头，双手不自觉地抓紧了斗篷边缘。木川立即调整飞行姿态，黑色的龙翼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阿父，求求您！一个稚嫩的声音带着哭腔传来。我会听话，我保证会听话，不要把我送给那个猞猁兽人，我害怕。江婉婉循声望去，只见一只还未化形的紫貂兽人正瑟瑟发抖地缩在树根旁，黑珍珠般的眼睛里噙满泪水。听话能当饭吃吗？年长的紫貂兽人跺着脚，跟着猞猁兽人至少冬天饿不死。阿父也是为你好，可是我和阿珍约好了要节气的。小紫貂抽抽搭搭地说。那个刺猬兽人紫貂阿父气得胡须直颤，一到冬天就知道冬眠的家伙，拿什么保护你？他那身刺连只野鸡都扎不穿，还不如找个乌龟实在。放开那个雌性。一道身影突然从灌木丛中蹦了出来，竟是个头顶鹿角的狍子兽人。狍子兽人由于跑得过于仓促，落地时脚下不稳，一个踉跄险些摔倒，但他立刻挺直腰杆，强装镇定地摆出一副威武的姿势，仿佛刚才的失态根本没有发生过。紫貂雄性警惕地后退半步，请问这位大哥你是谁啊？狍子昂起头，中气十足地嚷道：英雄不问出处，流氓不问岁数。那个紫貂皱了皱眉，我是问您是谁，没问年纪。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狍子兽人胸膛一挺，声音铿锵有力，但是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你只需要知道我们狍子一族最见不得欺凌弱小。紫貂闻言顿时松了口气，原来是傻狍子。你狍子气得鹿角直颤，我们虽然是食草兽人，但绝不是傻狍子。就在双方争执时，木川载着江婉婉轰然落地。江婉婉轻盈跃下，啧，没想到在兽世还能看到逼迫雌性的戏码。木川配合地发出一声震慑人心的龙吟，修长的龙尾有意无意地扫过地面。紫貂妇女见状顿时抱成一团，而狍子兽人虽然双腿发抖，却仍强撑着挡在他们面前。别吃我！小紫貂雌性带着哭腔缩在父亲身后。紫貂阿父虽然牙齿打颤，还是将雌崽紧紧地护在了身后。那个别紧张，你们继续，不用管我们。江婉婉不知从哪摸出一把瓜子，悠闲地磕了起来。他转头问木川，要来点吗？木川摇了摇头，红色的兽瞳中满是宠溺。狍子见状立刻挺起胸膛说，你为何强迫雌性节气？你看人家进入状态是快啊。江婉婉用手肘对了对木川说道。狍子兽人不满地看了江婉婉一眼，啊，对啊，你为什么逼迫雌性节气啊？江婉婉吐着瓜子壳赶紧附和道，在兽世能看到逼迫雌性的可太少见了。紫貂阿父长叹一声，毛茸茸的耳朵耷拉下来。寒冬将至，我这把老骨头已经捕不到猎物了，隔壁的猞猁兽人愿意用猎物换我家雌崽。他心疼地看了眼瑟瑟发抖的小紫貂，可这傻孩子非要等那只刺猬节气，那刺猬冬天可是要冬眠的，拿什么保护我的幼崽啊？可你也不能把自己闺女给卖了，还强迫她节气啊？谁说刺猬就不能给她幸福了？狍子兽人满脸义愤，眼神中满是对紫貂阿父行为的不耻。江婉婉吐着瓜子皮，慢条斯理的反驳，那个也不尽然吧，父母不同意的婚事多半不会幸福的，你到底是站哪头的？狍子兽人困惑地看着江婉婉，自然是真理的那头，事实证明他和刺猬确实不合适啊。江婉婉摊手说道。突然江婉婉眼睛一亮，等等，不能先和刺猬节气再和猞猁节气吗？肯定是那只猞猁从中作梗。狍子兽人怒气冲冲地说，告诉我他在哪，看我不把他揍得满地找牙。江婉婉狐疑地在狍子兽人单薄的身板上扫了个来回，你行吗？
你别看他胸肌鼓鼓，他不一定会舞。别看我胸肌平平，我不一定不行。袍子兽人为了证明自己，用力拍了拍胸脯，结果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轻点拍。江婉婉忍不住提醒，再拍该内伤了。不是，紫貂阿父着急的说道。不是，猞猁兽人不同意，是那个刺猬不同意。什么？居然还有这种事？江婉婉瞪大了眼睛，脸上写满了震惊，声音都不自觉的提高了几分。自己没点生存能力，还耽误人家雌性，真是可恶。行了，既然今天这事让我撞见了，我就管定了。袍子兽人攥紧了拳头，斩钉截铁的说，带路。紫貂阿父吓得耳朵都竖了起来。带什么路？当然是去找那猞猁和刺猬。袍子兽人气愤道，我倒要亲眼看看他们谁配得上这小雌性。说完扭头看向江婉婉，你们去不去？江婉婉眼睛一亮，转身拽了拽木川的翅膀，我们能去吗？木川低应一声，周身泛起微光，瞬间化作人形。刺骨寒风中，木川只裹着一块兽皮和斗篷，裸露的肌肤很快泛起淡淡的红晕。等我们一下，我们换个衣服。江婉婉连忙拽着木川躲到一棵粗壮的雪松后，她从空间里赶紧掏出羽绒服和雪地靴，手把手教木川穿衣服，先穿毛衣，再套外套，鞋子要这样系紧。穿戴整齐后还冷吗？他仰头问道。木川摇摇头，心里泛起一丝异样。作为飞龙族首领，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让一个雌性照顾。走啦！江婉婉自然地握住他的手。木川低头看着两人交握的手掌，向来冷峻的嘴角不受控制的上扬，连寒风似乎都变得温柔起来。江婉婉一行人踏入了猞猁部落的领地。小子，你终于来了。猞猁兽人一眼就看见了紫貂阿父身后的小雌性，眼中闪过欣喜的光芒，快步迎了上去。别碰我！小紫貂猛地后退一步，眼中露出厌恶之色。猞猁兽人的笑容僵在脸上，伸出的手尴尬地悬在半空，最终缓缓收回。小紫，猞猁兽人的声音里透着受伤。猞猁兽人，既然小紫貂不愿意结亲，你就不能强迫他。傻狍子挺身而出，挡在小紫貂面前。我没有强迫。猞猁兽人急切的辩解，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我只是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机会，跟他们废什么话？一道尖锐的女声突然插了进来。江婉婉循声望去，看见一个身材健硕、面容妖艳的雌性大步走来。猎物和金盒你们都收了，现在想反悔？姐！猞猁兽人恼怒地拽了下他的手臂。我说错了吗？猞猁雌性甩开弟弟的手，咄咄逼人地指着紫貂阿父3颗4阶金盒。雄性吃了能提升武力值，雌性能美容养颜，这么珍贵的礼物都给了你们，现在居然想反悔？紫貂阿父局促地搓搓手，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这个猞猁雌性突然转向袍子兽人，琥珀色的树瞳危险的眯起，尖锐的指甲在空气中划过一道寒光。还有你，不知道我们猞猁最喜欢狍子肉吗？特别是会多管闲事的傻狍子。狍子兽人下意识地往木川旁边缩了缩，又强撑着挺起胸膛。谁怕你啊？我们人多着呢，都是正义的使者。他头顶的鹿角不自觉地抖了抖，显然底气不足。江婉婉忍不住扶额，嘴角抽搐着心想，这算什么？兽人版的狐假虎威吗？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木川突然从口袋里掏出3颗流光溢彩的金盒。7阶金盒3颗。木川的声音依旧清冷，修长的手指随意一抛，金盒在空中划出璀璨的弧线，够赔你的损失了。猞猁雌性敏捷地接住金盒，当看清金盒上流转的7道经文时，瞳孔骤然收缩，这可是连族长都难得一见的珍品。江婉婉随即双眼放光地盯着木川的侧脸，那崇拜的眼神把木川看得耳尖发烫。看什么？木川强作镇定地偏过头，喉结却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江婉婉突然踮起脚尖凑近，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的下颌。你知道一个雄性什么时候最帅吗？木川下意识屏住呼吸。什么时候？就是江婉婉双手在胸前比了个夸张的心形，一掷千金的时候啊，不对，是一掷金盒的时候。江婉婉一脸崇拜地说，你刚才扔金盒的样子简直帅得无法形容。木川的耳尖彻底红得滴血，一把按住他乱晃的小脑袋，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好了，这么多人看着呢。猞猁雌性冷哼一声，好，那我们的约定就此作罢，各位请便吧。阿姐！猞猁兽人急得直跺脚，眼睛里满是哀求。闭嘴！雌性厉声呵斥，还嫌不够丢人吗？紫貂小雌性躲在父亲身后，怯生生地拽了拽父亲的兽皮裙。阿父，你啊你！紫貂族长气得胡须直颤，等寒冬来临，我看你拿什么果腹？说罢，拽着女儿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众人见状，也纷纷跟着离开了猞猁部落。木川走在最后，不动声色地将江婉婉护在内侧，等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门口。猞猁兽人终于爆发了，阿姐，我是真心喜欢小紫的。猞猁雌性眯起眼睛，贪婪地盯着木川远去的背影。阿姐当然知道，就像阿姐也看上了那个出手阔绰的兽人，虽然他刻意收敛了种族特征，
但那长相，那气场，要是他做了我的受夫，我们不是要多少金盒有多少金盒。舍利慈信勾起嘴角，露出贪婪的微笑。可那样的强者怎么可能？傻弟弟！舍利慈信突然从腰间取出一株泛着诡异紫光的草药，在手里轻轻转动。你忘了我们祖传的迷情草了？只要一滴之液。阿姐，舍利兽人惊恐的后退2步，这可是禁药，万一被族长发现。舍利慈信发出低沉的笑声，将草药小心收好。等生米煮成熟饭，他还能不从？我们去找刺猬兽人吧。袍子兽人兴奋地提议道。不行的，他早就进入冬眠期了，这会儿根本见不着的。小紫怯生生的小声回应。紫貂阿父长叹一声，傻孩子，你这样让阿父怎么办才好啊？江婉婉看着这对父女叹了口气，既然节气也取消了，木川给了他们3颗7阶金盒做补偿，他们给你们的猎物就不用还了，你就让小紫自己好好想想吧。恩人啊！紫貂阿父浑浊的眼中顿时涌出泪水，立马跪了下来，请恩人务必到我们部落暂住，让我们父女略表心意。好，江婉婉一口应下。来到紫貂兽人12剑的部落，江婉婉和木川走进山洞，确认四周无人后，江婉婉身形一闪，悄然没入空间之中。她兴致勃勃地点开商城界面，手指轻快地划过各类商品。今晚让木川烤点牛肉吃吧。江婉婉美滋滋地想着，却在结算时猛地僵住了。系统冷冰冰地弹出一行红字：余额不足。怎么可能？她急忙调出余额界面，下一秒便倒吸一口凉气，数字栏上那个刺眼的875仿佛在嘲笑她的窘迫。完了！她抓狂揉了揉自己的头发，急得在原地直打转。怎么就剩这点钱了？望着商城里琳琅满目的美食，她咽了咽口水，垂头丧气的喃喃道：看来今晚只能吃水果将就了。江婉婉从田里摘了几根香蕉，灰溜溜的退出空间。一直守在外面的木川立刻察觉她的异样。怎么？出什么事了？我……江婉婉的嘴唇不住的颤抖，眼眶渐渐泛红，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空间里没钱了，什么都买不了了，以后我要喝西北风了。木川连忙将她搂入怀中，轻拍了拍她的后背。没事，有我在呢。木川捏了捏江婉婉的脸蛋，温声道：你想吃什么肉？我明天去捕。不用，这冰天雪地的，怎么能让你去冒险捕猎？我吃点水果就行了。江婉婉急声道，眼中闪过一丝愧疚。她明明每天都盘算着要怎么甩开他却总是不计代价的为他付出。木川眸光一沉，声音里带着几分受伤。我们之间还需要分得这么清楚吗？江婉婉心头一颤，不敢直视他灼热的目光。江婉婉被木川灼热的目光看得耳尖发烫，慌乱的扯开话题。你说小紫是不是傻？明明可以同时接受刺猬和舍利2位兽人的契约，偏偏要等那个刺猬兽人。木川的目光始终未移，指尖轻轻拂过他鬓角的碎发。或许他真的很在意刺猬兽人呢，可这样他连冬天都熬不过去啊。江婉婉反驳道。木川忽然握住他微凉的手，这世上最傻的不都是那些宁愿委屈自己也要守着真心的人吗？江婉婉听到木川这么说，在心里暗暗翻了个白眼。哼，就你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也好意思在这里跟我高谈阔论？那个，我把床取出来，早点休息吧，明天咱们早上早点走。他赶紧转移话题，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木川却按住他的手腕，外面人多眼杂，让他们看到床不好解释，你去空间里睡吧，我在这睡好保护你。感受到他掌心的温度，江婉婉下意识的点了点头。木川望向山洞外苍茫的雪原，那你在空间里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我去打猎，然后我们再出发。真不用打猎，江婉婉小声嘀咕着。好了，快进去吧，早点休息。木川的手轻轻落在江婉婉的发间，指尖传来熟悉的温度，他下意识的缩了缩脖子，却在下一秒慌乱的闪进了空间。静谧的空间里，江婉婉仰躺在柔软的床铺上，辗转反侧的睡不着。木川掌心的触感仿佛还停留在发梢。我为什么会心慌？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尽快给他找个新的心灵寄托，我可不能再让他关起来了。江婉婉赶紧闭上眼睛，幻想着木川遇见另一个雌性的场景，他或许会为那人挡雪，会像现在这样固执的守护，会用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眼睛温柔的注视。心脏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江婉婉猛地攥紧胸前的衣襟，这种莫名的酸涩让她惊慌。她急忙加重了心理暗示，没错，我得尽快帮他找到伴侣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念头本该让他松一口气的，可为什么心口反而更闷了？第二天一早，木川就踏着薄雾外出狩猎，直到他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在洞口，江婉婉才终于抵不住困倦，蜷缩在床上沉沉睡去。紫貂大叔，您在吗？一道洪亮的声音突然从洞外传来，惊醒了浅眠的江婉婉。她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听见紫貂雄性慌乱的应答声，在的。江婉婉赶忙从空间里出来，透过洞口的藤蔓缝隙向外看，只见昨天的舍利雌性手里捧着一大块新鲜的瘦肉走了过去。
我是来给您送肉的。舍利慈信笑容灿烂，将瘦肉往前递了递。紫雕雄性搓着手，耳朵不安地抖动着。这不好吧？我们的约定都取消了。不要紧的，舍利慈信亲昵地凑近。这是我弟弟今早新补的，给小子补补身子，说不定他吃了就会回心转意呢。他说着，目光却不住地往山洞方向瞟。突然话锋一转，对了，那位出手阔绰的兽人呢？紫雕雄性局促地看了洞口一眼，刚出去打猎了。哦，舍利慈信尖尖的耳朵竖地竖起，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这么说，洞里就剩那个小雌性了。他刻意压低的声音里带着难掩的兴奋。紫雕雄性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应该是在洞里，我一个老头子也不方便进去，也不清楚。那正好。舍利慈信突然将另一块用藤蔓捆好的肉塞进紫雕阿父怀里，这块肉是给他们的，劳烦您送进去吧。他边说边意味深长地瞥了眼洞口。那我先告辞了，不打扰了。舍利慈信说完转身就走，转眼就消失在灌木丛中。紫雕阿父疑惑地嗅了嗅手中的肉块，表面闻起来是新鲜的肉香气，但隐约夹杂着一丝甜腻的异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自言自语着，快速地走向江婉婉的洞口。小雌性，你在里面吗？紫雕雄性朝洞内喊道。在的。江婉婉假装才听到，赶紧走了出去。紫雕雄性将肉递过去，这是昨天那个舍利慈信送来的肉。他为什么会来送肉？昨天他不是很生气吗？江婉婉接过肉左看看又看看，不解地问。可能觉得昨天你们给的七阶金盒太贵重了，过不去吧？紫雕雄性猜测道。话音戛然而止，江婉婉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手中的肉啪嗒掉在地上。紫雕雄性也踉跄着扶住岩壁，浑浊的眼睛渐渐失去焦距，最后两道身影就这样僵立在晨光中，眼神空洞的像两具木偶。阿姐，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年轻的舍利兽人从灌木丛中窜出，不安地环顾四周。舍利慈信冷笑着说道，迷情草的效力你还不清楚？他踢了踢地上散发着诡异香气的肉块，对付那个高阶兽人一滴就够了，但你的小子，他眯起眼睛，必须把他身边这些碍事的都清理干净，他才会死心塌地跟你结契。以后他愿意和刺猬结契就结契，只要你是第一兽夫就可以了。舍利慈信勾了勾嘴，现在先把他俩藏起来。江婉婉感觉自己的意识像被一层厚重的迷雾包裹着，四肢沉重的仿佛灌了铅。他隐约听到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们俩跟我走。他想要反抗，想要质问对方到底要干什么，但嘴唇却像被缝上了一般无法张开。他的双腿不受控制地向前迈步，跟在那个高大的雄性舍利兽人身后。余光里，他看到小子的阿父也以同样僵硬的姿态走着，眼神空洞的令人心惊。洞口的阳光刺得他眼睛发痛，但他连眨眼都做不到。舍利慈信兽人看了他们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满意，动作快点，一会那个高阶兽人该回来了。舍利慈信压低声音命令道，什么？我不走，我要等木川，木川，救命啊！我要被人拐走了！江婉婉在心中疯狂呐喊，可不管江婉婉再怎么挣扎，现实中的身体却像提线木偶一般，机械地跟着舍利兽人迈开步子。江婉婉绝望地感受着自己的双腿背叛意志，一步步走出洞口。等江婉婉走出洞口后，雌性舍利看了一眼洞内，他快步走到石床边，修长的手指抚过红色斗篷的布料，嘴角勾起一个诡异的弧度，把这个也带上。他将斗篷卷起夹在腋下，轻快地跟了上去。人呢？还在睡。木川将猎到的兽肉丢进角落的兽皮袋里，拍了拍手上的尘土，在石床边坐下等待。洞内静悄悄的，半晌过去，依旧没有动静。木川疑惑地站起身来，刚想喊江婉婉，突然舍利慈信从洞口探进头来，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来好几趟了，就想着碰碰运气，看你在不在。木川神色微沉，有事？哦，和你一起的小雌性走了，他让我告诉你一声。舍利慈信看着木川，眼神中有压不住的兴奋。什么？木川猛地站起身，舍利慈信被他突如其来的反应吓了一跳，后退一步，但还是迅速把红色斗篷递给了木川。这个是他让我交给你的。木川伸手拿过红色斗篷，熟悉的柔软触感让他呼吸一滞，喉咙发紧。他低声呢喃，在我身边真的不行吗？他不要你，我要你。舍利慈信忽然上前一步，毛茸茸的尾巴暧昧地扫过木川的脚踝，让我当你的雌主好不好？木川的眼神骤然冷了下来，周身散发出凛冽的杀意，声音像是淬了冰。滚开，我不杀雌性。舍利慈信不以为然地挑了挑眉，耳朵愉悦地抖了抖。他挑眉看着木川的脸，轻笑出声，哦，你觉得现在？他故意拖长了语调，伸出手轻轻划过木川的下巴，还是你说了算吗？木川猛地抬手想挥开他，却突然僵在原地。不对劲，他觉得他的四肢像灌了铅，意识明明清醒，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你走吧，我的准兽夫。舍利慈信娇笑着勾住他的手指，湿热的气息喷在木川的耳畔。
我会比那个小雌性更懂得疼你。木川能感觉到自己在移动，但是他想抬起一根手指都做不到，只有那件红色斗篷，他还死死攥在他僵硬的指尖。猞猁雌性拉着木川回到了猞猁部落，把木川安置在自己的山洞里，随即转身跑去找了猞猁雄性。那2个人你都安置妥当了？雌性猞猁兽人压低了声音，眼神中透着一丝警惕。在里面那个废弃的山洞里关着呢。阿姐，你到底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呀？雄性猞猁兽人微微皱着眉，语气中带着些许不安。那个小雌性好像是只火狐兽人呢，要是把它的皮剥下来做成兽皮裙，肯定漂亮极了。雌性猞猁兽人眼中闪过贪婪的光芒。阿姐，这样做不太好吧？还是把那个小雌性放了吧。雄性猞猁兽人犹豫了一下，嗫嚅着说道：你个没用的东西，放了他，万一他回来抢走高阶兽人可怎么办？她生得那么漂亮，我拿什么和她争？雌性猞猁兽人瞪了弟弟一眼，语气中满是恼怒。可是你之前不是说生米煮成熟饭就没问题了吗？雄性猞猁兽人小声反驳道。万一那个高阶兽人见了他还是不死心，非要强行解除契约，那我不就白费心思了吗？雌性猞猁兽人双手叉腰，气呼呼地说道。那小子的阿父呢？雄性猞猁兽人小心翼翼地盯着姐姐，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先关着吧，等你和小子结契了之后再说。雌性猞猁兽人说完，转身就准备往山洞里走。阿姐，你这是要去干嘛？雄性猞猁兽人忙追问道。当然是去做火狐兽皮裙。雌性猞猁兽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什么火狐兽皮裙？他要拿我做兽皮裙？江婉婉听到这话，顿时慌了神，心脏猛地一缩，恐惧瞬间涌上心头。空间！江婉婉在意识里疯狂尖叫。你要是再装死，等我被8P死掉了，我就去孟婆姐姐那投诉你。空间！在的，主人，检测到主人身体控制权丧失，是否启动紧急召回并恢复身体机能？启动，现在，立刻，马上。温馨提醒，强制召回可能导致短暂眩晕。我都要变成皮草了，还管晕不晕？江婉婉简直想翻个白眼。如果她现在还能控制自己的眼皮的话。好的，3秒后将强制将您拖回空间。倒计13，走啊，过来搭把手。雌性猞猁兽人的声音越来越近，脚步声也清晰可闻。倒计12，你倒是直接拽啊！他们要进来了，你还在这给我倒计时走流程？江婉婉的内心在疯狂咆哮，那声音仿佛要震碎整个系统空间。倒计11，砰的一声，江婉婉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瞬间被拉回了空间之中。人呢？那个小雌性在哪？雌性猞猁兽人在山洞扫视一圈，也没看到江婉婉。就在那。雄性猞猁兽人下意识地用手指了指之前安置江婉婉的地方，整个人却瞬间呆愣在原地，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刚刚还在这儿的。雌性猞猁兽人脸色骤变，眼中闪过一丝凶狠的光芒，他猛地转身，狠狠地吼道：你是怎么办事的？这么个大活人都能看丢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明明就在这儿的。啪！雌性猞猁兽人狠狠一巴掌扇在他头上。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要是坏了我的好事，我扒了你的皮。阿姐，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雄性猞猁捂着脑袋，声音委屈道：我就出去接你一趟，回来他就不见了，前后不过片刻，他能跑哪去？雌性猞猁没耐心听他辩解，不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那个高阶兽人还在不在。夜长梦多，今晚必须和他结契。说完，他转身冲出山洞，身影迅速消失在夜色中。高阶兽人木川，躲在空间里的江婉婉心头一震，不可能，木川那么强，怎么会被他抓住？可如果不是他，这里还会有哪个高阶兽人让他抓？江婉婉心急如焚，可身体依旧僵硬，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突然，空间内白雾翻涌，浓烈的药香钻入鼻腔。江婉婉弓起背，猛地咳嗽2声，下一秒，他顿住了，他居然可以动了。主人，您的身体机能已恢复，若无其他吩咐，小的先告退了。等等，他连忙叫住系统，皱眉问道：我刚才是中了什么毒？为什么动不了了？检测显示，您中了迷情草之毒，方才以为您释放解毒剂，这种毒对高阶兽人也有效吗？是的，主人，高阶兽人亦无法免疫。江婉婉瞳孔骤缩，心猛地沉了下去。木川真的出事了，我该怎么救他？心底一个声音焦急地问道。救？为什么要救？另一个声音冷笑，不如就让他和那个猞猁雌性结契好了，这样咱们就彻底自由了。江婉婉的头顶突然噗噗冒出2团光晕，一黑一白，化作迷你版的天使和恶魔。一个头顶光环的白衣天使和一个手持3叉戟的暗红恶魔，直接在他发丝间扭打起来。天使叉腰怒斥：你还是人吗？平时木川是怎么帮你的？你现在为了自己就让他和一个母夜叉结契，你有没有良心？恶魔翻白眼冷笑：良心值几个钱？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摆脱他，然后回去找心妍和孩子回家，这才是正事。天使痛心疾首，恶魔江婉婉，我瞧不起你。恶魔不屑一顾，你的瞧得起很值钱吗？少来道德绑架。天使突然眯眼，我以为你喜欢他，会同意救他。恶魔瞬间炸毛，谁喜欢他了？你别胡说八道。够了！江婉婉一把将两个小人从头上薅下来，狠狠甩进空间的白雾里，空气终于安静下来。可那句你喜欢他却像魔咒般在耳边回荡。他攥紧颤抖的手，望着前方，时间不多了。舍利雌性兽人一路疾奔回自己的山洞。当他冲进洞内，目光触及那个静坐的高大身影时，紧绷的肩膀终于松懈下来。还好你还在。他唇角勾起一抹势在必得的笑，声音刻意放柔，我的兽夫让你久等了。就在这时，洞口光线一暗，一个灰狼族的雄性兽人低着头走了进来，手里还捧着新鲜的猎物。舍利雌性瞬间变脸，猛地转身厉喝，谁惹你进来的？滚出去！敢打扰我节气，我扒了你的皮！灰狼兽人脚步一顿，银灰色的眸子在阴影中闪过一丝晦暗的光。他缓缓抬手，目光在舍利雌性和静坐的木川之间游移片刻，最终垂下眼睑，无声地退出洞外。随着他的离去，洞内陷入死寂。舍利雌性兽人转身看向木川的眼里闪过一丝痴迷，他伸出手轻轻抚上木川的脸颊，这么完美的脸，这么冷淡好无趣啊。他突然想起什么，从兽皮袋里掏出一颗猩红的药丸，强行掰开木川的下颌塞了进去，这可是好东西，待会让我看看你热情的样子。话音未落，他注意到木川手中紧攥的红色斗篷，这破布怎么还攥着？他用力拉着，却发现斗篷纹丝不动，木川修长的手指仿佛焊在了布料上，关节都泛着青白。哦，对了，忘给你迷情草的解药了。舍利雌性兽人又给木川喂了一颗黑色的药丸，药丸入喉的刹那，木川修长的手指骤然收紧，红斗篷在他掌心皱成一团。当他再度抬眼时，那双赤瞳里燃烧的杀意让洞内温度骤降。你找死！舍利雌性却笑得花枝乱颤，故意贴近他滚烫的皮肤，杀了我！谁给你姐妹毒呀？他轻舔着牙轻声道。你指着那个跑掉的小雌性吗？没有。木川垂着头，喉结艰难地滚动。你说什么？舍利雌性皱起眉，指尖抚上对方滚烫的脸颊，却被反手扣住手腕。他没走，木川猛地将人甩开，斗篷被他死死抱在怀中，仿佛那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他走了，我亲眼看着他走的。舍利雌性冷笑道。没有，他会回来的。木川突然低吼，嗓音沙哑的可怕，抱起的青筋在他脖颈处跳动，却衬得泛红的皮肤更加妖异。他不会回来的，除了我，没人能救你。这个媚药是没有解药的。舍利雌性一把拽住了木川的胳膊。他会回来的，他说让我送他回家的。木川低声喃喃地说道。蠢货，那不过是骗你的。舍利雌性暴躁地甩开他。洞内陷入短暂的死寂。良久，木川垂下眼睫，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可我信了。干嘛呢？讲老娘坏话呢？一道清亮的声音突然从洞口传来。舍利雌性兽人和木川同时转头，阳光倾泻而入，江婉婉逆光而立，肩上扛着一只灭火器，发丝在光晕中飞扬，整个人宛如镀了一层金边。婉婉，木川怔住，嗓音低哑的近乎颤抖。这个药难道会让人出现幻觉吗？如果是，那他宁愿永远沉溺在这个幻境里。舍利雌性兽人瞳孔骤缩，不可置信的后退一步。你怎么在这？你怎么可能有迷情草的解药？不光是他，还有我们。话音未落，桃子兽人和紫雕阿父从江婉婉身后站了出来，目光坚定。舍利雌性兽人先是一愣，随即猖狂大笑。就凭你们几个废物想干什么？跟我抢人，还是报复我？江婉婉冷笑一声，单手压下灭火器保险栓。不干什么，就是灭灭你的欲火。我的人你也配碰？吃！白色干粉瞬间喷涌而出，呼了舍利雌性满脸。还想拿我做兽皮裙？江婉婉扔掉灭火器，反手掏出防狼喷雾，对准对方眼睛又是一顿输出。现在还想不想了？舍利雌性兽人惨叫连连，刚想反击，江婉婉已经抽出电棍，狠狠对了上去。滋啦！世界安静了。江婉婉一脚踩在昏迷的舍利雌性背上，甩了甩电棍，什么都想要，只会害了你。哎，小雌性！桃子兽人急得直跺脚，圆溜溜的眼睛瞪得老大。你倒是给我们留点表现的机会啊！江婉婉这才反应过来，转身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双手合十。啊呀，我以为你们绅士风度，不打雌性呢。不好意思。桃子兽人挠了挠后脑勺，咧嘴笑道：这个吗？算你懂我，我确实不打雌性，不过账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等揪出他弟弟，看我不好好教训一顿。说着还攥紧拳头，关节发出清脆的声响，眼神里燃起跃跃欲试的斗志。婉婉，木川的声音低哑，脸颊泛着不自然的潮红。
那双总是凌厉的暗红色的眼眸此刻湿漉漉的，像是被遗弃的小兽，委屈又固执地盯着他。我在这，你能动了，你要解了。江婉婉快速冲到他面前，扶住他微微发烫的手臂，上下打量着他。你没走，对不对？木川的声音发颤，眼眶泛红，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他的衣袖，仿佛怕他下一秒就会消失。我没走。江婉婉赶紧解释，我被那个猞猁雌性绑起来了，后来逃进空间，出来后救了紫貂大叔，然后遇到……话音未落，木川突然轻身吻住了他的唇。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只要是你说的，我都信。嗨嗨，那个袍子兽人挠着头，一脸纠结地指着昏迷的猞猁雌性。这个猞猁雌性兽人要怎么处理啊？紫貂阿父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呢？说你是傻狍子，你还不承认？没看见人家正忙着吗？我就是问问嘛。狍子委屈地揉着脑袋，耳朵都耷拉下来了。你不是整天嚷嚷着要当惩奸除恶的大侠吗？紫貂阿父翻了个白眼，利落地掏出绳子。大侠会不知道这种恶人该怎么处置？说完，他利落地托起昏迷的猞猁雌性，和狍子兽人一起麻利地把他捆了个结实，然后头也不回地迅速撤出山洞。临走前还不忘贴心地把洞口的藤蔓拨了拨，挡得严严实实。江婉婉被吻得头晕目眩，呼吸急促，她慌乱地用双手抵在木川滚烫的胸膛上，勉强拉开一点距离，声音又软又恼。你干什么？木川没回答，只是用那双暗红色的眼睛紧紧地锁住他，眼底翻涌着难以压抑的欲念。那双总是清冷的暗红眼睛此刻暗沉的可怕，目光灼热的几乎要在他身上烙下印记。他步步紧逼，江婉婉被迫步步后退，直到后背贴上冰冷的石壁，退无可退。木川，江婉婉的声音发颤，手指无意识地抠紧了岩壁，心下一惊，不对劲，按理说能动了就是解毒了，怎么看状态还是不对。他抬起手在木川眼前晃了晃，试图唤回他的理智。你到底怎么了？清醒一点。下一秒，木川突然单手撑住岩壁，另一手捏住他的下巴，嗓音沙哑的可怕。帮我。帮什么？江婉婉喉咙发紧，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木川闭了闭眼，似乎在极力克制，最终颓然松开手，声音低哑而脆弱。我中的是媚药，没有解药，如果你不要我，就让我去死吧。会死吗？江婉婉紧张地问道。他抬眼，眸中暗潮汹涌。没有你会死。空气凝滞了一瞬，江婉婉睫毛轻轻颤，忽然小声嘀咕，那你会听话吗？这么帅的老公谁又不想要呢？木川呼吸一滞，喉结滚动，立刻哑声回答，我会听话，一辈子。一辈子可长着呢。江婉婉眼尾微挑，带着几分俏皮的调侃。他低头，鼻尖几乎贴上他的，灼热的呼吸交织。有你的一辈子太短。两人无声地对视着，木川的呼吸一下比一下重，似乎已经忍到了极致。他轻轻地低头试探地吻了下来，江婉婉踮起脚尖，主动迎了上去，瞬间感受到他浑身肌肉的紧绷，他的腰肢在他掌下软成一汪春水，任由自己沉沦在这个缠绵的吻中。冰冷的岩壁与滚烫的躯体形成鲜明对比，空气中浮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气息。木川身上清冽的雪松香混着江婉婉发间的幽兰芬芳，在逼仄的空间里酝酿出令人眩晕的旖旎氛围。翌日清晨，狍子兽人蹲在洞口，耳朵竖得老高，一脸八卦的小声问紫貂阿父，他们还没出来。紫貂阿父叼着松枝，懒洋洋道，急什么？解毒可是个体力活。狍子兽人，你个傻狍子，别问那么多。紫貂阿父不耐地说，等着就好。山洞里浮动着晨光，细小的尘埃在光束中轻轻舞动。木川修长的手指把玩着沉睡的江婉婉的一缕发丝，他垂眸凝视，眼底盛满细碎的金芒。江婉婉睫毛轻颤，当他缓缓睁开眼时，正对上木川含笑的眼眸。他唇角微扬，低沉的嗓音带着晨起的沙哑，休息好了，那我们继续。江婉婉瞬间清醒，绯色从耳尖一路蔓延至脖颈，她慌忙用双手捂住滚烫的脸颊，指缝间露出的肌肤红得像是熟透的果实。婉婉，木川低沉的笑声在耳边响起，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垂，他轻轻去掰他捂着脸的手指，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笑意，躲什么？昨晚可不是这样的。婉婉，江婉婉猛地睁大眼睛，把手迅速地拿了下来。你知道我是江婉婉？昨天叫你的时候你也应了。木川低笑，你什么时候认出来的？他撑起身子，丝绸般的橘发从肩头滑落，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早就知道了，在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伸手将他散落的发丝别到耳后，指尖若有似无地擦过他的耳垂。你的气息我怎么会认不出？那你还骗我这么久，还让我叫你亲亲小宝贝。他微微蹙眉，眼底浮起一丝恼意，却又藏不住心底那抹心虚。小骗子倒打一耙。木川轻哼一声，带着几分宠溺的无奈，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咱俩谁更会骗人？那你既然知道我在骗你，为什么还要来北方？
他咬着唇，声音越来越小，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明知道是骗他的，却仍然陪他来北方。木川静静注视着他，唇角微扬，语气轻缓：因为你想来，我就来了，无论你想去哪儿。木川唇角噙着意味深长的笑：那就要看我的词主还想不想去了。他刻意加重了词主二字，尾音微微上扬。那我不去北方了，你送我回家吧。江婉婉突然仰起脸，琥珀色的眸子泛起水光。你把我掳走后，我都好久没见过阿父阿母了。江婉婉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委屈，又强撑着气势。你昨天答应我会听话的，是真的吗？会听话。木川温声应道，修长的手指轻轻抚上他的脸颊，指腹在他细腻的肌肤上流连。那双总是锐利的眼眸此刻温柔的不可思议。那你以后不许关着我。江婉婉赶紧提出要求。我没有关着你。木川声音低了几分，长睫微垂。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木川的声音越来越轻，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就在这片刻沉默中，木川的目光不经意扫过江婉婉手臂上若隐若现的节气标识，瞳孔骤然收缩，但他很快掩饰住情绪，若无其事的抬眸。江婉婉敏锐地捕捉到他的异样，深吸一口气。我有第一受夫了，他是星野。江婉婉顿了顿，小声说道，我把你往北方引，就是怕你伤害他。洞内霎时安静的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虽然受事一词多雄是常事，但江婉婉知道，对于骄傲如木川而言，这无疑是道难以跨越的心结。他悄悄抬眼，想从木川脸上看出端倪。阳光斜斜地打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将他的表情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让人看不真切。你爱他吗？木川问的声音很轻，却让江婉婉浑身一僵。救命，这是什么死亡命题？我一个上辈子到死都是母胎 solo 的人，怎么应付得了这种修罗场？江婉婉的大脑瞬间开启高速运转模式，说爱，眼前这位飞龙少主怕是要当场暴走；说不爱，那岂不是辜负了星颜的一片真心，更显得我像个渣女。这题简直比高考数学最后一道大题还难解。就在他急得额头冒汗，不知道怎么回答时，你们在我阿姐的山洞前干什么？小子，你来的正是时候。洞外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江婉婉眼睛一亮，简直要感动哭了。天哪，这是哪位天使大姐派来的救兵？快，我们去看看。江婉婉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手忙脚乱地套上衣服，动作快得像是身后有恶狼在后面追她一样。虽然确实有只狼正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盯着她。看见江婉婉和木川从猞猁雌性兽人的山洞里走出来后，猞猁雄性兽人金色的瞳孔缩成一条细线。我阿姐呢？你们怎么从我阿姐的山洞里出来了？袍子兽人挺了挺胸膛说道，你阿姐作恶多端，已经被我们捆起来了。你小子本性不坏，都是被你阿姐带歪的。今天我就替你们族长教训教训你。说罢，袍子兽人猛地冲了过去，却被猞猁灵巧的一个侧身躲开。袍子兽人踉跄几步，四肢在离地半米处突然打滑，狼狈地跌在泥地上。嗨嗨，这是热身。他尴尬地甩了甩头。接下来我要动真格的了。猞猁兽人根本不给他机会，一个腾跃而起，利爪直取面门。袍子兽人吓得一只手抱头，另一只阻挡猞猁雄性兽人的进攻。救命啊！木川。江婉婉急得看了一眼木川，只见木川漫不经心地拾起一颗石子，指尖轻弹，咻的一声破空响，石子精准命中猞猁兽人的腹部。猞猁闷哼一声，重重摔在地上。袍子兽人战战兢兢地从指缝里偷看，瞬间挺直了腰板。我的天，我居然这么厉害！袍子兽人趾高气扬地走到猞猁跟前，用脚踢了踢对方，知道本大爷的厉害了吧？以后见着我记得绕道走。江婉婉扶额叹气，简直没眼看。木川则慵懒地靠在岩壁上，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弧度。他们到底怎么处置？袍子兽人用脚踢了踢昏迷的猞猁雄性，一脸纠结。又来了，你就不能有点长进吗？紫雕阿夫气的直跺脚，语气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你要是真有办法，也不会在人家洞口守一整夜了。袍子兽人低着头小声嘀咕。就在这时，木川眸光一冷，猛地侧手，身影如鬼魅般闪至一块巨石后，一把将躲在暗处的灰狼兽人拽了出来。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江婉婉警惕地盯着他。灰狼兽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猞猁雌性是我的雌主。哦，来求情的。江婉婉抱起手臂，我告诉你，求您杀了他。灰狼突然抬头，眼中迸发出惊人的恨意。什么？江婉婉震惊的后退一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不爱他？爱。灰狼扯出一抹惨笑，他当初就是用迷情草强迫我结的气，我若私自解气，必死无疑，但如果他死了，我就自由了。江婉婉听到这里，心头一颤，不自觉地偷瞄了木川一眼。他暗暗思忖，以后可不能强迫星颜和木川，否则怕是小命难保。木川敏锐地捕捉到他的视线，唇角微扬，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那眼神分明在说，是我强迫你的，行了吧？可是这有点太残忍了吧？袍子兽人忍不住插嘴，
灰狼的嗓音低沉而压抑，他刚才又要对那个高阶兽人用禁药迷情草。我已经通知了猞猁部落的族长，迷情草是猞猁部落的禁忌，他明知故犯，族长绝不会轻饶。说着，灰狼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宁愿孤独终老，也不要继续被他控制。林间突然传来枯枝断裂的脆响，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猞猁拄着鼓杖走来，身后跟着5名7阶护卫。他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被捆的猞猁雄性身上。小山，谁允许你们绑我侄子的？他姐姐小叶呢？灰狼兽人立即上前，族长，他们姐弟滥用迷情草，触犯部落禁忌，放肆！族长怒喝，胡须剧烈颤抖。你一个寄人篱下的外族，也配议论我们部落的事？大伯救我！小山突然哭喊起来，他们要杀姐姐。江婉婉与木川交换了个眼神，难怪这般嚣张，原来是族长的亲戚。把人交出来！族长厉喝时，身后护卫已成扇形包围。袍子兽人见状，慌慌张张从树后拖出昏迷的猞猁雌性。在这！族长一挥手，数名高阶兽人猛地扑来，木川身形如电，瞬间挡在最前方。紫貂阿父和袍子兽人见状，也鼓起勇气冲上前去。灰狼绝望地看着混战，终究还是失败了吗？此时一个7阶兽人突破防线，伸手就要碰到猞猁雌性的瞬间，唰！江婉婉马上进入空间，拿上防狼喷雾和匕首，不过1秒又突然凭空出现，防狼喷雾直接糊了对方满脸。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他颤抖着举起匕首，寒光划过，噗！温热的鲜血溅在江婉婉的脸上，猞猁雌性脖梗喷出的血柱染红了半边视野，他死死咬住下唇，直到尝到铁锈味。江婉婉的双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匕首，这是他第一次夺走生命。但看着灰狼兽人手臂上逐渐淡去的契约印记，他知道有些杀戮叫做救赎。猞猁族长的鼓杖咣当一声砸在地上，浑浊的眼睛瞪大盯着江婉婉。您是兽神大人？猞猁族长膝盖一软，重重跪倒在地，额头紧贴地面，连声音都变了调。猞猁族长现在也顾不上被杀的侄女，他前1个月就听说凤凰城那场惊天变故，听说兽神可随时出现随时消失，而且是火狐一族。他不仅灭掉了涅槃的凤凰，而且还扶持了新的城主，这条件不都对上了吗？只见猞猁族长突然起身，狠狠地踢了小山一脚。混账东西，竟敢冒犯兽神！小山被踢出3米远，族长却看都不看，又立刻跪下求兽神宽恕。我这就把小山逐出族谱，求您不要迁怒于我。猞猁族长吓得瑟瑟发抖，他可不想向凤凰死于非命，他可还没享受够呢。猞猁族长这一通操作，直接把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除了木川依旧冷着脸站在原地，其余人齐刷刷跪了一地，连袍子兽人都挺直了腰板，一脸看吧，我就是兽神选中的人的嘚瑟表情。江婉婉轻咳一声，立刻端起架子，居高临下的睨着猞猁族长，既然知道我是谁，那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清楚。猞猁族长点头如捣蒜，额头都快磕进土里了。迷情草这种禁药必须彻查，再让我发现你们族里有人用。他故意拖长尾音，眯起眼睛，你这族长就别当了。是，我立刻下令全族清查，绝不留情。还有，江婉婉指了指紫貂阿父和袍子兽人，他们俩是我的朋友，我走之后，若让我知道你为难他们。他话音未落，身形骤然消失，下一秒又凭空出现，吓得猞猁族长差点原地蹦起来。不敢，绝对不敢，我一定把他2位供起来当上宾。行了，滚吧，别在这碍眼。江婉婉嫌弃的挥了挥手，猞猁族长如蒙大赦，转身就要跑，结果江婉婉突然在他身后大喊，喂，你侄女不要了。远处传来咚的撞树声，接着是更加慌乱的奔跑声，很快连影子都看不见了。木川低笑一声，骨节分明的手指抚过江婉婉的脸颊，轻柔的拭去她脸上的血迹。紧接着木川接过匕首，寒光一闪，精准的剖开猞猁雌性的胸膛，取出一枚金盒，给他将金盒递到江婉婉面前。金盒在阳光下折射出妖异的红光，血珠顺着他的指尖滴落。上次都让你破费了3个7阶金盒了，这个你收着吧。木川突然低笑着俯身，温热的呼吸拂过江婉婉的耳畔，以后不许分你我的都是你的，这个你收着，你把他的皮扒了给我就行。江婉婉咧嘴笑嘻嘻的说道。木川心头一颤，没想到江婉婉竟然为了给他出气，连剥皮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怎么了？见木川正在原地，江婉婉歪头问道，是不是太残忍了？可问完江婉婉又不禁在想，虽说是有点残忍，但是架不住兽皮之前啊，他都要扒我皮呢，我扒他皮也不是太残忍吧？没。木川喉结滚动，手起刀落间，一张完整的猞猁兽皮已经递到江婉婉手中。在这等我一下。江婉婉话音未落，人已闪入空间，
他迫不及待地将还带着体温的兽皮放在交易区的蓝色光幕上，空间机械音顿时响起。新鲜猞猁兽皮1张，价值20万元整。什么？江婉婉瞪大眼睛，满脸难以置信。要知道，上次的虎兽皮才值10万元，这猞猁兽皮的价值竟然直接翻倍。难道是因为这张兽皮是刚扒下来的，足够新鲜？江婉婉一蹦3尺高，她高兴地转了好几圈。她赶紧买了大量的西瓜苗。她以前不怎么吃西瓜，可是现在她有蛇幼崽了。蛇最怕高温了，天气超过35度就可能有生命危险。她要多种一点西瓜，让她的幼崽们夏天吃个够啊！江婉婉按下支付键，渴望着眼前13亩的广阔田地，顿时一阵头大。将近1万平方米的地，让她一个人种，这不是要她的命吗？空间系统，你不能光给我地，又不让人进来帮忙种吗？我一个人种到死也种不完啊！她叉着腰，气鼓鼓的威胁道：“你就不怕把我累死了？孟姐姐把你销毁了。主人，您可以用金盒兑换空间系统的云种地服务。你怎么不早说？”江婉婉气得直跺脚，她都怀疑这破系统，怕不是专门来折磨她的吧？什么金盒都行吗？江婉婉突然想起了刚刚的猞猁雌性兽人的金盒，不同等级的金盒兑换不同，1级金盒可耕种1亩地，那雌性的金盒呢？雌性金盒无等级限制，可兑换2亩地。明白了，江婉婉二话不说，立刻退出空间。木川，那个猞猁的金盒能给我吗？他声音越说越小，刚刚还说不要的，现在却厚着脸皮讨要，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木川低笑一声，毫不犹豫地把金盒递给他。江婉婉接过金盒，闪身回到空间，直奔交易区。检测到猞猁雌性兽人金盒1枚，可兑换2亩地免费耕种，请确认种植品种。半空中突然浮现一个对话框，江婉婉迅速输入了西瓜苗，然后点下了确认键。下一秒，田地里星光点点，西瓜苗像是被无形的手托起，整齐地飘向土地，自行栽种起来。先种2亩吧，剩下的以后再说。他设置好浇水和施肥时间。江婉婉看着多出来的木川的一块地，陷入了沉思。木川喜欢什么呢？感觉木川只喜欢肉，而且什么都不缺。要不种点棉花吧？购物商城根本买不到适合木川兽型的棉被，等种出来，我亲手给他做一床大大的棉被。于是他买了一大堆紫色棉花种子。他不好意思再找木川要金盒了，只好自己吭哧地尽可能的多种一些到地里。种了1个小时的后，江婉婉累得腰酸背痛的。我看了看成果，才心满意足的退出空间。木川，那张兽皮卖了好多钱，而且金盒还能换免费种地，省了我不少力气。他兴奋地拽着木川的胳膊，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还给你买了棉花种子，以后给你做一床超级大的被子。木川低笑，一把将他搂进怀里，心疼地揉了揉他的脑袋。那我以后的多找些金盒了。你拿着血淋淋的皮，是不是吓坏了？紫貂兽人在旁边一脸的无语，吓坏了？刚才那人不是他杀的吗？朝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江婉婉耳尖微红，灵巧地躲开木川的靠近，转身朝袍子兽人和紫貂兽人挥了挥手，笑容明媚。我们走了，下次再来看你们。话音未落，木川瞬间变换兽形，随着一声低沉的龙吟，漆黑的龙鳞在阳光下泛出暗金流光，巨大的龙翼完全展开时，在地面投下令人窒息的阴影。现在就走吗？袍子兽人眼眶泛红，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江婉婉轻盈地跃上木川宽阔的脊背，朝他挥了挥手，保重。木川低吼一声，巨大的羽翼猛然展开，掀起一阵气流，随即腾空而起。兽神大人一定要回来啊！袍子兽人眼泪汪汪地追了2步，却被紫貂兽人一把拽住尾巴拖了回去。江婉婉忍不住笑出声，在风中大喊再见。风声呼啸，木川侧过头，暗红色的兽瞳里带着温柔的笑意，低沉的声音顺着风传入他的耳中。我的雌主，现在想去哪儿？是先回去见见阿父阿母？木川，我想先。江婉婉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去找星妍和孩子们。木川的肌肉骤然绷紧，翅膀的拍打节奏微微一顿，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孩子们，江婉婉缩了缩脖子，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下的兽躯变得僵硬。完了，他不会生气了吧？他不会把我的孩子都吃了吧？江婉婉突然浑身一僵，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可怕的画面。木川那双暗红色的兽瞳骤然收缩，锋利的獠牙闪着寒光，一口一个把他的蛇宝宝们吞进肚子里的场景。几个，木川的声音低沉，听不出情绪。啊！江婉婉一时没反应过来。我是说，木川深吸一口气，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声掩盖。孩子有几个？13个。江婉婉小声回答。他偷偷瞄着他的反应，心中不停的哀嚎，呜呜，不会真要把我13个宝宝吃掉吧？怎么办？要不然还是不要让他们见面了。正当江婉婉胡思乱想的时候，木川忽然低低的笑了一声，嗓音温柔道：看来我得好好学学怎么当阿父了。
木川江婉婉鼻尖一酸，整张脸埋进他温暖的后颈，声音闷闷的：我也会给你生好多好多崽子的。傻瓜！木川的嗓音温柔的不像话，翅膀轻轻收拢，将他护得更紧些。有你陪着我就够了，到时候就生一个，生那么多，你该多疼。江婉婉正在木川的背上美滋滋地幻想着未来，丝毫不知命运正为他酝酿着一场腥风血雨。木川，我们直接去大象部落。江婉婉焦急地拍了拍木川的背脊，星妍上次就在那里孵蛋，这么多天过去了，不知道小家伙们破壳了没有。木川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作为回应，巨大的翅膀划破云层，朝着远方的象族领地疾驰而去。10日后，当熟悉的象族图腾柱映入眼帘时，江婉婉忍不住欢呼起来。然而他们的到来却引发了骚动。正在田间劳作的象族人抬头看见遮天蔽日的龙影，顿时四散奔逃。飞龙部落来袭了。木川立即收敛双翼，在落地瞬间化作人形。江婉婉从他背上跳下来，叉腰嗔怪：瞧瞧你平时凶神恶煞的样子，把大家都吓成什么样了。此主教训的是，木川眼中漾着温柔，伸手揉了揉他发顶，与方才令人闻风丧胆的巨龙判若两人。我们快走吧。江婉婉拉着木川就往山洞方向狂奔，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耳边全是自己急促的呼吸声。新年，他大声喊着新年的名字，清亮的声音在大象部落空旷的广场上回荡，回应他的只有风吹过茅草屋顶的沙沙声。大象族人们躲在粗壮的树干后，只露出一双双警惕的眼睛。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推开象群走了出来，正是当初照顾他待产的大象婶子。小雌性大象婶子激动地抱住了他：你可算回来了。婶子。江婉婉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声音急切：新妍呢？他是不是还在洞里孵蛋？我的宝宝们出生了吗？大象婶子的长耳朵倏地耷拉下来，眼神躲闪。这个，一股刺骨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脊背。江婉婉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指甲几乎陷进大象婶子的皮肤。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那蛇族兽夫几天前带着10条刚孵化的小蛇仔急匆匆走了，连话都没留几句，大象婶子的声音越来越低。10条。江婉婉的声音陡然拔高，明明应该有13颗蛋，剩下的呢？剩下的是没孵化的，还在洞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壳。你知道我们是大象也不会孵蛋。大象婶子愧疚地低下头。江婉婉双腿一软，险些栽倒，被紧跟来的木川一把扶住。他去哪了？他的声音抖得不成调。婉婉，木川连忙搂过他，低声轻哄道：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剩下的蛋平安孵化，找人的事等安顿好宝宝们再说，好吗？可是他抬头望向他，琥珀色的眸子里蓄满泪水。我不会孵蛋啊。我来。木川的回答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犹豫。什么？江婉婉愣住了，连眼泪都忘了擦。暮色中，木川的红瞳泛着温柔的微光，他轻轻拭去他脸上的泪痕，拇指摩挲着他的脸颊，低声道：将来你给我生龙蛋时，不也得我亲自孵？就当提前练习了。他的唇角微微扬起，带着一丝宠溺。再说，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这个当阿父的有什么不能做的？那我们快走吧。大象婶子连忙引路，带着两人匆匆赶往蛇蛋所在的山洞。木川小心翼翼地将3颗冰凉的蛇蛋搂进怀里，动作轻柔的像捧着1岁的珍宝。你怎么不和新妍一样变换兽形坐上去？江婉婉疑惑道。怕碎。几天后，婉婉蛋裂了。木川压低声音呼唤，指尖因兴奋微微发颤。江婉婉快步地冲了过去。他的孩子会像新妍多一些，还是更像自己？他屏住呼吸，连眨眼都舍不得，生怕错过蛋壳颤动的每一个瞬间。咔咔嚓，细碎的破裂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木川怀中的蛋壳表面，细密的裂纹如蛛网般蔓延开来。突然，蛋壳拱起了一块，噗的一声，率先探出一个圆滚滚的黑色脑袋。冷不丁的出现，惊得江婉婉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哎呀，这小坏蛋！他手忙脚乱爬起来，指尖轻轻点了点小蛇的鼻尖，冰凉鳞片下传来有力的脉搏。那双金澄澄的树瞳让他突然怔住，简直和新妍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话音未落，江婉婉便察觉到头上方骤然凝滞的呼吸。木川的阴影笼罩着他，让他浑身鸡皮疙瘩，赶紧转移话题。快看，这个蛋也要裂了。第2枚蛋恰在此时彻底崩裂，黑底橘点的小家伙嗖的窜出，被木川捏着后颈拎起时还在扭动。木川将2条扭动的小生命放进江婉婉掌心，低沉道：是2个小雄性，你第一次当阿母，好好抱抱他们吧。小蛇们立即仰头蹭着他的手腕，吐着信子发出撒娇般的嘶嘶声。最后1枚蛋迟迟没有动静，突然蛋开始剧烈晃动，蛋壳顶端噗的一下露出橘色的小圆脑袋，可是它大大圆圆的小脑袋却卡在了蛋壳上。它眨巴大眼睛，怎么也出不来。小家伙水汪汪的大眼睛蒙着雾气，突然瘪着嘴，
哇的哭出声，泪珠啪嗒啪嗒砸在蛋壳碎片上。木川眼底泛起笑意，轻轻拨开卡住幼崽的蛋壳，湿漉漉的小蛇立即缠住他的手腕，用脸颊蹭着他的虎口，尾巴还不安分地卷住他的小指。他将胖乎乎的小蛇放在江婉婉怀中，声音轻柔，是个和你一样漂亮的小雌性。3条小蛇缠绕在江婉婉的臂弯里，冰凉光滑的鳞片贴着她温热的肌肤，小脑袋亲昵地蹭着她的胸口。江婉婉忍不住轻笑出声，眼角泛起温柔的涟漪。我是你们的阿母哦，以后要乖乖听话知道吗？她柔声说着，俯身用脸颊轻蹭小蛇们的小脑袋。3条小蛇立刻兴奋地昂起头，细长的蛇信欢快地吞吐着，发出细微的嘶嘶声。江婉婉伸出纤细的手指，轻轻点了点通体黑色最先破壳的小蛇。你这么黑，就叫你心渊吧。小蛇仿佛听懂了一般，亲热地缠绕上他的手指。江婉婉又摸了摸第2条小蛇，你的鳞片有橘色的点像星星一样，就叫星辰好不好？星辰立刻昂起头，骄傲地展示自己漂亮的鳞片。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小老3的身上，小家伙正仰着头看他，圆溜溜的大眼睛像2轮满月般澄澈明亮。江婉婉的心瞬间软成一团，你的眼睛好大好漂亮啊，像满月一样，就叫你星月吧。木川轻笑着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将小蛇们从江婉婉怀中接过。我的词主取的名字真好听。他空出一只手，宠溺地捏了捏江婉婉的脸颊。崽子们都破壳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找星爷？江婉婉目光灼灼地盯着木川，木川背对着他整理幼蛇的小窝，火红色的长发垂落肩头。他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又继续若无其事地摆弄着干草，再等10天吧。幼蛇刚破壳，经不起奔波。哦，江婉婉轻应了一声，我去给孩子们洗澡。木川没敢看江婉婉的表情，动作轻柔地将3条小蛇拢进臂弯。星渊不安分地探出头，被木川用指尖轻轻按了回去。江婉婉站在原地，看着木川修长的身影消失在洞口的光晕里。他不是故意的吧？这10天来，木川充当阿父的责任，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幼崽们。星渊和星辰已经能灵活地游走于石壁之间，他们调皮地互相追逐，时不时用尾巴尖去戳对方，而星月总是慢半拍，他圆滚滚的身子才爬到石床边缘。2个哥哥已经绕着洞穴转了3圈。呜哇，星月又一次被哥哥们甩在后面，委屈地扬起小脑袋，晶莹的泪珠在大眼睛里打转。木川立刻伸出修长的手指，让他缠绕上来。星渊、星辰，他故作严肃地唤道，却掩不住嘴角的笑意，又欺负妹妹。江婉婉弯腰抱起抽泣的星月，小家伙立刻把脑袋埋进他胸前。好了，别闹，我们一会就要出发了。话音刚落，星渊和星辰立刻兴奋地窜到木川身上，一条缠住他的手臂，另一条盘在他的头顶，2个小脑袋从不同方向探出来。木川无奈地笑着，任由他们在身上攀爬，转头看向抱着星月的江婉婉时，眼神却复杂起来。晨雾还未散尽，他们便告别了大象婶子。大象婶子含着眼泪轻轻摸了摸3条小蛇，嘱咐他们路上要听话。向西的小径上沾满露水，江婉婉和木川带着3条小蛇上路了。3条出生的小蛇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他们从木川和江婉婉的身上滑下来，在晨光中欢快地游弋。星渊和星辰你追我赶，鳞片在草叶上留下晶莹的痕迹，星月则慢悠悠地跟在后面，时不时停下来嗅嗅野花。慢点跑！江婉婉的呼唤还未落下，冲在最前面的星渊就咚地撞上了一棵橡树，小家伙被撞得翻了个跟头，呆呆地坐在地上，黑曜石般的鳞片上沾满了树皮屑。短暂的沉默后，一声惊天动地的哭嚎打破了林间的宁静。呜哇！星渊的金色树瞳里瞬间蓄满泪水，小尾巴因为抽泣而剧烈颤抖。木川一个箭步冲过去，将星渊捧在手心，看到星渊额头上微微泛红的痕迹，他强忍着心疼板起脸。我们是雄性出生，就是保护雌性的，你怎么能撞一下就这么……话音未落，一声带着哭腔的阿父我疼，让木川浑身一震。婉婉，木川的声音罕见的发颤，快来，星渊他会说话了。江婉婉听到赶紧跑了过来，见到阿母的身影，星渊哭得更委屈了，阿母抱抱。星辰和星月也被哭声吸引过来，3条小蛇第一次用稚嫩的声音喊着阿父阿母，此起彼伏的呼唤声惊飞了树梢的鸟。孩子们，这是木川阿父，虽然他也是你们的阿父，但我们这次是要去找你们的亲阿父，知道吗？以后要叫他木川阿父，不能直接叫阿父，明白吗？江婉婉蹲下身，轻轻抚摸着星辰和星月的脑袋，语气温柔地说道。木川站在一旁，暗红色的眸子微微暗沉，眼底翻涌着晦涩的情绪。他抿了抿唇，最终只是沉默地移开视线，修长的指节无意识地攥紧。江婉婉感受到他压抑的情绪，心脏像是被针扎一样，可他不敢看他。江婉婉在心中叹了一口气，在心中直抓狂。这要是真见了星爷，
我该怎么解释？该怎么面对这种修罗场？光是想象那个画面，江婉婉就恨不得当场挖个洞把自己埋了算了。阿母，小蛇星月软软的声音从脚边传来，圆圆的小脑袋轻轻蹭着她的裙角，可怜巴巴的。我去捡些柴火。木川低声道，嗓音有些哑。烤熟的食物你也能吃。说完，他转身走向树林，背影挺拔，却透着一丝落寞。自从江婉婉提出要找星妍开始，木川的情绪便一天比一天低沉。他向来高傲，如今却要屈居第二受夫，甚至还要亲自陪他去见正夫。江婉婉望着他的背影，胸口发闷，正想叹气，突然头顶骤然掠过一道阴影，一只体型庞大的鹰兽俯冲而下，锋利的爪子精准地扣住星月，瞬间腾空而起。阿母，救我！星月惊恐的哭喊声从高空传来。江婉婉瞳孔骤缩，猛地站起身。星月，木川，他嘶声大喊，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慌。木川听到江婉婉焦急的声音，赶紧跑了回来。怎么了？星月被鹰兽抓走了。江婉婉眼眶泛红，声音带着哭腔，指了一下鹰兽消失的方向。木川二话不说，立刻化作兽形。江婉婉抱起星渊和星辰，跃上他的脊背，龙翼一震，往鹰兽消失的方向追去。鹰兽察觉身后的恐怖威压，惊慌失措，急速俯冲向一座庞大的城池——大河城。抓紧！木川低吼一声，龙翼猛然展开，掀起一阵狂暴的飓风，他急速俯冲而下，紧追着鹰兽的轨迹，最终在大河城的中央广场轰然降落。轰！原本热闹非凡的祈福节现场瞬间陷入混乱，兽人们惊恐地尖叫着四散逃窜、推搡、踩踏，原本井然有序的庆典转眼变成一片狼藉。龙，是龙兽！快逃！人群如潮水般涌动，木川的红色兽瞳紧缩，目光在混乱中急速搜寻，可那鹰兽却趁乱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木川，怎么办？江婉婉从龙背上跳下，怀里紧抱着星渊和星辰，声音因焦急而微微发颤。木川化回人形，红发在风中狂舞，眼神凌厉如刀，他五指攥紧，周身散发出的低气压几乎让空气凝固。就算把这座城翻过来，他嗓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我也一定会把星月找回来。与此同时，化为人形的鹰兽死死捂着星月的嘴，在混乱的人群中夺路狂奔。鹰兽慌不择路，猛地撞上一道身影。瞎了眼吗？林泽剑眉紧蹙，眼看对方要逃，一把扣住鹰兽手腕。你区区3阶也敢拦我6阶？鹰兽焦躁的低吼，目光不断扫向身后，生怕木川追来。星妍大哥！林泽突然高声呼唤。又惹什么事？星妍满脸疲惫的从拐角处走来，眼下挂着浓重的青黑。星妍从小就是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有10个幼崽要照顾，又要寻找江婉婉的下落，根本分身乏术。他早已心力交瘁。林泽和蓝湛也因此被迫当起了临时奶爸。这家伙撞伤了老九，还扬言要打死我们。林泽举起怀中的蛇宝宝，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他向来善于借照顾幼崽之名狐假虎威。你要打死我的幼崽？星妍指节爆出脆响，每一步都让鹰兽心惊胆战。误会，我不是故意的。面对7阶强者的威压，鹰兽连舌头都打了结。误会！星妍目光落在鹰兽捂着星月的手上，眼中寒芒暴涨。我的幼崽都快被你闷死了。这是我的幼崽。你的！星妍怒极反笑。鹰族能生出蛇崽，这分明是我的老六。话音未落，铁拳已如雨点般落下。林泽在一旁笑得花枝乱颤，几乎直不起腰来。那鹰兽在星妍手下没撑过3招，就被揍得口吐白沫，像摊烂泥般瘫软在地。星妍一把将星月从鹰兽手中夺回，急切地上下打量他。老六，你没事吧？叔叔，我没事。星月大口喘着气，终于从鹰兽的钳制中挣脱出来，小脸憋得通红。完了，这孩子怕是被捂傻了，他叫我叔叔。星妍心疼地揉了揉星月的脑袋，转身又狠狠踹了鹰兽2脚，怒道：连我的幼崽都敢偷，活腻了是吧？林泽，把他的金盒挖了。星妍冷冷吩咐完，抱起星月就要离开。星月不安地扭动着，叔叔，你要带我去哪？他心里直打鼓，这该不会是刚离狼窝又入虎穴吧？老六，别闹了，咱们得赶紧启程去找你阿母。星妍眉头紧锁，语气焦灼。这几天你几个阿兄生病，已经耽得太久了。叔叔，我真不是老六。星月急得直扭，不信你回去看看，你的老六肯定好好待在窝里呢。行，星妍无奈，心想索性带他去看一眼，省得他再胡闹。星妍抱着星月回到临时住的山洞，蓝湛正看着其余的幼崽们。出什么事了？蓝湛抬头问道。这小家伙死活不承认自己是老六。星妍哭笑不得地说道。来，我给你数数。星妍蹲下身，认认真真的清点了一遍，又怕自己数错，再仔细核对一次，可无论怎么算，怀里的星月加上洞里的幼崽不多不少，正好10个。怎么样，这下没话说了吧？星妍捏了捏星月软乎乎的脸蛋，
疲惫中带着宠溺。好了，老六，阿父已经很累了，别再闹脾气了。我真的不是，求求你们放我走吧，叔叔，我阿母一定急坏了。星月扬起小脸，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一双大眼睛哭得通红。好了，吃完这顿饭我们就出发，不许再闹了。星颜语气强硬，说完便将他往幼崽堆里一放。星月缩在洞穴的角落里，尾巴紧紧盘在一起，大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周围陌生的环境。这个蛇兽人的洞穴还挺大，墙壁上爬满了发光的苔藓，角落里堆满了各种兽骨和晒干的肉块。最让他害怕的是那些在他周围游走的蛇兽幼崽们，他们吐着信子，好奇地打量着他。大哥，你快看，六妹怎么好像变矮变圆了？一只幼崽用尾巴尖戳了戳身旁的幼崽老大，是有点怪。老六，你缩水了。幼崽中的老大游过来，疑惑地绕着星月转了一圈。我真的不是你们的老六，我阿父阿母还在等我回去。星月声音发颤，尾巴不安地蜷着。老六，你是不是想阿母想魔怔了？老三凑上前，仔仔细细盯着星月的脸瞧。星月抿着嘴不再吭声，只是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忽然幼崽老三怔住了，等等，大哥，他好像真的不是老六。胡说什么？幼崽老大不耐烦地甩了甩尾巴，他不是老六还能是谁？大哥你忘了，前天我跟老六抢肉，把他脑袋咬了个疤。老三用尾巴尖指着星月光洁的额头，可这小雌性头上一点伤痕都没有。这时星颜已经利落地处理完那只鹰兽，将肉块分好堆，都过来，今天的加餐不许抢。小蛇们顿时嘶嘶欢叫着涌向肉块，只有星月僵在原地，尾巴尖死死捂住嘴，惊恐地看着血淋淋的生肉。这是老六的，都说了不许抢。星颜皱眉，赶紧从争抢中拽出一块肉，蹲到星月面前。怎么不吃？这可不像你。我不。星月刚想说话，就被星颜塞了满口生肉，血腥味瞬间在口腔里漫开，他浑身一抖，眼泪倏地滚下来。哦，怎么回事？星颜连忙抱起他，手掌轻拍他的后背。好恶心，我不吃生肉。星月崩溃地哭喊着，使劲往外吐着残渣。星颜手臂陡然僵住，不吃生肉。闻声赶来的老大和老三急急游过来。阿父，他真的不是老六，他体型比老六小一圈。这怎么可能？星颜盯着怀里抽泣的小家伙，瞳孔微微收缩。叔叔，求求你！星月眼睛哭得红肿，哭得直打嗝。我要回家，我要阿父阿母。看着星月哭着打嗝的样子，让星颜想起了初见江婉婉的样子，那个哭着告诉自己吃他的时候轻点的江婉婉。你阿母叫什么名字？星颜鬼使神差的开口，声音不自觉的放轻，但下一秒他就自嘲的摇了摇头。怎么可能呢？这小家伙明明说自己有阿父。星月刚张开嘴，江婉婉三个字几乎要脱口而出，却被星颜突然抬手打断。算了。星颜深吸一口气，用手轻轻擦掉星月脸上的泪痕。你和老六长得真像，别怕，等我们找到他，我们一起送你回家，好不好？星月破涕为笑，尾巴尖不自觉地翘起来晃了晃。谢谢叔叔。与此同时，你们族长在哪？木川一把拽住一个仓皇逃窜的兽人。在你后面。羚羊兽人哆哆嗦嗦地指了指后方，趁机挣脱跑远了。木川和江婉婉猛然回头，一个灰发狼耳的兽人正倚在石柱旁，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那双琥珀色的树瞳在阳光下微微收缩，直勾勾地锁定了他们。莫川，江婉婉下意识地轻呼出声，眼中满是惊讶。好久不见啊，小狐狸。莫川慵懒地直起身，伸手就要揉他的发顶。啪！就在狼王莫川伸出手即将触到江婉婉发梢的瞬间，被木川猛地打落。你是这里的族长？木川眼神冰冷，语气带着恐怖的压迫感。算是吧，代管。莫川挑了下眉，看了下自己被打掉的手，漫不经心地说道。怎么，龙族大人要在我地盘上发号施令？莫川笑着看着木川。木川神情严肃，语气急切。我的幼崽被鹰兽挟持，躲进你们这片领地了，我希望你能配合，我负责在空中监视，你带人在地面搜查，只要帮我找到幼崽，我们飞龙族必有重谢。哦，幼崽？鹰兽竟敢抓一条龙族幼崽？莫川不敢置信地问道。是橘色雌性小蛇。江婉婉急声补充道。橘色小蛇？莫川若有所思地抬眼看了江婉婉一眼，随后爽快应下。好，我这就安排。只见莫川身形骤然变化，化作兽形立于广场中央，仰天长嚎一声，刹那间混乱的广场陷入一片死寂。传令下去，全力搜捕一只鹰兽。他手里抓着一只橘色雌性蛇仔，命令一下，广场上顿时响起此起彼伏的议论声。王这是把那头龙搞定了？找什么橘色小蛇？别废话了，王都下令了，赶紧去找。话音落下，广场再度陷入混乱，兽人们纷纷四散开来，开始在各处搜寻橘色小蛇的踪迹。木川低声安抚了江婉婉几句，随即化作兽形，在高空盘旋警戒，
防止鹰兽趁机逃脱。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声惊呼：快看，是不是那条小蛇？众人闻声齐刷刷转头望去，一条橘色的小蛇正盘在浆果堆上大快朵颐，小尾巴愉快地晃动着。突然，他敏锐地察觉到四周突然安静了下来。他一抬头，看见上百双直勾勾的眼睛盯着他。小蛇瞬间僵住，嘴里咬了一半的浆果，啪嗒掉在地上。这些是没人要的浆果，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小尾巴紧张的蜷成一团。他强装凶狠地呲起毒牙：我阿父很厉害的，你们敢碰我试试？兽人们互相交换了个眼神，慢慢围拢过来。橘色小蛇顿时慌了神，在果堆上左突右窜，眼看包围圈越来越小，他急得眼泪直打转。我真的只吃了一个。橘色小蛇奶声奶气的威胁变成了带着哭腔的讨饶：别抓我错了还不行吗？江婉婉听到声音，心猛地一紧，拼命挤过人群。当看清那熟悉的橘色身影，他眼眶瞬间泛红，不顾一切地朝着小蛇奔去。小蛇左躲右闪，躲避着兽人的抓捕，慌乱中一跃而起，正巧落入江婉婉张开的怀抱。江婉婉紧紧抱着小蛇，在他额头、脸颊上落下一连串亲吻。星月，你可把阿姆急死了，你是怎么在鹰兽那逃出来的？有没有受伤？他一边说着，一边紧张的上下打量着星月。当江婉婉突然看到橘色小蛇额头上有道醒目的疤时，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都怪阿姆没用，没能保护好你，这么漂亮的小脸留了疤可怎么办啊？阿姆怀中的橘色小蛇听到这声称呼，身体不由得微微一颤。原来这就是阿父天天念叨着要找的阿姆吗？好温柔，好漂亮。江婉婉见星月安然无恙，立即仰头朝着天空大喊：木川，找到星月了！木川听到江婉婉的呼唤声，立即收拢双翼，急速俯冲而下。橘色的小蛇抬头望去，天啊，那竟是一头传说中的龙族兽人。他吓得浑身鳞片都竖了起来，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木川立刻变换人形，把星月抱了过去，低头对江婉婉轻声道：找到星月了，那我们走吧。江婉婉点了点头，我去和木川道声谢，咱们就走。他刚要转身，手腕却被木川猛地扣住。木川掌心灼热，力道不容抗拒，不必，飞龙族自会背上厚礼相谢。话音未落，木川就要拽着他离开。等一下，木川闪身拦在江婉婉的前方。木川眸色顿时骤冷，找死！他抬腿就是一记狠踢，木川整个人飞出数米。可木川舔了舔嘴角的血迹，撑着身子站起来，脸上仍挂着玩味的笑。飞龙少主，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想尽到地主之谊罢了。而且小幼崽好像晕倒了，最好等到没事再走比较保险。那个木川，对不起。江婉婉狠狠拍了下木川肩头，人家帮我们找到星月，你怎么能这样？快道歉！两道锐利的视线在空中交锋，雄性间剑拔弩张的气息让周遭空气都为之凝滞。抱歉。木川从齿缝挤出两个字，眼底却翻涌着警告的暗芒。现在能走了。木川慢条斯理拂去肩上皮毛沾染的尘土，笑意更深。没关系，不过为了幼崽安全，还是让巫医看看的好。这边请。他侧身让出一条路。江婉婉担忧地抚摸着星月，望向木川，还是检查下吧。好。木川阴沉着脸应允道。江婉婉抱着幼崽走在前面，木川跟在后面。当木川与木川擦肩时，压低声音：别做不该做的，我不介意让你们部落消失。莫川闻言挑眉，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请。莫川把江婉婉等人引到一座青石垒砌的圆屋前，你们在这暂时住下来，我去找巫医。不过半刻钟，一位身披雨衣的老巫医便拄着古杖蹒跚而来，他枯瘦的手指在星月身上游走，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浑浊的眼中闪烁着莫测的光芒。怎么了？很严重吗？江婉婉紧张地问道。老巫医突然咧嘴一笑，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小崽子健康得很，就是贪嘴吃撑了吧。江婉婉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下来，长长的舒了口气。等巫医离去，星渊与星辰立即围到星月身边，星辰用尾巴尖轻轻摩挲着星月额角的伤疤，声音发颤：怎么还不行吗？星渊稚嫩的小脸上满是严肃，声音里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都怪我不够强大，如果我能像阿父那样厉害，妹妹就不会受伤了。就在这时，星月缓缓睁开双眼，看到眼前两条吐着信子眨着大眼睛的小蛇，他吓得猛地往后缩了缩。你们是谁？星月，你是伤到脑子了吗？我们是哥哥啊。星渊凑上前，眼中满是心疼，温热的鼻息轻轻拂过星月的脸颊。哥哥。星月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那些哥哥只会跟他抢肉吃，哪里会这样温柔地看着自己。星辰突然趴在星月身上，泪水吧嗒吧嗒地落在他的鳞片上。都怪我们没用，没能保护好你，还好有阿父，不然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阿父，对了，我要是再不回去，阿父该急坏了。星月，
赶紧起身，着急地扭动着身体，迅速起身朝门口爬去。你才刚好，又去哪？江婉婉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抓了回来。橘色小蛇扬起脑袋，湿漉漉的大眼睛一瞬不瞬地望着江婉婉，他的小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要是就这么回去了，这么漂亮的阿姆可就再也见不到了。突然他的小脑瓜灵光一闪，要是能把江婉婉带回家的话，这样不就能做他的阿姆了吗？阿姆。橘色小蛇人生头一次怯生生喊了一声阿姆。怎么了？江婉婉温柔地应着。你领我出去逛一圈怎么样？橘色小蛇扭捏地摆动着尾巴，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只要把阿姆骗到自家洞口，阿父一定会想办法留住他的。江婉婉突然朝门外唤道，木川，我们带孩子们出去走走。当那个高大的身影踏入食屋的刹那，橘色小蛇顿时僵成了木头，他结结巴巴地开口，那个龙兽。星月，不许这么叫你阿父。江婉婉佯装生气的点了点幼崽的小脑袋，星月缩了缩脖子，圆眼睛咕噜噜转了转，立刻换上委屈巴巴的表情。阿姆，能不能让阿父给我打点好吃的肉呀？他偷偷瞄着江婉婉的脸色，生怕被看穿心思，连声音都放得软软糯糯。我肚子又有点饿了。江婉婉转头看向木川征求他的意见，木川微微颔首，暗红色的眸子在星月身上停留了片刻。江婉婉抱起3条小蛇就往外走，当橘色小蛇路过木川时，死死地闭着眼睛，连呼吸都屏住了，直到走出老远，他才敢悄悄吐出一口气。阿姆，往那边走。橘色小蛇扭动着身子，尾巴尖兴奋地指向岔路。江婉婉停下脚步，狐疑地打量着这条被藤蔓扮演的小径。你对这里很熟，该不会是从鹰兽那里逃出来时走过的路吧？快走吧。橘色小蛇心虚地点了点头，眼神飘忽不定的不敢看江婉婉。走到拐角处，橘色小蛇突然从江婉婉的身上一跃而下。喂！江婉婉伸手去抓，却只碰到一截滑溜溜的尾巴。你又乱跑！阿父！小蛇灵巧地跳上一个高大身影，轻昵地用脑袋蹭着对方的下巴。江婉婉如遭雷击般僵在原地。阿父，他叫谁？阿父？老六。心言屈指轻弹小蛇的脑袋，低沉的声音里压着笑意，就属你最皮，下次再乱跑，我们就带着其他仔仔去找你阿姆，不要你了。才不是呢！老六得意地扭成麻花。阿父，我把阿姆找回来了，我们不用再找了。胡说八道！当江婉婉终于看清那张脸的时候，呼吸几乎停滞。心言闻声猛然抬头，瞳孔骤然收缩，时间仿佛在这一瞬凝固。下一秒，啪嗒，老六被无情地掉落在地。心言健步冲上前，一把将江婉婉狠狠搂进怀里，他的手臂勒得他生疼，仿佛要把他揉进骨血，颤抖的呼吸喷吐在他耳畔。是梦吗？如果是梦，他宁愿永远也不醒过来。心言深深地看着江婉婉的脸，心头一滞，不由分说地吻了上去。江婉婉被这突如其来的热吻吻得几乎窒息。突然2道奶凶的声音炸响，你是谁？快把我们挤成肉饼了，放开我们阿姆，等我阿父来了把你揍得满地找牙。心言额头顶着江婉婉的额头，恋恋不舍的稍微松开了一点怀抱，挑着眉看着怀里的2个小家伙。这是我们的幼崽。原本含泪的江婉婉闻言狠狠捶了他一拳。心言，你胆肥了，连孩子都敢扔，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星渊、星辰他们3个说不定就死了。我不是告诉你一定保护好孩子吗？我说过。他骤然收紧手臂，嗓音沙哑的不成样子，没什么比你更重要。早知道会因保护幼崽而失去你，我宁可永远不要他们。阿父，你说这话有点让我寒心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阿姆带回来，你居然说这话！老六艰难地从地上支棱起来。现在老六最大的心愿就是快点化形，好揉揉摔疼的屁股和碎成8瓣的玻璃心。心月，你认识你阿父？江婉婉难以置信地望着橘色小蛇。他不叫星月。心言挑眉纠正道，他叫老六。老六！江婉婉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指尖不自觉地收紧。阿姆对不起，我不是星月，我只是太想要一个像您这样的阿姆了。老六羞愧地把脑袋埋进身体里，不敢看江婉婉。那星月他……江婉婉脸色瞬间煞白。星月还在鹰兽那里。鹰兽，星月。心言听到这2个关键词，立刻意识到什么，温暖的手抚上江婉婉紧绷的后背。别怕，那只鹰兽早被我拔光了毛吃掉了。星月就在山洞，和老六长得一模一样，我差点都分不清。真的？江婉婉的声音微微发颤，带着几分不敢置信。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心言笑着牵起他的手，径直将他带进山洞。心言大哥，你怎么又回来了？林泽闻声回头，却在看清来人的瞬间僵在原地，瞳孔骤缩。死主！蓝湛猛地抬头，目光触及江婉婉的刹那，眼眶倏然通红。他死死攥紧拳头，站在原地，泪水一颗一颗无声的滚落，他却不敢上前一步。这些日子，他只能拼命照顾他的幼崽来麻痹自己。
他愧对他，是他没能护住他。星颜没理会他们的反应，拉着江婉婉径直走向幼崽堆。阿母，星月一抬头，骤然见到思念的母亲，压抑许久的委屈瞬间爆发。阿母，星月好害怕。江婉婉心疼的将他搂进怀里，指尖轻柔的拭去他脸上的泪珠。其他小蛇纷纷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的议论着，这就是这条小蛇的阿母，好美啊。幼崽老三羡慕的说道，我也想要这样的阿母。老八瘪着嘴，声音闷闷的说道，老八，别人家有什么你就眼馋什么，能不能有点出息？幼崽老大说罢，偷偷瞄了江婉婉一眼。这时老六突然从后面挤了进来，怯生生的唤道，阿母。望着满屋子眼巴巴的小蛇，江婉婉心头一酸，柔声道，宝贝们，我就是你们的阿母啊。真的吗？老八瞪圆了眼睛，当然，阿母是我找回来的。老六骄傲的挺起胸膛，小蛇们顿时欢呼着一拥而上，争先恐后的往江婉婉怀里钻。星渊和星辰连忙护住妹妹星月，无奈喊道，别急啊。老六见状默默往后缩了缩，却被江婉婉一把搂住。阿母，你不怪我骗了你吗？老六怯生生的问。怎么会，多亏你，我才能找到你们的阿父呀。江婉婉轻笑着蹭了蹭他的脑袋，老六眼中泪光闪动，亲昵的贴了贴他的脸颊。星渊翻了个白眼，腹诽道，再这么挤下去，我们兄妹仨今天非得交代在这儿不可。这时星颜大步走来，一把拦住江婉婉的肩，好了，你们都别缠着阿母了，老六你也下去，现在阿母是我一个人的了。江婉婉闻言气得拧了他一把，好好的一个小雌性，你管人家叫老六，我看你才是老六。婉婉，我找你都来不及，哪还有心情取名字？星颜反手抱住江婉婉，收紧手臂，将脸埋进她的颈窝，声音闷闷的，你放开我们阿母。星渊猛地窜到星颜脚下，鳞片乍起，眼中满是警惕与敌意。星颜半蹲下身，修长的手指点着星渊的脑袋，语气又好气又好笑，小子，对我说话客气点，我可是你阿父，我阿父是木川，才不是你。星渊呲出小毒牙，怒气冲冲地看着星颜，空气骤然凝固。闻言蓝湛、林泽和星颜三人全部愣在了原地。星颜缓缓抬头，当看清江婉婉手臂上蛇形气印下方那道耀眼的龙形气印时，指节捏得发白。星颜低下了头，嗓音哑得不像话，你还是被他掳走了，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不是这样的，星颜，是木川救了我，他从没强迫过我。江婉婉慌乱的解释，伸手想安慰星颜，却又悬在半空。阿母，我想阿父了，我们能去找阿父了吗？星月水汪汪的大眼睛蓄满委屈，软糯的声音让气氛愈发凝滞。面对这一窘迫的局面，江婉婉顿时头皮发麻，她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此刻她脑内正上演着两出截然不同的戏码。如果她现在板起脸，我都跟你们说多少遍了，星颜才是你们阿父，不许再胡说了。但这样简直是在否定了木川既当爹又当妈的付出，也会伤了孩子们的心。如果他对星颜说，星颜，我一会带星月回去找木川，孩子们我会慢慢教的，毕竟是木川给他们孵化出来的。江婉婉又赶紧摇了摇头，不行不行，这么说星颜会碎掉的，救命，我该怎么说？当他终于从头脑风暴中回神时，发现所有人都在盯着他。婉婉，木川低沉的嗓音突然从洞口传来，惊得江婉婉浑身一颤。他缓缓转身，只见那个修长的身影正逆光而立，红发在风中轻轻摇曳。阿父，星月三兄妹立即欢快地游向洞口，争先恐后地往木川怀里钻。木川蹲下身，温柔地将三条小蛇揽入怀中，修长的手指轻轻抚过他们的鳞片。星颜依旧蹲在原地没动，只是眼神明显暗了几分。江婉婉注意到星颜的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几分。你怎么来了？江婉婉磕磕巴巴地问道，声音有些发紧。木川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过他，跟着你们来的。说着，他的视线落在地上的老六身上。老六立即往星颜怀里缩了缩，小脑袋几乎要埋进星颜的臂弯里。江婉婉此刻心乱如麻，她上辈子生活的地球是一夫一妻制，虽说这辈子再受事可以一雌多雄，可是她的家里阿父阿母也是一夫一妻，导致她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两个受夫到底要怎么办了。这些日子她只顾着寻找星颜，却从未想过找到后要如何平衡这段关系。两个同样强势的雄性兽人真的能和平共处吗？山洞里的气氛顿时凝固了。你就是木川大哥吧？快请进来。林泽敏锐地察觉到气氛不对，连忙上前打圆场。听此主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他，真是太感谢了。木川目光一沉，视线扫过林泽光洁的手臂，那里并没有节气的印记。此主，木川声音冷了几分，暗红色的眸子微微眯起。林泽被这威压逼得喉头发紧，却还是硬着头皮解释，我阿姐和此主是特别好的朋友，他们从小就约定好了让我做此主的受夫。林泽心想，念着此主守信誉的名誉，你木川也不能不让我进门。江婉婉听到这脸都吓绿了，我的火祖宗啊，你可别说话了，
这种修罗场的场面都够乱的了，你还添什么乱？蓝湛厉声呵斥。林泽，好了，你都骂我多久了？林泽委屈的撇了撇嘴，是我不对，害此主失踪，你当不成第二受夫，那我让位总降了吧，我把第三受夫的位置让给你，我当第四受夫，这样行了吧？闭嘴，你这个老虎是不是虎？蓝湛给了林泽一个暴力。第三受夫，第四受夫，木川一字一顿的重复，挑着眉目光如刀般定在江婉婉脸上，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江婉婉后背发凉，干笑着摆手，他胡说的，你别当真。雌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林泽委屈地拽住了江婉婉的衣袖。蓝湛看着江婉婉急于向木川解释的样子，心头蓦地一紧，他很在意木川的感受吗？嗖，一道灰影闪电般窜到江婉婉脚边，毛茸茸的小爪子紧紧抱住她的脚踝。阿母，你终于回来了。木川盯着突然出现的竹鼠幼崽，眉头紧蹙。灰耗子，你叫我阿母？江婉婉同样震惊地瞪大眼睛。小竹鼠扬起脑袋，黑豆般的眼睛湿漉漉的。蓝湛阿父收养了我，他骄傲地挺起小胸脯，又看向木川怀里的星月。老六，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急死了。鼠哥，老六从星岩臂弯里怯生生地探出脑袋。小竹鼠突然僵住了，眼前居然有两个老六，他困惑地左看看右看看，小胡须一颤一颤的。江婉婉悄悄瞥向木川，好家伙，那张俊脸黑得能滴出墨来。木川的指尖深深掐进掌心，他原以为自己能接受婉婉有第一受夫，但眼前这一幕幕简直在挑战他的极限。此刻洞内挤满的自称受夫的雄性幼崽，还有这个莫名其妙的养子，让他的理智正在崩断。他只想立刻把这个招蜂引蝶的小雌性扛回飞龙部落，用最结实的龙筋绳把他绑在巢穴里，管他骂他专制还是野蛮，他再也受不了了。木川，江婉婉看木川表情不对，试探性的唤道，却被他眼中翻涌的暗流吓得后退半步。星岩突然起身，不动声色地挡在江婉婉的面前。我们谈谈，允许你往这捅。啊，谈什么？江婉婉心头一紧，下意识抓住星岩的胳膊。星岩轻轻拂开他的手，深邃的金瞳里暗流涌动。等我回来。说完便大步走向洞外。木川深深看了江婉婉一眼，紧随其后。不会打起来吧？江婉婉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忧虑，目光不安地追随着两人的背影。蓝湛走到他身旁，低声道，放心吧，他们都不想被你怨恨，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他随后又顿了顿，虽然可能会讨论的有点激烈。江婉婉轻轻地点了点头。对不起。蓝湛看着江婉婉突然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啊，江婉婉一时没反应过来。蓝湛抬起头，蓝眸中满是自责。那天我没能保护好你。他的指尖微微发颤，仿佛又回到了失去他的那一刻。江婉婉连忙转了个圈，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江婉婉由于转得太快，差点绊倒，被蓝湛一把扶住。另一边，蛇仔们的气氛却剑拔弩张起来。你们也是阿父阿母的孩子。蛇仔老大居高临下的打量着星渊和星辰，以后跟着我混，大哥罩你们。切！星渊不屑地昂起头，我才是大哥，对吧星辰？小星辰忙不迭点头，尾巴尖讨好的蹭了蹭哥哥。蛇仔老大瞬间弓起身子，周身散发着威慑力，眼看一场争斗一触即发。你就是不服管了，不然呢？连个名字都没有的家伙。星渊毫不示弱回对道，你说谁没名字？蛇仔老大的瞳孔瞬间缩成细线，毒牙若隐若现。江婉婉简直一个头两个大，这大的还没解决，小的倒先打起来了。他连忙冲过去，都给我住手！哼，真是热闹啊！阴影中一道身影勾起了一抹冷笑。蓝湛猛地抬头，锐利的目光看向角落，谁在那里？他瞬间闪现到暗处，却只捕捉到一缕残留的气息。怎么了？星岩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刚才这里有人。蓝湛眉头紧锁，手指轻触地面残留的痕迹。林泽凑过来嗅了嗅，蓝湛哥，你是不是太紧张看错了？不可能啊！蓝湛不甘心地扫视了四周，算了，可能是我多心了。你们谈完了。蓝湛把注意力放在了星岩身上。星岩走到江婉婉身边，把她往怀里一圈，下巴抵在她发顶。蓝湛挑眉调侃道，居然没打起来，真是奇迹。星岩懒得搭理他，目光落在剑拔弩张的小蛇们身上，在打架。阿父，他不服管教，幼崽老大气鼓鼓的告状，什么事都找阿父告状，还想当老大呢。星渊不屑地嘲讽道。这时木川突然上前，一把抱起星渊，低沉说道，你阿母怕吵。他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不许闹了。知道了，阿父。星渊瞬间乖巧地缩成一团。江婉婉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本以为会有一场激烈冲突，可眼前的星岩和木川竟如此平静，他都要担心死了。他俩这就没事了，不需要我做什么吗？江婉婉低头看了看星岩环抱着自己的手臂，又抬头看了看木川的脸，只见木川看着他笑了笑，只是那个笑容感觉比哭都难看。
江婉婉犹豫了一下，轻声唤道：“木川。”他想说，如果不高兴可以说的，不想笑可以不笑。然而木川却率先开口：“折腾了这么久，大家都饿了吧？我去捡些干树枝，你好好保护婉婉。”自江婉婉失踪后，新年、蓝湛等人便再没吃过熟食。一来是寻找江婉婉时间紧迫，无暇顾及；二来是每次看到熟食都会想起江婉婉，担心她在外吃不上熟食。要吃熟肉了吗？星月高兴地晃着小脑袋。自打早上让星年给塞了一块生肉后，星月把隔天晚上的饭都吐出来了，现在都要饿死了。其他蛇仔则满脸困惑，为什么要费时间烤熟？幼崽老三吐着信子，尾巴不耐烦地拍打地面，等你们烤好，我都吃完了。老八突然想起什么，怯生生地问：“那个烤熟的肉会不会把舌头烫没啊？”江婉婉看着木川的身影，心里一阵刺痛。星言，我去和木川说几句话，很快回来。江婉婉匆匆追着木川跑了出去。星言看着空荡荡的怀抱，唇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弧度。星言大哥，林泽贱兮兮地凑了过来，要不我的肩膀借你靠靠。星言一个眼刀甩过去，林泽立刻缩着脖子溜走了，临走还不忘嘀咕：凶什么凶，人家只是想安慰你吗？江婉婉紧跑了2步，赶紧追上了木川。山林里，木川沉默地穿梭在林间，修长的手指机械地拾起一根根枯枝。江婉婉踩着他的影子，亦步亦趋地跟着。忽然，木川停住脚步，江婉婉猝不及防撞到了木川的后背上，鼻尖顿时盈满清冽的松木香。木川转过身扶住他的肩膀，声音低哑：怎么不在山洞里多陪陪幼崽？何新年。说到那个名字时，木川目光不自然地偏到了一旁。木川，江婉婉鼓起勇气拽住了他的胳膊：对不起，我之前是一门心思想找到新年，忽略了你的感受。木川的手指突然捏住江婉婉的下巴，使他与自己对视。他低头凝视着他，暗红色的眸子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你知道我爱你3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江婉婉茫然地摇了摇头，意思是他忽然俯身，温热的呼吸扑在他唇畔。我亲手把刀递给你，允许你往这里捅。木川用指尖重重地按在了自己心口，随即狠狠吻住他的唇。这个吻带着血腥味，不知是谁咬破了谁的唇。咸涩的液体滑进嘴角时，江婉婉才惊觉，那是木川的眼泪。狼王，那飞龙少主给我们这么大的下马威，难道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一名身形魁梧的高阶灰狼兽人单膝跪地，语气中满是不甘。墨川已坐在兽骨王座上，指尖轻轻敲击着扶手。他把人亲自送到我眼前，我应该谢谢他才是。墨川琥珀色的眼眸闪过一丝玩味，这点小风波不值一提。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灰狼兽人挺直脊背，目光灼灼看着墨川。等墨川薄唇微勾，让他们狗咬狗，等他们2败俱伤，我好坐收渔人之利。话音未落，他忽然抬眼，眸光如刀。还有事？高阶狼兽人犹豫片刻，大人为何如此确信？那个江婉婉就是能通兽神的圣词？你在质疑我的判断？狼王墨川的声音轻柔的可怕，却让高阶狼兽人浑身毛发炸立。属下不敢，只是高阶狼兽人看了墨川一眼，不敢再说什么，退下了。阿父阿母，你们回来了。新月一见到2人的身影，立刻甩着小尾巴冲了出来，金灿灿的眸子亮得像是盛满了星光。我们今晚吃什么呀？江婉婉弯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笑道：阿母前段时间特意在空间里种了西瓜，今天吃西瓜和烤肉好不好？好爷。星渊和星辰瞬间从地上弹了起来，兴奋地扭成一团。星渊还不忘得意地冲幼崽老大吐了吐信子，尾巴尖翘的老高满脸写着看我阿母最厉害。江婉婉闪身进入空间，迅速地在田里摘了几个圆滚滚的大西瓜，整齐地码在田边。5个大人13个幼崽，30斤牛肉应该够了吧？他一边嘀咕，一边点开商城生鲜区，手指飞快地选了30斤牛肉和10斤大虾。结算时，屏幕上的1200元让他忍不住叹气，现在家里这么多张嘴，不拼命赚钱真的养不起了啊。退出空间后，他笑眯眯地蹲下身，朝幼崽们拍了拍手：宝贝们，阿母给你们变个魔术好不好？好。小家伙们瞬间炸开了锅，尾巴摇得像是要起飞，就连一向傲娇的幼崽老大也忍不住偷偷往这边瞄。江婉婉故作神秘地抬起手，指尖微动，唰，一个碧绿滚圆的大西瓜凭空出现在他怀里。哇！幼崽们的惊呼此起彼伏，有几个甚至激动地在地上打起了滚。阿母好厉害！再变一个，再变一个。江婉婉笑着配合，一样接一样的往外变，牛肉、大虾、调味料，直到地上堆成了小山。不远处，星言看着这一幕，唇角不自觉地扬起。很快，大家分工明确地忙活起来。星言负责生火，木川和蓝湛动作娴熟地翻烤着肉块，林泽则负责看管幼崽们，防止他们往火堆里扑。空气中渐渐飘散出诱人的香气。婉婉，拿些酒出来吧。星言突然提议，金色的眸子在火光映照下闪烁着狡黠的光。
酒。江婉婉手一抖，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和星爷结气那晚的画面。这家伙喝醉后简直太变态，折腾了他一宿。不太好吧？江婉婉耳尖发烫，警惕地看着星爷。让兽人喝酒的后果他是领教过了，他都不敢想象他们几个喝多了会怎么样。星爷被江婉婉盯得看，像被看穿了小心思似的，轻咳一声掩饰尴尬，就喝一点，难得我们在一起。星爷凑近江婉婉的耳边，压低声音，我保证这次会乖。江婉婉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还是闪身进了空间。他在购物页面翻找了半天，终于挑中一款酒精度数仅 3% 的果味啤酒，这个应该安全吧。江婉婉犹豫地点了购买键，就这些了。他抱着一打啤酒退出空间，严肃地警告道，每人最多2罐，谁要是喝多了。话音未落，星爷已经利落地起开瓶盖，仰头灌了一大口。这是啥？林泽好奇地摇晃着手中的啤酒罐，金属罐身在他掌心发出清脆的声响。蓝湛嫌弃地别过脸，是酒。蓝湛现在看到这玩意儿就来气，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让星爷抢先和江婉婉结了气。一不错，不错，他现在看到酒就气得牙痒痒。酒好喝吗？林泽说着手已经蠢蠢欲动地抠起了拉环。蓝湛坏心眼地勾起嘴角，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另一边，星爷将2罐啤酒抛给木川，木川抬手接住，冷声道，不喝。是不喝还是不敢喝？星爷金色的树瞳眯成一条线，嘴角挂着挑衅的笑。蓝湛忍不住扶额，又来了，他这招激将法到底要用到什么时候？木川沉默地拉开拉环，皱着眉头灌下一口，喉结艰难地滚动着，不能喝就别勉强。江婉婉担忧地劝道，就是不行就直说。星爷挑眉喝了一口酒，火上浇油地说道，对一个雄性说不行就是最大的侮辱。木川的眼神瞬间变得危险，他一把抓起酒瓶，仰头猛灌，琥珀色的液体顺着下巴滑落，浸湿了胸前的兽皮。再来，他将空罐捏扁，挑衅地扔到星爷脚边。江婉婉气得站起身，我不管你们了。说完便往幼崽们玩耍的方向走去。就这样，星爷和木川你一瓶我一瓶的猛灌到第5瓶。蓝湛见状也急忙起身，我去看看崽子们。他实在不想再看这2个幼稚鬼拼酒。这时林泽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脸颊泛着不自然的红晕。词主，我的词主呢？蓝湛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他，你喝多了，别去打扰婉婉，我就要词主，我现在就要和他结切。林泽说完就要开始胡乱撕扯身上的兽皮，我现在就要。眼见他要脱得精光，蓝湛当机立断一记手刀，砰！林泽应声倒地，世界终于安静了。江婉婉看着星爷他们闹哄哄的，就领着幼崽们进山洞休息了。第二天清晨，江婉婉下意识地伸了个懒腰，却在手臂伸展到一半时突然僵住。不对，昨夜明明是搂着星月他们睡在山洞里的。江婉婉猛地坐起身，眼前是陌生的山洞，身下铺的是陌生的兽皮褥子，连空气中都是陌生的味道。她吓得眼睛一黑，这是啊！醒了！一道低沉阴冷的嗓音从阴影处传来，江婉婉浑身血液瞬间冻结，她缓缓转头，正对上一双在昏暗处泛着幽光的灰色树瞳。莫川，他的声音因为惊愕而变调。眼前这个浑身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狼王，哪里还是记忆中那个总带着阳光笑容的大哥哥的形象？莫川缓步走到床边，骨节分明的手指朝他脸颊伸来，睡得怎么样？还可以。江婉婉强作镇定本能的向后躲了一下，声音发颤，莫川，我怎么在这？莫川看到江婉婉躲他，低笑一声，突然掐住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他的拇指轻轻摩挲着他的下巴，力道温柔却不容抗拒。我在救你啊！我不需要你救，放我回去吧。江婉婉还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底盼着莫川只是误会，以为他身陷险境才将他带来此处。曾经阳光开朗的狼王莫川，此刻眼中翻涌着令人胆寒的暗芒。这时石室的门帘突然被掀开，一个浑身灰毛的高阶狼兽人单膝跪地，恭喜王成功俘获圣祠，只要通过他连通兽神，我族再不必为物资发愁。圣祠物资，江婉婉心中一惊，后背瞬间沁出一层冷汗。糟了，这是盯上我的空间了，完了，不会是从上次那100投出的时候就被这群狼兽人惦记上了吧？江婉婉抬眸看着越来越近的莫川，这个人为了得到空间是真能演啊。曾经阳光爽朗的笑容此刻显得格外阴森。江婉婉在心里狠狠唾弃自己，居然被这个190黑皮体育生的表象骗了。什么阳光大男孩，分明是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原来不仅皮是黑的，心也是黑的。算了，既然已经暴露，不如先躲进空间再说。江婉婉猛地后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想要我的空间，下辈子吧。话音未落，他的身影骤然消失在空气中。圣祠消失了。灰狼兽人惊得一屁股跌坐在地，莫川却低笑出声，他缓缓抬起方才触碰过江婉婉下巴的指尖，在鼻尖轻嗅，
灰瞳中闪烁着势在必得的光芒，他逃不掉的。逃到空间后，江婉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急促的呼吸渐渐平复。系统能联系木川和星岩他们来救援吗？很遗憾，主人，本空间不具备通讯功能，无法实现这一操作。系统冰冷的机械音毫无感情的响起，江婉婉满心希望瞬间破灭，整个人都蔫了下去。可他总不能一直躲在这里啊，他又试探着问，那我在空间里吃东西，你不会把我弹出去吧？抱歉，主人，本空间严禁进食，这是规则。系统的回答依旧生硬又坚决。我大话都说出去了，你这不行那不行的，你简直是个铁石心肠的空间。江婉婉怒不可遏，咬牙切齿道，要不咱们解绑算了，我把你送给墨川，这样他总该放我走了吧？很抱歉，主人，除非死亡，否则我们无法解除绑定关系。听到这话，江婉婉仿佛被抽走了全身力气，像个泄了气的气球般瘫坐在地，满心绝望。难道这一次他真的在劫难逃了？晨光透过树梢洒落在林间空地时，木川和星岩是被一群闹腾的蛇仔踩醒的。阿父，我饿了。幼崽老大缠在星岩身上，尾巴尖不安分地拍打着他的脸。阿父，我也饿了。星渊学着幼崽老大的样子，细小的蛇身缠着木川的手臂，轻轻摇晃。别闹！星岩的脸被幼崽老大拍得生疼。星岩揉着太阳穴，宿醉的钝痛让他眉头紧锁。他依稀记得昨晚和木川拼酒，最后直接醉倒在山洞外的空地上。完了，这次真的喝过头了。星岩懊恼地垂了下额头，他本来想把木川喝倒，他好独占江婉婉的，没想到木川怎么也不倒。这该死的雄性的胜负欲啊！你们阿姆呢？他是不是也饿了？木川撑起身子问道。我不知道，阿姆不在山洞里。星渊歪着小脑袋说道。什么？两人瞬间清醒，酒意全无。他们急速跑向山洞，冰冷的石床上确实空无一人。木川的心沉了下去。婉婉从不会无缘无故离开幼崽。蓝湛、林泽，星岩的声音在林中回荡，惊起无数飞鸟。不远处，蓝湛从树下踉跄走来，眼下挂着青黑。大清早吵什么？婉婉不见了，你看到她没有？星岩的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蓝湛瞬间清醒，我就说这酒不是好东西，你俩喝多了。我昨天就光是按着林泽不让他打扰婉婉，就花光了所有的力气。婉婉，星岩踉跄着后退2步，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滴落，他却浑然不觉。我们先去找这个族长，让他帮帮忙。蓝湛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人多长得快些。族长，木川眼神暗了暗，那个叫墨川的狼王，他每次看江婉婉的眼神都让他不舒服，是他想多了吗？蓝湛大步走回树下，狠狠踹了林泽几脚。起来，你去看幼崽，我们去找族长帮忙找婉婉。此主抱。林泽迷迷糊糊抱住蓝湛的腿蹭了蹭，蓝湛忍无可忍，揪住他的耳朵大吼，再不起来，你的词主就真丢了。什么？林泽瞬间弹起，词主丢了？早上婉婉就没影了，你去看幼崽，我们去找族长帮忙。蓝湛扶额又重复了一遍，我也要去找词主。林泽起身就要往外冲，却被蓝湛一把拽回。你也去？谁看幼崽？到时候幼崽再丢了。蓝湛咬牙切齿地瞪着他。林泽不甘心地攥紧拳头，最终颓然转身。有消息立刻告诉我。喂！蓝湛突然暴喝，额角青筋直跳。把你的兽皮穿上。林泽低头一看，顿时面红耳赤，捂着重要部位窜到树后。等他手忙脚乱系好兽皮再出来时，三人早已化作残影冲向墨川住处。叫你们族长出来，我有事找他帮忙。木川神色冰冷，语气压迫感十足。门口的2个守卫被木川周身散发的威压逼得后退半步，结结巴巴地开口道：族长不在。话音未落，星岩已经一把掐住说话的守卫的喉咙。最后问一次，你们族长呢？星岩金色的蛇鳞不受控制的迅速从颈侧蔓延而出。您稍等下，我这就进去通报。另一名守卫急忙转身，快步走进山洞。洞内，墨川正慵懒地靠在石床上，食指轻抵唇间，示意进来的守卫噤声。守卫战战兢兢地凑到他耳边低语几句。墨川眼底闪过一丝冷意，朝高阶灰狼兽人使了个眼色。灰狼兽人立刻会意，重重捶胸行礼。墨川起身路过高阶灰狼兽人时，在他的耳边轻声道：你在这给我看着，如果江婉婉现身了，千万别让他出声音，让他跑了，我要你的命。灰狼兽人瞳孔一缩，无声点头。这时星岩已经按捺不住，上前就要强行闯入。都给我让开！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墨川快步走出山洞，脸上挂着微笑，语气却带着几分疏离。各位这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怎么擅闯我的山洞？蓝湛按住暴怒的星岩，我们有求于人，不要这样，冷静点。蓝湛随即转身对狼王说，客气地说道：实在抱歉，狼王，我们的词主不见了，我们实在太着急，才想请您帮忙一起找找。墨川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眼神中带着戏谑。我为什么要帮你们？你别太过分，找死吗？星岩本就心急如焚，
见莫川一副置身事外毫无帮忙之意的样子，顿时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手撕了这个傲慢的狼王。星言，是星言。江婉婉在空间里突然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她的心脏猛地漏跳一拍，是他，星言来找他了。江婉婉咬紧牙关，一脸决绝，拼了。江婉婉用意念退出空间，一抬头就看见灰狼兽人正拿着木棒，一脸呆滞地站在那里。江婉婉二话不说，拔腿就往外跑，嘴里大声呼喊着星。砰！还没等江婉婉喊出来，灰狼兽人猛地一棒子朝着江婉婉的脑袋砸下。江婉婉应声倒地，剧痛从后脑炸开时，她仿佛听到了自己颅骨碎裂的脆响，温热的液体顺着脖颈蜿蜒而下，在泥地上绽开暗红的花。江婉婉手指紧扣着地面，拖着身体向前艰难地爬行着，喉间挤出的气音混着血沫。星言，砰！又是一棒，狠狠地砸在江婉婉身上。这一次，江婉婉彻底没了动静，瘫倒在地上。周围一片寂静，只有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狼王耳朵微动，听到洞里的细微的声音，眼中闪过一丝警觉，随即换上温和的笑脸。刚才不过是玩笑话，你们有困难，我们大河城定当全力相助。来人，调集所有人手，务必帮几位找到他们的词主。莫川高声下令。遵命。数名狼族守卫齐声应和。几位请随我来。守卫引领着星言等人向外走去。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木川皱着眉头，不停地回头看向山洞。没听见啊，赶紧走吧。蓝湛催促道。待星言、木川等人走远，莫川立刻折返回山洞。当他看到倒在地上的江婉婉时，瞳孔猛地收缩，压抑着怒意低吼道：你在做什么？灰狼兽人一脸邀功的得意神情，他刚才居然想逃跑呼救，我就一棍子把他打晕了。我可是严格照王的吩咐做的，你做的可真是太好了。莫川微笑着缓步的走到高阶灰狼兽人的身边，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为了王，我……高阶灰狼兽人话音未落，莫川的骨刀已迅速的刺入他的心脏。王，为什么？濒死的灰狼兽人望着自己誓死追随的狼王，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因为你蠢得无可救药。莫川说着，手腕用力一转，将灰狼兽人的金盒剜出。莫川将挖出的金盒送入江婉婉苍白的唇间，小心翼翼抱起江婉婉，赶紧给她止血包扎。可是江婉婉仍然像个破碎的洋娃娃一样，没有任何反应。莫川眉头紧锁，又取出几颗高阶金盒喂进她嘴里。他不知道金盒到底有多大的功效，他只知道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救她，他绝不能死。莫川狠狠按住突然抽痛的心口，这种陌生的悸动令他烦躁，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这种心慌意乱的滋味，赶忙闭上眼睛，强行将这股情绪压制下去。不准死，你可是珍贵的圣词。这句话不知是说给谁听。王，守卫的惊呼打断了他的思绪。来人看清洞内情形，惊得连退数步，说。莫川的声音催着寒冰，我们已经按您的吩咐帮他们寻找圣词了，但是……守卫咽了咽唾沫，飞龙少主似乎察觉洞中异动，此地恐怕不安全了。莫川凝视着怀中奄奄一息的小雌性，迁徙路途凶险，他不知道江婉婉还能不能经得起道路的颠簸，但是他得不到的，他不会让任何人得到。传令下去，即刻全部返回灰狼部落。莫川沉声说道。可您刚接手的大河城就这么放弃了？灰狼兽人壮着胆子问道。拿下此城本就是为了寻找圣词。莫川冷笑，既然已经找到了，他人死活与我何干？他扯过兽皮，将江婉婉裹紧，打横抱起，通知所有族人分批撤离，注意不要太显眼。1个时辰后城外集结。是。守卫转身退了下去。莫川抱着昏迷的江婉婉，悄然引入幽暗的密道之中。等等！木川突然停下脚步，赤红双眸警觉地扫视四周。你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蓝湛无奈道。能有什么不对劲？你别疑神疑鬼的了。星言闻言立即警觉地环视四周，灰狼兽人守卫全都消失了。他的声音陡然一沉，方才还随处可见的灰狼兽人怎么一个都不见了？全都不见了。木川脸色骤变，那个狼王从一开始就古怪得很，我们得再回他山洞看看。意识到这一点，3人快速向莫川的洞口奔去。当赶到山洞入口时，眼前的景象让3人同时僵在原地。守卫呢？蓝湛不可置信地环视四周，刚才这里明明还有10几名守卫。木川心头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他顾不得多想，一个箭步冲进洞中。洞内一片死寂，唯有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地上横陈着一具灰狼兽人的尸体，几滩尚未干涸的鲜血。星言单膝跪地，修长的手指轻触血迹。当他凑近嗅闻的瞬间，熟悉的甜腥气息钻入鼻腔，他整个人如坠冰窟。这是婉婉的血。他的声音颤抖得几乎不成调。木川的怒吼震得洞壁碎石簌簌落下，暗红瞳孔中翻涌着滔天杀意。你竟敢伤他！蓝湛踉跄后退2步，面色惨白。整个大河城
一个灰狼部落的人都没有了，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们全都撤走了。王，所有族人都已集结完毕。灰狼兽人单膝跪地，声音压得极低。墨川微微颔首，目光落在怀里昏迷的江婉婉身上，沉声道：我变换兽形，你把圣词绑在我身上，记住，小心点。王，绑我身上吧，我定会护好圣词。一名灰狼守卫主动请缨，眼神坚定，满是想要在狼王面前表现的渴望。墨川没有回应，只是缓缓抬头，挑眉看向那名守卫，猩红的眼眸中翻涌着让人胆寒的威压。感受到那如实质般的压迫感，守卫心头一紧，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慌忙跪伏在地。属下僭越了。两名守卫战战兢兢地将江婉婉安置在狼王背上，用兽皮绳仔细固定，都变回兽形。墨川的声音在兽化后更显低沉。我们必须在天黑前穿过迷雾峡谷。霎时间，林中响起此起彼伏的骨骼脆响，数十头灰狼从灌木中跃出，皮毛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墨川扬手发出一声悠长的狼嚎，狼群立刻呈扇形散开，将背负圣词的狼王护在中央。狼群在密林中疾驰，突然墨川后背传来一阵剧烈的颤动，可嗨嗨，江婉婉在颠簸中猛地咳出一口鲜血，染红了狼王银灰色的皮毛。墨川前爪急刹，在泥地上犁出2道深沟，全部停下。圣词醒了。灰影纷飞中，狼群纷纷收势。一名守卫硬着头皮上前：王，若不在日落前穿过迷雾峡谷，恐怕有危险。你似乎很擅长发号施令。墨川指尖暴涨的利爪抵住守卫咽喉，不如这个王位让给你做。守卫的耳朵瞬间贴伏在头皮上，尾巴夹在2腿之间。属下知错，把他放下来。墨川的声音里压抑着某种危险的情绪。当江婉婉被轻轻放在苔藓上时，轻咳了2声，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墨川此时瞬间变化人形，他单膝跪地，指尖悬在江婉婉脸颊的上方，却不敢触碰。你醒了？哪里疼？我浑身都疼。江婉婉虚弱的抬手，却在碰到兽皮包扎的头时倒抽了口冷气。别碰！墨川一把扣住他的手腕。放手！江婉婉猛地抽回手。打人的是你吧？怕我找你索赔医药费是不是？墨川僵在原地，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墨川的瞳孔骤然收缩。不是我。他敏锐地察觉到异常，俯身凑近观察。你知道我是谁吗？江婉婉眯起眼睛，目光在墨川和狼群之间来回扫视。你是狗？哈士奇。墨川的狼耳猛地竖起，无语道：我是狼，纯血灰狼。我管你是狼是狗。江婉婉捂着脑袋，龇牙咧嘴。要么赔医药费，要么我报警。报警是什么？墨川不解地看着江婉婉。报警就是。江婉婉突然卡壳，太阳穴突突直跳，那些记忆碎片像受惊的鱼群，刚想抓住就溜走了。看着江婉婉痛苦的表情，墨川赶紧制止。好了，不知道就不用想了。那我是墨川，你也不记得了吗？墨川仔细地观察江婉婉的反应。墨川是谁？我应该记得吗？江婉婉看了看四周，质疑道。他失忆了。意识到这一点的墨川当场顿住了。当然，因为我是你的兽夫。墨川顿了一下说道。兽夫？江婉婉看了看墨川，又看了下自己的胳膊。你骗鬼呢？我是脑袋受伤了，又不是傻了。我的胳膊上节气标识只有蛇和龙的标识，可没有狼的。你别想用这招，就不用赔偿了。江婉婉撇着嘴说道。想骗我？你还嫩点。江婉婉在心里想到。墨川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们都战死了。他声音陡然低沉。我们约定好了，回到灰狼部落就节气的，结果你却遇袭失忆了。真的？他眯起眼睛。真的，我愿以狼神之名起誓。墨川将他的手按在自己心口，若有一字虚言，不得好死。王真是豁出去了。守卫们交换着敬佩的眼神。为了部落的未来，他们的王连这种毒誓都敢发。所以江婉婉的指尖无意识地划过他滚动的喉结。现在是要带我回狼族节气。墨川屏住呼吸点头，看着他好奇打量自己的模样。长得倒是不错，他小声嘀咕着，指尖已经缠上他一缕银灰色的发丝。墨川的耳朵尖突然变得滚烫。他从未想过这场精心编织的谎言，最先动摇的竟会是自己。那还等什么？走吧。江婉婉咬牙扯下裹在头上的兽皮，指尖触到早已凝结的血痂，黏腻的触感让他皱了皱眉。这是你给我绑的，绑得这么紧，难受死了。江婉婉把手里的兽皮递给了墨川。墨川猛地怔住了，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他这是答应跟我走了？发什么呆呢？江婉婉不满地蹙起眉头，歪着头打量他。这个角度让他的侧脸镀上了一层金色的余晖。好。墨川几乎是抢着应声，仿佛慢一秒他就会反悔一样。他的身形骤然一沉，瞬间膨胀变成了兽形，灰色的毛发在风中扬起。他俯下身，刻意放柔了声音：上来。江婉婉咬了咬下唇，手脚并用地攀上他宽阔的背脊。
当他的指尖陷入那层厚实皮毛的瞬间，明显感觉到身下的兽躯微微一僵。抓紧了！话音未落，狼群已如离弦之箭般冲进暮色。江婉婉的手紧紧地拽着墨川厚实的毛发，疾风将他的衣服吹得猎猎作响。再快些！墨川低吼着，肌肉在奔跑中绷出流畅的线条。天黑前必须穿过迷雾峡谷。疾奔中，他侧头呼唤：“婉婉，还撑得住吗？”“婉婉，是在叫我吗？我还行。”江婉婉先是一愣，随即嘴角扬起一抹虚弱的笑容。可下一秒，他的脸色骤然发青，就是有点晕，有点恶心。哦！话音未落，他猛地俯身，胃里翻江倒海，一股酸腐味瞬间喷涌而出，直接浇了墨川一脑袋。江婉婉低头一看，只见墨川原本威风凛凛的狼头上，此刻正滴滴答答的挂着不明混合物，甚至还混着他先前留下的血迹。他顿时僵住，愧疚感油然而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周围的灰狼兽人们目睹这一幕，瞬间炸开了锅。噗！有的灰狼兽人一个踉跄，直接栽进灌木丛里。咚！另一只灰狼兽人由于震惊过度，一头撞上树干，眼冒金星。嗷呜！还有几只狼脚下一绊，整整齐摔了个狼肯尼。队伍瞬间乱成一团。墨川甩了甩脑袋，污秽物四溅，可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冷声喝道：“别停，继续跑！”狼群们龇牙咧嘴的从地上爬起来，有几只还在偷偷干呕。但当狼王的身影掠过时，他们又立即绷紧肌肉追了上去。只是这次都默契的与墨川保持着至少2米的安全距离。突然潮湿的丛林中突然传来一阵骚动，10几只鳄鱼兽人从沼泽中猛然窜出，拦住了去路。为首的鳄鱼兽人咧开血盆大口，咸水顺着獠牙滴落，把那个小雌性留下，就放你们活着离开。抓紧了！墨川猛地急刹，头顶积攒多时的秽物顿时天女散花般甩了出去。我滴个兽神啊！原本气势汹汹的鳄鱼兽人们顿时乱作一团，有个倒霉鬼被呼了满脸，跪在地上干呕。哦，这味道！其中一个年轻鳄鱼兽人战战兢兢地从树后探出头，咧嘴嫌弃道：“老大，这小雌性都臭了，咱们还抢吗？蠢货！”他们的首领一尾巴把他抽翻在地。就算是臭了的肉，那也是肉，这么漂亮的小雌性，那可不多得。保护圣词！墨川暴喝一声，声如惊雷。刹那间，狼群瞬间化作银色洪流，在墨川身前筑起一道森然的壁垒，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肃杀之气。上！抢人！鳄鱼兽人首领一声令下，鳄鱼兽群立刻发起了猛攻，灰狼兽人也毫不示弱地扑了上去，双方瞬间厮杀成一团，场面一片混乱。江婉婉紧紧趴在墨川的背上，双手死死抓着他背上的毛发，他能感觉到墨川的身体正在微微后退，灰色的眼睛紧盯着战场边缘的一个薄弱点。抱紧我！墨川突然低吼一声，后腿猛地发力，江婉婉还没反应过来，两旁的古木顿时化作模糊的青色残影，呼啸的风声灌满耳膜，他的心脏几乎要撞破胸腔。等终于找回呼吸的节奏时，回首望去，方才的战场早已隐没在重重树影之后，由于长时间的逃跑早已耗尽他的体力，他突然眼前阵阵发黑，双臂却仍固执地环抱着墨川的脖颈，直到意识彻底陷入黑暗，整个人才软绵绵地滑落。婉婉察觉到将婉婉晕倒的墨川瞬间化为人形，把他抱了起来。他抬头望了望渐暗的天色，又低头看向怀中苍白的小脸，眉头紧锁。天黑前是赶不出这片林子了。他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不禁皱了皱眉。不远处传来溪水潺潺的声音，他先将江婉婉安顿在一棵老树下，随即快步走向溪边，将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个干净。当他湿漉漉地回到树下时，却发现江婉婉双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掌心贴上他滚烫的额头。墨川心头一紧，发烧了。川！怀中人无意识的呢喃，眉头痛苦的蹙起。这声轻唤让墨川呼吸一滞，他鬼使神差的俯身，却在双唇相触的瞬间僵住。木川！江婉婉带着哭腔的嗓音像把利刃，狠狠刺进墨川心脏。你居然还记得他？墨川眼底翻涌着骇人的暗潮，他的声音陡然阴沉，手指不自觉的收紧。他粗暴地摇晃着怀中人，看清楚，现在抱着你的人是谁？可江婉婉依旧深陷昏沉，只是反复呢喃着那个让他发狂的名字：木川。理智的弦怦然断裂，墨川喘着粗气，发狠地吻住那不断唤着别人的唇，近乎撕咬的力道中带着野兽标记领地般的偏执。他要让他的每一寸都染上他的气息，让那个名字永远从他唇间消失。我就要罚你了。江婉婉在混沌的黑暗中沉浮，意识尚未完全清醒，唇上便传来灼热的压迫感。墨川的吻带着不容抗拒的强势，掠夺着他所剩无几的呼吸。他的手无力地抵在墨川肩头，在墨川的身上抓出几道甲痕。江婉婉艰难地睁开眼，视线模糊间，近在咫尺的墨川那双阴鸷如渊的眸子，那里面翻涌着他读不懂的情绪。我们
逃出来了。江婉婉偏过头避开他灼人的气息，脸颊绯红，声音里带着一丝局促。莫川松开他，侧过脸去，下颌线条紧绷，目光沉沉地望向远处，仿佛刻意避开他的视线。他们会没事吧？江婉婉担忧地问道。实力强的自然会回部落集合。莫川嗓音低沉，带着几分冷意。至于弱的，死了也不可惜。江婉婉一怔，不明白他为何突然如此冷漠。明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转眼就……你怎么了？他试探着问，声音轻柔。是因为我吐了你一身，所以生气了。莫川倏地转头，突然掐住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力道大的让他眼角泛起生理性的泪光。我叫什么？他眉峰危险的挑起，在昏暗的光线下投出锋利的阴影。啊！江婉婉一时没反应过来，嘴巴被捏得嘟嘟起来。你不是说你叫莫川吗？他唇角微勾，眼底却不见笑意，反而带着一丝危险的意味，缓缓逼近他。叫来听听。他被他突如其来的压迫感逼得后退半步，心跳骤然加快，小声唤道：莫川。再叫。他拇指碾过他泛红的唇瓣，气息陡然灼热。莫川。江婉婉乖顺的轻唤着。莫川眸色一暗，喉结滚动，嗓音沙哑。下次再叫错，他伸手扣住他的后颈，气息灼热。我就要罚你了。话音未落，他已再次低头，狠狠吻了上去，带着不容抗拒的强势，仿佛要将他彻底吞噬。原来躲在这儿。一道阴冷的笑声从背后传来。莫川猛地转身，将江婉婉护在身后。只见3个鳄鱼兽人从阴影中现身，为首的鳄鱼首领咧开布满利齿的大嘴，猥琐地走在前面，发出低沉的笑声。莫川的瞳孔骤然收缩，肌肉绷紧，右手已经按在了古刀的刀柄上。狼崽子，识相的话就把那小雌性交出来。鳄鱼首领向前迈了2步，我想我可以大发慈悲，放你一条生路。想要他？莫川缓缓抽出古刀，冷笑道：那就看你有没有命抢了。上。鳄鱼首领摆手下了命令。啊，又是我啊，老大，这家伙看起来不好对付啊，我怕他撕了我。其中一个鳄鱼兽人畏缩的后退半步，脸上陪着笑脸。再废话，我现在就撕了你，你们2个一起上。鳄鱼首领怒吼道，唾液从獠牙间飞溅而出。那老大您呢？另一个鳄鱼兽人战战兢兢地问。你们缠住他，我去抓小雌性。鳄鱼首领搓着手，贪婪的目光越过莫川，直勾勾地盯着他身后的江婉婉。老大，要不换我去抓人，我怕我们撑不了多久。其中一个鳄鱼兽人陪着笑脸建议道。少废话！鳄鱼首领暴怒的一脚踹在那兽人身上，将他踢得踉跄几步。2个鳄鱼兽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硬着头皮冲莫川扑了上去。莫川身形如电，古刀在空中划出凌厉的弧线，但就在他解决2个喽啰的瞬间，鳄鱼首领已经趁机绕到后方。啊！江婉婉的惊叫声刺痛了莫川的耳膜。他转身时，只看到鳄鱼首领粗壮的手已经扣住了江婉婉的手腕，那张丑陋至极的脸上露出了得逞的狞笑。放开他！莫川目眦欲裂，刚迈出一步，鳄鱼首领狞笑一声，锋利的兽爪使劲抵在江婉婉的脖颈上，一缕嫣红的血液顺着他雪白的脖颈滑落。再上前一步，我就割断他的喉咙。鳄鱼兽人首领阴狠的低吼，不要试图激怒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莫川的脚步硬生生刹住，心脏几乎停滞。我不动，你别伤他。莫川的声音害怕的颤抖，他从未知道什么是恐惧，可是他现在知道了。鳄鱼首领瞥了眼地上2个鳄鱼兽人的尸体，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他随即又露出狡诈的笑。你挺厉害啊，我看我也不是你的对手，这样，你往自己心口捅一刀，我就放了他，怎么样？我只想活命，咱们2全其美。莫川，不要相信他，他是骗人的。江婉婉鼓起了勇气喊道，他一想到他的2个受夫都是为他战死的，他不能再让莫川为了他出事。闭嘴，想死啊！鳄鱼兽人首领把兽爪向江婉婉又逼近了一步。我捅，现在就捅！莫川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他几乎嘶吼出声，毫不犹豫地抓起古刀，对准自己的心口狠狠刺下。噗嗤，刀刃没入血肉，鲜血瞬间浸透兽皮。他闷哼一声，单膝跪地，冷汗涔涔而下，却仍死死盯着鳄鱼首领的眼睛。莫川！江婉婉惊呼出声，挣扎着想扑向他，却被鳄鱼首领牢牢钳制。鳄鱼首领见状，得意地狂笑起来，终于松懈了警惕，一把甩开江婉婉，大步走向莫川。蠢货，就你这样还想保护雌性？他抬脚狠狠踹向莫川的胸口，将莫川踢翻在地。你也别说我不守信用，小雌性我带走替你保护了，我暂且饶你一条小命。哈哈哈！江婉婉跌跌撞撞地扑到莫川身边，颤抖的双手捧住他染血的脸颊，泪水无声掉落。你怎么能这么傻？你怎么能？鳄鱼首领不耐烦地拽住江婉婉的手臂，粗暴地拖拽，别浪费时间了，走！就在他转身的刹那，唰，一道寒光闪过，莫川不知何时已拔出胸口的古刀，身形如鬼魅般掠至鳄鱼首领身后，刀锋精准地划过他的喉咙。你！鳄鱼首领瞪大双眼，
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鲜血顿时喷涌而出。他踉跄了2步，轰然倒地，至死都不敢相信，这个濒死的狼兽竟还能爆发出如此致命的一击。墨川做完这一切，骨刀哐当一声跌落在地，他再也支撑不住，重重地倒了下去。墨川江婉婉惊呼一声，扑了上去，他颤抖着双手按住他汩汩流血的伤口，温热的血液从指缝间渗出，染红了他的衣袖。别死，求你别死！泪水模糊了江婉婉的视线，滴落在墨川苍白的脸上。墨川虚弱地睁开眼，抬手拭去他脸上的眼泪。别哭，我特意避开了要害，死不了的。骗人！江婉婉的眼泪落得更凶，砸在墨川的身上。你明明伤得这么重。他哽咽地说不下去，只能死死按住他不断渗血的伤口。墨川望着他哭红的双眼，心脏猛地一紧，他艰难地抬起手，想再为他擦泪，却因失血过多而无力垂下。现在我伤成这样。墨川喘息着，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你若是想逃，这是最好的机会，要是等我好了，可就不会放你走了。我为什么要逃？江婉婉哽咽着。你不是说要和我回部落结契吗？墨川的眼神突然变得深邃，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他的手，记住你说的话，就算将来你恨我入骨，我也不会放手的。话音未落，墨川的意识便沉入黑暗。墨川，江婉婉慌乱地摇晃他，完了，不会说完大话就死掉了吧？江婉婉颤抖着手探向墨川的鼻息，感受到微弱的气息后才长舒一口气，还好，还活着。可墨川的伤口仍不断地往外渗血，江婉婉急得手足无措，这样下去就算不是重要部位也会失血过多死掉吧？要是有药就好了。话音刚落，他的掌心突然一沉，竟凭空出现了一堆急救药品。江婉婉惊得跌坐在地，药品散落一地。这是……他环顾四周，荒林寂寂，唯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神仙显灵了。顾不得多想，他手忙脚乱地拿起碘酒，小心翼翼地开始给墨川清洗伤口。药液接触到伤口的瞬间，昏迷中的墨川闷哼一声，眉头紧锁，忍着点，马上就好了。江婉婉手指发颤，却不敢停下，她颤抖着敷上药粉，仔细地用绷带给墨川一层一层地包扎好。做完这一切，江婉婉已经精疲力竭了，她轻轻将墨川的头枕在自己腿上，然后她靠着一棵古树沉沉睡去。咕咕，睡梦中的江婉婉皱了皱眉，腹中的饥饿感让她无意识呢喃，要是有个苹果就好了。突然她的掌心一沉，她迷迷糊糊睁开眼，一个红艳艳的苹果赫然出现在手中。苹果，江婉婉不可思议地盯着手中的苹果，她简直不敢相信在她最饿的时候手里会有个苹果。她看了看苹果，又看了看仍在昏迷的墨川，艰难地咽了咽口水，最终还是强忍着饥饿，将苹果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第二天晨光微熹时，墨川缓缓苏醒，后脑传来柔软的触感，他发现自己竟枕在江婉婉腿上，这个认知让他心头一暖，嘴角不自觉上扬。他真的没有抛下他走掉。他悄悄抬手想触碰他的脸颊，却见江婉婉眉头轻蹙，似要醒来。墨川连忙闭眼装睡，却听见他带着睡意的声音：你醒了，感觉好些了吗？被识破的墨川尴尬的轻咳一声，好多了。江婉婉献宝似的递出那个苹果，这个给你。墨川强忍着伤口的疼痛坐了起来，疑惑地问道：你从哪弄来的果子？我也不知道，睡醒就发现手里有了。江婉婉盯着苹果，眼神中满是渴望，却又努力克制着。你没吃？墨川看着他强忍饥饿的模样，不禁觉得有点好笑。没有，想留给你吃。江婉婉眼睛粘在苹果上移不开，又小声嘀咕了一句：要是再有个苹果就好了。话音未落，又一个苹果凭空出现，江婉婉惊得差点把苹果扔出去。你看到了吗？就这么便出来了。墨川凝视着他惊讶的表情，眼神复杂。看到了，这下我们都有果子吃了。墨川接过苹果，心中暗叹，他果然什么都不记得了，好像我想要什么，手里就会出现什么。刚才的药也是。江婉婉眼睛一亮，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为了验证这个猜想，他立刻说道：再来个苹果。砰，又一个红彤彤的苹果凭空出现在他掌心。太好了，这下我们不用愁吃的了。江婉婉兴奋地拍着胸脯，以后我养你，你就不用冒险拖着伤出去打猎了。你养我？墨川先是一愣，随即忍不住笑出声来，胸腔的震动牵动了伤口，让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别笑，我是认真的。江婉婉红着脸，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大口苹果。一天一夜没进食的他，此刻觉得这苹果简直是人间美味。他吃完一个又变一个，直到肚子撑得圆滚滚的，才满足地躺倒在地。可刚躺下，一股酸臭味就钻进了鼻子。他皱了皱眉，抬起胳膊闻了闻，血腥味、汗味混在一起，简直臭不可闻。再一摸头发，干涸的血块把发丝粘成了硬邦邦的结。真想跳进河里洗个澡啊，他嘀咕着。可转念一想，但衣服湿了怎么办？要是能像苹果一样变出干净衣服就好了。
念头刚起，江婉婉的手中便凭空多了一套柔软的衣裙。莫川，他惊喜地跳起来，把衣服举到他面前。你看，我连衣服都能变出来，我是不是很厉害？莫川望着他雀跃的样子，眼神却渐渐暗淡。如果他恢复记忆，还会这样毫无保留地信任他吗？还会留在他身边吗？莫川，江婉婉察觉到他走神，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我要去洗澡了，你转过去，不许偷看。好。莫川回过神来，温柔地笑了笑，顺从地转过身去，听着身后渐远的脚步声，他的笑容慢慢凝固在脸上。莫川，你的伤还没好呢，我们歇几天再走吧。江婉婉猛地拽住他的胳膊。江婉婉不明白，明明现在不用为吃的发愁了，为什么他连一天都不愿多停留？莫川突然停下脚步，转身凝视着他。你是真的想和我在一起吗？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江婉婉读不懂的复杂情绪。当然想。江婉婉毫不犹豫的点头，脸颊因为莫川直白的话而微微发烫。那就快点走。莫川一把攥住他的手，骨刀在另一只手中握得死紧，脚步又快又急。唉，江婉婉踉跄着跟上，一头雾水。这算什么回答？休不休息和要不要在一起有什么关系？他正想追问，却瞥见莫川紧绷的侧脸和紧抿的嘴唇。他在害怕什么？江婉婉不知道的是，莫川他根本不敢停下，不敢回头，生怕在某个转角就会看见木川他们追来的身影。以龙族的实力，一旦发现江婉婉是被他掳走的，很快就会追上来。到那时，他就永远失去了站在他身边的资格。莫川的手不自觉地收紧，指节都泛了白。他绝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江婉婉必须成为他的伴侣，必须跟他回部落，拯救他的部落。这个念头像团火，烧得他胸口发疼，连带着伤口都隐隐作痛。就这样日夜兼程地走了半个月。莫川，到底还要走多久才能到你们部落？江婉婉捶着酸痛的双腿，气喘吁吁地问道。这半个月的跋涉让他精疲力尽，脚底都磨出了水泡。快了，差不多5天我们就能到了。莫川看着他疲惫的样子，提议道。一会我便受刑，你趴在我背上，我驮着你。不行，江婉婉急得直摆手，你伤口才结痂，万一裂开怎么办？我还能走。说着就要站起来，却因为腿软差点摔倒。我们吃点东西歇会吧。莫川伸手扶住踉跄的江婉婉，掌心触到她纤细的手臂时，不自觉地微微收紧。江婉婉点了点头，习惯性摊开掌心。我要2个苹果。可是等了好久都不见苹果的影子。江婉婉疑惑地看了看莫川，他又试了一次，声音提高了几分，我要苹果。可手掌里依旧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半个月来，他和莫川把空间储物架上的苹果都吃光了。江婉婉不知道的是，他若不亲自进入空间采摘，他再也吃不到自己变出来的果子了。怎么会？江婉婉失落地垂下手臂。这些苹果不是取之不尽的吗？莫川的瞳孔骤然收缩，圣赐的物资居然不是无穷无尽的。这个认知像一盆冰水浇在他心头，没有物资的圣祠对他的部落毫无价值。更可怕的是，如果让飞龙少主知道是他们灰狼部落掳走了他的祠主，还会给他们部落带来灭顶之灾。他不自觉地后退一步，眼中闪过一丝阴霾。莫川，江婉婉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异样。没事，他别过脸，声音干涩。我不能养你了。江婉婉摸着咕咕叫的肚子，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原来这个能力是有限的。饿了。莫川的声音发紧。走了太久。江婉婉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小声地说道。我去打猎。莫川突然转身，语气决绝。他必须做出决定，没有价值的雌性不值得他赌上整个部落。不行，你伤还没好。江婉婉急忙拽住莫川，我们还是找找有没有野果子吧。等着。他甩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扎进了密林。对不起。莫川在心中默念，脚步越来越快，荆棘划破皮肤也毫无知觉。他不断说服自己，一个没用的雌性就是累赘，会害死所有人。可为什么胸口会这么痛？夜色如墨汁般晕染开来。江婉婉抱膝坐在原地，树林里每一点响动都让他浑身发抖。我不饿了。他抱紧双膝，对着虚空呢喃。你快回来好不好？哟，这有个落单的小雌性。粗犷的声音突然响起，一个野猪兽人从树后走出，獠牙在月光下泛着寒光。江婉婉惊恐地往后缩了缩，深更半夜的在等谁啊？兽人故作温柔地靠近，跟我走吧，我保护你。不行，我不能走，我走了，他回来找不到会着急的。江婉婉固执地望向莫川消失的方向，可那里只有无边的黑暗。再等情郎。野猪兽人假意温柔地蹲下身，喷出的热气带着腐臭味。这么晚了，他怕是不要你了吧？他会回来的。江婉婉的反驳虚弱的连自己都不信。莫川离开太久了，久到足以证明他的选择。一个可怕的认知逐渐清晰，他被抛弃了。我是他的累赘了。江婉婉的眼泪无声滑落，他倔强地擦掉。谢谢，我能照顾好自己。野猪兽人看到楚楚可怜的江婉婉，猛地咽了一口口水，上手就抓住他的手腕。跟我走。放开！救命啊！
江婉婉拼命的挣扎。你别喊啊，你把高阶凶兽喊来，我也保护不了你了。野猪兽人说着就要捂江婉婉的嘴。江婉婉惊恐的乱抓，把野猪兽人的手臂抓出好多血痕。见人，兽人扬起巴掌，却在半空被一道寒光截住。噗！骨刀贯穿兽人肩膀的瞬间，墨川的身影如鬼魅般浮现。月光下，他染血的侧脸宛如修罗，想死。野猪兽人顿时哀嚎着跪倒在地。墨川一脚踹开他，拔刀时溅起的血珠落在江婉婉裙摆上，像一串猩红的泪滴。受伤了吗？墨川转身时声音还在发抖，伸出的手悬在半空，他心虚的不敢触碰他。江婉婉看着他空空的双手，声音很轻，既然走了，何必再回来？这句话像把刀扎进墨川心里。他确实跑出了很远，远到就算他大声喊他也听不到。可当天色完全暗下时，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他脑海中全是他哭泣的模样。他以前根本不敢相信，那个自私自利的自己，终有天也能栽到一个小雌性手里。他再也骗不了自己了。纵使江婉婉没有物资，不是圣雌，就算整个部落因此消失，他也想和她永远的在一起。我去给你抓兔子去了。墨川的声音干涩的发紧，指尖不自觉的掐进掌心。他这辈子从未如此慌乱过，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他不敢直视江婉婉的眼睛，生怕她看穿自己刚才的动摇。江婉婉缓缓抬起头，漆黑的眸子静静地望向他，声音平静得令人心慌。兔子呢？好了。墨川干巴巴地挤出2个字，喉咙发涩。他下意识抬起手，想要像往常一样揉揉她的头发，试图用亲昵的动作掩饰自己的心虚。可江婉婉微微偏过头，不着痕迹地避开了他的手。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我们走吧，早点走早点到。他的语气很轻，却比以往疏离了几分。说完，江婉婉便不再看他，只是沉默的迈步向前走去，背影单薄却倔强。墨川站在原地，手指微微蜷缩，最终颓然放下。他望着他的背影，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闷得发疼。就这样，江婉婉走了一夜也没有停下。墨川始终跟在他身后，距离不近不远，却始终不敢上前。他看着他的背影在月光下微微颤抖，几次抬手想唤他，却终究沉默。直到走到了第二天中午，江婉婉终于支撑不住，踉跄着停下。他低头看着自己发抖的指尖，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饿了，我去捕猎。墨川几乎是立刻应声，转身就要冲进树林。可刚迈出2步，他又猛地回头，眼中闪过一丝慌乱。这次我会很快回来，我保证。等我。江婉婉没有回答，他静静看着他离去的方向，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才慢慢攥紧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跑！他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狂奔，耳边只剩下呼啸的风声和自己剧烈的心跳。他恨他吗？不，他怎么配恨他？是他从鳄鱼兽人手中救下了他，是他像个累赘一样拖慢了他的脚步。2个兽夫都因他而死，墨川的畏惧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如果说爱，那刚刚才燃起的爱意，就在他抛弃的那一刻已经烟消云散了。他不会和他回灰狼部落了，他不会和他结亲。他现在什么都不想考虑，他只想逃离这里，逃离墨川。他不想拖累任何人，也并不需要任何人施舍的爱。江婉婉紧闭双眼，拼命奔跑，耳畔呼啸的风声掩盖了所有思绪，直到肺叶传来灼烧般的刺痛，他才猛地睁眼。突然，一道白色的身影突然从草丛里窜出。让开！江婉婉急声喊道，脚底在潮湿的泥土上划出深深的痕迹，可惯性还是让他重重撞进对方怀里，额头磕在对方坚硬的胸膛上，疼得眼前发黑。就在这眩晕的瞬间，一缕熟悉的松木香钻入鼻腔，江婉婉浑身一僵，血液仿佛瞬间凝固。这个味道啊，疼死我了！江婉婉没来得及多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她扶着酸痛的腰肢，疼得眼泪都要冒出来。对不起，是我跑得太急了。江婉婉下意识道歉，眼神却不住地往身后瞟，生怕墨川追上来。没事，是我不小心。白发少年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却在看清江婉婉的穿着后瞬间僵住了。你叫什么名字？白发少年忽然抓住江婉婉的手腕，力道大的几乎让他发疼，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江婉婉又看了看身后，墨川随时可能追来，绝不能让这个陌生人泄露他的行踪。我叫阿花。江婉婉看着路边的小花，随口编道，我还以为你的气息跟他的真的很像。白发少年垂下了手，也对，如果是婉婉，怎么会认不出自己呢？白发少年扯着嘴角苦笑了一下。啊呜！远处突然传来狼嚎声，江婉婉顿时绷紧了神经。我得走了。江婉婉不断回头张望，焦急的手指都在发抖。有人在追你。少年敏锐地察觉到他的不安，他仓促地点头。白发少年看着他惊慌的样子，眉头不自觉地皱起。他的小狐狸在外面时，是不是也这样害怕过？跟我来。不等他答应，白发少年一把拉住他的手，带着他飞奔进密林深处。七拐八绕后，
他们躲进一个隐蔽的树洞。谢谢你，江婉婉终于松了口气，这才注意到白发少年居然穿的不是兽皮，而是和他相似的布料衣服。不客气，少年笑了笑，眼神却透过他看向远方。你和我的词主真的很像，能帮到你，我很开心。你的词主？江婉婉疑惑地看向他的手臂，可你没有节气标识啊。白发少年垂眸，声音低沉，找到他，我们就节气。他被人掳走快2年了，我一直在找他。江婉婉心头一震，2年，被掳走2年，还在寻找，而墨川却连片刻的拖累都不愿忍受。他鼻尖突然有些发酸，连忙转移话题。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少年抬起头，阳光从树洞的缝隙洒落，为他银白的发丝镀上一层柔光。我叫北初。墨川的狩猎从没有这么心不在焉过，他满脑子都是那个独自留在林间的身影，他会不会遇到危险，会不会害怕？这些想法让他心烦意乱。当终于猎到一只山鸡时，他拿起猎物转身就往回狂奔。婉婉，空荡荡的林间只有他的回声在回应，地上残留的脚印朝着与他相反的方向延伸，每一个脚印都像踩在他的心上。嗷呜，凄厉的狼嚎惊飞了整片森林的飞鸟，他疯狂地嗅着空气中残留的气息。突然豆大的雨点砸落下来，墨川仰头望天，冰冷的雨水混合着温热的液体从眼角滑落，他眼睁睁地看着雨水冲刷着江婉婉最后的脚印，将他残留的气息一点点抹去。墨川迅速化作兽形，像一道银色闪电般冲向灰狼部落。3天的路程，他只用了1半的时间就赶到，喉咙里泛着血腥味，爪垫早已磨得血肉模糊。所有灰狼兽人集合。墨川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眼中的血色让最勇猛的战士都不禁后退半步。往日威风凛凛的狼王，此刻浑身狼狈不堪，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随我去森林里寻找我的未来词主。一个年轻兽人壮着胆子问道。王，你要找的词主是圣慈吗？不是。墨川的尾巴无力地垂下，但他是我唯一想要的小狐狸。山洞外暴雨如注，雨帘将洞口隔绝成一方封闭的小天地。江婉婉蜷缩在角落，肚子发出咕噜的抗议声。饿了吗？北初的声音温柔地响起。等雨停，我们就去找吃的。江婉婉无力地点点头。2天未进食让他眼前发飞，他下意识地想要召唤果子，却发现掌心空空如也。我词主给我讲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北初突然说道，眼中闪过一丝怀念。不如我们说说待会要吃什么？你最喜欢什么？望梅止渴，我好像听过呢。我爱吃果子。江婉婉轻声回答。自从受伤后，他只吃过果子，也只记得果子的味道。你是食草兽人？北初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随即陷入了回忆。我的小狐狸最爱吃肉，还有榴莲和螺蛳粉。北初忽然笑起来，以前每次吃完都要被我拎去洗澡。他还狡辩说这叫人间烟火气。榴莲、螺蛳粉。江婉婉无意识地重复着北初的话，话音未落，江婉婉突然掌心一沉，2个散发着熟悉气味的物体凭空出现，2人同时愣住了。北初的瞳孔剧烈收缩，声音都在颤抖。你怎么能变出这些东西？这些是只有婉婉才知道的食物。江婉婉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她看着手中的食物，又抬头望向北初激动的脸庞。你认识我？北初的呼吸变得急促，眼中的情绪复杂的令人心惊。他一把将江婉婉搂进怀里，力道大的让他几乎窒息。放开！江婉婉挣扎着推开他，却在看清他眼中闪烁的泪光时愣住了。1年9个月03天，北初稍稍松开力道，却仍固执地圈着他，声音哽咽。我找了你600多个日日夜夜，你怎么能不记得我了？雨声依旧，但山洞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江婉婉望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白发少年，心脏突然没来由的抽痛起来。咕，又是一阵肚子叫的饥饿声，在静谧的山洞里显得格外响亮。北初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情绪，轻轻松开了怀抱。先吃东西吧。他动作娴熟地掰开榴莲，金黄的果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江婉婉接过他递来的果肉，小口小口地吃着，时不时偷瞄一眼对面沉默的少年。2人就这样安静地分食着，安静的只能听到洞外下雨滴答的声音。吃饱后的江婉婉终于鼓起勇气，所以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词主。正在扒榴莲的北初的手指微微颤抖，榴莲壳上的尖刺扎进了掌心，却浑然不觉。他的婉婉，从小一起长大的婉婉，居然用这样陌生的眼神看着他。江婉婉绞着衣角，声音越来越小。我前段时间受了伤，以前的事情全都记不住了。话未说完，他就被北初一把搂进怀里。这次他的动作轻柔了许多，像是捧着易碎的珍宝。没关系，北初的声音闷闷的，我记得就够了。北初手指轻轻抚过江婉婉的脸，心脏猛地刺痛了一下。他的小狐狸，曾经那个敢和老虎部落叫板的倔强小雌性，现在居然会这样小心翼翼地说话。这2年来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等雨停了，我们就回家好吗？
北初轻声问道，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期待。江婉婉使劲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警惕地后退半步。等等，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他狐疑地打量着眼前的北初，万一你是人贩子呢？北初突然笑出了声，眼中闪过一丝怀念，果然还是这么警惕。他指了指江婉婉手中的榴莲，从你刚才看到榴莲的表情，我就知道你连怎么用空间都忘了。什么空间？江婉婉一脸茫然。闭上眼睛，默念进空间，试试。北初轻笑道，说谎的不是狐狸是小狗。江婉婉将信将疑的闭上眼，心中默念，下一秒天旋地转。在睁眼时，他站在一片望不到边的田地里，饱满的桃子挂在枝头，葡萄藤上缀满晶莹的果实。他惊喜地跑向最近的桃树，摘下一个，咬了一大口，噗，还没尝到甜味，他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了出来，一屁股坐回山洞的地上。江婉婉揉了揉摔疼的屁股，不死心的又闭上眼睛，我再试一次。一阵空气波动，江婉婉又站在了那片神奇的田地里。这次他仔细环顾四周，果然在角落发现了一排木质储物架，架子上整整齐齐摆放着各种水果、零食，甚至还有几包方便面、螺蛳粉，只是中间明显空了一大块，像是被人清空了似的。原来是这样，江婉婉恍然大悟的拍手，不是我变不出果子，是苹果都被我用完了。他好奇的伸手想摘个葡萄尝尝，突然想起刚才被弹出去的遭遇，赶紧缩回手。可为什么我刚才会被弹出去呢？主人，在空间内进食是禁止事项哦。哇，一个机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吓得江婉婉差点跳起来。她慌张的四处张望，谁在说话？这辈子都别想算了。警告，检测到主人脑部有淤血，建议立即治疗。冰冷的机械音突兀的在空气中响起，江婉婉浑身一僵，警惕的环顾四周，你是在和我说话？是的，主人，检测到您因脑部淤血导致记忆缺失，是否开启治疗程序？预计7天内可逐步恢复。好的。江婉婉连忙应下，心跳加速。她没想到这样的好事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连困扰她的伤势也能痊愈。突然，一团猩红的雾气从四面八方涌来，瞬间将她笼罩。嗨，这是……她踉跄着后退，眼前的世界开始天旋地转。在彻底陷入黑暗前，她恍惚看见自己的手无力地垂落在空间湿润的泥土上。不知过了多久，她的意识渐渐回笼，剧烈的疼痛如潮水般侵袭着她的头颅。她痛苦地抱住脑袋，零碎的记忆碎片如锋利的玻璃，一片片刺入她的脑海。一只白色小狐狸的脑袋凑了过来，你饿了吗？我去给你抓小鸡。为了你，我什么也不怕。我已经等了你10几年了，不介意再等几年。我不在乎，就算被赶出去，以后我也要参加婉婉的结亲会。那些熟悉的声音，模糊的画面，如决堤的洪水，疯狂涌入他的记忆深处，最终拼凑成那个刻骨铭心的名字——北初。江婉婉猛地抬起头，泪水夺眶而出。他的北初来找他了。他几乎是瞬间退出空间，扑进北初的怀里，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身。北初先是一愣，随即用力回抱住他，声音低沉而温柔：怎么了？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他哽咽着，泪水浸湿了他的衣襟。全都想起来了。北初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手臂收得更紧了。他重重点头，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北初的目光落在他手臂上的节气印记上，眼神骤然一暗。这2年你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和蛇兽、龙兽结气了，却一个人在这里？为什么会受伤失忆？他们连你都保护不好吗？他的声音压抑着怒意和心疼，指尖轻轻抚过他苍白的脸颊。他捧在心尖上的人，再见时竟伤痕累累，他恨不得替他承受所有的苦痛。江婉婉敲了敲发胀的太阳穴，我只记得你化形了，要去参加红果的结亲会，其他的还是想不起来。北初将他搂得更紧，轻声安抚，没关系，想不起来就不要勉强自己，有我在，以后不会再让你受伤了。好啊，有我们家笨蛋北初在，我什么都不怕。江婉婉扬起小脸，眼角还挂着泪珠，却已经绽开明媚的笑容。北初眸光微沉，低头在他发顶落下一吻，低声道：以后换我来守护你，我们回家。雨后的山林弥漫着清新的泥土气息，晶莹的水珠从树叶上滴落，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晕。北初紧紧握着江婉婉的手，十指相扣，踩着湿润的落叶向西而行。我们回家喽！北初突然仰头对着湛蓝如洗的天空大喊，声音在山谷间回荡，惊起一群飞鸟。江婉婉红着脸拽了拽他的衣袖，喂，别那么大声，你小点声了。哎呦呦，年轻人就是不懂收敛。一只白头背兽人扑棱着翅膀从树梢掠过，酸溜溜的抖落一身水珠，这爱情的酸臭味可要把我这把老骨头酸掉了。北初大笑着将江婉婉往怀里一带，故意冲着远去的鸟影喊道：那您老可要飞吻当先。2日后，莫川率领全族雄性兽人踏入森林深处，
狼群所过之处，飞鸟惊散，走兽奔逃，沉重的狼爪踏碎枯枝，森冷的兽瞳扫过每一处灌木丛。可灰狼兽人全族整整3日不眠不休的地毯式搜索，却始终寻不到江婉婉的半点踪迹。砰！莫川一拳砸向树干，震得枝叶簌簌作响。一只白头背兽人猝不及防从树上跌落，哎呦！一声摔了个结结实实。你这狼崽子发什么疯？白头背兽人顿时化作人形，扶着老妖骂骂咧咧站起来。我这把老骨头差点交代在这儿，老东西活腻了，滚远点！一旁的灰狼护卫龇牙低吼，没看见我们王正烦着？烦，活该！白头悲啐了一口，当初扔下小雌性跑得比风还快，现在后悔，晚了，人家早甜甜蜜蜜牵手回家了。你说什么？莫川猛然抬头，灰瞳里燃起骇人的光。你说谁牵手走了？和你一起的那个小雌性呗，我都听到他们说要回家了。白头背兽人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老头子我没事就喜欢在森林里看个热闹，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滚蛋，我要是你都不好意思回头找人家。他和那个白发小子十指相扣，啧啧，你是没看见那黏糊劲儿？他们往哪去了？莫川心猛地刺痛，抱起就要抓他，白头背却瞬间化作鸟形腾空，让他扑了个空。省省吧小狼崽子！白头背盘旋在半空，尖着嗓子道，人家小两口恩爱着呢，你非要凑上去自讨没趣。说罢翅膀一震，消失在树冠间。四周死一般寂静。王还找吗？护卫硬着头皮小声询问。他都跟人跑了，找什么找？莫川的怒吼惊起一片飞鸟。那护卫战战兢兢地凑近。那算了。莫川突然笑了，眼底却翻涌着暴力。我他妈的喜欢他，这辈子都别想算了。话音未落，暴怒的狼王一脚将多嘴的护卫踹飞出3丈远。快看，这就是我的雌主，我终于找到他了。北出路上每遇见一个兽人都要兴奋地说一遍，哎呦，恭喜恭喜，这般水灵的小雌性，我打生下来还头一回见着。路过的兽人不禁赞叹，目光里满是惊艳。北出兴奋地将江婉婉拦腰抱起，在空中转了个圈。谢谢，快放我下来！江婉婉红着脸捶打他的肩膀，这么多人看着呢，怕什么？北出将他搂得更紧，在他耳边低语，这可是天鹅村，爱情至上的地方，他们羡慕我还来不及呢。不远处2位天鹅妇人交头接耳，眼神里透着打量与怀疑。你瞧那愣头青，一口一个雌主叫得欢，可他胳膊上分明连个节气印记都没有，倒是那小雌性胳膊上结结实实烙着2个标识，可不是吗？要不是你说我都没注意，莫不是被这小蹄子给骗了，生的这般标致，怕是打着幌子哄人好处，死活不肯节气。江婉婉听得咬牙切齿的，才进天鹅村没几步路呢，他就在这群长舌妇嘴里身败名裂了。想什么呢？北出注意到江婉婉紧蹙的眉头，凑近他耳边，温热的呼吸拂过他的发丝。他们说我是骗子。江婉婉使劲地瞪向那2个天鹅妇人，眼神锋利的仿佛能剜下他们一块肉来。2个妇人被他一瞪，立刻装作若无其事的整理东西，东张西望。我知道你不是就行了。北出笑着捏了捏他的脸，语气宠溺。不行！江婉婉突然跳起来，一把勒住北出的脖子，恶狠狠道，我要让他们把臭嘴闭上。北出的呼吸明显一滞，喉结剧烈滚动了几下，嗓音嗲得不像话。我已经准备了10几年了，只要你想，我随时都可以。啊！江婉婉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触电般松开勒着他脖子的手，脸颊疼得烧了起来。小怂包！北出苦笑着揉了揉他的发顶，眼底的失落一闪而过。他故作轻松地牵起他的手，走吧，今晚在这里休息，明天一早就出发。看着北出强撑笑意的侧脸，江婉婉暗暗握紧拳头，今晚一定要节气，他不能再让这个等了他10几年的傻瓜失望了。他们找到村长说明了情况，在村长热情指引下，他们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山洞。月光透过洞口垂落的藤蔓，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你等我一下！江婉婉说完突然闪进空间。江婉婉迅速来到购物页面，买了好多北出喜欢的吃的，还有他们小时候北出最喜欢吃小熊蛋糕，快2年了他都没吃过这些东西了。当视线扫过酒类区域时，江婉婉的手指突然悬停在半空，她咬了咬下唇，2罐3罐应该够了。她小声嘀咕着，将几罐啤酒加入了购物车。这可不是给北出准备的，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勇气催化剂。所谓酒壮怂人胆，虽然他结过2次气了，但是他失忆了，根本记不起来细节。就算现在江婉婉明明很想扑倒北出，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特别大的难度。江婉婉把买的所有东西全都摆在了空间置物架上，然后又购买了一套情侣装，自己送给北出的那套衣服北出穿了很久了。做完这些，江婉婉就退出了空间。刚出空间的江婉婉就被守候多时的北出一把搂进怀里，他双臂收得那样紧，仿佛要把他揉进骨血里。怎么了？他仰头对上北出泛红的眼眶。太久了，北出的声音闷闷的。
下巴抵在他发顶轻轻蹭着，我还以为你又不见了。江婉婉感觉到北初微微颤抖的身体，心头一软，安抚地拍着他的背脊，傻瓜，我这不是在这吗？我们先吃饭吧，我准备了好多你爱吃的。江婉婉和北初很快地架起了烤架，篝火噼啪作响，映照着北初渐渐放松的侧脸。江婉婉变戏法似的从空间里取出食物，很快就在两人之间堆成小山。看，这是你小时候最爱的小熊蛋糕，还有烤肉干。江婉婉献宝似的把食物全都推向北初，你很久没吃了吧？江婉婉说着，挖了一大勺蛋糕递到了北初嘴边。啊，张嘴。北初乖乖的张嘴吃了下去。他赶紧拿过蛋糕，想喂江婉婉，你也吃，我喝这个就好。江婉婉仰头灌下一大口啤酒，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却浇不灭心头窜起的火苗。北初的目光在他唇畔停留片刻，喉结动了动。婉婉，你脸好红。别动。江婉婉突然凑近，带着酒香的呼吸喷洒在他唇边。你嘴角沾到奶油了。他的指尖刚触到北初的唇角，就被他一把攥住手腕。火光中，北初的眸子暗得惊人。他缓缓轻身，在江婉婉错愕的目光中，轻轻舔去了她指尖的奶油。这个暧昧的动作让江婉婉倒吸一口气，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北初已经扣住她的后脑，带着蛋糕甜香的吻重重落了下来。他模糊的在想，原来不需要酒精壮胆。北初眼底的醉意早比任何酒都要浓烈。第二天清晨，江婉婉在温暖的晨光中醒来，发现北初早已醒了，正支招脑袋含笑看他。阳光透过藤蔓的缝隙，在他银白的发丝间跳跃，勾勒出一圈毛茸茸的金边。醒了。北初的声音还带着晨起的慵懒，指尖轻轻点了点他胳膊上新鲜的狐狸标识。江婉婉看到胳膊上的节气印记，昨夜疯狂的记忆瞬间涌来，他羞得把脸埋进兽皮毯里，却闻到毯子上全是北初的气息。就在这时，洞口的阳光突然被一片阴影遮挡，江婉婉警觉的转身，却被刺目的阳光晃得睁不开眼。逆光中，只能看见一群高大的身影沉默地立在洞口。想我了没有？一个低沉磁性的声音带着危险的意味响起，那就是还在怪我了。江婉婉浑身一颤，这个声音她再熟悉不过。莫川。北初瞬间挡在江婉婉的面前，进入了战斗状态。有点本事全用我身上了，你们不是天鹅村的人，想干什么？北初厉声喝道，目光锐利如刀，死死盯着眼前的入侵者。干什么？莫川的视线落在北初的胳膊上，瞳孔骤然一缩，心脏猛地沉了下去。干你！他冷笑一声，猛地一挥手，身后的灰狼兽人顿时如潮水般涌来，獠牙森然，利爪寒光闪烁。江婉婉见状，迅速从空间拿出防狼喷雾，对准冲在最前的几个灰狼兽人狠狠按下。吃！刺鼻的气雾喷涌而出，那几个兽人顿时哀嚎着捂住眼睛，踉跄倒地，痛苦的翻滚起来。这点本事全用在我身上了。莫川眯起眼睛，目光阴冷地盯向江婉婉，语气里带着一丝危险的讥讽。北初察觉到他的视线，立刻侧身将江婉婉严严实实地挡在身后，肌肉紧绷，如临大敌。莫川缓缓抽出腰间的古刀，刀刃在月光下泛着冷冽的寒光。他一步步逼近，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江婉婉紧绷的神经上。过来！他嗓音低沉，目光越过北初，直直看向江婉婉。江婉婉死死咬住下唇，倔强地瞪着他，一言不发。那你就别怪我了。莫川眼中凶光暴涨，骤然挥刀直逼北初而去，刀光交错，拳影翻飞，两人激烈缠斗。然而北初的体力逐渐不支，动作开始迟缓。莫川抓住破绽，一记重击将他狠狠砸倒在地，膝盖死死压住他的胸膛，让他动弹不得。可北初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却仍挣扎着想要起身。莫川眼神阴鸷，抬手抹去唇边的血迹，却勾起一抹嗜血的笑。他缓缓举起古刀，刀尖对准了北初的咽喉。我说过来。他声音低沉，声音里带着不容抗拒的压迫感，仿佛下一秒就要让北初见血封喉。你为什么这么做？江婉婉死死盯着莫川，眉头紧蹙，声音里夹杂着愤怒和失望。不是你先抛弃我的吗？莫川的指尖微微一颤，古刀抵在北初咽喉处的力道松了一瞬，却又立刻收紧。他避开他的目光，嗓音沙哑，我没有，我只是去猎兔子了。猎兔子？江婉婉冷笑，别自欺欺人了，你就是看到我变不出果子，觉得我没用了，才丢下我的，对吧？闭嘴！莫川骤然暴怒，刀刃猛地压进北初的皮肤上，瞬间渗出一道血线。再敢多说一句，我现在就割断他的喉咙！不要！江婉婉尖叫出声，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莫川盯着他，眼神阴鸷，不要，那就跟我走。他的语气不容置疑，仿佛他只要敢拒绝，下一秒北初就会血溅当场。好，我答应你。江婉婉咬紧牙关，声音发颤，你把刀放下。婉婉，别听他的。北初挣扎着嘶吼，眼中满是绝望和自责。他恨自己的无力，恨自己无法保护他。
甚至恨自己此刻只能成为他的软肋。他宁愿死，也不愿眼睁睁看着他被墨川带走。哼，这可轮不到你做主。墨川冷笑一声，抬脚狠狠踹向北出的胸口，将他踢飞出数米远。随即一挥手，洞口又涌入几名灰狼兽人，粗暴地将北出按在地上，让他动弹不得。墨川大步上前，逼近江婉婉，一把扣住江婉婉的手腕，将她拽到身前，声音如寒冰般刺骨：只要你乖乖听话，他就能活命，否则……他瞥了一眼北出，唇角勾起残忍的弧度。我不介意多一条狐毛兽皮裙。话音未落，他一把将江婉婉扛上肩头，大步朝洞外走去。江婉婉挣扎着回头，目光扫过那群灰狼兽人时，突然他在最后一排瞥见一个奇怪的身影。兽神！对方极轻的呢喃了一声，然后迅速的低下头。待墨川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在洞穴外，压着北出的灰狼兽人粗声问道：这个家伙怎么处置？自然是另一个灰狼兽人狞笑着，拇指在喉咙处狠狠一划：大哥，这个活交给我吧。手臂上带着猞猁标识的灰狼兽人突然上前，语气殷勤中带着急切。你为首的灰狼兽人嗤笑一声，连个雌性都能欺负你的软脚虾，也配杀兽人？洞穴里顿时爆发出刺耳的哄笑。有猞猁标识的灰狼兽人低着头，拳头在身侧悄悄握紧，却仍坚持道：给我个机会证明自己。行啊。首领轻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动作快点，不行就喊，我们在外面等着。好消息。他故意拉长声调，带着其他兽人嘲弄着走出洞穴。北出踉跄着站起身，浑身肌肉紧绷，准备拼死一搏。你没事吧？有猞猁标识的灰狼兽人压低了声音，与方才判若两人。你别假惺惺的，要杀我就凭本事吧。北出眼中燃着怒火。你听着，我只说一遍，一会我在你手上划一刀，你把血抹脖子上躺地上，等我们走后，你迅速去找飞龙族的少主，他会去救兽神的。北出刚想开口，对方就打断道：别问我飞龙少主在哪，我也不知道，但你必须快。我不是要问这个。北出压低声音：为什么要帮我？兽神又是谁？兽神就是你的雌主，他曾在猞猁部落帮过我。猞猁兽人说着，迅速抽出骨刀，忍着点。刀光闪过，北出的手臂上顿时出现一道血痕。猞猁兽人转身就要离开。等等！北出突然叫住他：你叫什么名字？兽人脚步一顿，回头时眼中闪过一丝光亮：我叫希望，是兽神给了我希望。说完匆匆往外走去，却在洞口被石头绊了个趔趄。希望看起来还真是渺茫啊。北出苦笑着，迅速将鲜血抹在脖颈处，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洞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灰狼兽人探头进来，想要检查。王环在等着呢，我们快走吧。你看他死的不能再死了。希望急忙拦住其他灰狼兽人，声音里带着点焦急：放开我！墨川！江婉婉在墨川肩头拼命挣扎，双腿用力踢蹬，拳头雨点般砸在他背上。放开！墨川冷笑一声，手掌重重地拍在了他的屁股上。放开你去找那只臭狐狸。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危险的意味。再动一下，我不介意，现在就要了你。江婉婉身体瞬间僵住，声音里带着压抑的颤抖。你敢！墨川突然停下脚步，一把将他从肩上拽下来，抵在树干上，粗糙的树皮硌得他后背生疼，而他灼热的呼吸喷在他颈间。我有什么不敢？墨川修长的手指掐住他下巴，强迫他直视自己猩红的双眼。我找了你这么久，结果你转头就跟别人结气了。江婉婉被他眼中的疯狂镇住，不自觉地屏住呼吸。他能碰你，凭什么我不行？墨川的拇指摩擦着他柔软的唇瓣，声音沙哑：婉婉，别挑战我的耐心，我的耐心已经到极限了。江婉婉能清晰感受到他身体传来的热度，那双猩红的眼睛里翻涌着令他站立的欲望。他死死咬住下唇，眼中噙着屈辱的泪水，却倔强的不肯落下。墨川看到江婉婉眼角的泪水，心头突然一软，他别过脸去，粗鲁地拽过他的手腕，一言不发的大步向前走去。正午的阳光灼热刺眼，两人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墨川走在前面，江婉婉踉踉跄跄地跟着，身后不远处，一群灰狼兽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你要带我去哪？江婉婉终于打破沉默，声音还带着哭过后的沙哑。回灰狼部落节气。墨川头也不回，声音冷硬：这是你答应过的。江婉婉的肚子突然发出一声抗议，她小声说：我饿了。墨川猛地停住脚步，转身时眼中闪过一丝危险，又想用这招逃跑。我是真的饿了。江婉婉咬着嘴唇，从昨晚到现在什么都没吃。墨川的眼神骤然变得晦暗不明，他向前逼近一步，声音低沉：从昨晚就没吃东西。江婉婉这才意识到失言，立刻抿紧嘴不再说话。墨川的眼神愈发阴沉，攥着他手腕的力道不自觉地加重了几分。来人，去猎几只兔子，我们就在这休整，准备用饭。墨川沉声下令，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瞥向一旁的江婉婉。王，
这附近似乎没有兔子。灰狼兽人硬着头皮回禀，声音越来越小。没有。墨川眉头一皱，神色略显尴尬，但仍强硬道：没有也得去给我找，抓不到就别回来。江婉婉轻嗤一声，眼底闪过一丝果然如此的讥诮。他突然眼波一转，脸上倏然堆起谄媚笑意，小声地说道：墨川，你放我走吧，我不能和你结契的。你自己都说了，我那2个受夫都死了，我命里克夫，可不能祸害你。墨川低笑一声，眼底掠过一丝玩味，不怕，我命硬。可是你该明白，就算咱俩结契，若我强行解气，你必死无疑，我劝你别自寻死路。江婉婉突然变了脸，冷声威胁道：你不会的。墨川凝视着他，嗓音低沉而笃定：我会。他斩钉截铁：你不会，我会。那好。墨川眸色骤然一暗，喉结滚动，猛地一把将他抱起，大步走向旁边废弃的山洞。我倒要看看你到底会不会。周围的灰狼兽人们面面相觑，红着脸迅速退到10米开外，识趣的背过身去。放开我，墨川，你真不怕死？江婉婉挣扎着，眉目间尽是怒意。即便是死，墨川低哑一笑，俯身逼近江婉婉。我也甘之如饴。话音未落，墨川的唇已重重压下，将他未尽的威胁尽数封坚。江婉婉紧皱着眉毛，猛地咬住了墨川的唇。墨川吃痛骤然松开他，指腹擦过唇瓣，一抹血色染上了他的指尖。他眉头紧锁，嗓音低沉：你就这么厌恶我？江婉婉眼眶泛红，泪水在眼中颤动，倔强地瞪着他：墨川，你非要逼我吗？墨川呼吸沉重，他闭上了眼睛，在睁开时，眼底翻涌着复杂的情绪。他缓缓从腰间取出一粒赤红色药丸，指尖微颤：我宁可你恨我。话音未落，他骤然捏住江婉婉的下颌，将药丸强行送入他口中。江婉婉瞳孔骤缩，挣扎着想要吐出，却被他捂住嘴，硬生生咽了下去。你给我吃了什么？他声音里带着惊怒。墨川背脊僵硬，嗓音沙哑的近乎破碎：媚药。他别过脸，不敢看他震惊的目光。我本不想用这种手段。媚药。江婉婉用手使劲地抠着嗓子，想吐出来，却怎么也吐不出来。他惊恐地后退几步，一股灼热自腹中升起，他死死攥紧衣襟，指甲几乎嵌入掌心。墨川，他声音发颤，双颊因怒意与药效泛起潮红。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与你结契。墨川眸底暗色翻涌，指节捏住他的下巴，迫他仰头直视自己。江婉婉，你行，你硬气啊，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墨川的嗓音暗哑道。话音未落，他骤然扣住他的后脑，狠狠吻了上去。这个吻毫无温柔可言，唇齿相撞间弥漫着铁锈般的血腥味，仿佛要将他生吞入腹。墨川。江婉婉的挣扎渐渐变得绵软，药效如潮水般侵蚀着他的理智，滚烫的泪珠顺着绯红的脸颊滑落。他颤抖着抓住他的衣襟：饶了我，求你。细碎的呜咽声在山洞内回荡。墨川身形猛地一僵，他垂眸看着怀中泪眼朦胧的人儿，指腹重重碾过他湿润的唇角，喉结滚动。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林泽在狼族部落的石屋前来回踱步，白色的狐尾因为烦躁也冒了出来，他那双银色的眼睛时不时望向天空。我就说和木川大哥一起去，在这等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林泽又一次抱怨道，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焦躁。他猛地停下脚步，一拳砸在旁边的树干上，震得树叶簌簌落下。蓝湛倚靠在石屋门框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木川能飞，从空中俯瞰视野开阔，找起人来自然方便。你在地上跑，除了添乱还能做什么？蓝湛来到林泽的身边，再说了，听他们部落里的雌性说，那个狼王去找婉婉了，万一木川和他们错过了，我们守在这儿正好来个守株待兔。那星岩为什么能去？林泽不服气的反驳，人家星岩是蛇，变成兽形木川用爪子他好抓啊，你个大老虎，你说他抓你啊？蓝湛上下打量了林泽一番，目光最终停在某处，意味深长的挑了挑眉。林泽顺着蓝湛的视线低头，随即反应过来，整张脸瞬间涨得通红，连耳尖都变成了粉红色。你看奶呢？他下意识地夹紧双腿，双手挡在身前。蓝湛忍不住笑了起来。几个正在忙碌的狼族雌性好奇地看过来，又掩着嘴笑着走开了。小狐狸，你的小雌性呢？白头背兽人盘旋在空中，望着地上急奔的北出，高声问道。他被掳走了。北出仰头回应，声音里透着焦急。对了，你认识飞龙族的人吗？老头子，我哪有那等本事结识飞龙族？白头背扑棱着翅膀，笑声里带着几分自嘲。北出的耳朵微微垂下，但仍不死心。那能请您帮个忙吗？如果遇见飞龙族的人，请告诉他们，江婉婉被狼王墨川劫走了，很可能被带去了灰狼部落的地界。什么？白头背猛地一阵翅膀，声音陡然拔高。又是那个不知礼数的狼崽子，等着，我这就去帮你寻人。多谢。北出高声道谢，
话音未落，身影已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北初根本不知道飞龙少主在哪，他知道就算自己找一辈子也有可能找不到飞龙少主，他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他只知道飞龙会飞，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天上会飞的兽人替他传递消息，而他自己必须亲自去救他。若救不回，那便与墨川同归于尽。北初沿着气味一路狂奔，终于在远处的山坳间发现了灰狼兽人的驻扎队伍。山洞外里3层外3层围满了灰狼兽人，戒备森严。北初伏低身子，黑瞳紧缩，狼王墨川一定就在里面。可敌人实在太多，贸然冲进去只会送死。他咬牙引入阴影，强迫自己等待，等到夜色最深，守卫最松懈的时刻，时间仿佛被拉长，每一秒都像在灼烧他的神经。终于午夜降临，大多数灰狼兽人沉沉睡去，只剩下零星几个守卫打着哈欠懒散的巡逻。就是现在，北初快速掠出，古刀寒光一闪，门口的守卫甚至来不及发出声响，便接连倒下。他闪身冲进洞内，却在看清眼前景象的瞬间，如遭雷击般僵在原地。滚出去！墨川喘息粗重，额角渗汗，侧头冷冷瞪向北初。北初，救我！江婉婉的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却又夹杂着难以启齿的羞耻。墨川暴怒的嘶吼震得洞壁簌簌落灰，北初全身肌肉暴起，古刀带着破空声直劈墨川咽喉。狼王仓促围上兽皮群，竟被这不要命的攻势逼得连连后退。刀光交错间，墨川终于抓住破绽，一记重击打飞了古刀。另一边，江婉婉颤抖着撑起身子，手臂上崭新的灰狼标记刺眼至极。他咬着唇，默默拾起掉落的古刀。他紧攥着古刀的手指发白。墨川趁机猛击北初腹部，几记重拳将他狠狠灌倒在地，膝盖死死压住他的咽喉。北初挣扎不得，眼中血丝密布。突然，洞外突然狂风大作，嘶吼声、打斗声、哀嚎声混作一团，又在转瞬间归于死寂。墨川还未来得及反应，两道身影已破空而至。砰！木川的一脚飞踢直接将墨川踹出数丈，石壁在撞击下裂开蛛网般的纹路。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木川的身影如鬼魅般闪现，一脚将墨川踹飞出去。看来你是活腻了。星岩紧随其后冲入，目光触及角落里的江婉婉时，立刻想要上前，却在伸手的瞬间僵住。江婉婉举着古刀对着他，别过来！江婉婉的声音支离破碎，握刀的手抖得不成样子。婉婉，星岩眉心紧蹙，眼底翻涌着心疼与痛楚，伸出的手悬在半空，终究没敢再靠近一步。北初踉跄着爬起，顾不得满身伤痕，一把将江婉婉搂入怀中。他的身体冰凉颤抖，像风中凋零的落叶，让他心脏绞痛。别碰他！墨川咳着血沫，胸口剧烈起伏，却仍强撑着要站起来。婉婉，就你也配叫他的名字？木川眸色骤冷，